讲到喝醉酒后，我把姐姐拉去领了结婚证，醒来后我恨不得给自己几耳光，喝多了捡回来一个老婆算什么事啊？而且这个老婆还是看着自己长大的。此时宁月兰耸了耸香肩，精致的俏脸划过一丝无奈。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是解决方案，是你对我负责，还是我告诉你老爸，让你对我负责？负责？难道姐姐喜欢我？我先是一愣，注意到宁月兰眼底的笑意，这才自顾自的想到，原来月兰姐是在开玩笑呀。也是，人家月兰姐追求者无数，哪里能轮得到我负责呀？月兰姐，我们离婚吧，我以后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我不能耽误你。话还没说完，宁月兰突然悠悠的深吸了一口气，离婚？你要跟我离婚？这怨妇式的台词一出，轮到我懵逼了。不然呢？咱俩又没感情基础，难道我就这样跟你稀里糊涂的过一辈子？之前因为两家的关系，所以我一直都将宁月兰当成姐姐来看待，甚至心底对她还有些许像长辈般的敬重。对上宁月兰幽深的目光，还不待我出声，她便是郁闷的叹气头。你知道现在离婚都有1个月的冷静期吗？更何况离婚了之后，姐姐我就是2婚了呀。难道说你是因为有小女朋友，所以害怕这件事情被发现吗？没，我吞咽了一口唾沫，不为别的，只因为此刻这女人幽怨的模样实在是太过娇媚，让我心脏像小鹿一样砰砰乱撞。那是因为害怕姐姐耽误你找女朋友是不是？宁月兰抿了抿红唇，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姐姐昨天只是碰巧路过就被你拽去领证，便宜都被你占了，身子也被你摸了，甚至还被家暴了。结果新婚老公不到24小时就要跟我离婚。月兰姐，麻烦你不要说的这么暧昧好吗？我很容易误会的呀。我喉结不自觉滚了滚，这女人此刻低垂眼眉的失落神色真是好看极了。可是月兰姐，你也不喜欢我，难道你要跟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吗？闻言，宁月兰突兀的沉默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心跳竟然莫名的开始狂跳。下一刻，宁月兰被齿轻咬红唇，那姐姐要是说喜欢你呢？轰！这话一出，我脑子一瞬间懵了，啥玩意？月兰姐竟然说她喜欢我，我猛地吞了一口唾沫。你认真的？我这样想着，宁月兰却突然扑哧一笑，这一笑犹如百花齐放，一瞬间横扫了我心中的所有念头。骗你的！不过我觉得在你找到喜欢的人之前，咱们可以假戏真做。无论怎么说，结婚证是真的领了，就算是立刻离婚，也有一个30天的冷静期。不如我们先试试相处看看。我爷爷这段时间还一直催我结婚呢，我都要烦死了，就当帮姐姐一个忙好吗？宁月兰眼底闪过一抹狡黠心道：小东西，姐姐等了你这么久，好不容易骗到手了，怎么会让你轻易跑掉？然而她面上却不动声色，还撅了撅诱人的红唇。如果后面实在没有感觉，我们1个月之后再离婚。假戏真做，我愣了愣，自知理亏，毕竟拉人家结婚这件事都是我的错。可是比自己大8岁的御姐突然变成女友，心态上一时半会也很难转变过来。思索间，宁月兰突然朝我这边靠了靠，一阵香风瞬间充斥鼻腔，我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女人偶臂挽住，摁着脑袋塞进了宝马车里。那就先这么说好了，今天先陪姐姐回去应付一下家里人吧。说完，宁月兰俏皮的吐了吐小舌头，就不由分说上了主驾驶，一脚油门，宝马车疾驰而去。一脸懵逼的我一脸懵逼，月兰姐，我好像还没答应你吧？我不管，反正我不想这么快变成2婚。此时我突然注意到宁月兰肩膀上一个3、4厘米的崭新伤口，伤口不深，只是出现在这样一个白皙的香肩上，还是有些违和。这是我弄的。我猜到8成是自己杰作，瞬间窘迫的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宁月兰轻轻嗯了一声，行吧，负责就负责。月兰姐有什么不好的？女大3抱金砖，女大5赛老虎，30的女营坐地能吸土。很快车子就在一处宅院门前停下，我看了一眼周围环境，顿时朝椅子里缩了缩，脑海中浮现出宁月兰老爹严肃的模样。这么快就要见家长了？你搂着姐姐我领证的时候咋没说害怕这个？宁月兰感觉有些好笑，原来喝多之后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也会有这样畏畏缩缩的一面。姐姐，咱别提这事了好吗？我哭丧着脸，恨不得现在就换一个星球生活，到时候死给他看，让他守活寡。我愤愤不平的想着，还是跟着宁月兰进了院子。到了门口，宁月兰有些犹豫地顿住了脚步，她红着脸看了我一眼，那个啥，咱俩能不能表现得亲密一些？亲密一些？我怔了怔，这才注意到可能是心态还没转变过来，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习惯性的跟在这个邻家姐姐身后，就像是小跟屁虫似的。我们现在毕竟是夫妻，太生疏我爷爷很容易就看出来。虽然觉得姐姐说的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挽着我，话音一落，宁月兰就不由分说地搂住我的胳膊，那媲美世界杯的柔软伴随着一阵的体香，瞬间让我老脸一红。宁月兰俏脸上闪过一抹诡计得逞的狡黠，小家伙还说对姐姐没兴趣。1.85米的大高个此刻弯着腰，就像是煮熟的虾米，看上去滑稽极了。爷爷，我回来了！女人娇滴滴的喊了一嗓，楼上书房大门瞬间被人一把推开。你还有脸回来？我孙女婿呢？上次不是说有眉目了吗？不是说已经有了一个喜欢很多年的人吗？我孙女这么优秀，难道还拿不下他？果然，什么狗屁喜欢了很多年的人，就是糊弄我老头子的吧？你知不知道女大无后便是不孝？听到您爷爷的声音，我心头一动，没忍住笑了笑。老爷子还是跟几年前一样中气十足啊！两家爷爷是战友一辈，关系非常好，直到自己爷爷去世之后，父辈才慢慢疏远了。宁月兰就这样站在门口，任由爷爷骂了好半晌。姐姐没骗你吧？你也算是救了姐姐一条小命啊！太惨了，月兰姐，您老爷子刚说的那个你喜欢很多年的人是谁啊？小东西，这么快就开始吃姐姐的醋了呀？宁月兰眯着眼睛笑了笑，当然是骗他的。我现在的老公不是你吗？你都得到姐姐我的人了，难道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擦，别撩了别撩了，再撩我扛不住了呀！只是我心中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些不舒服。宁月兰没注意到这一点，拽着我就进了书房。爷爷，人给您带回来了。听到孙女婿3个字，老爷子就像是打了鸡血，猛地抬头。我有些尴尬，挠着头想要躲在姐姐的背后，不过宁月兰除了
了气质比自己强，其他方面怎么也盖不住我一个1.85米的大男人了。方墨，怎么是你？哎呀，快过来让爷爷看看，都多久没见过咱们家方墨了？一转眼这么高了，快过来让爷爷好好看看。说完这话，宁老爷子又是朝着宁月兰背后瞄了2眼，说好的孙女婿呢？就在这时，他注意到我们挽在一起的胳膊，宁老爷子顿时愣住了，试探性的问道：月兰，你给我带回来的孙女婿说的不会就是方墨吧？没错呀，我喜欢了很多年的人就是方墨。宁月兰表现的倒是相当平静。啪！宁老爷子猛地一拍桌子，怒道：瞎扯！你以为爷爷我老糊涂了不成？你们明明是姐弟，什么时候走得这么近了？你当爷爷我不上网？你给我玩周淑怡表弟那一套亲情变质是吧？你再怎么想糊弄我，也不应该拉你弟弟来滥竽充数啊！听到这里，我心头腹诽道：宁老爷子，滥竽充数这个词大可不必。其实自己也知道宁老爷子心中的想法。今天之前要说他对宁月兰没想法，那是骗人的。成熟的美艳御姐，是个男人都抵御不住，更何况他还多才多艺。但要说自己是否真的想跟宁月兰发生一些什么，那本王还真是敢拍着胸脯保证是真的没有。方墨，你跟爷爷好好说，是不是被你姐姐拽过来糊弄我来的？闻言对上老爷子一双锐利的鹰眼，顿时有些心虚，莫名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要不实话实说，不过这个念头一出就不自觉打了个寒战，那下场8成会被月兰姐老爹活活打死。就在这时，宁月兰皱着柳眉淡淡的说道：爷爷我没骗你，我俩昨天已经领证了，所以今天才把方墨带回来见您。我就担心您一时半会接受不了，所以打算走温水煮青蛙的路线。谁知道您这么着急，啥玩意？2个孩子还领证了？宁老爷子瞬间瞪大双眼，他清楚自己孙女的性格，虽然有时候会开玩笑，但正是从来不信口开河。宁月兰随即拉着我坐到沙发上，动作极其自然，就像是早已在梦里重复了成千上百遍一样。老爷子紧蹙的眉头瞬间舒展，心里对2人的关系有些相信了。之前一直没给您说过，其实这些年我始终都暗恋着方墨，心里除了他再也装不下任何男人，所以我不会去相亲。这几年咱们2家虽然少了联系，可我一直都忘不掉他。那天偶然一个机会，让我们互相吐露真情。宁月兰笑颜如花的朱唇轻启，原来我不是单相思，弟弟也喜欢我，所以昨天我们领了证，也算是修成正果。听着宁月兰的话，我一脸黑线，奇了怪，姐姐不是受害者吗？怎么现在我竟然有种掉进大灰狼陷阱里的感觉？而且这个剧本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要我怎么接？真的宁爷爷？饶是以老爷子的心境，也是感觉太突然了，信息量着实不小。宁月兰露出洁白贝齿，又紧抓着我的手指，我顿时说话都有些结巴起来。姐姐，请停止你的色诱行为。其实我也一直喜欢姐姐，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开始，就对她不可遏制的心动。那时候我还记得姐姐扎着马尾辫，一甩一甩的十分可爱。只是她性格有些内向，老是捧着一本书，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那样子恬静的她。我硬着头皮胡乱扯了一嘴。的确，以往在自己的印象中，宁月兰就是内向恬静的一个女孩，起码在小时候是这样。同龄的小朋友都朝气蓬勃，只有宁月兰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紧不慢，有种冷漠的味道。随着这话一出，宁月兰的俏脸顿时掠过一抹红润，一只玉手轻轻捧着香腮，美眸之中满是温柔。而宁老爷子听到我这番说辞，嘴角猛地抽了抽。你确定你对你月兰姐姐是一见钟情吗？你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好像才只有5、6岁的样子。5、6岁的方墨对14、15岁的宁月兰一见钟情，可以倒是可以，只是这孩子早熟的是不是有些早过头了？我瞬间想死的冲动都有，可是气氛到这里，只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不赖弟弟熟得早，只怪姐姐太迷人。继续编，刚才是谁还说要跟我离婚的？宁月兰轻轻捏了一把我的胳膊，哼唧了一声。老爷子没注意我俩的小动作，哈哈一笑。话说，既然你俩都结婚了，那你们修了没有？听到此话，2人瞬间脸色通红。老爷子这车轱辘都要碾在我俩脸上了。还没有。方墨，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爷爷从小就看着你长大，同样也把你当成自家孩子，你有什么不方便的要直说呀。说着，宁老爷子的目光直接就落在了我的某处，我顿时满脸黑线。我很健康，爷爷。宁老爷子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咧嘴笑着说道：那你们就抓紧一点了，我每天在家里除了练字就是遛狗逗猫，生活索然无味，赶紧给我生一个小方墨或者小月兰出来，这样爷爷我也能帮你们带重孙女了。注意到宁老爷子眼巴巴的期待目光，我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就在这时，宁月兰终于接过了话茬：没有的是，爷爷，我们俩想等到婚礼之后再开跑，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人，您放心，在你有生之年，我一定让你看到重孙女。婚礼？我怔了一下，宁老爷子闻言却是猛地一拍大腿：对，婚礼，你俩虽然领了证，但还没有双方父母和亲戚朋友见证呢，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我看了一下，今年适合月兰结婚的日子都在下半年，7、8月份都有不错的日子。宁月兰却是摇了摇头：我下半年没有时间，到时候可能要去国外出差。老爷子顿时大失所望，难不成还要等到明年？那自己岂不是最快也得后年才能抱上重孙女？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宁老爷子还不死心追问了一句。听到这话，宁月兰露出一排洁白的贝齿：我呀，只有这周时间比较充裕了，那这周赶紧去挑选婚纱和钻戒，这些不用方墨考虑，爷爷给你们包办了。还有什么酒店婚车之类的，全都让我来负责。你俩只需要稳定好你们的感情，然后在新婚之夜顺顺利利的洞房，争取给我造一个大胖小子就行。懵逼的我一脸懵逼，等等，这好像是我的婚礼吧？他们刚才说什么？这周就要举行婚礼？我神色一僵，硬着头皮道：宁爷爷，是不是有些太快了？快什么？1周时间准备一场婚礼有什么快的？旁边宁月兰也是恶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仿佛是在说：你现在要是拒绝，爷爷肯定会怀疑的。不过我现在确实是连一个合适的理由都编不出来。我意思1周时间是不是有些太仓促了？我还没做好当已婚人士的心理准备啊！别担心这个，爷爷有的是钱，无论是设备还是场地，基本就没有花钱拿不下来的。更何况婚车直接用我们的车子就好。我记得家里有一台布加迪都吃灰很长时间了。宁老爷子掰着指头算了算，反正只要你们2个年轻人满意，爷爷我都行。可恶啊！都说金钱是万恶的根源，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罪恶。直到被宁月兰拉着离开的时候，
我的脑袋还晕乎乎的。等到反应过来，宁月兰的宝马车已经停在了一个商场门口。月兰姐，我们现在干什么去？还用说吗？是婚纱呀！我的表情再度僵硬了下来。是错觉吗？为什么感觉月兰姐好像很开心，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呢？领结婚证这件事的确是自己闯祸，可是现在越来越有种自己才是被坑的那一方。你在这里挑几件喜欢的衣服，待会我过来帮你分析咱们家弟弟穿什么最好看。喏，既然是我老公了，这个卡给你，里面就是我的嫁妆，你拿着随便刷哦。我老脸一红，特么怎么有种被霸道女总裁包养的错觉呢？不行不行，我不能要月兰姐的钱，谢谢姐姐，但是我能自己赚钱，而且我生活费也够用。听到这话，宁月兰怔怔地盯着我，傻子，夫妻之间分这么开干什么？你是我的丈夫，花我的钱天经地义。宁月兰红唇勾起一抹迷死人不偿命的弧度，反正我的嫁妆给你了。说完这话就潇洒地扭头朝着另一个方向离去，看样子是真的去试婚纱了。我握着一张黑卡不知所措，好在旁边2个西装店的前台小姐走过来，先生，宁小姐嘱咐我们为您挑选婚礼上的西装，您看有心仪的款型吗？宁小姐嘱咐你们。宁月兰什么时候跟你们俩说话了？难道是眼神交流？她不知道，宁月兰最早开这个服装商场的时候，就给每一个店员叮嘱过，倘若有一天自己带了一个男人来这里试衣服，那就说明他要把自己嫁出去，不然的话，偌大的宁家才看不上卖衣服赚的这点钱呢。方墨，你怎么会在这里？就在这时，突然一道困惑的惊呼从不远处响起，只见一男一女牵手走进了这间西装店，是前女友林希涵和她的狗男人陆晨。昨天才被方墨撞破他俩在咖啡厅亲嘴的场面，今天居然就敢手挽手上街了，真是一对狗男女。方墨恶心的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出门没看老黄历，真他妈晦气！你说什么？林希涵脸色刷一下就阴沉了下来。陆晨他骂我，方墨你算个什么东西？自己留不住别人不能怪希涵，你看看你自己，大学毕业快半年时间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男人没钱别玩高配，希涵不是你能掌握的女人。说这话的时候，陆晨还比了个龙抓手的动作，林希涵顿时花枝乱颤。哎呀，你好坏呀！方墨撇撇嘴冷言道，老子买不买这里的衣服关你屁事，你丫是数无铅的，管得比面还宽。此刻青年的漠然反应让林希涵心里很不舒服，就连陆晨这种世家子弟都对自己垂涎3尺，花了不知道多少钱才砸开了自己的双腿。他一个穷杯难道不应该伤心欲绝拼命挽留，然后被自己像狗一样踹走吗？凭什么才分手不超过24小时就对自己不在意？保安，有人骚扰我老公，直接把他们赶出去就行了。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好美。下一刻，宁月兰娇滴滴的走到方墨身边，轻轻吹了口气，弟弟，这件好看吗？这话一出，方墨瞬间打了个寒战，只觉得这个娇滴滴的女人让自己口干舌燥。方墨挺快的呀，才跟我分手了20多个小时就找好下家了。我说你怎么不难受呢？不过这位小姐，不说你眼光是不是有些太差了？方墨这种没人要的男人你都能看上，捡破鞋也不知道挑好了吗？你看上他什么了？听到这话，宁月兰俏脸掠过一抹冷厉，下一刻一道响亮的巴掌声便是响彻整个西装店。啪！宁月兰的倩影已经出现在了林希涵面前，再多嘴一句我就让人扒光衣服把你丢出去。林希涵被这一巴掌直接打懵了，看到宁月兰的一瞬间，就连同样身为女人的她都心神妒忌，这种绝色美女怎么可能会看上方墨？贱人你敢打我？陆晨，有人打我你管不管？小贱人，我老公是德茂出海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而且还是这商场的黑卡 VIP， 你完蛋了！啪！话还没说完，林希涵再度挨了一巴掌。宁月兰冷笑着道，少在本小姐面前老骚逼叫胳膊装纯，收拾的就是你这种管不住上下2张嘴的贱人。听到这话，方墨顿时脸一红，管不住2张嘴说的可不就是林希涵肉体出轨？不过这件事情月兰姐是怎么知道的？下一刻还不待陆晨说话，一队保安就朝着2人围了上来。林希涵吓得花容失色的吼道，别动我，我男朋友是你们商场的贵宾，你帮我考虑清楚后果了吗？有没有想过会给商场造成多大损失？这时候陆晨也乱了分寸，拿出一张卡就欲递给保安，只是话还没说完，宁月兰直接一把将那卡夺走掰碎，从现在开始你们不是了。林希涵见状怒不可遏，你算什么东西？长得漂亮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我要起诉你，让这家商场的老板把你拉黑。听到这话，宁月兰搂着方墨的胳膊笑得花枝乱颤，起诉我？让商场老板把我拉黑？你听好了，本小姐叫宁月兰，是方墨的老婆，所以现在可以滚出去了吗？什么？她是宁月兰？江城第一豪门大小姐。这一刻，陆晨和林希涵如遭雷击，随着2人被拖走，西装店再度恢复平静。月兰姐，你刚才太帅了。方墨吞咽了一口唾沫，也不知道是因为宁月兰小手一直挽着自己胳膊，柔软刺激到了自己，还是因为赶走了那烦人的2个家伙扬眉吐气。那就是你的前女友林希涵，看上去也不怎么样嘛。宁月兰一甩长发，捏了捏方墨的脸蛋，宠溺的笑道，你俩之前发展到了哪一步？方便告诉姐姐吗？我很好奇呢。闻言，方墨有些困惑的扫了一眼宁月兰，见到青年迟迟没有回应，宁月兰眼底闪过一丝落寞，声音都开始变得有些低落。牵手了吗？抱抱了吗？亲嘴了吗？难道上床了？靠！瞎说什么呢？方墨大惊失色，连忙摇了摇头。月兰姐，你想啥呀？林希涵一直看不起我，怎么可能跟我进一步发展？大学3年最多也就是拉过手而已。这话一出，宁月兰美眸再度清澈了起来，会说话的妙目眼睑处的失落荡然无存。下一刻，宁月兰趴在方墨耳边，几乎是咬着青年的耳根子说道，那3年都没睡过女孩子，憋坏了吧老师傅？噗！方墨只觉得一股热浪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就连原本憋着的问题都忘了问。为什么月兰姐一个女孩子会这么了解男人呢？宁月兰也知道什么事情都得循序渐进，毕竟自己从她生活中消失了2、3年，而且一下子身份上又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她一时半会接受不了也正常，慢慢来，反正姐姐我有的是时间。她唇角勾起迷人弧度，笑嘻嘻的问道，那你说说，你喜欢姐姐多一点还是林希涵多一点？那还用问吗？肯定是月兰姐啊，不过以前是亲情那种，现在大概是有人至上恋人味吗？方墨自己都不敢保证，面对又美又多金的姐姐，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说不定夫妻体验卡到期了，她自己都要主动续上了。宁月兰眼底笑意更甚，看样子对这个回答相当满意。不过月兰姐，你是怎么知道她叫林希涵的？我应该没有跟你说过我前女友的事情吧？闻言，宁月兰神色一变，糟糕，要露馅。这个呀，是因为昨天你喝多了之后在酒吧提了来着，你喝醉的时候嘴里一直在嘟囔
嘟囔这个名字。哈哈，我喝多了会嘟囔林希涵，可我自己都没感觉有多爱她呀。下一刻，方墨苦笑一声，那个姐姐，咱们能不能约法三章，暂时先忘掉昨天酒吧的事情啊？我都有种想要换个星球生活的念头。换个星球生活？那可不行，姐姐等了你13年，好不容易盼到你长大了，跑是不可能跑了的。宁月兰心里这样想着，嘴上倒是答应了下来。行啊，就在这时，方墨猛地想起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我的电脑还在林希涵那里，那可是我吃饭的家伙，那我陪你去取一下电脑吧。宁月兰倒是没有说什么以后我养你之类的话，毕竟这样就有些太打击男人尊严了，而且她也不希望方墨变成一只笼中鸟，吃穿用度都靠自己，那样他就失去自由了。两人走出了西装店，就径直朝着梧桐街赶去。路上吃了的饭用了2个多小时，要我陪你上去吗？到了地方，宁月兰冲着方墨眨了眨眼睛，方墨心脏又是不自觉加速了起来，红着脸说道：“不用了，姐姐，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上了楼，方墨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才摁了摁门铃。林希涵脸上敷着冰块，冷冷地盯着自己。方墨，你过来找我干什么？方墨怔了一下，我来取我的东西。下一刻，没想到林希涵砰的一声就把大门关上了。既然你都已经搬出去了，那房间中的东楼下跑去。只见一台厚重的游戏本在水泥路上摔得粉碎，电脑和键盘直接身首异处，显示器屏幕大面积皲裂，显然是直接报废。混蛋！方墨目眦欲裂，泥人都有3分火气，更何况方墨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他气得一个没站稳，差点摔倒。就在这时，身后一阵柔软一把将他扶住。他干了什么？宁月兰修长的倩影出现在了方墨背后。方墨脸色铁青地指了指地上的电脑残骸，他摔了我的电脑，摔了弟弟的电脑。宁月兰闻言不怒反笑，什么档次，也敢摔我男人的东西，简直是找死！说着直接将地上的主板捡起来，这个交给我吧，我找人一定帮你修好，里面的文件你放心，肯定可以找回来。不过今天他摔你电脑这口恶气，姐姐一定帮你出了。说完这话，宁月兰迈着小碎步噔噔噔拉着方墨上楼。上了3楼，女人就重重地敲了敲房门，砰砰砰，房门紧闭反锁。方墨这时后气急攻心，压根没想过月兰姐怎么会知道在几楼。方墨，你牛杯，有本事让你月兰姐收拾我呀，老娘就不给你开门，你能把我怎么地？宁月兰她牛杯哄哄的，难道还能踹开这大门不成？闻言，方墨咬了咬牙，狗女人，别让老子带住你。旁边的宁月兰见状倒是惊讶的一条柳眉，还是第一次见到文文弱弱的小东西露出这副模样，反差挺强啊。月兰姐，我们走吧。在方墨想来，今天想要找机会理论是不可能了，毕竟林希哈房门紧闭，难道他们2个人还能私闯民宅？不过宁月兰却是冷笑一声，走，为什么要走？欺负了我的人，姐姐我今天才不会放过他，给我3分钟。说完这话，宁月兰就踩着高跟鞋下楼，应该是去车里拿手机去了。方墨捧着电脑主板，有些不知所措。月兰姐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不成？3分钟之后，只见宁月兰领着一对戴着安全帽的装修师傅上楼。月兰姐，你要干什么？宁月兰眉眼闪过一抹傲然，指了指紧闭的房门，就这火拆。此时电钻和锯子的声音在楼道内不断响起，我一脸紧张地看着这一幕。月兰姐，这么搞不会有什么事情吧？宁月兰笑颜如花地撅了撅红唇，谁让她管不住自己上下2张嘴的？难道她还能报警把我抓起来不成？老婆为老公排忧解难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在这时，大门倒塌的声音轰然响起，房间中的林希涵目瞪口呆地看着外面，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家竟然被拆了。宁月兰，这是我租的房子，你个疯女人，难道你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你这是私闯民宅，我要起诉你们！林希涵还是懂一点法律知识的，可惜她依旧不会是有备而来的宁家大小姐的对手。不好意思，这个房子从今天起就是我的财产了，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把它拆了你也管不着，不信你自己给房东打电话核实一下。啥玩意？方墨怔了一下，8成是刚才下楼的时候买的吧？姐姐的动作还真快啊！林希涵闻言脸色也是越发苍白，被财大气粗的宁家大小姐虐得体无完肤。哦对了，我跟方墨已经领结婚证了，希望你以后少骚扰他，不然我可能会对你不客气。方墨是我的宝藏男孩，你弄丢了他只能说是你自己的损失，我还得好好谢谢你，因为你的有眼无珠，才让我心想事成。限你3个小时之内立刻搬出去，不然我们法庭见。听到这话，林希涵气得直接晕了过去。月兰姐，她好像晕了。见方墨还在关心这个坏女人，宁月兰没好气地撅了撅红唇，那你要不趁着这个机会，把你俩这3年都没做过的事情也补上？姐姐，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啥玩意？什么没做过的事情？方墨先是一愣，旋即立刻反应过来，老脸一红。月兰姐，你生气了没有？看你这么在意他，要不姐姐我帮忙把他追回来，让你们终成眷属。说完就扭头朝着公寓外面走去。方墨连忙跟在姐姐的身后，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大男孩一样不知所措。月兰姐，我现在根本就不喜欢林希涵，我就是随口一说，你不会是吃错了吧？宁月兰顿了顿漂亮的大眼睛，既没承认也没否认。那你告诉我你喜欢谁，我帮你去追他。我喜欢月兰姐。方墨对上宁月兰的目光，硬着头皮回答了一句。果不其然，此话一出，宁月兰眉眼再度弯成了好看的月牙。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西装的帅哥朝着这边走了过来。月兰，好巧啊，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来我们翡翠公寓溜达？宁月兰只是冷漠地瞥了一眼来者，有点事情，这回就要走了。闻言，男人连忙挡在宁月兰面前。月兰，今天既然刚巧遇见了，那就一起赏脸吃个饭吧。喂，当我面泡我老婆。这位先生，我是月兰的老公，我知道月兰姐成熟有韵味，长得漂亮，所以很吸引异性，但是她现在已经结婚了，这次我就当你不知者不怪，再让我看到下一次，小心我把你皮燕子给缝上。说完这话，方墨就直接拉着宁月兰朝外面走去。宁月兰整个人都懵了，没想到方墨竟然也有暴躁的一面，一瞬间宁月兰心里多了些许安全感。小家伙，你吃醋了。方墨坐在宁月兰的车里，女人朝着他自己居住的别墅开去。方墨点了点头，心里是有点不舒服。宁月兰顿时抿着红唇轻笑了2声，今天姐姐帮了你一次，你也帮了姐姐一次，互帮互助，合作愉快。互帮互助，这是两不相欠的意思吗？方墨怔了怔，心里一紧，姐姐，那你刚才跟林希涵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这话一出，宁月兰顿时俏脸一红，小东西记性还挺好，当然是为了帮你找场子说的谎话呀。宁月兰拍拍胸脯，弟弟对不起了，姐姐现在可不能露馅。不过方墨听到这话却是感
感觉心头空落落的。到了别墅已经7、8点了，下午买的西服咋说也要试一下。眼瞅着方墨抱着西装钻进自己的闺房，宁月兰红唇勾起一抹迷人的弧度，来了就别想走了。她拿起手机拨通电话，喂管家，去翡翠公寓把方墨的东西全部给我搬过来。女人狡黠的笑着，犹如一只诡计得逞的小狐狸。很快方墨换了一件衣服走出来，姐姐，这件怎么样？宁月兰点点头，我们家的弟弟果然是穿什么都帅，你要不再换其他的试试？方墨点点头，乖乖朝着房间走去。宁月兰红唇勾起一抹微笑，这样吧，我也换一下婚纱，咱俩对着镜子看看。我去卧室换，你在书房换吧。方墨没多想，又是转头乖乖的进了书房。宁月兰眼底却有种奸计得逞的得意，弟弟进来帮帮我，后面有个拉链，姐姐够不着。方墨先是一愣，旋即脸色刷的一下子通红。宁月兰催促的声音又是再度从房间中响起，快一点，婚纱很重的，人家捧着托围很费劲。方墨这才连忙进了房间，再度见到穿着雪白婚纱的女人，还是难免被宁月兰的神仙颜值震撼。呆子，看什么呢？还不快过来帮忙？你想累死我吗？没有，主要是姐姐太美了，我一时间看呆了。宁月兰俏脸顿时掠过一抹红润，没想到这傻子也会主动说出来，能从他嘴里听到夸人的话不容易啊。征服奶狗弟弟的道路似乎都不那么任重道远了。扯拉链的时候，方墨手掌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宁月兰光洁的背脊，那种宛如羊脂玉一般丝滑的触感清晰传来，方墨喉结忍不住滚动了一下。不愧是2000万男人的梦中情人，虽然方墨自言自语的声音很小，但宁月兰还是听见了。她笑眯眯的扭头看向青年，那我采访一下咱们方墨弟弟，娶了2000万男人的梦是什么感觉？嗨嗨，姐姐别闹，拉链底下有点卡住了，你别动。结果他这么一说，宁月兰突然困惑的再度扭头，还没弄好啊，姐姐别。下一刻，方墨一个踉跄没站稳，踩在了宁月兰婚纱的长拖尾上，瞬间失去平衡，抱着宁月兰朝着床上摔了下去。砰！这一下两人彻底亲密接触在了一起。方墨比宁月兰高了小半个头，嘴唇刚好就擦在女人的额头位置，这样直挺挺的砸在床上，两人直接来了个真情对对碰。方墨差点都没憋住气，裁判，他犯规啊，他带球撞人。方墨盯着那张呵气如兰的红唇，竟然有一种想要吻上去的冲动。宁月兰眸子罕见掠过一抹惊慌失措，你快起来，1.85米又不是小孩子了，你想压死姐姐啊？方墨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忽然注意到宁月兰香肩处的伤口，不用问都知道这是方墨那天喝多之后的杰作。月兰姐，我帮你擦点药吧，说不定赶得上婚礼前恢复。宁月兰红着脸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两人走出卧室，发现客厅中多了很多行李箱，这是啥呀？管家小杰看着方墨嘿嘿笑了笑，没有回答。他心想是以后就该喊自家小姐太太了，毕竟两人即将同居，少女变少妇是早晚的事。小姐，先生的行李我已经全部搬过来了，还顺便给你们买了3大袋卫生纸和1盒彩色气球。闻言，方墨表情管理彻底失控，什么鬼？这些箱子里都是我的东西。宁月兰冲着小杰眨了眨眼睛，示意他可以离开了，随即假装一脸恼火的说道：这个管家还真是自作多情，谁让他多管闲事了？怎么不跟你商量一下就拿你的东西，竟会给人添麻烦，我这就喊他过来收拾他。闻言，方墨顿时愣住，想了想，帮忙搬家应该也算是分内之事，毕竟2人都快领证了，只是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算了吧，月兰姐，其实也不怪他。姐姐，你这里还有别的空房间吗？要不我晚上睡书房也可以。听到这话，宁月兰奸计终于得逞，今天睡书房，明天睡死我，后天就该同床共枕了。可以，那你今天就睡书房吧。你说的对，反正咱俩都是夫妻了，爷爷盯着那么紧，后面肯定也要同居，早一点晚一点搬东西影响也不大。那我帮你整理一下你的衣物，暂时穿不上的我就给你放衣柜了。方墨木然的点了点头。话罢，宁月兰拿了2个箱子朝着卧室走去。方墨神色一僵，姐姐走的好像是他自己那间卧室的方向吧。方墨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知不觉好像自己又被坑了。小弟弟，衣柜里面的位置我都给你空出来了，这块是放下装的区域，这块是放冬装的区域。说着说着，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宁月兰刚好刻意掠过了中间的一个大抽屉。方墨心想，这么大一个抽屉里面空间肯定不小，难道这里面没放东西吗？于是他下意识指了指抽屉，月兰姐，这个抽屉里放的是什么呀？这个呀。宁月兰拖了个长枪，坏笑一声，直接将抽屉拉开，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噗！下一刻，方墨只觉得一股热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2缕鼻血都差点喷出来，太劲爆了，太惊艳了！尤其是脑补了一下穿在月兰姐身上的画面，方墨几乎是逃出了卧室。月兰姐，我去洗把脸，冷静一下。宁月兰盯着青年的背影，掩着玉口咯咯娇笑了2声，这傻瓜不就是3角加透视加蕾丝吗？又没有自己的写真照，至于这么刺激吗？约莫20分钟之后，冷静下来的方墨才走回来。月兰姐也太撩人了吧，挠，继续帮我擦药吧。听到这话，方墨再度口干舌燥，这妖精有完没完了？看着那雪白的香肩，他努力控制视线不往下乱瞟，可是眼睛根本就不听他的。下一刻，拿起药棉轻轻擦了上去，温凉的触感传来，女人顿时闷哼一声，方墨神色一变，棉签差点掉在床上。姐姐，请你不要发出这种声音，好不容易擦完了药。方墨终于松了口气，都怪我，给你漂亮的肩膀上留下了这么一个难看的疤，要是没痊愈，我肯定会内疚死。宁月兰闻言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一眼方墨，随即舔了舔诱人的红唇，那要不我给你也留一个？什么？方墨还没反应过来，宁月兰就突然张开樱桃小嘴，狠狠在他脖梗处咬了一口，这一下力道不小，直接疼得方墨疯狂倒吸凉气。片刻之后，宁月兰才抬起头说道，你弄烂我肩膀，我给你咬一个小伤疤，这样咱俩就算是两不相欠了。哦对了，你帮我上了1次药，那我待会也帮你上1次药吧。大郎，靠过来一点，让姐姐好好看看。大郎2个字酥酥妈妈直击灵魂，方墨浑身触电似的哆嗦了一下，不用了姐姐。说完这话，方墨就连忙起身朝着书房跑去。月兰姐，不早了，该休息了，我帮你关灯，晚安。话罢，卧室瞬间黑暗了下来。宁月兰在黑暗中眨了眨明亮的双眸，旋即扑哧一声展颜轻笑，老这么调戏这个小家伙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啊？不过我怎么偏偏还就喜欢看他羞涩的模样呢？难道调戏养成系老公会上瘾吗？方墨今晚睡在了书房，他躺在床上来来回回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觉，浑身燥热，各种胡思乱想的画面在脑海中窜来窜去。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睡了吗？一个没有备
备注的微信好友发来的消息。方墨点开对方的头像，原本想要看看人家朋友圈确定一下是谁，结果惊讶的发现对方朋友圈啥都没有，头像则是3个小黄人玩偶，不过看样子似乎是摆拍的小黄人，瞪着2个圆圆的大眼珠子。你是谁3个字刚打出来还来不及发送，对方就发了一条，看你那边显示正在输入中，看来你没睡，要不要来姐姐怀里睡觉觉？方墨一脸问号，我微信好友列表什么时候加了如此放浪形骸的朋友？咱俩认识吗？我就来你怀里睡觉，不会是哪个暗恋自己的小浪蹄子吧？不好意思，我结婚了。方墨想了想，掏出自己的小红本拍了张照片发过去，看到方墨甩了一张图片过来，对面顿时发了3个笑哭的表情，什么鬼？这时房门突然被人敲响，他还没反应过来，衣着单薄的宁月兰就推开了房门，小弟弟，难得保持得很好吗？不过小家伙，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给姐姐留备注？第二天方墨起床的时候顶着2个黑眼圈，醒来手机上多了好几条短信，老婆，我去上班了，晚上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李浩文，你小子跟林希涵什么情况？前天不是听说你俩分手了吗？我怎么又收到了你的结婚邀请函？老婆那条自然是宁月兰发的，她嫌月兰姐太生疏，而且生怕被宁老爷子看到，两人如今都已经是夫妻关系了，还姐弟相称，很容易被聪明的老人瞧出端倪。虽然这句话好像逻辑上似乎没啥问题，但方墨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月兰姐是不是对自己太特殊了？就算已经领证成了夫妻，可是还没有感情基础，月兰姐现在就对自己这么上心，展现出了一个女朋友式的霸道占有欲，角色带入的速度是不是有些太迅速了？而且和月兰姐在一块的时候，总给她一种错觉，月兰姐好像真的很喜欢我，是我想多了吧？方墨悻悻地摸了摸鼻尖，给好友李浩文回了一个电话，约在一起吃饭。大哥，你怎么回事？我早晨一起来就收到了你的婚礼请柬，我还以为是搞错了呢，结果上面真是你的照片。月兰姐速度还真快啊，不过想来也是，他们婚礼这周都要举办了，自然要抓紧时间把该通知的亲朋好友都通知一圈。方墨笑着回了一声，我结婚了，我去。我看你前天不是跟林希涵都分手了吗？难道你俩又和好了？方墨翻了个白眼，我都在星巴克外面亲眼看到他俩亲嘴了，怎么可能还跟他和好？听到这话，李浩文才松了口气，也是，好兄弟就算是再怎么恋爱脑，也不至于原谅一个当面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女人。分得好，让那对狗男女内部消化吧，他们渣男配渣女刚好一对，也不会出来祸害别人了。下一刻，李浩文又是疑惑地补充了一嘴，我刚又拿起请柬看了看，这个上面新娘的名字叫做宁月兰，好耳熟啊！李浩文瞬间一愣，我想起来了，江城第一豪门公主，江城商界女王不就是叫做这个名字吗？对，就是她。难道你老婆是宁家千金大小姐？有那么惊讶吗？没错，就是她。李浩文瞬间捶胸顿足地说道，那可是我的女神啊，江城2000万男人的梦，居然就这么被你小子泡到手了。说你给女神下了什么迷魂汤？月兰姐是被我喝多之后强行拉到民政局领证的。好半晌之后，方墨才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解释完。李浩文一脸懵逼地盯着方墨，所以说是你在酒吧里喝多了又打又闹，生拉硬拽逼着人家宁总跟你去领证了，而且宁总竟然连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听到这话，李浩文第一时间脱口而出，扯淡！方墨，虽然我没怎么谈过恋爱，但一些基本常识还是清楚的。我估计宁总应该不是被迫领证，说不定是早有预谋。李浩文眼瞅着方墨一头雾水的懵逼神色，恨铁不成钢的咬牙切齿道，你小子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你们家月兰姐是有名的柔道黑段，难道对付一个醉汉还没辙吗？月兰姐还是柔道高手。方墨怔了一下，这他还真不知道。不过宁月兰经常上新闻，同样作为商圈人士，李浩文对这些消息自然关注度更多，想来他也是从新闻里看到的。方墨咳嗽一声，也有可能是月兰姐害怕我耍酒疯吧。听到这话，李浩文摇头暗叹方墨还是太年轻。我告诉你，想要坑到宁总只有一种情况，除非。说到除非，李浩文意味深长地拖了个长枪。方墨心脏嘎噔一揪，顿时着急催促了一句，除非什么？李浩文耸耸肩，除非她是真的想嫁给你呗。方墨如遭雷击，难道说月兰姐真的喜欢我不成？方墨心跳不自觉加速了起来。就在这时，李浩文压低声音朝着方墨靠了靠，不过你之后可要倒霉了，我听说宁总从来就不苟言笑，除了家里人，在外面哪怕是合作伙伴都一样，犹如恒古不变的万年老冰块，就算是相貌再怎么美艳，成天对着一颗严肃的冰块，真的也很难让男人提起兴趣啊。听到此话，方墨再度一愣，月兰姐是一颗冰块？李浩文这是听谁说的？虽然月兰姐好像的确在外人面前有些高冷，但从小到大对自己都一直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模样，尤其是发生了昨天的一系列事情，月兰姐一天能逮着自己调戏8回，动不动就冲上高速了。想到这里，方墨都耳根子发烫，确定他有那么生人勿近吗？此时宁氏集团会议室，刚结束一场公司例会的宁月兰冷着脸朝着办公室走去。就在这时，宁月兰看到手机上传来一个扣费的短信提醒，她眉眼闪过好看的弧度，这是她送给方墨那张卡消费了，老公愿意花我的钱了，老婆赚钱老公花，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下一刻，宁月兰直接拨通电话，弟弟在哪里？电话那头的方墨有些困惑，这还不到下班时间，月兰姐怎么有空给自己打电话？这时李浩文也凑了个脑袋过来偷听，你下班了？宁月兰笑了笑，温柔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刚忙完，你和谁在一起呢？发个定位我去接你，我去看看我的小老公是不是背着我和别人鬼混。方墨一时间突然感觉月兰姐也挺有意思，无数人心目中高高在上的女神竟然也会小女儿做派，而且还是在两人稀里糊涂领证，甚至关系都没彻底明朗的第二天。那你来吧，我和朋友在一起。哦对了姐姐，我得提醒你一句，是同性朋友。宁月兰笑着直接挂断了电话，她难道不知道小家伙是跟同性朋友在一块吗？那张黑卡如果是进行住宿洗浴 KTV 夜店之类的消费，都会第一时间给自己手机发定位报警。嘿，这件事情还是先别让小家伙知道了，不然说不定会恼火我不信任他。不过谁让姐姐我人老珠黄，弟弟还年轻阳光呢，就当是姐姐我自己给自己创造的一丢丢安全感吧。宁月兰玉手敲了敲方向盘，俏脸掠过一抹狡黠，相信弟弟不会怪我的。另一边，从宁月兰电话挂断到现在，李浩文就没淡定下来。我靠，我就说女神喜欢你，不然她怎么可能会是这样一副和和气气的声音，而且还要过来查岗找你？你知道我之前看她接受采访现场有多尴尬吗？主持人讲了一个笑话，全场所有人都在笑，只有宁月兰一脸平静，然后等大家安静下来之后反问台下，
很好笑吗？你们一共耽误了我56秒的时间。就在这时，一道修长纤细的倩影缓缓出现在了方墨身后。李浩文还没认出来女人，激动的开黄腔说道：“你想想，让无数男人碰壁的高冷冰山在你这里融化成了一滩水，而且还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享受的一汪清泉，那是怎样一个体验啊？”从宁总嘴里吐出性感的叫声，想想都销魂了。这话一出，站在方墨身后的宁月兰瞬间目瞪口呆。男生在一起聊天的话题尺度这么大吗？聊那种话题的时候，意淫的当事人居然是自己。宁月兰顿时倍感一阵好玩，倒是想要看看方墨是个什么反应。你小子真是够了！方墨气鼓鼓的捶了李浩文一拳。月兰姐好歹也是我老婆，你当我面意淫我们家月兰姐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闻言，宁月兰红唇顿时勾起迷人弧度。她在背后说自己是他老婆，在聊什么？方墨吓了一大跳，猛地转头。方墨是坐在椅子上，宁月兰则是猫着腰站在青年身后，两人脑袋的高度几乎持平。方墨扭头的刹那，宁月兰红唇刚巧就印在了青年的嘴唇上，她薄凉的唇瓣触感传来，虽然仅仅是一触即分，宁月兰就像个受惊的小鹿，连忙后退，但方墨脑海中却只剩下那近在咫尺的神颜和柔软。月兰姐，你什么时候来的？方墨一下子有了种做贼心虚的感觉，原本在背后议论别人就不好，这下更是突然和月兰姐有了亲密接触，女人又戴着墨镜，根本看不出来喜怒哀乐。方墨顿时间有些忐忑。宁月兰撅了撅红唇，又羞又气的刮了一眼青年，臭弟弟，我就想吓你一下，给你个惊喜，你怎么能这么占姐姐便宜呢？这下好了，姐姐初吻没了，你让我怎么二婚了？害羞的是两人才结婚2天，竟然就亲上了；生气的是那可是他保留了27年的初吻啊！就算是一直都打算留给这个小家伙，也不应该是这么随便的交出去啊，一点仪式感都没。方墨怔了一下，初吻没了就不能二婚了，这是个什么逻辑？他张了张嘴，那要不找个不嫌弃你亲过其他男人的？卧槽，钢筋直男啊你！宁月兰恶狠狠地掐了一把青年，说什么呢？我妈说了，亲亲会让女孩子怀孕，姐姐都怀孕了，怎么嫁给别人？怀孕亲亲，那不是家长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早恋哄小孩的吗？方墨瞪大眼睛，月兰姐好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女性，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些？闻言，宁月兰墨镜下的桃花眼闪过，角色道：那你说女孩子怎样才会怀孕？想到喝醉酒后，我把姐姐拉去领了结婚证，醒来后我恨不得给自己挤耳光，喝多了捡回来一个老婆算什么事啊？而且我只是亲了她一下，她就说自己怀孕了让我负责。亲亲怀孕，那不是家长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早恋哄小孩的吗？月兰姐好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女性，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些？闻言，宁月兰墨镜下的桃花眼闪过，角色道：那你说女孩子怎样才会怀孕？下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是被这女人耍了，难道月兰姐真的喜欢自己？自从领证之后，月兰姐不仅从冰山女总裁变成了粘人小猫咪，而且还帮助自己手撕绿茶女，更是给了顶级黑卡让自己随便消费。方墨正盯着窗台上的小黄人愣愣出神，看到眼前熟悉的小黄人，脑中瞬间掠过一抹触电般的感觉，这不是大二跟同学在商场玩自己买来送给月兰姐的吗？貌似月兰姐的头像也是这3个小黄人，难道月兰姐从2年前开始就暗恋自己了？方墨深吸一口气，目光分毫不让地盯着眼前的女人。月兰姐，你微信头像那3个小黄人是不是我送给你的？宁月兰闻言顿时一愣，好突然，难道这么快就被他发现了？下一刻，她美眸也是赶紧看向窗台上的小黄人，安静了好一会才抬了抬眼皮，美眸夹杂着一丝困惑。弟弟你在说什么？什么小黄人？这下轮到方墨愣住了，窗台上那3个小黄人难道不是自己送的？方墨内心闪过一丝动摇。月兰姐，你忘了上大3的时候，我跟李浩文去商场玩扎飞镖，咱们刚巧碰到了，我嫌那奖品太累赘就送给你了，是吗？可是姐姐忘记了小黄人是姐姐看电影的时候别人送的，我们不是很多年都没联系过了吗？难道你前2年还见过我？月兰姐都忘了，是我自作多情了，娘的，太尴尬了。此刻的方墨被宁月兰一通解释，只觉得自己完全是自作多情，竟然会怀疑2000万男人的梦中情人暗恋我。前天的酒劲莫非还没醒不成？其实宁月兰这个谎言再多问一嘴就会露馅。高冷的御姐女总裁连男朋友都没有，才没时间看小黄人那种跟自己画风都不搭的片子。此时宁月兰坏笑着，弟弟你不会是以为姐姐我暗恋你吧？小九九被戳穿，方墨老脸彻底涨红。姐姐，我有点困了，先去休息了，你也早点睡。说完，方墨逃也似的冲出卧室，夺门而出的一刹那，方墨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娘的，我昨天晚上好像也是这个姿势跑出来的吧？房间中，宁月兰盯着青年消失的方向，良久，这才展颜一笑。刚刚被小家伙问起来的时候，自己心跳都开始加速了。好在小家伙比较好糊弄，不然让姐姐我面子往那搁，在小自己7岁的弟弟面前承认单恋他13年，好面子的宁月兰才不会这么吃亏呢。起码也得等弟弟彻底爱上了自己之后再把真相告诉他，毕竟男人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就不会珍惜了。第2天，方墨是自己定了闹钟提前醒来的。出门的时候，方墨犹豫再三，还是冲女人说道：月兰姐，能不能借我一部车？宁月兰顿时一愣，你要出去吗？我想去婚纱店帮月兰姐把衣服的肩带裁掉，那天夜里把月兰姐肩膀弄伤了，不过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结婚当天肩膀上的伤口基本能够痊愈，肩带就显得有些多余了。闻言，宁月兰好看的眸子眯起诱人弧度，小家伙考虑的还挺周全，那这台奥迪你先拿去开，年底姐姐再送你一台跑车。很快，方墨就提着宁月兰的婚纱上楼，他走到西装店的门口，冲着店员咳嗽了一声，然而还不待他说话，那名女店员顿时一惊，少爷来了，快通知商场男装专区清场，上一次在西装店给少爷带来了不好的体验，今天男装区结束营业，等到少爷离开之后再重新开放。方墨见状，眼皮子都是剧烈抽搐了一下，一定是月兰姐提前打好招呼了。别，你们正常营业就好，我又不是皇上出巡微服私访，你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在这时，一道纨绔声音落入方墨耳朵，只见一个打扮花里胡哨的青年领着3、4个少女朝着这边走了过来。方墨看了一眼就收回了视线，不过2、3分钟之后，隔壁突然传来激烈争吵，我他妈给你脸了是吧？我说了挂账上，我小嫂子会给我处理的，你们是不想继续留在这家商场干了吧？竟然敢叛逆我的意思。隔壁店里的女服务员颤颤巍巍的声音缓缓响起，陈少，您那些朋友拿的东西实在是太贵重，尤其是这颗永恒之星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价值100万，而且您上一次挂账宁总就说了，下次如果你再打着他的名号招摇撞骗不掏钱，就让我们别理你，要不我给宁总打个电话吧。话还没说完，突然一道巴掌声响起，那纨绔声音再度高了几10个分贝，宁月兰就是我陈家看上的儿媳妇，早晚是我哥的女人。
他的东西就是我陈家的东西，你敢不给我陈凯旋面子？就在这时，珠宝店的店长陪着笑脸拉走店员。陈少，今天宁总的丈夫也在商场，要不您跟他商量一下，只要方少同意，今天这些珠宝您带走就是。方少，陈凯旋明显愣了一下，显然是未曾听说过宁月兰已婚的消息。下一刻他便是勃然大怒，你他妈耍我是不是？在江城1亩3分地，谁敢跟我哥抢女人？还方少，狗屁的方少，有本事喊他出来跟我碰一碰，看我不踩死他！别人都这样挑衅了，方墨再忍就成忍者神龟了。无论他跟月兰姐的感情是否明朗，但目前二人就是实打实的夫妻关系。我是方墨，也是宁月兰的老公。小子，你是从哪里跳出来的一根掉毛？什么时候宁月兰还成你老婆了？没听说过我们陈家双雄的名号吗？方墨眉头一挑，不好意思，陈家双雄我真没听说过。您要是想要珠宝店的东西，就自己刷卡掏钱买，如果要赊账就打欠条。21世纪了，抢劫是犯法的。听到这话，陈凯哥脸色一变，无数围观的店员见状纷纷为方少在心头鼓掌，还有围观群众忍不住笑出了声。他们早就看着嚣张跋扈的陈凯旋不爽了，眼瞅着方墨脸色平静，陈凯旋作为富二代，多少有些城府，眯着眼多问了几句：你是江城某个世家的子弟？不是。你是华夏某个世家的子弟？也不是。你是华夏富豪榜隐藏权贵？都不是。陈凯旋彻底勃然大怒，那说白了，你不就是一个屌丝吗？我哥跟宁月兰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就敢淌这趟浑水？不知道。方墨摇了摇头，一问三不知。说实话是真不知道，他跟月兰姐都几年没联系了，上流社会的事情哪里是他一个普通人会关注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在这里多管闲事，摸清了方墨背景，陈凯旋彻底放心下来。宁月兰跟我哥可是家族联姻，两个上流社会的家族强强联合，这里没你什么事，快滚蛋！家族联姻，方墨心中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一闪而逝，所以在听到陈凯旋这话之后，好半晌没有回应。月兰姐难道还有婚约不成？可是看您老爷子昨天的反应也不像是啊，莫非是您父定下来的？方墨微微回神，抬了抬眼皮子。无论月兰姐和你哥哥未来是什么关系，但现在她是我的妻子，既然她之前吩咐过，那今天珠宝店的东西你不掏钱一件都带不走。陈凯旋得意洋洋的表情瞬间凝固，看来你今天偏要不给我这个面子了，小子，我记住你了，你等我哥回来收拾你。话罢，陈凯旋气鼓鼓的就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嘴里还骂骂咧咧。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我哥，他那个未婚妻简直就是个人尽可夫的臭婊子，还什么商界女神，怕是都成了万人骑。轰！这话一出，方墨脸色阴沉了下来。站住！陈凯旋脚步一顿，冷笑着问道：反悔了是吧？告诉你，晚了，你小子已经完了。我哥回来你势必倒霉。不好意思，今天是你完了。方墨淡淡道：我只说了珠宝你带不走，我没说你人就可以走了。去喊保安把这些闹事的家伙控制起来。你很有种啊，仗着宁月兰那个公交车撑腰，等我哥回来一定要让他狠狠肆虐宁月兰，给我出一口恶气。我还要让我哥录视频发到网上，到时候让大家看看宁月兰这个人尽可夫。啪！话还没说完，方墨突然出现在了陈凯旋面前，一巴掌落下，差点打飞陈凯旋3颗牙齿。你敢打我？陈凯旋捂着面颊，满脸错愕。方墨冷着脸，你这样羞辱我妻子还骂我，这都算是轻的了。现在当着大家的面给月兰姐道歉，不然的话。方墨甩了甩手腕，身上流露出一股不卑不亢的气势，就打死你！陈凯旋咬着牙指着方墨啐出一口带血唾沫。我说宁月兰那个贱货你不高兴了，告诉你，无论你如何狂怒，结局都不会改变。我哥会肆虐宁月兰，你今天打我的这一巴掌，明天都会还到宁月兰身上。方墨胸口一堵，双眼微眯划过危险弧度。下一刻，几个保安都没拦住，只见青年上去揪住陈凯旋的脖颈，就是左右开弓。顿时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连着几巴掌落下，陈凯旋直接被打成了猪头。陈凯旋踉跄后退数步，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指着方墨嘴里嘀咕道：宁月兰养的狗疯了，今天这是不让宁月兰给我道歉，我绝不罢休。我倒要看看宁月兰会不会保你。噔噔噔噔，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的高跟鞋撞击地面声音响起，气场强大的修长倩影直接出现在方墨面前，没有任何犹豫，啪！女人直接扬起玉手，一巴掌高高落下。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让我宁月兰道歉？还敢威胁我男人？有本事跟我宁家开战，鱼死网破！宁总来了，我想起来了，每周二宁总都要来商场。宁总今天肯定是来视察工作的，还真是巧了。无数围观店员以及店长纷纷看向站在陈凯旋面前的女人，女人穿着一袭黑色小西装，修长的玉腿被黑丝包裹，吸引无数来往牲口的目光。不过当看清那张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面庞，那些男人又是纷纷收回视线，心头暗叹，这种级别的女人可不是我等能够驾驭的。月兰姐怎么来了？方墨站在背后盯着女人玲珑背影，心头困惑的同时忍不住咂了咂舌。月兰姐还真是御姐范十足，光是这个迷人的背影不知道都能俘获多少男人的心。不过宁月兰去上班还没2个小时，怎么又跑到了商场这里？弟弟没事吧？下一刻，站在眼前的黑裙女人缓缓扭头，露出精致的俏脸。下次打这种口无遮拦的畜生不要用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的手要是抽疼了，姐姐我也会心疼的，知道吗？说完，宁月兰还主动拉住方墨的手掌揉了揉，这暧昧的小动作一出，方墨顿时老脸一红，周围还有人看着呢。其实宁月兰几分钟之前就来了，不过那时候她刚进商场，索性就先上2楼逛了一圈。刚巧今天是宁月兰例行视察商场工作的日子，虽然才跟方墨分开了不超过2个小时，但是宁月兰心中竟然没有来闪过一丝空落落的感觉，她有些想念那个经不起调戏的小家伙了。没想到刚到1楼，就看到陈凯旋站在方墨面前，口无遮拦的胡说八道。宁月兰本想第一时间上来收拾陈凯旋，结果方墨竟然站了出来，女人索性就双臂抱胸，站在不远处，选择了静观其变。她也想看看面对嚣张跋扈的陈凯旋，方墨会如何处理。显然，从女人此刻的表情不难看出，她对方墨的举动很满意。宁月兰，你什么意思？陈凯旋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要是他哥站在这里，或许还能够跟宁月兰平等交流。我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宁月兰淡然一笑，方墨抽你几巴掌，是因为你侮辱了他老婆，打你天经地义。我抽你，是因为你侮辱了我老公，打你同样天经地义。如果你打算跟方墨针锋相对，
那咱们两家就碰一碰好了，看看是你陈家牛逼哄哄，还是我宁家会甘拜下风。说完这话，宁月兰挽住方墨胳膊，红唇一勾，露出一个迷死人不偿命的表情。不过我敢保证，夹在中间挑起争端的你一定会是头一个炮灰。轰！听到这话，陈凯旋额头上冷汗直冒，他无非就是口嗨威胁2句罢了，一个二世祖哪有资格代表陈家？只是他做梦都没想到，方墨在宁月兰心中竟然如此重要罢了。宁月兰，不说别的，你背着我哥找男人这事，绝对是你违反了当初的契约，婚约。你父亲跟我爷爷提过一嘴的事情，八字都没一撇，到你嘴里怎么都快成了我宁月兰嫁入了陈家似的。宁月兰不置可否的一挑眉头，那又如何？我数3秒钟，如果你不希望看到宁陈两家开战，那你最好现在就带着你身后那几个妖艳贱货乖乖滚蛋。哦对了，那2个女的刚才没管住嘴，骂了我们家方墨，麻烦陈少代劳，一人一巴掌。陈凯旋脸色一变，跟在身后的其中2名少女瞬间瑟瑟发抖。凯旋哥，我们不想挨打呀，宁总欺人太甚，凯旋哥保护我。陈凯旋铁青着脸，宁月兰，你不要太过分了。啪！宁月兰才不惯着他，抬手又是一巴掌。过分？我看你是还没认清楚现状吧。在我宁月兰的地盘上威胁我宁月兰的男人，还骂我宁月兰，真把我当成软柿子。陈凯旋咬着牙，很想冲上来跟女人鱼死网破，可惜他不敢。下一刻，啪啪，2道清脆的巴掌声顿时响起，跟在陈凯旋身后2名少女白皙脸蛋瞬间多了5个清晰手指印。无数围观店员眼瞅着这一幕，纷纷直呼痛快，实在是扬眉吐气。陈凯旋动手打了自己人，也没脸继续带下去了，径直扭头就朝着商场外面走去。那2名挨打的少女怨毒的看了2眼陈凯旋方向，怒骂道：什么富二代，什么豪门，就是一个装逼狗，说好送我们的珠宝没送，帮你说话还挨打，怂包一个，就是，这什么玩意，一点男人的样子都没有，孬种，就这种屌丝成天出门还喜欢喊妹子陪着，屌丝一个。陈凯旋离去的背影瞬间一个踉跄，今天算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随着一场闹剧落幕，宁月兰拍了拍玉手，行了，大家热闹也看够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把这陈凯旋拉进商场黑名单。从今天开始，陈凯旋要是再出现在商场周围，直接叫保安驱逐就行，也不用给他们陈家留面子。太好了，包括珠宝店的胖店长在内，好几家的店长都是纷纷鼓掌。宁月兰笑了笑，看来陈凯旋这只苍蝇还真是有够恶心人，竟然能让大家这么讨厌他。下一刻，宁月兰玉手一揽方墨胳膊，还有，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老公，宁家的小姑爷，日后只要方少在场，任何事情都不用跟我汇报，直接找方少就行，方少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什么？给我这么大的权利？方墨闻言大吃一惊，连连摆手，别啊，姐姐，我什么都不懂，我怎么有资格代替你做决定？万一闯祸了怎么办？你刚才表现的就很不错。宁月兰笑了笑，眉眼闪烁柔光。方墨一时间竟然看呆了，只不过回过神来，他心头突然又浮现出了陈凯旋说过的那些话。虽然方墨不觉得月兰姐真的暗恋自己，可是听到宁月兰还有一份婚约，方墨心中却充斥浓郁的不舒服。人群渐渐散去，商场再度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宁月兰美眸扫了一眼方墨，发现青年脸上挂着闷闷不乐。怎么了弟弟？还在想刚才陈凯旋那个事？方墨抿了一下嘴唇，没忍住问道：月兰姐，你跟陈凯旋的那个兄长将来是不是会结婚？第15你会跟别人结婚吗？第16就在一棵树上吊死，跟陈凯哥结婚。宁月兰眉头一蹙，紧接着就反应过来，原来是小家伙吃醋了呀。她咬着唇娇笑道：那你希望姐姐跟别人结婚吗？当然不希望啊。方墨差点脱口而出，心中却在默默地想着，倘若没有这场误会领证，月兰姐是不是就会按部就班继续过属于她的女总裁生活？是啊，肯定是。2个人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重叠，自己也不会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然后等到年龄合适，2、3年之后，月兰姐大概率就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喜结连理，强强联合吧。就跟陈家似的，她那个结婚对象就算不是陈凯哥，也可以再跳出来一个王凯哥、张凯哥，而她方墨只会作为一个耳时的玩伴去参加他的婚礼，在婚礼上祝他幸福快乐，看着他被另一个男人搂进怀里，用那会放电的眼睛挑逗别人，用那张薄凉的唇瓣去亲吻别的男人。想到这里，方墨胸口就堵堵的。宁月兰似乎瞧出了男人心中的想法，精致的俏脸悄悄凑近，放心，姐姐不会嫁给别人，我们相处的不是很好吗？姐姐才不想二婚呢。呵气如兰拍打在脸上，方墨脸颊一下子就红了。话罢，宁月兰还伸出素手摸了摸方墨脑袋，况且陈凯旋那些话基本都是瞎说，陈父是跟我爷爷提过要联姻的事情，但爷爷并没有答应。不过那陈凯旋知道以后，就整天张口闭口我是他大嫂，还拿这件事当筹码，经常来商场白吃白喝，白嫖奢侈品。不过一开始大部分店主都被他唬住了，也没人第一时间跟我汇报。后面我知道了这事，看在陈家和宁家这么多年合作伙伴的关系上，我也没让他赔钱，只是勒令珠宝店店长，他以后要是再想白拿东西，不要给陈家面子，让他付钱。没想到这小子今天还敢牛逼哄哄的在商场找茬。说完这话，宁月兰美眸划过一丝冷光，欺负我宁月兰的男人真把我当成软柿子了。听到这话，方墨脸色一红，原来是这样啊。这么说，月兰姐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婚约吗？方墨心情突然畅快了许多。对了，月兰姐，我爸妈明天应该就回来了。宁月兰顿时一挑柳眉，那我明天就陪你去接咱爸妈吧。刚巧我也很久没见过方叔叔和冉阿姨了。方墨点点头，既然都领证了，见父母肯定是正常流程，
总不能一声不吭把婚礼办完，再来个惊吓完，一手先斩后奏吧？就算是方墨父母再怎么开明，要是他这么操作，8成也会把腿给他打断。最近已经有收到邀请函的同学朋友开始找方墨送上祝福了，当然，其中大部分人都不太能理解，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墨同学是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领证了，而且还是跟大名鼎鼎的宁家千金月兰姐。你是不是还有工作要忙？那你要不就先去忙吧，我在这里等婚纱改好了给你发消息。你要是不忙了，下来试穿一下。闻言，宁月兰红唇勾起诱人弧度。好呀，他的确还有点别的事情。不仅方墨的亲朋好友在拿到邀请函的第一时间懵逼诧异，他宁月兰的闺中密友们也差不多。今天除了来商场进行例行检查之外，宁月兰还在自家的商场3楼订了一个茶室，有几个朋友需要见面解释一下情况。分开之后，方墨就继续坐在婚纱店的椅子上玩手机。不过来往那些店员看向青年的目光中，除了之前尊敬，还多了几分和善。想来是因为方墨刚才为胖老板出头的缘故，宁月兰踩着细高跟上了3楼，黑色小西装加诱人丝袜美腿，就像是行走的海报。一进茶室，3道目光就落在了自己身上。这里算是宁月兰的私人领地，很少对外开放，也就是几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来了，才会约在这里聊天喝茶。眼前的3位分别是吴家大小姐、宋氏集团长公主、郑家货运千金，他们也算是宁月兰为数不多在圈子里能够玩到一起的朋友。哟，咱们的少妇来了。其中一个穿着紫色紧身衣的倩盈颜瞅着宁月兰进门，挪了挪屁股，将沙发留出一些地方，调侃的话一出，另外2女顿时跟着笑了起来。宁月兰为今天怎么有闲心情来我这兴师问罪啊？吴家贝，你才从国外回来，在家里待了都没超过24小时吧？吴老爷子要是知道你又偷跑出来，又得找我爷爷告状了。3位闺蜜中，就属那位紫裙美女跟宁月兰关系最好，她叫吴家贝，江城最大的连锁夜总会就是他们家开的。切，你都结婚了，还怕什么？我爷爷以前还以为我成天不着家事，被你这个女狐狸精勾了魂，现在好了，我不回去，连个借口都没有了。吴家贝幽怨地瞥了一眼宁月兰，你说你怎么突然就闪婚了？这还打了我一个猝不及防，以后我晚上出去喝酒都没借口了。听到这话，宁月兰翻了个白眼，老大不小的人了，脑子里成天就惦记着哪里的小鲜肉最多，去哪里钓帅哥。你再不上心，吴家那么大的家产以后留给谁啊？吴家老爷子经常跟宁月兰打交道，对于自己这位掌上明珠也是让他头疼不已。孙女好不容易长大了，却对继承家业没有半点心思，这让忧心忡忡的吴老爷子不知道给宁月兰提了多少次，希望女人能够帮吴家贝浪子回头。吴家贝无所谓的耸了耸肩，留给吴家未来的姑爷呗。我喜欢的人是谁，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惜神女有意，襄王却没了。说到这里，吴家贝楚楚可怜的叹了口气。宋氏集团长公主宋玉闻言，顿时翘起白丝美腿。得了吧你，咱们这些人里面，好像就没一个感情顺利的，谁还没一个暗恋很多年的人了？说完这话，3姐妹都看向宁月兰。关于宁月兰喜欢的人是谁，她们知之不深，因为这位宁玉姐实在是伪装的太好了。她几乎从来不喝醉，就算是喝醉了，也很少会暴露一些秘密。他们会知道宁月兰和自己有相同遭遇，还是因为宁月兰有一次伤心过度，酒精上头之后，哭得梨花带雨，抱着吴家贝，小嘴嘟囔着：“你们知道我喜欢了一个人13年吗？”那时候听到这句话，3姐妹都震惊了。原来他们的宁大总裁也有爱而不得的人。宁月兰见宋玉教训吴家贝，把话题扯向了自己，不置可否的耸了耸肩。宋玉一撅红唇，看看人家月兰，到年纪了就找人把自己嫁了，爱而不得就该放下。当初他喝多了也是口口声声说非某人不嫁，结果现在还是想开了。宁总这么优秀，还是2000万江城男人的梦，不也没在一棵树上吊死？他13年的暗恋生涯都能够说结束就结束。所以作为朋友，吴家贝，你还是尝试一下和其他男孩相处吧，不然总是泡吧钓小鲜肉也不是个办法呀。吴家贝闻言，低垂眼眉，长叹了一口气。姐妹4人好像都有一段无妄之恋。就在这时，宁月兰突然端着茶杯轻抿了一口。宋玉，你教训吴家贝可不要拿我当反面例子，我宁月兰是什么人？说到做到，如果不能嫁给我喜欢的人，我宁愿孤独终老。所以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了，我还真就在一棵树上吊死了。这话一出，3女皆是一愣。什么意思啊？吴家贝猛地瞪大眼睛。月兰，难道说你闪婚的对象就是你说过的那个喜欢了他13年的男人？第16就在一棵树上吊死，第17要不你帮我破。3女中最后一个始终没开口的郑容和瞪着眼睛，率先反应过来。等等，这剧本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宁月兰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凭什么要啥有啥？吴家贝怔怔地望着宁月兰。所以说是真的，你结婚的对象就是那个男人？宁月兰抿着红唇不出声。不过这副模样，对于了解她性子的3姐妹来说，其实相当于已经默认了。宋玉甚至连茶都忘了喝。有句话说，当老天给你关了一扇门，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可是宁月兰天生就开了门，老天还经常偷偷给她开窗，这算什么事？我好妒忌啊！说，你究竟是用了什么妖术，骗到了自己喜欢的男人？下药还是诱拐？下一刻，吴家贝就红着眼眶，语气妒忌地说道。闻言，宁月兰再度轻抿一口茶水。不都说了吗？我好歹也是江城2000万男人的梦，怎么？难道你们就对我的魅力这么没有自信？噗！这一下，另外3姐妹直接被宁月兰秀了一脸。你跟我们晒恩爱就算了，现在竟然还装逼，你是人吗？郑容和第一个愤愤不差的起身。这里待不下去了，我现在一句话都不想跟宁月兰说。妈妈，我要回家找妈妈，
就在这时，宁月兰手机收到一条语音，她忘了关免提，直接点开。姐姐，婚纱改好了，你要不下来试穿一下？青年的嗓音缓缓响起，房间中空气再度凝固了瞬间。吴家贝、宋玉、郑容和三女皆是瞪大眼睛。姐姐，吴家贝鄙夷地瞥了一眼宁月兰，好家伙，宁月兰你玩得挺花啊，姐姐弟弟都叫上了。不过你男朋友的声音还挺好听，这么有磁性的声音，你平时把他搂在怀里的时候，是不是可享受了？年轻力壮的弟弟，成熟娇羞的御姐，逆飞小奶狗。车速突然就冲破120狂飙。宁月兰跟好友在一起倒是不会害羞，宋玉以及郑容和两女皆是轻啐了一口。这吴家贝说话还真是口无遮拦。等我有了男朋友，我也要让他叫我姐姐。吴家贝撅着嘴唇，闻言，宁月兰红唇勾起迷人的微笑。行了，以后晚上9点之后就别找我了，任何活动我都不会参与，因为要回家陪老公。下周婚礼的时候，你们4个记得来当伴娘，我的婚纱改好了，先下去了，这就走了啊。郑容和张了张嘴，话说，月兰，你还记得陈家那个家伙吗？那家伙好像下周就要回来了，我记得当初他就在一场宴会上放过狠话，他发誓要娶你为妻。那陈凯哥可是个疯子，你小心他找你们家弟弟的麻烦。说完这话，郑容和才反应过来，人家宁月兰好事将近，这种时候似乎不应该泼冷水说这种话。旁边的吴家贝和宋玉疯狂眼神暗示，眼皮子都炸麻了。这女人也没注意，气氛一下子就冷场了。宁月兰脚步一顿，精致俏脸掠过一抹冰冷。陈凯哥吗？我早就明确拒绝过他了，喜欢谁是他的自由，同样我喜欢谁也是我的自由。他如果不愿意保持一个成年人的体面，跟我玩阴的，那我宁月兰也不是吃素的。话罢，宁月兰径直起身，朝着外面走去。茶室内的吴家贝和宋玉两女皆是瞪了一眼郑容和。老三，哪壶不开提哪壶，哪有人家新婚在即这样泼冷水的？抱歉。郑容和苦笑一声，吴家贝抿了一下红唇。算了，宋玉、月兰都走了，呵斥容和也没意义。其实容和说的有道理，陈家那个大公子也不是什么善茬，提醒月兰一句，也方便他后面提防着一点。起码曾经在我身上发生的悲剧，我们不应该再让他重演了。宋玉说的有道理，我应该走出来了。吴家贝悠悠的苦笑一声，他其实才是4姐妹中最惨的那一个。他喜欢了一个男人7、8年，那个人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青春，好不容易在某一次确定了关系，男人刚刚同意跟他在一起，结果就碰到了车祸，当场身亡。吴家贝接受不了惨痛打击，所以开始变得喜欢泡吧、钓帅哥。宋玉和郑容和见状，拍了拍吴家贝的香肩，李家大公子在天有灵，会保佑你的。过2天就是李家大公子的忌日了，到时候我们陪你一起去，好吗？你哥哥忌日快到了。方墨坐在婚纱店发完语音，眼瞅着宁月兰没有回复自己，就乖乖的坐在椅子上等待姐姐忙完下来。刚巧李浩文这时候一通电话甩了过来。是啊，时间过得还真快啊，没想到一转眼我大哥都去世1年时间了。李浩文电话里的声音充斥着浓浓的感慨，他在的时候我一点压力都没感受到，好像无论做什么都有大哥在背后为我撑腰。现在真正坐在了当初大哥的位置上，才明白我当年闯祸给大哥会造成多少麻烦，可他从来都没抱怨过。李浩文悠悠的声音说完，他调整了一下情绪，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我大哥吧。方墨点点头，李浩文算是自己在江城唯一来往密切的朋友了。虽然这周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但这场婚礼大部分事情都由月兰姐和宁老爷子包办了，方墨其实压根就不忙，后天跟姐姐说明情况，想必自己也能抽出1天时间。行，那就后天见吧。咦，月兰姐过来了。李浩文，我先不跟你说了，话罢，方墨直接挂断了电话，冲着款款来的女人露出一个笑容。月兰姐，宁月兰轻手轻点，婚纱改好了。我让设计师把吊带才剪掉了，顺便给你加了个裹胸的设计，不然的话婚纱穿上就会滑下来。宁月兰闻言暗叹，小男人倒是还挺贴心啊，竟然还知道给衣服增加一个裹胸。不过转念一想，小家伙大学上的就是服装设计，他都能简单的设计衣服了，好像有一点这些常识也正常哦。比划一下，让我看看大小合适就可以了。姐姐这个丝袜可不好脱，要不弟弟代劳帮忙。下一刻，宁月兰娇笑着凑了个脑袋过来，丝袜美腿刚好刮了一下青年的膝盖，方墨顿时感觉到一阵口干舌燥。月兰姐，别闹，大庭广众的会被人看见的。宁月兰舔了一下红唇，突然一屁股坐在方墨旁边，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半条玉腿直接就搭在了方墨的腿上。那你的意思是在家里没人看到就可以了？方墨脸色蹭的一下通红的，宛如能滴出血来。就在这时，突然一道急匆匆的人影跑进了婚纱店。宁总，凯德文化高层找您有事情。那名员工话还没说完，就感觉一阵凉意从天灵盖传来。只见不远处坐在沙发上的女人美眸正闪烁着冰冷，俏脸噙着愠怒，似乎是对有人扫兴打扰自己调戏老公不满。宁总，出去。宁月兰淡淡的指了指门外。方墨闻言连忙拉了拉姐姐温凉的小手。月兰姐，你要是有事就先去忙吧，毕竟正事重要。宁月兰不悦的撅了撅红唇，在姐姐这里逗小老公才是正事。见到方墨又是被自己搞得满脸害羞，星号 Omega 反斜杠星号，宁月兰这才满意的捏了捏老公软软的脸蛋。走了，乖乖洗干净回家等着姐姐。第17，要不你帮我脱。第18，吃完豆腐就想走。说完，方墨身边香风缓缓逝去，女人只留给他一个修长迷人的背影。方墨拍拍胸口，猛地长舒一口气，女狐狸精是真要吃人啊。刚才月兰姐靠近自己呵气如兰的时候，方墨感觉心脏砰砰直跳，差点都要跳出来了。拿上改好的婚纱走出商场，方墨正朝着停车场方向走去。
就在这时，一阵惊呼声突然响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别吓我啊！”方墨连忙朝着那边看去，只见一位老者直挺挺地朝着地板上栽倒了过去，旁边一个看上去20出头的花季少女满脸焦急。方墨怔了一下，犹豫片刻，还是连忙朝着那边跑了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了？少女抬头楚楚可怜地看了一眼方墨，显然也是被老人突然病倒吓得不轻。我爷爷他晕倒了。方墨皱了皱眉头，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停车场没信号。少女都快要急疯了，一张白皙的脸蛋写满了慌张，嘴里还喃喃自语：“爷爷你别吓我啊，婉儿错了，婉儿再也不跟您斗气了，爷爷求求你醒过来好不好？婉儿会听话，会乖乖的。”方墨见状一咬牙关，哭要是能解决问题，世界上就没有医生了。他一把扶起昏厥的老人，有过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你跟朋友出去喝酒，结果朋友喝断片了，这种时候他的身体是一点力气都用不上的，想要把一个朋友抗走，那才是真的要费了老劲，整个人软趴趴，就像是一具尸体似的。方墨此刻就有这种感觉，累得满头大汗道：“行了，别哭了，你要是不希望你爷爷有事，就帮忙把老人扶到我背上。”被青年这么吼了一嗓子，少女吓了一跳，反应过来，眼泪都顾不上收拾，手忙脚乱地搀扶着老人。虽然一个女孩子没多少力气，不过也算是为方墨减轻了一些负担。下一刻，方墨就朝着商场内走去，里面全都是宁家的人，起码总比把老人扛到大马路上找路人帮忙要容易多了。好不容易进了商场，方墨累得气喘吁吁。之前帮他收拾过林希涵的保安队长刚好注意到了动静，看清方墨长相，顿时大吃一惊：“方少，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个老人在停车场晕倒了，你们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顺便广播一下，问问此刻商场内有没有学过急救知识的。”眼瞅着方墨累得东倒西歪，几个保安不敢怠慢，皆是纷纷上前把老人扶了下来。可嗨，就在这时，老者突然猛地咳嗽了2声，一张蜡黄的脸颊，面色发紫，机械性窒息。方墨瞳孔紧缩，他爷爷曾经就是部队中的军医，所以方墨的医学常识要超过大部分普通人。没时间了，机械性窒息的急救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如果错过这个时间，是会对人造成不可逆损伤的，最差也是脑膜炎。方墨咬了咬牙，死马当活马医，他顾不上休息，又是从后面搂住老人，然后双腿用力，缓缓抬起老者虚弱的身躯，猛地往后向上冲击。你在干什么？那名少女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方墨咬着牙挤出声音：“海姆立克急救法，没上过大学吗？”话罢，方墨再也没有理会女孩，不断重复刚才的动作，直到10几号保安喊着医生来了，方墨眉前发丝都被汗水彻底浸湿了。来者好巧不巧，就是那珠宝店的胖老板。方少，我是学医的，开店之前也在人民医院工作过，病人这是什么情况？方墨喘着粗气，不清楚，但我看症状很像是机械性窒息。那胖老板闻言大吃一惊，不敢怠慢，忙不住蹲下开始抢救。约莫3、4分钟之后，救护车也到了。胖老板当过医生，能够简单判断老者的情况，所以也跟着少女上了救护车。眼瞅着救护车扬长而去，方墨这才猛地松了口气。方少，您没事吧？没事。方墨喘了2口粗气。围观的几个店长从保安口中清楚来龙去脉，纷纷夸赞方墨人美心善。方墨挠了挠后脑勺，他倒不是为了作秀，只是看到老者晕倒，想都没想就冲出来了。下午的时候，宁月兰打来了2个电话，扬言公司事情有点多，今晚可能会晚些回去。方墨清楚月兰姐日理万机，表示理解的回了一个卖萌的表情，等于。他并不知道另一边是人民医院，经过3个多小时的抢救，中午被送过来的老者已经醒了。怎么样？你爷爷没事了吧？珠宝店的胖老板坐在急救室外面，眼瞅着少女走了过来，连忙问道。闻言，少女眼眶再度通红了起来，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感激的一鞠躬：“先生，多亏了您的急救措施，不然的话，就算是及时送过来，也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嗨，比起我更应该感谢方少，这件事他出力不小。”方少想起那个年轻的身影，少女擦了擦眼泪：“您认识他吗？我想等爷爷好了，给他当面道谢。”眼瞅着少女掏出名片，胖老板只好收下。行，下一次我见到方少帮你转告他。话罢，胖老板还看了一眼名片上的名字何希婉，怎么总感觉有些眼熟呢？一夜无话。当天宁月兰是在凌晨才回来的，她回来的时候，方墨都已经睡着了。女人甩掉高跟鞋，就一把扑倒在了床上。待的第2天，小杰做好早餐的时候，方墨都洗漱完毕了，宁月兰还没起床。方墨看了一眼被宁月兰随手撇到沙发上的小西装外套，看来昨天月兰姐应该是累坏了，回来倒头就睡啊。弟弟，我丝袜破了，帮我拿一双新的。就在这时，宁月兰娇媚的声音从房间中缓缓传来。刚坐在餐桌前的方墨神色一僵，小杰已经忍不住掩嘴笑了起来。月兰姐有没有搞错？大清早你就要让我梅开2朵？方墨红着脸看了一眼卧室方向，来了。说完，他就从客厅的抽屉里找了一条崭新黑丝，朝着卧室走去。到了卧室门口，方墨犹豫再三，还是敲了敲房门。月兰姐，你穿衣服了吗？没穿，昨天太累了，等你进来帮我穿呢。噗！方墨脸更红了，踌躇着要不要进去的时候，房间中宁月兰又是催促了一句：“快点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方墨心一横，大不了我就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全当什么都没看见呗。心里这么想着，可是一进房门，他的视线还是不自觉朝着床上飘去。只见宁月兰正用一个极为妩媚的姿势靠在床头，好在女人身上盖着被子，只有穿着睡衣的上半身在外面。方墨长舒一口气，月兰姐，你的丝袜，谢谢弟弟，要不你顺便帮我穿上吧。宁月兰娇笑一声，从被子里伸出半截白嫩的小腿，涂着红色指甲油的小脚勾人，
方墨喉结都是不自觉滚动了一下。嗨嗨，月兰姐别闹。方墨脸皮子虽然不薄，但面对女人大亲早就来这么一手的调戏，还是有些把持不住。我先去吃饭了，放下丝袜，方墨就朝着外面走去。不过推门的一瞬间，方墨突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酒气。月兰姐昨天晚上喝酒了吗？跟谁呢？方墨心头闪过一抹不舒服的感觉，自己的老婆夜不归宿，在外面喝酒。虽然两人是阴差阳错的领证，可自己好歹也是月兰姐的丈夫，要不要问两句？方墨咬了咬嘴唇，有些纠结。那个月兰姐，你昨晚是不是喝酒了？下一刻，方墨还是没憋住，扭头冲着宁月兰问道。刚巧这个时候，原以为青年都离开的宁月兰已经从被子里钻了出来，她下身两条筷子一样的长腿反光透亮，正蜷着一条腿给上面穿袜子，雪白长腿中央一抹风情摇曳。看到这香艳一幕，方墨顿时愣住。宁月兰本人抬眼，美眸刚好在空中跟方墨眼神交汇，他也懵逼了。虽然宁月兰经常开一些荤腔，不过正如小杰买了 BYT 那天所说，宁月兰心里还没做好准备。气氛突然有些凝固，方墨转头就想跑。宁月兰哼了一声：“小坏蛋，站住！吃完姐姐豆腐就想走，哪有这么好的事情？给我过来！第18吃完豆腐就想走，第19你为啥要这么糟蹋自己？”说完，宁月兰又补充了一句：“背对着我走过来，不准乱看，不然姐姐生气了。”方墨身子僵硬，磕磕绊绊的朝后倒退了2米距离，估摸着再后退2步就要被绊倒摔在床上了。方墨这才顿住了脚步，结结巴巴的解释道：“太暗了，其实我什么都没看清，此地无银300两，这话骗鬼呢。”虽然仅仅只看了一瞬间，方墨就转头了，可宁月兰早就捕捉到了青年的眼神，他都恨不得把眼睛扣出来丢在自己被子里看得清楚了。就这，你还跟我装？宁月兰没好气的哼了一声，也不说话。方墨只能听见身后传来沙沙沙的穿衣服声。等到宁月兰穿戴整齐，他这才刮了一眼青年的背影，该听话的时候不听话，不该听话的时候听话，我要惩罚你。说完，方墨只觉得一阵香风从身后袭来，一双藕臂缓缓从身后搂住了自己的脖颈。宁月兰红唇一张，直接咬在了方墨的后脖筋处。他这一下可没收劲，毕竟自己29年的清白身子骨可从未被异性看过。小家伙今天眼神轻薄了自己，又让宁月兰想起了丢失不明不白的初吻。前天在宝格丽酒店，本想给他一个惊喜，谁知道方墨突然扭头，两人嘴唇擦上的瞬间，宁月兰痛失初吻，守身如玉，保留20多年的初吻，其实本就想留给这个小家伙，可是丢的也太草率了一些吧。当时有李浩文这个外人在场，宁月兰没找方墨麻烦，不过今天刚被方墨看光了身子，又勾起了宁月兰那天的回忆。女人像是为了发泄不满一样，牙齿再度微微用力，方墨疼得嗷嗷叫，但宁月兰这回可不惯着他。好半晌之后，宁月兰才松开了樱桃小口。哼，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胡乱看。方墨欲哭无泪，下意识脱口而出：月兰姐这么美，其实也不怪我的呀，就算是有下次，我脑子喊着别看，眼睛也不听我的呀。宁月兰怔了一下，方墨意识到说错了话，额头上都浮现出了一层细密汗珠。算了，原谅你了。宁月兰美眸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面上倒是不动声色，哼唧道：赶紧去吃饭，叔叔阿姨是几点的飞机？要是耽误了我接公公婆婆，我就给他们告状，就说是你早晨轻薄我轻薄你什么了？方墨委屈巴巴的哦了一声，连忙走出房间。餐桌前，小杰一副早已看透一切的神色，眼瞅着方墨颓然的走出来，他同情的拍了拍方墨肩膀：没事，方少，新婚都这样，前几天需求比较多，所以很伤体力，时间跟不上也情有可原。啥？什么时间跟不上？什么伤体力？方墨一瞪眼：你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你误会了，我们没有，我懂，我不会出去乱说的。小杰咧嘴露出一口白牙，笑了2声就钻进了厨房。方墨吃完了早饭，夫妻2人第一时间朝着江城机场赶去。今天是方墨父母回来的日子，方墨一直没给老娘老实交代和宁月兰领证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也不清楚爸妈会是一个怎样的态度，所以方墨今天也是相当忐忑。好在宁月兰在一旁看出了青年心思沉重，不停的开着玩笑，气氛倒也算是融洽。方叔叔和阿姨是10点半的飞机，我估计现在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在哪个出口？宁月兰今天除了下身修长玉腿裹着黑丝，上半身还穿了一个白色的运动外套，显得年轻又有活力。3000青丝被她用皮筋扎了个高马尾，马尾便在脑袋后面一甩一甩，有种别样的青春动感。要是方墨不说，别人还以为他旁边的女人只有18岁出头呢，活脱脱一个纯情女高。老爹说是 T2，方墨指了指一个方向。就在这时，他看到了2道熟悉的身影，那是2名看上去只有30出头的中年夫妻，两人举手投足的动作十分恩爱。走在前面的男人拉着身后妻子，另一只手拖着行李箱。宁月兰眼尖，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2位，她轻笑一声，便是连忙朝着那边走去。女人还冲着夫妻2人落落大方的打了个招呼：方叔叔、冉阿姨。方墨父亲眼瞅着有个少女迎面走来，还愣了一下。方母倒是反应很快：月兰，这不是小兰吗？哎呀，2年没见，小兰，爷爷身体怎么样了？谢谢冉姨，爷爷身体很好，而且经常挂念你们呢。说完这话，方父才缓缓回过神来，惊讶的道：是小兰啊，你今天怎么有空跟弟弟一块过来接机了？我记得你继承了家族企业之后，平日里好像都忙得不可开交，上次去你们家老宅的院子里，您老爷子还说你大半个月才回去一趟，正不满着呢。听到这话，方母怔了一下，宁月兰是跟自家儿子一起来接机的。他看向宁月兰身后不远处，果然捕捉到了儿子正悻悻挠着后脑勺冲自己傻笑。方母瞳孔一紧，
起初方母看到宁月兰还以为是碰巧遇见了，不过转念一想，越想越不对劲。别提了，叔叔每次回去老家伙都要催我结婚，之前也没有很忙，主要是怕我爷爷唠叨我，所以就没回家。宁月兰笑了笑，旋即主动从方父手中拿过行李，我来吧。叔叔，不用，这怎么行？叔叔阿姨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子帮我们提行李？方母连忙制止，还冲着不远处傻站着的儿子喊道：还愣着干什么？你真指望使唤你姐姐给我们拿东西啊？沉甸甸的，你忍心让女孩子出力气吗？方墨这才咳嗽一声，硬着头皮走到了父母面前，心头忐忑，闪过万千思绪。不过关于两人领证的事情，就像是猫挠一样堵在嗓子眼。他嘴唇动了动，还是没憋住，硬着头皮嗫嚅道：其实已经不是姐姐了。什么？方父和方母没听清这句话，就算是听清了，谁能第一时间读懂其中的意思啊？反而是旁边的宁月兰俏脸一红，方父皱了皱眉头：臭小子，你在说什么？什么不是姐姐了？小兰可是看着你长大的，按理说算是你长辈了，难道不是你姐姐还是你妹妹？跟姐姐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方墨咳嗽一声，因为宁月兰红着俏脸在方墨父母惊讶的表情中捏了捏青年的手掌，十指相扣，再没有分开。叔叔，还是我说吧，因为我俩领证了，所以不仅仅只是方墨的姐姐，还是方墨的老婆，你们方家的儿媳妇。啥？这一下方甫习惯性刚掏出一根香烟夹在嘴上，还没来得及点燃，嘴巴便是张大到能够塞下一颗鸡蛋，香烟随之掉在地上。二老如遭雷击，下一刻方父怔怔地问道：闺女，方墨给了你什么好处？你需要这么糟蹋自己？第19，你为啥要这么糟蹋自己？第20，他应该只是在开玩笑吧？爹，您瞧瞧，你说的是人话吗？方墨瞪大眼睛，原本以为父母听到这则消息肯定会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谁知道老爹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竟然飙出来了这么一句，这可着实把方墨给气坏了。什么叫月兰姐糟蹋自己了？你们家儿子有那么不堪吗？方父鄙夷地瞥了一眼儿子，你闭嘴，你小子偷偷结婚领证，连你爹都不知情，你行啊，回头再跟你算账。说完这话，方父看了一眼宁月兰，小兰，方墨是怎么逼迫你的？你告诉叔叔，叔叔帮你收拾他。我知道你就算是再怎么不堪，也不可能看上方墨，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方墨额头上一缕黑线飘过，不愧是亲爹。宁月兰掩着红唇轻笑了2声，对上方母担忧的视线，连忙一把拉住阿姨的手掌，叔叔阿姨，你们别误会，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其实我喜欢方墨很多年了，乃至于这些年咱们两家联系不怎么密切，我也忘不掉他的身影。刚巧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互相吐露真心。然后说到这里，宁月兰顿了一下，方父瞪大眼睛，然后你俩就闪婚了？宁月兰娇羞的点了点头，这是不是有些太儿戏了一点？男方父母通常考虑的要比女方多一些，毕竟如果儿子结婚，男方父母按照正常的流程是要准备车子、房子、彩礼、3金，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只是宁方两家本就3代交好，宁月兰又是方墨父母看着长大的，品行自然没得说，太突然了吧？方母怔了好半晌，才看了一眼丈夫和儿子，信息量似乎有些大。年龄放在别人身上或许是代沟，但其实只要两情相悦，方父一点都不在意这些。起码跟宁月兰这样成熟懂事的女孩子在一起，身为姐姐的宁月兰也会包容自己家半瓶子咣当的儿子。小兰嫁给我们家方墨，你这可算是下嫁了，不委屈吗？方父咳嗽了一声，又是瞪了一眼几次3番欲言又止的儿子。宁月兰娇笑一声，叔叔，我是我，您家是您家，我只是方墨的妻子，你们的儿媳妇，这有什么下嫁上嫁的吗？说的也是，叔叔阿姨先把行李放车上吧，咱们几个上车聊。宁月兰笑了2声，瞥了一眼提着行李累得满头大汗的方墨，看样子这次回来方叔叔有带了不少特产，表面看不出来，不过行李箱里肯定都被塞满了。一路上都是宁月兰在跟方父交流，方墨和母亲全程插不上话。其实2位长辈对宁月兰是没有任何意见的，甚至上了车，方父还开了个玩笑，早知道你们郎情妾意，我当年就应该趁方墨小时候给你们姐弟定下一个娃娃亲。正所谓女大3抱金砖，月兰相当于是让方墨这臭小子白捡了3块金砖啊。宁月兰握着方向盘，轻抿红唇，一脸笑意。其实来之前她也有些忐忑，毕竟和方墨年龄上的差距不小，生怕身份上一下转变会让方叔叔和冉姨不适应。好在2位长辈都不在乎年龄差距，不过一下子多了个儿媳妇，方墨父母还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即便是方父和宁月兰极力维护，气氛还是时不时冷场。以往作为寻常长辈可以说的一些话，现在面对儿媳妇好像就说不出口了。叮！就在这时，方墨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李浩文，接到叔叔阿姨了吗？今天方墨出发之前也跟好友报备了一声，李浩文也想看看方墨父母的反应。方墨，接到了，我们正在车上。李浩文，你爸妈不会反对这门亲事吧？方墨，那倒是没有，而且他们对月兰姐好像还挺满意的。李浩文，啧，方叔叔那性格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我就说你不用担心。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情。方墨，李浩文，都说30的女人如狼似虎，我想请问一下咱们方墨同学，你的腰现在还好吗？方墨，李浩文，征服高冷御姐任重道远，有空给我分享一下感受。方墨没好气的冷笑一声，直接不回消息了，还分享感受，老子反手把你微信拉黑，送进小黑屋，你小子信不信？不过既然2个孩子证都领了，作为男方父母流程我们还是要走一下的，下午有空的话带我和方墨妈妈去拜访一下老爷子吧。就在这时，方父突然顿了顿开口，宁月兰点点头，
爷爷听说了你们回来，已经让人在家里备菜了，我这回就是在朝家里开呢。小兰考虑事情就是周密，不像我们家臭小子，20多岁出头了还是不懂事，都毕业多久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方父赞叹地夸奖了一句，有宁月兰这样做事情周到稳重的儿媳妇，的确是一件幸事啊。方墨不悦地嘟囔了一句，我知道月兰姐很优秀了，但你夸月兰姐的时候能不能不要一捧一踩啊？好歹我也是你亲生儿子，多少给点面子行不行？方墨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有工作。方父闻言冷笑一声，你有个屁的工作，就知道一天对着电脑写网络小说，真把自己幻想成小说中的主角了不成？没事的，叔叔，方墨这样子也挺好的，他写的小说我看过，很精彩。宁月兰抿着红唇，一打方向盘，方父眼瞅着儿媳妇都发话了，这才给了儿子3分薄面。不过坐在副驾驶的方墨本人却愣住了，月兰姐看过我写的小说？不应该啊，还没有发表，月兰姐从哪看到的？想到自己书中写的那些内容，方墨顿时老脸通红。他平日里出门甚至都不敢给别人说自己是写小说的，就是生怕别人问起书名的时候，方墨自己先绷不住了，感到羞耻。他应该只是为了糊弄老爹开玩笑吧？第20，他应该只是在开玩笑吧？第21，一泡尿滋醒你。到了宁家老宅，宁老爷子提前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等候了，眼瞅着宁月兰的宝马车缓缓驶入院子，宁老爷子放下手中的茶壶，笑眯眯地迎了上去。方父下车，第一时间跟宁老爷子握手，宁师伯，好久没见。是啊，一段时间没见，咱们两家一转眼竟然就成亲家了，哈哈哈哈。宁老爷子对方墨一家是相当满意，毕竟他不仅仅跟方墨爷爷是战场上的过命交情，就连方墨父亲都是他亲眼看着长大，方墨的家庭情况老爷子一清二楚。说罢，老爷子笑眯眯的就欲拉着方父坐下喝茶。这时候保姆阿姨催促了一句，老爷，午饭准备好了。宁老爷子这才皱了皱眉，旋即紧蹙眉毛舒展开来，小方，那就吃完饭再陪老头子我下2把象棋。行，老爷子邀请，恭敬不如从命。话罢，两人朝着房间中走去，一边走还能听见方父的声音远远传来，说到2个孩子啊，我都感觉有些对不住老爷子您。你说说我们家方墨何德何能，竟然娶了你们家月兰，我现在都忐忑的不行，生怕您不同意这门亲事呢。要是您不同意，我今天就是来负荆请罪的；要是您同意，我今天就是来上门提亲的。方父也是个老狐狸，摸清了宁老爷子的态度，又开始装模作样。换一个人可能会怒骂方父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过宁老爷子倒是喜欢方父的油嘴滑舌。2个长辈率先进了房间，方母也跟在丈夫身后，只留下宁月兰和方墨面面相觑。月兰姐，咱们这个假戏真做，是不是做的有些太真了？老爹说到上门提亲4个字的时候，方墨没由来的脸色一红。提亲就意味着2家长辈彻底认可了这门婚事，如果是假戏真做，这就有些太正式了吧？怎么？宁月兰黛眉微蹙，嫌弃姐姐人老珠黄。方墨的梅子还没来得及脱口而出，宁月兰就狡黠一笑，掐了掐方墨的胳膊。不过你现在想反悔可没机会了，毕竟咱俩都同居了，小杰完全就可以充当这个目击证人，弟弟可不带你这样吃干净抹抹嘴就拍拍屁股走人的啊。闻言，方墨神色一僵，总觉得月兰姐这句话中竟然蒙上了一丝阴谋的味道。吃饭的时候，宁月兰给2家的长辈频频夹菜，到最后宁老爷子都看不下去了，行了行了，少在你公公婆婆面前装样子，平时是什么样就还是什么样。听到这话，宁月兰才俏脸一红，哼唧了一声。方父方母见状相视一笑，宁月兰也算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女人，很有想法，不然也不会在年仅20多岁就接管了家族企业，还将宁家上下各项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了。方父直到现在都觉得方墨能够娶到宁月兰当老婆，是方家祖坟冒青烟了。说起来，2个孩子竟然会一见钟情，也是我意料之外。酒过3巡，菜过5味，宁老爷子拉着方父红着脸回忆往昔，早知道当年就应该跟你父亲定下这一门娃娃亲，2个孩子郎有情妾有意，我还何必撮合月兰跟别人呢？方父苦笑一声，端了端酒杯，老爷子高估我们家方墨了，这小子开窍的慢，要是定下娃娃亲，说不定你们家月兰还不一定能够喜欢上这臭小子呢。您还记得方墨第一次来你们家的事情吗？那时候月兰要是知道将来要嫁给这个一个臭小子，肯定不高兴。方墨陪坐莫席，一顿饭都没能插上一句话，直到提及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方墨才抬了抬脑袋，困惑地看了一眼几位长辈。其实说实话，他只记得大概在7、8岁的时候跟着爷爷来过宁家，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方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噗！就在这时，宁月兰突然抿着红唇咳嗽了2声，她这一动，几个长辈也都纷纷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方墨愣住了，月兰姐，我第一次来你家的时候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吗？宁月兰没有说话，低头吃饭。方母抿嘴笑着说道，你小子第一次来人家家里面做客，可是闯了不小的笑话呢。那时候你好像才7、8岁的样子吧？你爷爷退休比您爷爷要晚一点，所以咱们家都是在有了你之后，你爷爷才退休的。当时你姐姐好像都15、16岁的样子了。说完这话，宁老爷子接过话茬，摆了摆手，你就别说孩子了，男孩子小时候都调皮，这很正常。听到几位长辈这么说，方墨心中越发好奇，自己小时候究竟干了什么天妒人怨的事情？几位长辈神色这么奇怪。就在这时，宁月兰趴到方墨耳边，我建议你还是最好不要知道为好，不然提及这件事，姐姐我很容易来脾气揍你一顿的。揍我？这么说，我闯的祸还跟月兰姐有关系了？到底是什么事情？方墨求知欲一下子被几人勾了起来。就在这时，方母注意到方墨好奇目光，轻啐了一口，待会给你讲，现在大家都吃饭呢，算了，
吃的差不多了，既然孩子忘了，你就给他讲讲吧，让臭小子自己听听小时候是怎么欺负自己老婆的。这时方父在出声。闻言，方墨困惑的一挑眉头，我欺负月兰姐？那次你来了您爷爷家，我们都在客厅聊天，看你一个人待着无聊，我们就让保姆姐姐带你在院子里随便逛一下，谁知道你一离开大人的视线，就彻底放飞了自我，保姆姐姐根本看不住你小子，上个厕所的功夫你就不见了。我们听到汇报，也是全员动起来，开始搜索你的踪迹，最后在你月兰姐的房间碰见了你。说到这里，餐桌前的几人面色皆是古怪了起来。方墨吞咽了一口唾沫，我小时候就擅闯过女孩子的闺房，不过怎么总感觉老娘接下来说的话才是关键呢？然后呢？方墨怔怔地望向老娘，宁月兰咬着红唇，手掌在餐桌下狠狠地捏了一把。方墨，让你别问非要问，然后还能有什么然后？大家就看到一个少年冲着一个睡着的少女，一边放水，一边喊着小姐姐别死啊，看我把你滋醒。方墨，第21泡尿滋醒你，第22他怎么就不能喜欢我？啥玩意？一边放水一边对着一位熟睡的少女喊这种中二台词，这是我干的事，是不是有他妈那么一点变态了？方墨猛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几位长辈早就笑得前仰后合。那个熟睡的少女不会就是……废话，都说了是在我的卧室发现了你，在我的房间中还能有别人吗？宁月兰俏脸通红，噙着愠怒，纤纤玉手又是微微用劲，不是想要发泄当年受到的耻辱。宁月兰根本就没有心疼方墨的意思，青年这下彻底明白为什么几位长辈会露出那种又古怪又暧昧的神色了。原来自己小时候第一次来宁家，竟然还干了这么一件事，怪不得之后每一次见到月兰姐，除了见面点头打个招呼，女人基本都不搭理自己，偶尔一两句也都是跟旁人无意的客套。7、8岁的自己不计事，可是14、15岁的宁月兰已经是少女了。方墨的行径无异于在耍流氓，方母翻了个白眼，也不知道方墨是从哪里听到了童子尿可以救人一命的说法，他误会当时月兰那种状态是行将木就，于是就嗨，几个长辈皆是咳嗽了起来。作为当事人的方墨和宁月兰脸色通红。月兰姐，问个题外话，你小时候睡觉应该没有张嘴的习惯吧？方墨也不知道是脑子短路了还是怎么的，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不假思索地问了出来。静。下一刻，整个饭厅便是死一般的寂静。方墨不待宁月兰从呆滞神色中缓过劲来，方父便是怒不可遏地抄起木板凳，看那架势，似乎今天说什么都要让这个长不大的臭小子皮开肉绽。今天不让你小子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就跟你姓。约莫半个小时之后，打累了的方父才喘着粗气瞪着儿子，中间要不是宁月兰和方母护着，方墨今天高低的进一趟 ICU。方墨苦涩着脸躲在宁月兰身后，女人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心头暗道回去再收拾你小子。就在这时，宁老爷子哈哈笑着走过来，行了，小方。方墨毕竟还是个孩子，可能说话有时候口不择言，想都没想就直接说出来了，跟孩子不要这么斤斤计较。来，陪老爷子我下棋。闻言，方父这才撂下板凳，扭头刹那，充分发挥了川剧变脸的精髓，脸上噙着和蔼笑容。您可是老棋迷，我都很长时间没有摸过象棋了，老爷子可得让我。说着，两个长辈就走到了院子中，拉开椅子，准备大战300回合。方墨见状，这才松了口气，不用挨打就好。躲过了今天这一劫，老爹暂时也没机会找自己算账，毕竟最近方墨都住在宁月兰的家里，突然感觉跟月兰姐住一块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呀。方墨感慨了一声，咚咚咚。就在这时，突然一道人影出现在了别墅院子外面。爷爷，月兰姐走了吗？不是说今天月兰姐的结婚对象会来家里面做客吗？快让我看到我姐夫。娇小的身段大概只到方墨肩膀，俏脸和宁月兰有着7分相似，不过五官要显得更加柔和一些，没有宁月兰那种冷厉之感。扎着双马尾，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百褶裙，犹如漫画里走出来的小公主。方墨怔了一下，咦，这个小萝莉是宁诗雨。另一边，院子里的宁老爷子也是指了指房间，你姐夫和你姐姐就在客厅，你自己找他们玩去吧，别烦我。没看到爷爷，我正忙着呢吗？哦。宁诗雨不满地哼唧一声，又是看了一眼坐在棋盘对面爷爷的对手，眼瞅着竟然是好多年没见过面的方叔叔。宁诗雨也是娇滴滴地打了个招呼，方叔叔，好久不见，你又变帅了。方父笑着点点头，诗雨啊，的确是有些年没见了，没想到诗雨都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宁诗雨不去打扰爷爷，又是故意在这里纠缠方父。叔叔，我问你啊，你悄悄告诉我，我姐夫是谁啊？我姐怎么一声不吭就突然闪婚了？我爷爷跟我说起来的时候，我还挺惊讶。闻言，方父脸上闪过一抹尴尬之色。说起来，宁家当中跟方墨同辈分的，应该是眼前这位小丫头片子。宁丫头从小就是众星捧月的小公主，方父倒也不是没打过小丫头片子的主意，只是宁家关系复杂，最后还是放弃了给方墨定娃娃亲的念头。烦不烦？别在这里打扰我跟你方叔叔下棋。你姐夫就是你方叔叔的儿子方墨，人就在里面呢，自己找他们玩去吧。说完，宁老爷子像是赶苍蝇一样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似乎是对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孙女不太喜欢。宁诗雨见状，小嘴嘟囔了一句：骗谁呢？还方墨？方墨跟月兰姐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猜肯定是你给月兰姐找的家族联姻，对不对？不过宁诗雨也清楚老爷子懒得搭理自己，说完这话就径直进了客厅。他倒是还没反应过来，今天又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既然今天方墨一家都出现在了宁家老宅，有没有可能爷爷其实压根没有忽悠自己？死！下一刻进了客厅，宁诗雨看到方墨和宁月兰并排站立，疑惑的在房子中转了又转，
最后小丫头片子还是没忍住，月兰姐，我姐夫呢？总得拉出来叫我这个小姨子溜溜吧。宁诗雨嬉皮笑脸的冲着姐姐打了个招呼。宁月兰闻言，淡淡的冲着方墨抬了抬下巴，挠，就在这，姐，你开什么玩笑？怎么爷爷调侃我，你也调侃我啊？宁诗雨翻了个白眼，还是不相信爷爷和姐姐的说辞。宁月兰懒得理妹妹，冲方墨打了个招呼，就拿起洒水壶钻进后院浇花去了。方墨见过宁月兰房子中那些朝气蓬勃的盆栽，所以知晓女人的确还有这么一门爱好。宁月兰又没喊自己一起，方墨只能百无聊赖的待在客厅，抱着手机刷朋友圈。宁诗雨不死心，眼瞅着姐姐不搭理自己，又跑过来缠着方墨，喂，方墨哥，我姐夫到底是谁啊？方墨眼皮子跳了跳，有没有可能那个人就是我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蓦然回首，你姐夫就在灯火阑珊处。方墨咳嗽一声，为什么你觉得不会是我呢？宁诗雨白眼翻得更厉害了，我姐姐才不会喜欢方墨哥这种类型的小奶狗呢。而且就算是联姻，方墨哥你不觉得按照年龄也应该是我吗？况且我姐姐那性格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哪怕是联姻也不会让她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除非她点头，不然她肯定不会结婚。说着，宁诗雨端着小下巴思索着，所以她的丈夫一定是一个比她厉害，比她强，能够彻底征服她的人。方墨哥，你看看你自己，整个人活脱脱就是一个骨头架子，哪里跟强大这两个字有关系？方墨，我谢谢你。说起来，关于宁诗雨和宁月兰的关系也值得一提。宁诗雨其实并不是宁月兰的亲生妹妹，或者说并不是宁母所生。宁月兰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离婚了，父母两地分居，宁父很快又找了新欢，宁诗雨就是宁父和第二任的孩子。所以无论是父亲这边还是母亲这边，其实两人都没工夫照顾年幼的宁月兰，这样就一度导致小时候宁月兰性格孤僻自闭。好在爷爷心里还有亲孙女，将宁月兰带大。宁诗雨笑眯眯地看了一眼方墨，方墨哥，快说快说，我姐的老公到底是谁？方墨眼瞅着小姨子死活不愿意相信，只得无奈地掏出了结婚证，喏，瞅瞅，看看上面的是不是你姐姐？宁诗雨连忙摊开红本本，只看一眼他就彻底愣住了。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站在宁月兰旁边的人还真是方墨。哗，小姨子大吃一惊，你真跟我姐结婚了？为什么？要说你喜欢我姐姐还说得通，毕竟月兰姐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还是成熟御姐，是个男人几乎都没有抵抗力。但我姐肯定是要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她怎么可能会喜欢你？这话一出，方墨也被勾起了一丝怒火。月兰姐怎么就不可能喜欢我？我俩难道就不能是互相喜欢，为了爱情结婚？第22她怎么就不能喜欢我？第23可口可乐，爱情个屁！宁诗雨疯狂摇头，打死我都不相信，在宁诗雨的印象中，方墨跟自己姐姐在家里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他俩会成一对，根本始料未及。方墨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来气，扯着嗓门，你什么意思？我怎么了？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是你姐夫，虽然咱俩是一个辈分，你也要尊重我。你个小丫头片子，我哪里不行了？你……宁诗雨才不害怕方墨，他那张清秀面孔，就算是生气都给人带不来多少威慑力，哪里像是姐姐宁月兰，随便一瞪眼都能吓得自己立马老实。这也让他心中更加笃定，两人压根就不般配。不过硬要让宁诗雨挑出一个理由，好像又找不到什么特别合适的。他想了想，方墨哥，你跟我姐智商不匹配，你赶紧给我滚出去！方墨佯装作是要打，吓得小姨子连忙笑着跑开了。真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小时候每次来宁家做客，长辈们一起闲聊，方墨就跟宁诗雨打成一片。他俩的确是同龄人，真要算起来，儿时的玩伴也的确是宁诗雨，而非宁月兰。可是此刻听到宁诗雨这么贬低自己，方墨就气不打一处来。弟弟，给我把剪刀拿过来。就在这时，后院的宁月兰推开一扇门，冲着客厅中气鼓鼓的方墨招了招手。咦，你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脸色这么难看。没事。方墨抿了抿嘴，脑海中又想起宁诗雨那句月兰姐喜欢你。不可能。他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差，不过还是乖乖拿起剪刀朝着后院走去。宁家的大别墅采光十足，后院的花卉能够完美接收阳光沐浴，所以都长得十分健康。方墨进了后院，顿时有些感慨，好像都有5、6年没来过这里了。方墨的思绪一下子拉回从前，从某件事之后，方墨就再也没敢单独进过这里。在想什么？宁月兰看了看小家伙，方墨悻悻地挠了挠后脑勺，指了指一个方向。月兰姐，你记得这个秋千吗？在后院的2棵藤萝树中央挂着一个秋千，按理说宁月兰和宁诗雨这个年纪应该都不会再喜欢荡秋千了，更何况随着2棵藤萝树越长越高，这个位置正对的就是太阳，刺眼明亮，应该很久都没人用过这个秋千了才对。但是秋千却被保养得很干净，虽然看上去老旧有了些时间的沉淀，不过一尘不染。闻言，宁月兰明亮的眸子划过一抹笑意。你还记得那件事啊呀？我记得好像是你15、16岁的时候吧。方墨脸红的点点头，当时大家都出去玩了，宁诗雨也跟几个闺蜜逛街去了，我跟爷爷来了，宁家有些无聊，就坐在那里荡秋千，一不小心晃悠着睡着了，结果保姆阿姨以为后院没人，就从里面把门反锁，爸妈找了我1个下午都没找到我，当时特别害怕，眼瞅着天色越来越黑，我脑子里一直在胡思乱想，甚至都担心会不会一个人被撇在这里孤独终老。闻言，宁月兰抿了抿红唇，捏了捏今年的脸蛋，好在最后还是月兰姐找到了我。方墨有些庆幸地感慨了一声，当时是夏天，院子里全是蚊子，午睡的时候没感觉，醒来方墨才发现被咬了一身的包，
又疼又痒，再加上夜幕降临，缓缓降温，孤独、害怕一下子席卷少年内心。说白了，那时候的方墨不过才是个14、15岁的孩子啊。月兰姐，你当时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怎么知道？宁月兰红唇一勾，因为你每一次来家里，我都在关注你的动向啊。不过宁月兰没说实话，恬静一笑。我本来在楼上学习，叔叔阿姨急疯了，听到他们找不到你，我也吓了一跳，跟着跑了好几圈。最后我想到后院小花园还没找过，说不定你躲在这里，算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吧。闻言，方墨怔了一下，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瞎猫碰上死耗子吗？他就没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被人贩子拐走了。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花园。他记得事情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大门被推开，方墨还以为是救世主来了，谁知道杀气腾腾的宁月兰就沉着脸，不由分说上来给自己屁股上来了几巴掌。而且当时月兰姐自己好像也哭了，至于她说了些什么，方墨受惊过度，有些记不清了，只记得一句：你想吓死我是不是？当时宁月兰身后好像也没有跟着自己爸妈才是啊。这么说起来，其实姐姐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方墨想起以前的事，就忍不住轻笑了一声。听到这话，宁月兰翻了个白眼，亏得你小子心大。当初方墨失踪，宁月兰吓得心脏砰砰直跳，联想起小家伙下午来了之后被宁诗雨嫌弃，不让他一个男孩子跟他们女孩子们逛街，被扔在家里之后，方墨就无聊地钻进了后花园。22岁的宁月兰连忙拿起花露水就朝着花园走去，果不其然，在花园见到了委屈巴巴的小方墨。小家伙当时可能是真的吓坏了，宁月兰给他擦花露水的时候，方墨冻得哆哆嗦嗦，都有些神志不清了。宁月兰想起来这件事，就没好气地哼唧了一声，哪有人大夏天在院子里睡觉，一口气睡了一下午的？你这是给院子里的蚊子做慈善来了？嘿嘿，我还记得姐姐当时给我擦花露水呢。方墨干笑一声。就在这时，宁月兰突然顿住了手中浇花的动作。这么说，姐姐好像的确是救了你一条小命啊。是哇，方墨没反应过来。下一刻，宁月兰突然起身，直愣愣地盯着青年，一双诱人的桃花眼闪烁着玩味。那你是不是应该报答姐姐？报答月兰姐？我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有什么值得月兰姐觊觎的地方吗？姐姐，我都配合你解决宁爷爷催婚的麻烦了，还不算是报答你吗？眼瞅着宁月兰笑容越发玩味，方墨总觉得这个女妖精看向自己的目光不怀好意，忙不住后退了一步。姐姐可不是这么好打发的。说完这话，宁月兰偶臂突然环住了青年，肢体上的亲密接触一下子让方墨热血上头，只觉得 DNA 里的某个东西动了动，他喉结不自觉滚动了一下。你要做咩啊？宁月兰脸颊缓缓靠近，高挺的鼻头甚至能够戳到方墨下巴了。他仅仅只比青年矮了半个脑袋。古人不是都说了吗？如果碰到长得好看的恩人，就说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如果碰到不好看的，就说来世做牛做马。宁月兰檀香小口如兰麝香打在方墨脸上，弄得男人一阵痒痒。下一刻，女人眯起眸子，姐姐想让你以身相许，你愿意吗？哼，姐姐，你前天不是说没准备好吗？方墨缩了缩脑袋，倒不是不想跟女人耳鬓厮磨，只是这个姿势让他有些不太舒服。好歹是个正常男人，该有的反应都有了。宁月兰打量了一下相貌清秀的小家伙，阳光正好落在那张面庞上。方墨不算很帅，但足以让大部分女孩子都羡慕的修长睫毛眨了眨，眼底闪烁着无辜的模样，刚好能够触动宁月兰的心弦。宁月兰红唇一勾，那就先欠着，等到姐姐准备好，就吃了你这个小家伙。不过事先说清楚，姐姐占有欲可是很强的，你这辈子只能属于姐姐我一个人。如果你三心二意，敢对不起我，叮！就在这时，方墨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方墨猜到八成是李浩文这小子又给自己发消息了，眉宇间顿时闪过一抹慌张。李浩文平时跟兄弟单独聊天的时候口无遮拦，谁知道这小子会说些什么奇怪的东西？不过这一抹慌张落到宁月兰眼里却变了味。姐姐刚跟你说过那种话，你小子居然不仅没什么特别的反应，还露出了惊慌失措的模样。难道方墨有别的狗了？宁月兰小手缓缓往下，姐姐别，这里不好。宁月兰脸一红，呸的清啐了一口，谁要跟你在这里做那种事情？我要的是你手机。手机不行。方墨大惊失色，不过宁月兰动作更快一点，已经摸到了男人的口袋，眼瞅着方墨想要反抗，他哼唧一声，轻轻一抬黑丝美腿，嗷呜，膝盖没怎么用力，但毕竟顶到了关键部位，直接打出暴击效果。方墨惨叫一声，变成武当派继承人，错失先机，手机已经到了宁月兰手中。那天半夜让方墨给自己改备注的时候，宁月兰知道了方墨的手机密码，所以轻松打开锁屏，于是宁月兰直接就看到了方墨跟李浩文的聊天记录。李浩文都说30的女人如狼似虎，我想请问一下咱们方墨同学，你的腰现在还好吗？方墨，李浩文，征服高冷御姐任重道远，有空给我分享一下感受。下面方墨没有回复，想来是不知道怎么接梗了。宁月兰这才哼唧一声，原来小家伙是担心这则聊天记录被自己看到啊。下一刻他笑眯眯地看向方墨，月兰姐，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打算什么时候吃了姐姐？宁月兰巧笑嫣然，直接将手机丢给了方墨，放心，等真到了那天，姐姐肯定第一个先吃了你。方墨脸一红，就在这时他才注意到手机上多了一条消息，还是跟李浩文的对话框。方墨，可口可乐，你觉得呢？可口可乐是什么意思？下一刻方墨呢喃了一下这句，可口可乐。噗！青年盯着宁月兰离去的修长背影，差点没把持住。第23可口可乐。第24，你想让我怎么破产？
上门提亲算是在宁老爷子和方父和蔼的笑声中彻底敲定了下来，两家孩子证都领了，再加上知根知底，长辈们都没有反对理由。用方父的话说，宁月兰绝对是眼睛瞎了才看上了方墨。方墨上辈子肯定拯救了银河系，不然何能得到宁月兰青睐。他们方家简直就是白捡了一个天仙般的儿媳妇，这条件要是再不答应，就有些不知好歹了。下午的时候，方墨陪着爸妈逛了逛街，宁月兰公司有事情就先离开了。方墨明显能够感觉到，宁月兰这2天公司应该有重要事情，不仅昨天回来的很晚，而且今天下午走的时候，女人也是在接了一通电话之后，就神色一变，冲着几位长辈道了歉，就急匆匆离去了。既然都结婚了，那找工作的事情也得提升日程了。虽然宁家家大业大，但你又不是上门女婿，总不能伸手管老婆要钱吧？晚上即将跟二老分开的时候，方父又是冲着方墨唠叨了几句。闻言，方墨苦笑着点点头，他从来就没有抱上富婆大腿之后吃软饭的想法。等你俩大婚之后，我一个朋友刚好也要来江城，他家里是做银行业务的，到时候你可以去他们公司混混资历。在传统思想的父母眼中，铁饭碗的职业无非就3种：公务员、银行、老师，撑死再加上一个医生。方墨本想摆手拒绝，不过对上老爹威严的眸子，还是悻悻地缩了缩脑袋。我知道了，清楚老爹性子。方墨知道，要是这回不答应他，等下迎接自己的就是劈头盖脸一顿痛骂。送走了爹妈，方墨返回宁月兰，到今天自己居然都跟月兰姐领证4天了，想想还真是有些梦幻。一闭眼，脑海中就尽是宁月兰的一瞥一笑。我真的喜欢上姐姐了吗？约莫半个小时之后，宁月兰回来了，同样还是一身酒气。弟弟，吃饭吗？姐姐给你带了焖锅包，喊了2嗓子，没人回应。宁月兰小心翼翼地推开书房房门，只见方墨已经沉沉地睡下了，不过床上多了几片碎纸屑。宁月兰疑惑地将那些纸屑收拢，刚好勉强能拼凑出方墨的字迹。月兰姐到底喜不喜欢我？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宁月兰扑哧一声展颜一笑，因为喝了点酒，导致通红的面颊再度红润了几分。与一脸里金不换，世欲百合到天荒。轻轻呢喃完这句话，宁月兰小心翼翼地为方墨盖好被子，这才退出了房间。翌日，方墨是被手机吵醒的。昨天先是跑了一趟宁家老宅，又是陪着父母逛街，方墨着实有些累坏了，所以睡得很死，10级地震都吵不醒那种。小杰早晨做好饭也没有喊青年起床，所以方墨一觉就睡到了太阳晒屁股。手机上10几条未读消息，全是李浩文一个人发的。方墨先是怔了刹那，这才猛地一拍后脑勺，想起来答应今天要陪李浩文扫墓来着。该死，昨天手机静音了。方墨连忙冲击厕所刷牙洗漱，还顺便给李浩文打了个电话。喂，你在哪呢？李浩文声音中充斥着浓浓的幽怨，看来是等急了。方墨疯狂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浩文，我不是故意放你鸽子的，主要是昨天太累了，我睡觉习惯手机开静音，也没看到你发的消息。你这会在哪里呢？我去找你。李浩文闷哼一声，算了，原谅你小子了，毕竟有宁总这样软香柔玉的美人在怀，也没几个男人能把持得住。你会体力消耗过度累倒也正常，不过要注意适度。适度你妹！听到调侃的话语，方墨愧疚全无。这小子是体内流淌的不是血液，是精虫吧？不然他怎么思想如此肮脏龌龊？我在公司，待会要临时开个会议，你就在办公室等我吧。行，我这回打个车过去。方墨穿戴整齐，随手从餐桌前拿了2个凉包子，也懒得弄热乎，叼在嘴里就出门了。李氏集团的地理位置很好，毕竟是江城早年的10家企业，辉煌没落还要从李浩文父亲那一辈说起。听李浩文自己描述，是因为父亲没有管理，才能搞黄了好多项目，李氏集团亏钱亏麻了，李家老爷子都不得接手稳定局面。只可惜创业容易守业难，李氏还是逐渐没落了下来。到了公司楼底下，方墨给保安报了一下姓名，不用去想，李浩文事先肯定跟保安打过招呼，所以没什么波折，对方就放行了。方少是吧？您好，我是李总的秘书，请跟我来。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少女在前台接待了方墨，领着青年进了李浩文的办公室等候。方墨这才有时间打量了一下好兄弟的办公室装修，陈旧的意大利进口椅子被太阳晒的都快有一股霉味了。方墨不禁摇了摇头，从这些细节之处就能够看出来，浩文现在的处境也并不乐观啊。约莫10分钟左右，穿着西装的好友就进了办公室。妈的，一群老狐狸，真当人家宁总是傻子，逮着一个大怨种狠狠坑啊！见到方墨就坐在沙发上，李浩文揉了揉眉心，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跟月兰姐有关吗？方墨疑惑地看了看李浩文，从他口中听到宁总2个字，基本只有可能是宁月兰了。是啊，你家月兰姐上次见面之后，就跟我们李氏建立了合作，虽然只是丢了几个宁氏不要的小项目，但也能够让李氏赚得盆满钵满，一口又吃不成一个大胖子。这些利润其实是往年李家半年营业额还多，我已经很满足了。说到这里，李浩文愤愤不差地跺了跺脚。不过公司内有几个老狐狸，一个个眼瞅着鼎鼎有名的宁氏愿意跟我们合作，还以为是抱上了大腿，逮着人家宁总的羊毛往死里薅。我们公司不是做设计的吗？宁总给的就是关于设计类的项目，一开始的样板间报价从3000万，被这群老王八蛋一口气提升到了5000万。他喵的，宁氏家大业大，也不是冤大头啊！好家伙，方墨都是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报价一口气提升2000万，妥妥的做得起价。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方墨疑惑的一挑眉头，还能怎么处理？只能让宁总本人跑一趟，帮我擦一下屁股喽。李浩文耸了耸肩，方墨狠狠给了李浩文一拳。你小子说话怎么欠欠的？什么月兰姐给你擦屁股？李浩文吃痛，揉了揉肩膀。不是吧，阿 Sir， 这醋你都吃？
我就算是觊觎你们家宁总，人家也得看上我啊。更何况宁总跟你新婚蜜月，如胶似漆，兄弟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方墨这才冷哼一声，算你识相，不过作为感谢，你高低是不是得给我泡杯茶表示一下？我要喝西湖龙井。两人皆是心知肚明，宁月兰为什么愿意跟李氏合作，还不是给宝贝老公方墨一个面子吗？若非如此，家大业大的宁氏可挑选的合作伙伴多如牛毛，轮都轮不到日落西山的李氏集团啊！咱们方少爷这架子越来越大了，不过谁让你是我甲方爸爸的老公呢？炮，方少就是让我今天陪睡，我李某人都无条件答应。李浩文贱兮兮的笑了笑，好兄弟之间开玩笑，没那么多顾虑。泡好茶，两人又是闲聊了一会。就在这时，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还不待李浩文询问秘书，就见到大门被人一把推开，一个差不多200多斤的胖女人走了进来。李少考虑的怎么样？我韩月儿对你可是真心的，当年你哥哥李文涵还在世的时候，我就问过他要不要跟我们韩家联姻，可惜你哥哥不识好歹。胖女人一进来就撇了撇嘴，视线直接落在了李浩文身上，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势。放心吧，江城愿意跟李氏集团合作的公司不多，我们韩氏基本就是那唯一的一个，而且这还是看在你李二少相貌英俊、谈吐风流的情况下。说罢，那胖女子一转眼珠子，李少，只要你跟我成婚，我保你渡过难关。当然，我也可以把狠话放在这里，如果你李浩文拒绝我，江城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敢给你们项目，谁敢我就弄死谁。这胖女人说话言语间霸气侧漏，方墨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宁月兰那种绝色美女发怒叫做娇媚动人，恼羞成怒，美艳中又带有几分冷冽，这眼前的胖女人装逼完全就是一副暴发户的架势，然而却让人心头不自觉厌恶，怎么都喜欢不起来。原来我讨厌的不是女人愠怒，而是丑女作妖。方墨注意到李浩文尴尬神色，也是抿着嘴想笑不敢笑，言语眼神仿佛在说你小子艳福不浅啊。李浩文白了一眼幸灾乐祸的方墨，干咳一声，不好意思，韩大姐，我们李氏已经找到合作伙伴了，对方愿意跟我们建立长期合作，贵公司的合作还是算了吧。娘的，虽然他李浩文不算是什么绝顶帅哥，但高低也算个俊男，丢到普通人里勉强还能混上一句年少多金的评价，何至于如此委屈自己？听到这话，韩月儿顿时暴跳如雷，谁？找死！在江城，我韩月儿早就放过狠话，你李浩文是我的人，谁敢得罪我？方墨原本是在笑的，但是听到这熟悉的台词，他脸色骤然一变。这位大姐，感情的事情讲究你情我愿，也不是说你喜欢李浩文，他就必须得跟你在一起的吧？强扭的瓜不甜，好歹也是成年人，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清楚吗？显然，韩月儿的一番话勾起了方墨对前天早晨的回忆。陈凯旋的事情虽然宁月兰解释清楚了，但方墨心中依旧不舒服。哪个男人会希望其他同性惦记自己的老婆呢？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跳出来指手画脚？韩月儿本就在气头上，直接转移矛头。我懂了，李浩文就是在欲擒故纵是不是？李氏都已经濒临破产，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你们合作，甚至注资？你不要恃宠骄看在我喜欢你的份上，给脸不要脸。我今天把话放在这了，这周你不跟我结婚，李氏就等着破产吧。你看我们韩家有没有这个能耐？听到这话，李浩文皱了皱眉头，这已经算是明着威胁了。下一刻，韩月儿又是冷冷的说道，无论是否真的有人给你注资，倘若谁敢坏我韩月儿好事，我绝对第一个让他身败名裂，不信走着瞧，是吗？就在这时，突然办公室大门也被人一把推开，一道修长的倩影缓缓走了进来。看在我老公的份上，我们宁氏跟李氏建立了基础合作，不知道韩小姐有什么指教？打算让我们宁氏怎么破产？第24，你想让我怎么破产？第25，杀我别用狗粮刀！宁氏！听到这话，韩月儿神色一僵，臃肿的身躯连忙扭头看去，只见穿着白色小西装的宁月兰缓缓走了进来。女人莲步轻移，艳丽四射，精致的俏脸不需要任何粉饰就足以让所有男性神魂颠倒，光是那气场就超了韩月儿不知道多少倍，更何况颜值更是彻底碾压。韩月儿看清来人面孔，也是身躯一颤。宁氏集团宁月兰，他做梦都没想到会在李氏集团的地盘上撞见鼎鼎有名的宁月兰。韩总，好久不见，虽然咱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不过前2天我才见过你父亲，最近这一轮股市大跌，你们集团应该也损失惨重吧？宁月兰拉开一把椅子，自顾自坐下，随意翘起吸睛的黑丝美腿。韩总还有心思搞什么家族联姻？方墨听到这话，这才想起来早晨出门的时候顺便瞅了一眼新闻，由于国内大环境不好，超过50%以上的股票都在暴跌，怪不得月兰姐这2日天天加班。眼瞅着宁月兰一露面，语气就不对劲。那韩月儿也不是蠢货，张了张嘴，满脸难以置信地问道，难道说给李氏注资合作的企业是你们宁家？不错，就是宁氏。宁月兰端起方墨喝过的茶杯，毫不顾忌地抿了一口，红唇印在被子上留下一个唇印。方墨注意到这个细节，顿时脸色一红。月兰姐，这算不算是跟自己间接接吻了？不同于方墨的心旷神怡，韩月儿不甘心到嘴的鸭子飞了，咬着牙说道，为什么？宁氏跟李氏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宁总为什么要帮李氏？难道说宁总也对李浩文有想法？堂堂家大业大的宁氏，何必跟我们韩氏抢男人？抢男人？本小姐看你是想男人想疯了吧？宁月兰不咸不淡的抬抬下巴，不好意思，如果真要抢男人，江城暂时还没人跟我宁月兰有一战之力，况且李少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进来的时候就说过了，是看在我们家老公的份上，
宁氏才跟李氏建立了基础合作。你现在耀武扬威，逼着我合作伙伴破产，我很难办啊。看在你们家老公的份上。眼瞅着宁月兰和方墨屁股都快贴在一起，坐在沙发上，韩月儿终于是反应了过来，他是你老公？这个小白脸，堂堂江城第一豪门宁家女总裁，2000万男人的梦中情人，居然结婚了。光是这一点已经很让韩月儿很震惊了。更让他错愕的是，没想到对方竟然只是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男大学生。小白脸3个字一出，宁月兰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你再骂一句，今天就不用走出李氏大门了。听到这话，那韩总也是被宁月兰勾起了怒火。韩家在江城虽然比不上宁家，但也不是小家小户。韩月儿不至于像李氏这般忌惮鼎鼎有名的宁月兰。宁月兰，看在你商界的地位上，给你点面子，真当全江城所有豪门都得对你宁家俯首称臣了不成？韩月儿冷笑一声，就算是我们韩家的股票再跌，难道你们宁家没有亏钱吗？这种时候敢风险投资李氏，宁月兰，不得不说你勇气可嘉。咱们大哥不说二哥，你又何必跟我装阔？我今天倒是要看看你宁月兰怎么让我走不出李氏大门。眼瞅着两女即将针锋相对，方墨突然起身，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尝试。韩总如果不希望刚才你咄咄逼人威胁李少的那些话被发到网上，我建议你立刻滚蛋，消失在我们面前。话罢，方墨抬了抬手机，你进来之后说的那些话我已经全程录音了。你也说了，韩家好歹是名门望族，若是因为威逼利诱看中一个男人的美色，使得韩总做人做事如此没有下限，想来发布到网上之后也会给韩家带来不少的舆论冲击吧。录音了。韩月儿脸色一变，他们这些豪门子弟都算是体面人，砸钱赔钱亏钱都是小事，但是丢了家族颜面却是真正的大事。毕竟出门在外代表的就是家族形象。很好，小子，你有种，不就是抱上了宁月兰大腿的屌丝吗？等着，我早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还有你，李浩文，敬酒不吃吃罚酒，别以为家大业大的宁氏就没有软肋，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时候，这些庞然大物才更容易死呢。说完这话，韩月儿阴恻恻地瞪了一眼房间中3人，似乎是想要把坏自己好事的面庞都牢牢记住。眼瞅着女人臃肿肥胖的身形最终消失走廊，李浩文连忙冲着宁月兰说道：宁总，不好意思，给您惹麻烦了。宁月兰不置可否的耸耸肩，这叫什么麻烦？这些年掌管宁氏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就算是韩家家主今天在这，倘若敢欺负我男人，我宁月兰高低上去都是2巴掌，更何况他区区一个韩月儿。闻言，李浩文艳羡地看了一眼方墨，你小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江城有多少男人为了能博宁月兰红颜一笑散尽家财，没想到方墨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就是这样俘获了女人的死心塌地。宁月兰轻轻挽住方墨的胳膊，不过出乎意料，我们家的小老公好像也挺聪明的嘛，竟然还知道给那韩月儿说的话录音。其实方墨被表扬了一句，顿时有些做贼心虚的脸红了起来。其实我压根就没有录音，我只是想要吓唬一下那疯女人。我想着名门望族的子弟8成都比较看重名声，没想到瞎猫碰上死耗子，这一下正巧戳中了他的软肋。听到这话，李浩文和宁月兰皆是一愣，李浩文忍不住感慨了一声，你小子胆子还真肥啊，倘若那老娘们不吃你这套，但凡想要验证一下录音的真伪，你这一招都瞬间露馅了。宁总，今天是我哥哥去世1周年的忌日，我想帮方墨请一天假，让他陪我一块去给我哥哥扫墓可以吗？听到这话，宁月兰美眸落在方墨身上，似笑非笑的道，我又不是他的老板，方墨也不是我身上的一个挂件，干嘛要跟我请假，搞得跟找我借什么东西一样。他同意的话，你们就一起去吧。李浩文连忙感激笑道，谢谢宁总。宁月兰摆了摆手，淡淡道，你们公司下午的例会由我作为甲方出席吧。这些高层把我宁月兰当成冤大头，既然你李总资历不足，那我身为朋友，看在我们家弟弟的份上，帮你整治一下他们好了。李文翰去世之后，李浩文才执掌李氏集团，上下都没多少人服他，在公司他这个老板像是被架空了一样，根本没有话语权。这一次借助宁氏的合作，也能够找回一些颜面。更重要的是，宁月兰出席例会，相当于是在给这些倚老卖老的高层传递一种信号，李浩文背后有这位商界第一女总裁撑腰，太好了，宁总大恩大德，小弟没齿难忘。李浩文眼睛里闪着小星星，看向宁月兰的目光满是崇拜。走的时候，宁月兰给方墨整理了一下脖领子，不知道似是有意还是巧合，宁月兰呼吸间打出的热气正好撞在男人的下巴处，弄得方墨一阵痒痒，耳根子通红，身体紧绷，手足无措的模样，憨憨的，可爱极了。宁月兰心都要化了。旁边李浩文全程吃狗粮，要不是宁总刚帮了自己一个大忙，他肯定会贱兮兮的跳出来喊一嗓子，杀我别用狗粮刀。直到两人出门的时候，宁月兰都是一脸温柔笑意盯着方墨背影。李浩文哥哥的忌日到了吗？咦，奇怪，我记得今年吴家辈他们几个好像也说要去扫墓来着。李氏，李家大公子。宁月兰突然黛眉一紧，难道李浩文他哥就是吴家辈喜欢了7年的李文翰？第25杀我别用狗粮刀，第26好狗不挡道，离开了李氏集团。方墨坐在了李浩文的老款劳斯莱斯车上，这台车还是李氏最辉煌的时候买的，现在李氏也就只有这一台车才能证明曾经的高光时刻了。其他能够迅速变现的东西，都在哥哥李文翰去世之后，被那些吸血鬼股东全部抽筋扒皮，瓜分干净了。有个傍上富婆的好兄弟是一种什么感受，我现在算是深切体会到了。车上，李浩文一边打方向盘，一边笑嘻嘻地冲着方墨说道。闻言，方墨咳嗽一声，不是都给你解释过了吗？我跟月兰姐领证完全是一个意外，后面是为了糊弄您老爷子，假戏真做。我呸！李浩文翻了个白眼，你骗自己还骗上瘾了？
你扪心自问，看看这个说辞，你自己相信不？这有什么不相信的？方墨小声在心头嘀咕了一句，仿佛是知道方墨心中所想。李浩文又是补充了一句，那要不你脑补一下，有朝一日宁总如果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看他搂着别人的腰，看他亲吻着别人的唇，你会是什么感受？还好意思说意外啊？这个词你自己都不信好不好？闻言，方墨老脸一红，他现在倒是愿意承认，这几天培养感情的确神速，自己好像真的喜欢上月兰姐了。李浩文说的也没错，前天在宁家商场撞见陈凯旋的时候，从那家活口中听到月兰姐要嫁给别人的那一刻，方墨心脏仿佛都是停滞了半拍，似乎是有什么东西漏了的感觉。那个啥，要不我给你哥买一束花圈吧？墓园里的花圈款式太少了，而且都是样子货，心意不够。眼瞅着快到墓园附近，道路两旁有卖花圈和祭品的小商小贩，方墨连忙轻咳一声转移话题。李浩文也懒得戳破他，得了吧你，我车上东西准备齐全着呢，你就老老实实坐着。说起来，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们家宁总。这两天宁氏的股票可不太乐观，毕竟是江城第一大豪门，宁家几乎投资了各行各业，在这种类似于经济危机，90%的股票都在暴跌的情况下，宁总的资金压力也会相当大。闻言，方墨愣了一下，他可从未在月兰姐口中听到这种话。月兰姐的资金压力很大吗？宁家资产百亿朝上，社会关系更是复杂到令人发指。李浩文都说压力大，想来宁肩上担子的确不轻。就这样，他居然还有心思调戏我。方墨摸了摸鼻尖，不过也是联想起这两天女人回家的时间确实都晚了很多，放在平时，韩月儿根本就不敢得罪宁总。不过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这女人走的时候还如此耀武扬威吗？李浩文咂了咂舌，因为他们在银行的关系很硬，倘若宁氏资金流断裂，需要一笔大额周转，最好的办法就是找银行借款。韩月儿知晓最近宁总的窘境，所以才敢跟宁总对峙。方墨顿时眉头一皱，这么说的话，今天得罪了韩月儿，说不定之后还会影响到宁月兰的生意。我听说宁总一直在找关系接触中央银行的何老爷子，可惜何家老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压根不待客。李浩文叹了口气，高处不胜寒啊，外人看来宁总位高权重，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位置肩负的压力也不小呢。宁总，别怪我没帮您打助攻啊，这波我输出已经打满，下来就要看你的了。中央银行，何家。听到这话，方墨怔了一下，你说的不会是那个财力名满江南，虽然没有任何实业支撑，但光是靠着炒股就发家致富，位列华夏富豪榜前10，还开设了自家银行，在江南地区鼎鼎有名的何家吧？他虽然对商圈的事情知之不深，不过新闻多少也看过何家的报道，月兰姐居然要找华夏顶尖企业借钱，不愧是江城第一豪门宁家，资金流随便一点问题都需要找到华夏最富有的银行借钱才能够渡过难关，这也足以侧面佐证宁家是何等庞然大物。李浩文点点头，不过何家的钱可不好借，宁总就算是联系上了何老爷子，能不能借到这笔钱还是个未知数呢。要知道何老爷子在位的时候就说过，何家借出去的钱就没有低于市场2倍利息收回来的，如果低于这个数字，他宁愿把钱丢进股市。好黑，方墨猛地吞咽了一口唾沫。李浩文提及这个话题也无非是点到为止。说完，车子刚好稳稳当当停在了墓园跟前。来到这地方，李浩文心情也不自觉低落了起来。方墨知晓兄弟在想些什么，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走吧，接手了公司之后都快有大半年没来过这里了，还真是有些想念老哥了。话罢，李浩文推开车门，从后备箱拿出来2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上坟需要带的东西，花圈、黄纸、白酒，一应俱全。上山之后，李浩文很快找到了哥哥的墓碑，小半年没来，墓碑周围落满了灰尘，而且除了2人带来的祭品和花圈，连一朵鲜花都没有，显得冷清空落。方墨和李浩文先是用清水擦拭干净，这才开始上香。哥，我想你了。收起抹布的第一时间，李浩文眼眶就通红了下来。今年老爹还是没来看你，爷爷也一样，他们太冷血了，这个家我一点亲情都感受不到。讲真，最近太累了，我真的有些扛不住了。直到我站在这个位置上才发现，原来这些年你压力居然这么大，一直在给我遮风挡雨。哥，我真的好想你。方墨见状，也是被李浩文悲伤的气氛渲染，心情低沉了几分。就在这时，不远处3道修长倩影缓缓出现，3女也是一袭黑衣。倘若宁月兰在此，肯定能第一眼认出那3位可不就是自己在江城为数不多的闺蜜。吴家贝眼瞅着有人站在李文翰的坟墓前哭哭啼啼，顿时一愣，那2个青年是谁？吴家贝追了李文翰7年，当然知晓李家的背景。李浩文的父亲吃香嫖赌无数不学，在执掌李氏集团期间，凭本事硬生生让李氏集团资产缩水到了巅峰时期的1/10，最后还是老爷子站出来力挽狂澜，才留住了一份基业。不过曾经辉煌的李氏集团却彻底走下了神坛，李父没脸面见老爷子，再加上闯下大祸，生怕被各位高管股东追杀，就躲到了国外，7、8年都没回来过。昔日那些交好的高管股东被李父坑了一手，都对李家恨之入骨。没迁怒死去的李问翰尸骨都算好的了，更不可能派人来扫墓，应该是李问翰的弟弟和他朋友吧。吴家贝抿了抿红唇，比起前天在茶室找宁月兰的时候，女人脸上多了几分憔悴。就在这时，突然一道声音在方墨2人身后响起：“小子，滚啊！好狗不挡道，没看到大爷我拿了一大堆东西吗？”第26好狗不挡道，第27谁给你的自由？方墨顿时皱着眉扭头看去，怎么会有人在墓园这种地方还吵吵嚷嚷？只见一个穿着5颜6色奇装异服的青年手捧2个花圈，正不悦地盯着自己2人，在他身后还跟着3、4名保镖摸样的家伙。看什么看？
小青年眼瞅着方墨两人不动声色，直接不耐烦的一脚踢飞李问汉坟前的花圈，2朵洁白花圈直接被踢得粉碎。方墨瞪大眼睛，双拳瞬间紧攥，死者为大，这畜生在干什么？你他妈在干什么？挑事是不是？李浩文也是红着眼眶，猛地起身，一把揪起小青年的脖领子，不过还不待他动手，那家伙身后几个保镖就将李浩文团团围住。我是李氏集团董事长李浩文，你们几个闹事怕是选错了对象。李浩文咬着牙，压抑情绪自报家门。李氏集团虽然日落西山，但曾经名头响当当，说出去还有些威慑力。可惜此刻对面的小青年却不买账。李氏集团？我说是谁跟那娘们似的哭唧唧？原来是李氏集团的丧家之犬兄弟俩啊！哦不对，我记错了，你哥已经躺里面了，那现在应该是丧家之犬的弟弟。轰！这话一出，方墨呼吸都是急促了起来，李浩文更是疯狂挣扎想要动手，可惜被几个保镖死死控制。我叫高子杰，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吧？话罢，那小青年咧咧嘴，露出一口大黄牙。听到这话，李浩文身躯一震，高子杰，就是你，是你害死了我哥，你就是撞死我哥的肇事凶手，你不是应该还在蹲大牢吗？啪！话音刚落，那高子杰就不耐烦的一巴掌扇在李浩文脸上。什么蹲大牢，说的这么难听，老子可是守法公民，我蹲什么大牢？说这话的时候，高子杰嬉皮笑脸，毫无对死者的尊重。你哥的案子是他自己横穿马路，最后落得个车祸身亡的下场，保险公司都给你们家里赔过了100万，不记得了吗？钱也赔了，案子也结束了，还他妈说老子是肇事凶手，这样给我泼脏水，我很容易生气的。听到这话，李浩文气得浑身颤抖，憋屈的泪水疯狂在眼底打转。他后面了解到了一些关于现场的内幕，哥哥车祸身亡虽然的确是意外，但记录显示李问汉生前最后一通电话就是打给了这高子杰，而巧之又巧，高子杰就是撞死李问汉的肇事司机。要说这两者没什么关系，打死李浩文都不相信，混蛋，我早晚会找到证据，高子杰你等着，你早晚会被绳之以法。砰！聒噪，高子杰又是给李浩文肚子上来了一脚，下一刻瞥了一眼坟墓，切，看你们兄弟俩这屌丝模样，瞅着你那照片也就来气。砰！下一刻，高子杰直接一脚踹在了墓碑的照片上，墓碑顿时应声倒地，就连方墨呼吸都急促了起来，这简直就相当于是在已故的李浩文哥哥头上拉屎撒尿啊！这高子杰实在是太嚣张了，太过分了，无法无天。就在这时，10几道工作人员身影朝着这边走了过来。先生，我们墓园需要保持肃静，您这样大吵大闹会影响到逝者们，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废话？高子杰肆无忌惮地点燃一根雪茄，猛地一口白雾吐出，拍打在工作人员的脸上。这动作一出，那工作人员脸色都是直线下沉。不远处，3道倩影注意到这边动静，吴家贝一开始就打算冲上来理论，不过却被2个闺蜜给拦了下来。宋玉拽着吴家贝沉声道：“冷静，冷静，那家伙可是江城银行高价的人，他们行事霸道，做事纨绔，更何况还是这其中翘楚高子杰。你现在上去理论，吃亏的还是我们。”吴家贝咬着红唇，眼眶通红，他心痛的无法呼吸。毕竟李问汉是他喜欢了7、8年的男人，此刻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坟墓都被人一脚踹倒。宋玉倒是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给宁月兰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宁月兰好奇地问了一句：“你们不是去扫墓了吗？怎么有功夫给我打电话？”说起来，我刚还在想一会闲下来给你们打个电话，问问你们有没有撞见我们家小男人呢？我们家小男人？原本打算出生的3女皆是一愣，我老公今天也去扫墓，而且他去看望的对象8成跟你们是一个人，所以我还寻思说不定你们能够撞上。宁月兰笑眯眯地说了2句，注意到电话那头没声了，困惑地一皱柳眉：“怎么了？宋玉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闻言，宋玉苦笑一声，宁月兰这个反应速度真是太快了，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他。看来今天这事不管还真是不行了。高子杰跟你男人和他朋友起冲突了，他们只有2个人，我估计要吃亏。高子杰，听到这个名字，宁月兰脸色一沉，这条疯狗去墓园干什么？吴家贝红着眼眶说道：“当初就是他开车撞死了李问汉，我一度怀疑这里面另有隐情，现在看到这高子杰耀武扬威的模样，我更加笃定，畜生！”宁月兰忧心忡忡的急促呼吸，电话另一边都能听见，她也担心方墨吃亏。墓园跟前有一个宁氏的产业，你们喊一队保安过去，我马上到。说完这话，宁月兰直接挂断了电话。吴家贝几女朝着方墨那边看了看，心头只能祈祷，希望宁月兰的老公多坚持一会时间了，不然的话，从咖位上来讲，无论是宋家还是吴家都没有跟高家叫板的底气。高子杰，你在干什么？就在这时，一道娇喝声在几人身后响起，只见一个约莫20岁出头的少女手捧鲜花，瞪着杏眼，正朝这边走了过来。少女穿着纯黑色的长裙，胸口系着一朵百花，精致的脸上噙着愠怒，似乎是在恼火高子杰的行径。高子杰往身后看了一眼，何希婉。注意到倩影，方墨怔了一下，总觉得这个少女好像似曾相识。不过少女的注意力一开始并没有放在方墨身上。高子杰，你今天是来给我奶奶上坟的，你要是怀揣着敬意，那你就老老实实遵守墓园规则，在这里大吵大闹会影响爷爷心情。闻言，高子杰一皱眉头，扫了一眼李浩文，小子，算你好运，他今天会出现在这个墓园，就是为了讨好眼前少女。虽然家族同样都是在做银行业务，但何家的中央银行和江城银行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他接到了父辈的指示，用尽一切办法教好何希婉，这是江城高家更上一层楼唯一的捷径。希婉，我可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刚巧碰见了几个熟人聊2句而已。
既然老爷子都到了，那我们走。说着，高子杰就欲带着一众手下离去，狼狈的李浩文也被几个手下推倒在地。就在这时，始终冷眼旁观的方墨吐出一句：“站住！打了人就想走，谁给你的自由？”这话一出，全场所有人的视线皆是落在了方墨身上。谁给我的自由？高子杰听到声音也是顿了顿，诧异的瞥了一眼许辉，把你这个小跟班给忘了，小子，这里没你什么事，少在这逼逼赖赖，不然本少分分钟叫你做人，分分钟叫我做人。方墨冷笑一声，你跑不了，我刚才已经报警了，很快探员就会过来调查监控。你打我朋友，还踹他兄长的墓碑，如此肆无忌惮，压根没有将法律看在眼中，今天说什么都不会让你轻易离开，报警了。嘿，你这小子还真是勇气可嘉啊。高子杰舔了舔嘴唇，很久没碰到像你这样的愣头青，是你。就在这时，何希婉突然惊喜的大喊一声，不顾高子杰愣住的懵逼神色，径直走到了方墨跟前。下一刻，何希婉激动的一把拉住方墨手掌，精致俏脸写满激动，咱们终于又见面了，恩人。恩人？方墨有些困惑，小姐，我们认识吗？何希婉点了点头，你忘了？大前天在您家商场地下车库我爷爷晕倒，是你抢救了我爷爷。他对何希婉比较陌生，毕竟那天在您家商场地下车库遇见的时候，少女哭的梨花带雨，五官都凝巴到了一块，再加上当时方墨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晕倒的老人身上。听到这话，方墨才缓缓反应过来，啊，你是那天自称婉儿的小姑娘。那时候灯太黑了，我都没看清你长啥样。你爷爷怎么样了？何希婉感激一笑，托了您的福，已经没事了。高子杰注意到两人拉在一起的手掌，顿时不高兴的上前两步，目光在方墨身上打量了两下，似乎是在揣测青年身份。希婉，你认识他？认识，那天就是他救了我爷爷。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高子杰做了什么坏事吗？你打算报警？何希婉下一刻便是困惑的冲着方墨问道。闻言，方墨指了指高子杰，我们在这里给朋友兄长上坟，他突然过来找事挑衅，还一脚踹翻了我朋友兄长的墓碑，我朋友气不过想要理论，结果还被他的几个手下控制了起来，胖揍了一顿。话罢，方墨扶起地上的李浩文，何希婉果然见到李浩文鼻青脸肿，少女脸色不自觉难看了几分。误会，希婉，这是一个误会。高子杰没想到两人还认识，连忙咳嗽着解释一句，其实他兄长跟我曾经也是朋友，我顺便过来看看。闭嘴！何希婉突然沉着脸冷喝一声，高子杰，之前你朋友就跟我说，你在我面前文质彬彬的样子是装出来的，我还有些不敢相信，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现在看来还真是没错。高子杰脸色顿时一沉，看得出来少女是生气了。希婉，这是一场误会，我可以慢慢给你解释，老爷子应该也等着急了，咱们还是先去给你奶奶上坟吧。误会？何希婉直接提高了10几个分贝，冷笑着瞥了一眼倒塌的墓碑，那你告诉我，这墓碑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被风吹倒的吗？高子杰，你太让我失望了，道歉，然后请人修缮好这座墓碑，道歉，让我去给李浩文这个屌毛道歉。高子杰脸色再度一沉，李浩文和李问汉兄弟俩，他从来就没有放在眼中，让他给这种曾经眼里的蝼蚁道歉，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希婉，高子杰双拳紧攥，骨头咔咔作响，似乎内心憋屈到了极点。他倒是未曾想过，刚才羞辱人家李浩文的时候，李浩文和他此刻可是一个处境。何希婉杏眼圆瞪，道歉，然后从我面前消失，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什么？这么严重？高子杰脸色铁青，视线来回徘徊方墨和何希婉二人之间。今天就因为这么一个小白脸，自己就要痛失追求何希婉的机会，他高子杰不甘心，对不起。不过对上何希婉霸道视线，最终高子杰还是咬着牙冲着李浩文一鞠躬，你们几个待会找人把墓碑抬起来，晚一点安排工匠给他稍微修缮一下。希婉，我已经道歉了，我错了，你给我一个机会吧。说着，高子杰还愿独瞥了一眼方墨，似乎是要记住青年样貌。今天面对何希婉不得不低头的这笔账，他直接记在了方墨头上，不就是李浩文这屌毛的一个小跟班吗？坏了老子的好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啪！就在这时，突然一道巴掌声响起，在无数人错愕目光中，高子杰脸上顿时多了5个清晰手指印。道歉可不是这么道的，头要低下去，腰要弓起来，态度要诚恳。你这么敷衍，给谁道歉呢？发丝略显凌乱的绝美倩影站在方墨面前，正晃动着修长的玉手。第27，谁给你的自由？第28，我想借用一下你老公宁月兰。你这个臭娘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没错，此刻站在方墨面前的可不正是他老婆，宁家堂堂女总裁，江城2000万男人的梦宁月兰吗？高子杰和宁月兰同为江城商圈，两人自然打过交道。宁月兰身后还跟着一对保镖，每一个人都阔背熊腰，看那身材就知道绝非善茬，肯定不是什么好惹的存在。下一刻，宁月兰抬抬眼皮子，美眸落在了何希婉身上。何小姐，希望你能管好你的狗，我们家老公宝贝的很，可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上来咬两口的。听到这霸气侧漏的声音，何希婉顿时怔了怔，我们家老公？他视线落在方墨和宁月兰挽着的胳膊上，那个青年结婚了。那天方墨帮了他之后，何希婉心中就始终有一道身影挥之不去，在停车场爷爷晕倒的前10几秒，仿佛过了一个世纪般满场，恐惧、无助、疯狂席卷内心。他自己都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宛如天神下凡般跳出来帮忙。从那天之后，方墨的身影就留在了他心中。他发现自己好像喜欢上了那个男人，虽然两人甚至都没有正面接触过。下一刻，高子杰率先回过神来，咬着牙吼道：宁月兰，你敢动手打我，是不是想要宁高两家开战？开战？
宁月兰淡然一笑，好啊，那就开战。什么？高子杰原本以为自己威胁话语一出，宁月兰多少会收敛一下，谁知道这女人压根就没把他的威胁放在眼里。你就是宁月兰，传说中的江城第一豪门执掌者。下一刻，始终没有说话的何希婉怔怔看向女人，闻言，宁月兰谨手轻点，何小姐，初次见面，久仰大名，幸会了。何家的背景可是全华夏知名的顶级银行，宁月兰当然认识这位何希婉。明明是在客客气气的说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何希婉隐约间从宁月兰的眼中读出了几分敌意。下一刻，宁月兰淡淡的说道：“我们家老公被人欺负，我可不能坐视不管。我收拾这条乱咬人的疯狗。何小姐应该没有意见吧？”“没有，其实我们不熟。”说着，何希婉后退一步，高子杰的脸色瞬间就变了，道歉，修缮墓碑，然后滚出去，不然宁家结束跟你高家的全部合作。宁月兰指了指地上的墓碑，闻言，高子杰脸色一沉，我凭什么听你的？宁月兰，你别忘了，你最近资金流紧张，得罪了背靠江城银行的我，说不定你最后的下场就是倒闭。倒闭？宁家要是这么容易倒闭，恐怕都不用你说，早8辈子都坚持不下去了。宁月兰双臂抱胸，俏脸掠过一抹玩味。哦，那我们宁家之前欠的钱就不用给你们还了，刚好。啥玩意？欠钱不还？这种话居然会从宁月兰这么高傲的人嘴里听到，高子杰感到难以置信，他很是诧异，和宁愿公司都不要了，也要今天争这一口气。为什么？就为了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男人？高子杰怒不可遏，彻底不在何希婉面前装样子了。宁月兰，你少在这里吓唬我，老子就不听你的，你能把我怎么着？不听他的话，我也会要求你做这些。同样，倘若你不乖乖照办，何家也会取消跟你们江城高家的任何资金往来。哗，是何希婉在说话。高子杰表情彻底凝固，这下是真的绷不住了。宁月兰背后虽然是大名鼎鼎的江城第一豪门，可做银行业务的高子杰根本不惧宁总，反而是何希婉说的话让他更忌惮3分。何小姐，面对这种不听话的狗，就需要好好教育一下，需要我代劳吗？宁月兰挽着方墨，风情万种地冲着何希婉眨了眨美眸。咕噜，李浩文和方墨对视一眼，总觉得这回的宁月兰好像有些不太一样，尤其是方墨感受最为直观。平日里宁月兰虽然也喜欢挽着自己，可是也仅仅只是偶臂和大臂贴在一块，而现在宁月兰则是半个身子重心都压在了方墨身上，两条筷子般修长的玉腿一前一后，巧笑嫣然的风情让任何人看了都难以把持。多谢宁总，不过不用。何希婉掏出手机，喂，爷爷，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全面取消。扑通，话还没说完，高子杰突然大喊道：“别，我道歉。”他忙不住对着李浩文深深一鞠躬，不好意思，是我错了，我不该挑衅你们，我不该侮辱你去世的哥哥。李浩文先生，拜托你原谅我吧，你刚才不是还打人了吗？这么快就忘了？宁月兰抬了一下精致的下巴，动手啊？难道需要我们帮你吗？宁月兰，你个贱女人，早晚有一天老子要把你摁在床上狠狠收拾。还有你，何希婉。高子杰心头疯狂咆哮，不过现在形势使人强，他只能咬着牙抬手，啪啪2下左右开弓，给了自己来了2巴掌。好，现在可以滚出去了。宁月兰笑眯眯地指了指出口。高子杰铁青着脸，领着一众手下悻悻离去。眼瞅着不可一世的高子杰在两女联手下，三言两语便是灰溜溜地滚了出去，包括一开始过来维持秩序的墓园保安们都倍感一阵痛快。活该啊，这小子。宁月兰便是冲着何希婉说道：“何小姐，我找了你好几天了，今天刚巧遇见，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宁家想跟你们建立合作，我已经准备好了项目企划书，希望何小姐能够帮忙引荐一下何老爷子，这一定会是一个双赢的项目。这种时候谈合作真的好吗？”方墨看了一眼宁月兰，姐姐还真是擅长见缝插针啊，怪不得都说宁月兰业务能力极强。何希婉也是诧异的看了一眼宁月兰，宁总不愧是商界传奇，就冲这份迅速转变心态，能够拉下脸面不做作的架势，怪不得能够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让蒸蒸日上的宁家稳坐江城商界至尊宝座。不过引荐老爷子，我有个要求。说罢，何希婉看了一眼方墨，俏脸一红，微微低头。宁月兰一挑柳眉，心头闪过一抹不祥预感。我想借一下你的老公。第28，我想借用一下你老公。第29，谢谢老公，借用一下你的老公。啥玩意？听听，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这是可以借的东西吗？这不犯法的吗？这句话一出，全场所有人都是瞪大双眼，包括方墨本人也懵逼了。你们谈生意上的事情，怎么又突然扯到我了？宁月兰脸色几乎是顷刻间阴沉了下来，桃花眼的眼睑微微上挑，修长的睫毛缓缓垂落，美眸微眯。了解她的人都能看出来，女人生气了。何小姐，请注意你的言辞，我很注意自己的言辞啊。何希婉笑眯眯地看了一眼宁月兰，旋即望向老脸通红的方墨。我觉得方少人很好，虽然宁总跟我接触不多，但我能肯定，宁总一定要是看中了方少的为人，所以才选择跟方少走到一起。同样，我也是，不过起步太晚了。宁总跟方少都已经喜结连理，但我又不想放弃这唯一能让我心动的男人，所以我想跟宁总公平竞争。轰！两女彼此对峙，一个冰山气场霸气侧漏，柳眉一皱，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压迫感倾泻而下；另一位则是气质温婉，相貌可人，虽然不似前者霸道，可面对宁月兰冰冷目光，却丝毫没有退却半步。天哪，这是我不花钱就可以看的吗？卧槽，好劲爆！何希婉居然喜欢宁总的男人，方墨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吧？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女人都喜欢他？最后一个艳羡开口的自然是李浩文，这小子好了伤疤忘了疼，
眼瞅着方墨成了香饽饽被两个女人争夺，李浩文只觉得眼睛尿尿了，羡慕的泪水缓缓流淌。为什么？为什么被两个女人争相抢夺的人不是我？哪怕就一次也好啊！何小姐好歹也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夺人所爱似乎不太好吧？宁月兰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危险了起来。闻言，何希婉双手抱胸，那要不借我3天，让我体验一下做方少女人的感觉怎么样？宁总虽然在江城唯我独尊，但放眼华夏资源就差了不少，除了江城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我想方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别闹，有是有，但我不想啊。方墨慌张的后退一步，况且我又不是物品，哪还有借来借去的说法？不过注意到宁月兰被突然袭来的消息气得娇躯颤抖，方墨眼底划过一抹心疼，伸手勾住了女人柔软温凉的小手。那个何小姐，不好意思，我已经结婚了，我喜欢月兰姐，我们两情相悦，不然也不会走到一起。方墨硬着头皮站了出来，这种时候总不能让月兰姐一个人面对疾风。何小姐跟我没有接触，所以可能只是因为那天我挺身而出，对我有了一点好感，这谈不上喜欢，更不是爱，抱歉，何小姐。方墨尽量让语气平和，态度委婉。不过何希婉听到这话，眼底还是闪过一抹失落。相反，宁月兰美眸中却是多了一丝深情，似乎对方墨的罕见表白颇为心动。真不考虑一下吗？何希婉遗憾的啧啧红唇，方墨咳嗽一声，红着脸偷偷瞄了一眼身侧高挑的女人。喜欢一个人，应该是喜欢他的所有，而不仅仅只是金钱、权力、财富。同样，喜欢一个人，也应该仅仅只是喜欢他这个人，而不受到金钱、权力、财富这些的影响。如果见一个爱一个，那只会像小学课本中最大的麦穗讲的那样，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人生不会止步于眼前，但我的爱，这一刻足以让我说出我爱你的时候，就代表着我想爱你一辈子，我的爱也就走到了终点。听到这话，何希婉眼底伤感一闪而逝。我懂了，看来方少和宁总在一起很幸福。宁总，刚才是我冒昧了，给你道歉。方少本就是我们家爷爷的救命恩人，我们何家可是欠了他一个不小人情，于情于理你的请求我都没理由拒绝，所以请吧。老爷子今天来给我奶奶上坟，他老人家就在墓园，我带你去见他。说完，似乎何希婉都不愿意继续逗留，生怕想起被拒绝时的尴尬。眼瞅着何希婉走在前面带路，方墨看了一眼宁月兰，月兰姐，你去吧，我跟李浩文还要给他哥哥上坟，刚才还没来得及点2根香，就撞见了高子健，多少也让李浩文跟哥哥说2句话，我们再离开，不然就有些太不礼貌了。闻言，宁月兰美眸噙着，温柔点了点头。没想到这一次姐姐竟然还是沾了你的光，如果换做正常时候，即便宁月兰凭借着人脉联系上了何老爷子，对方也不一定会选择伸出援手。不过有了何希婉那句救命恩人一词，宁月兰几乎敢笃定资金周转的问题十拿9稳了。毕竟何家可从来都不喜欢在外面欠人情，回去之后跟姐姐说说你是如何成为何小姐青睐对象的。说完这话，宁月兰巧笑嫣然的附身在方墨脸上亲吻了一下，这一个吻来的十分自然，就连方墨自己都是在温凉触感传来的刹那，才耳根子通红的回过神来。宁月兰夹着嗓子在方墨耳边嗲嗲道：谢谢老公。顷刻间，一股酥酥妈妈触电般的感觉传遍四肢百骸，方墨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猫着腰苦笑道：月兰姐，你快去吧，何小姐还等着你呢。话罢，宁月兰娇笑着朝着墓园的另一个方向走去，身后那10几号保镖则是留了下来。这些人都是宁月兰临时从附近商场调过来撑场子的，他们清楚宁月兰雷厉风行的做派，所以一个个都带齐了家伙。结果未曾想自己等人都没怎么出力，一场冲突就结束了。更让他们一个个大惊失色的，反而是宁总和那青年暧昧的肢体接触。宁总居然结婚了！天哪，那小兄弟是什么神仙，竟然同时得到了宁总和何小姐2大美人的青睐。宁总和何小姐，一个性感撩人，一个动感活力，真要选择起来，确实还挺犯难。醒醒，兄弟，没人让你选。李浩文感激地拍了拍方墨肩膀，你小子又帮了我一场，上坟吧。方墨没有居功至伟，因为此刻他脑海中还停留着宁月兰俏脸靠近最后亲上来的画面，想想高高在上的冷艳玉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了自己，方墨就心里就有些飘飘然，这是男同胞的虚荣心在作祟。那个，可以给我一支吗？就在这时，一道略显落寞的声音在李浩文身后响起，方墨和李浩文皆是疑惑的扭头看去，只见一个身材丰满、相貌美艳的紫袍女人正红着眼眶看着自己2人，她旁边还跟着2位美女，只是那2位美女的注意力都在方墨身上，可不正是宁月兰的3位闺中密友。3女都是第一次见方墨，凑近一看，似乎在相貌上方墨也没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不过她们3女可不是眼高于顶之辈，自然不会以貌取人。李浩文愣了一下，旋即试探性问道：你是吴家贝小姐吗？我听我哥说过你，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本来还约了你一起吃饭，想要带我见见未来的嫂子。听到这话，吴家贝彻底绷不住了，直接泣不成声。想起在停尸房最后见到李问汉时那血肉模糊的惨状，吴家贝就感觉心脏一揪。李浩文慌了一下，连忙递了包纸过去。嫂子，别哭，生活嘛，总要往前看。吴家贝擦了擦湿润眼眶，点燃一根香，对着墓碑哭道：李问汉，你知道吗？看着你躺在冰冷停尸房的那一刻，我的心跳都停了，少跳了的那一下，似乎刚好弥补了初见时的心动。下一刻，吴家贝盯着李浩文那张跟李问汉有些相似的面庞，贝齿猛地一咬红唇。既然我们都失去了对彼此而言最重要的人，那就让姐姐代替你哥照顾你吧。啥？这台词画风转变太快，李浩文还没反应过来，什么鬼？嫂子代替我哥照顾我？一旁的方墨也看呆了，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嫂子诱惑。宋玉和郑容和一拍额头，满脸黑线。这女人也真是的，前一秒还在立深情人设，结果下一秒竟然就移情别恋了。什么代替你哥照顾你？明明就是你这臭丫头见色起意了。不过吴家贝终于对另一个男人心动了，这倒也算是一件好事啊。第29，谢谢老公。第30，只想让你对我负责。嫂子，有的玩笑可不经开啊。李浩文猛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吴家贝擦了擦泪水，不是你说希望我往前看的吗？我抬头就看到了你，怎么了？你不愿意？李浩文嘴角都是疯狂抽搐了一下。吴家贝也知道李浩文就算是再开放，突然让他跟曾经哥哥的女朋友谈恋爱，也绝对是一件挑战三观底线的事情，所以女人轻笑一声，就换了个说辞，行了，不逗你了。其实我跟你有同样的疑虑，我也一度怀疑李问汉去世的车祸并非单纯意外。我想你可以和我合作，无论如何，两个人总归比一个人力量大吧？调查那场车祸吗？听到这话，李浩文才犹豫着点了点头。嫂子手里掌握了很多信息吗？吴家贝闻言点了点头，自然，要不今晚去我家看看？哦不，我意思是要不改天来我家看看。好歹是李问汉忌日，就这样肆无忌惮勾引人家弟弟，的确是有些不太合适了。但如果将他吴家贝当成了李浩文嫂子，吴家贝自己都觉得有些荒唐。毕竟那时候上午李问汉才同意了自己的追求，下午他人就走了，还没享受过男朋友的疼爱，还没有经历过成为女人的那一刻，吴家贝的世界里李问汉3个字就彻底消失。他自己这些年甚至都在思考他和李问汉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情侣。一旁的方墨三观尽毁，看了一眼表情古怪的李浩文，喏，你的艳遇来了，嗨嗨，还在我哥坟头，别搞。约莫半个小时之后，宁月兰朝着这边走了过来。何希婉并没有出来送客，不过看女人脸上春风得意的表情，显然是有好事。小家伙帮了姐姐一个大忙，说吧，要什么奖励？要不把姐姐我奖励给你。宁月兰踩着滑轮天奴高跟鞋，噔噔噔朝着方墨走来，第一时间就挽住青年胳膊，柔软蹭的方墨脸颊通红，偏偏女人就像是没知觉一样，还晃了晃方墨胳膊。噗！方墨老脸一红，月兰姐怎么尺度越来越大了？以前都是在家里勾引自己，现在直接明着在外面开摆，被人看到了多尴尬啊！果不其然，他视线看向三女以及李浩文，众人皆是一副鄙夷的神色，就差对夫妻二人竖中指了。月兰，你也注意一下场合行不行？我们还在呢，你俩回家腻歪不行吗？吴家贝翻了个白眼，宁月兰愣了愣，突然琴手轻点，好主意，方墨，我们回家。说着，宁月兰拉上方墨就欲离去，不过方墨哪里会这样被月兰姐带走啊？这不就相当于实锤他们干坏事去了吗？自己不要面子，月兰姐也要啊。方墨苦笑一声，别闹，姐姐，哼，常言道秀色可餐，别的男人见到我恨不得立刻把我扛回家就地正法，你见到我反而是一副畏之如虎的模样。难道说宁月兰美眸闪烁着狡黠？你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话，当时说离婚我比谁都要果断了。方墨红着脸嗫嚅了一句，喜欢，大点声。宁月兰嘿嘿一笑，假装没听见。方墨面颊瞬间涨红，正欲开口，突然旁边吴家贝彻底绷不住了，够了够了，你们俩赶紧消失，烦死了，秀恩爱也要有个度吧，人家正伤心呢。宁月兰，你是人吗？这不是给我伤口撒盐吗？方墨闻言这才微微回神，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位李浩文的嫂子是不是也认识月兰姐？刚才被宁月兰突如其来一调戏，方墨还没反应过来，这下才意识到了不对劲。吴小姐，你跟月兰姐是朋友吗？这种说话方式简直像极了自己平时跟李浩文相处。我靠，你小子居然不认识我啊？难道宁月兰没跟你提过我们这些闺蜜吗？我可是你老婆过2天婚礼上的伴娘。吴家贝瞪大了眼睛朝着宁月兰看了一眼，闻言宁月兰却是直接恢复了往日清冷神色。没提过，我跟老公新婚正甜蜜，甜言蜜语都说不完，没事跟他提你们干什么？你吴家贝气急的干瞪眼，还是旁边宋玉安喂了一声 HTTPS， 没事没事，他就是这种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嘴毒还嘴贱，找个地方吃饭吧，再闹腾下去我低血糖都要犯了。说完，宋玉给郑容和使了个眼色，示意女人去开车。郑容和连忙朝着墓园外走去，因为三女来的时候也开了一台车，李浩文也开了车，宁月兰同样开了车。要是换一个场合，几人坐一台车下去吃饭，回头再上来取车都好说，关键问题是这是墓园啊，谁没事把车子撇在这种地方停个10天8天？方墨上了宁月兰的车子，李浩文被拽进了吴家贝的车子，他自己的车则被宋玉和郑容和开走了。小家伙，现在可以好好跟姐姐聊聊，你怎么就承认何家大小姐的救命恩人，还顺便掠走了人家和小姐的芳心了吧？宁月兰双手稳稳扶着方向盘，朝着墓园山下看去。闻言，方墨干咳了一声，月兰姐别乱说，何小姐应该只是好感。宁月兰余光扫了一眼方墨，其实就算仅仅只是好感，姐姐也不希望别人对你有啊，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因为对你有了好感，才渐渐爱上了你，到现在这种无法自拔的程度。嗨嗨，其实就是前几天在您家商场帮你改婚纱的时候，我到地下车库取车，刚巧撞见了何小姐爷爷晕倒，我那时候脑子一热也没多想，再加上何小姐说地下车库没信号，我就帮忙把老人背到了商场内。方墨耸了耸肩，看到老人出现了机械性窒息的症状，我顺便给他做了个海姆立克急救，再然后救护车就来了。其实我俩总共说过的话好像都没超过4句的样子。闻言，宁月兰勾了勾红唇，我们家弟弟还真是有魅力啊，说话连4句都没到就征服了这位京城版2000万男人的梦。京城版2000万男人的梦，
方墨怔了一下，立刻明白了宁月兰的意思，他自己就是江城2000万男人的梦，而何家驻地则是在京城，同样位高权重，同样肤白貌美，同样多才多艺，何小姐可不就是京城版的2000万男人梦吗？不过京城的单身男青年应该不止2000万吧？宁月兰听到这话，翻了个白眼，关注点是这个吗？臭弟弟，怎么想搞清楚自己和何小姐之间到底有多少情敌不成？什么啊？其实我还是更喜欢江城2000万男人的梦。方墨小声嘀咕了一句，也不知道宁月兰听见了没有。不过车厢唰的一下就安静了下来，答应我一件事情，老公。他喊我老公。方墨愣了一下，这还是月兰姐头一次在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喊自己老公。方墨喉结都是不自觉滚动了一下。什么？此刻宁月兰缓缓驶入一个饭店门口，阳光被高楼遮挡，停车场全都是光线照耀在大树上映射在水泥地板的光斑，同样宁月兰精致的脸上也染上了一圈光晕。这时候的宁月兰就像是一卷油画那般美丽。下一刻她朱唇轻启，以后不要随便让别的女孩子心动好吗？撩拨到了人家的心弦，是要对别人负责任的。而我只想让你对我一个人负责。第30只想让你对我负责。第31姐姐，今晚跟我睡吧。咚咚咚，当阳光再次透过车窗洒在宁月兰脸上的时候，车子缓缓停稳。方墨没有回答宁月兰，只是心中揣确定了自己的内心，他是喜欢月兰姐的。可是宁诗雨昨天说的话也缭绕方墨心间，豪门本身就没有所谓爱情一说，更何况还是月兰姐这样优秀的人儿，多数的婚姻也只是为了强强联合，对于宁家自己完全没有价值。所以方墨不知道月兰姐对自己好究竟是因为喜欢她，还是因为她天生骨子里柔情似水，无论是谁成为她的丈夫都会这样，他方墨只是碰巧成为了这个角色呢。哪怕现在是宁月兰的丈夫，方墨依旧觉得自己不够了解她。月兰姐，方墨看了一眼女人。宁月兰对上方墨视线，轻捻抿了抿嘴唇。姐姐，我们会离婚吗？她不想离婚了，哪怕两个人的婚姻开始的又荒谬又荒唐，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她突然想和宁月兰当一辈子的夫妻。宁月兰沉默了刹那，美眸直愣愣地盯着方墨。为什么？为什么这么问？弟弟，你怎么了？宁月兰的语气罕见急促。月兰姐慌了。方墨怔了一下，他其实只是想问问月兰姐到底对自己什么想法，没想到宁月兰会瞬间破防。姐姐，你别怕，我只是在想，你究竟喜欢我吗？我害怕失去你，我不想患得患失，喜欢你。姐姐，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喜欢你。宁月兰被使紧咬红唇，我只会和喜欢的人暧昧，只会和喜欢的人逛街，只会为了保护喜欢的人挺身而出。姐姐，我只会对喜欢的人卿卿我我，所以姐姐，我很喜欢你。同样，结婚也一样。宁月兰只想和喜欢的人结婚，正是因为喜欢方墨，暗恋到了爱他爱得无法自拔的程度，所以才会关注他的动向，和他领证结婚。很喜欢我。方墨心中一紧，连忙抓住宁月兰的纤纤玉手。月兰姐，我明白了，下车吧，他们应该也到了，再不下去大家该等着急了。说着，方墨就想将手掌抽出来，他有些尴尬了，自己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为什么会怀疑月兰姐呢？不，就在这时，宁月兰却是用劲握住了方墨手掌，男人身子有些僵硬，不知道他想要做些什么，只觉得宁月兰炯炯如炬的目光落在脸上，看得方墨面颊滚烫，车厢中的气氛突然就旖旎了起来。宁月兰急促的呼吸拍打在方墨面颊，弄得男人痒痒的，他仿佛是生怕男人会分分钟离开自己，精致玉面就差贴在方墨脸上了。弟弟，我可以亲你吗？方墨微微一愣，下一刻还不待青年回答，宁月兰动情的双唇直接贴了上来，女人的体香瞬间充斥鼻息。方墨瞪大双眼，完全没想到月兰姐在这种时候会如此主动，唇瓣微凉，同时还伴有一丝清香甘甜。曾经在方墨眼中，宁月兰就像是天仙下凡一般的人物，冷艳聪明，才貌无双，而且还是大了自己7、8岁的姐姐。方墨对宁月兰的敬重甚至超过一些7大姑8大姨。而此刻，这天仙般的女子就这样近在咫尺，冰山融化了似的，宛如一汪清泉依靠自己身上。月兰姐，方墨张了张嘴，谁知道女人柔润的小舌竟然灵巧地钻了进来，他这下彻底忘记了呼吸，整个人像一只呆头鹅似的，任由宁月兰甜腻小舌在口腔中游走。约莫半分钟之后，宁月兰红着脸松开了方墨，这也是她第一次舌吻，与忘记呼吸的方墨截然不同。宁月兰呼吸不知道急促了多少倍。我们，方墨喘着粗气直瞪眼。宁月兰俏脸通红，宛如能够挤出血。傻子，怎么跟我接吻的时候你就在憋气啊？你不怕憋死吗？下次记得换气，我可不想接个吻把老公亲没了。方墨木然的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宁月兰突然啊的尖叫一声，怎么了？月兰姐。方墨连忙看了过去，宁月兰脸色古怪的指了指方墨右侧的窗外，只见外面4张脸噙着姨母笑盯着他们两人，可不正是宁月兰的3位闺蜜和李浩文？噗，这下方墨也瞬间感觉耳根滚烫，他们什么时候来的？难道说刚才两人接吻的一幕全部都被他们看到了不成？我一个女孩子都不害羞，呆子，你害羞什么？说完这话，宁月兰直接拉开车门，没好气的冲着车外几人喊道：你们几个看够了没有？没看过 A 片，还是没见过男人，非要在这里围观别人亲亲？吴家贝嘿嘿一笑，捏着兰花指学着宁月兰刚才温柔的口气，弟弟，我可不想接个吻把老公亲没了。噗，车厢内的两人皆是脸色一红。月兰，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狂野的一面啊，我们以前还真是小觑你了，要不是我们几个站在车外咳嗽，你俩不会就打算直接在车厢里
开始生孩子大计吧。宁月兰俏脸一红，愠怒道：“赶紧给我滚！行了，吴家贝，别调戏咱们家宁总，他脸皮厚，调戏了也没什么伤害。你得调侃她老公啊！你看这小家伙脖梗子都红了。”宋玉笑盈盈地调侃了一句，不难猜测，回应他的同样也是宁月兰的一道白眼。下了车，方墨才发现这地方的与众不同，尤其是旁边还有李浩文喋喋不休的出声：“我去，这不是江城鼎鼎有名的那个温泉度假村吗？传闻中这里可是温泉产业天花板，我都没来过。正常情况下，想要在这里洗浴，可是需要最起码提前3天预约才有机会订上房间，而且还不是绝对。一旦运气不好，碰到一些 VIP 级别客户插队，又得重新预约。”李浩文震惊地咂了咂舌，完全没想到吴家贝说的去吃饭，竟然是来这地方。闻言，宋玉眉眼闪过一抹得意洋洋，谦虚地笑了笑：“让你见笑了。外界吹捧的有些过分夸张，其实就是很普通的温泉度假村罢了，很普通的度假村。这可是宋家的顶级吸金产业，这也叫普通？光是这一个度假村1年的营收就能够碾压江城80%以上企业的收入了，这还普通？难道宋玉姐这是你家开的？不会吧，我去，真的假的？宋家度假村的老板竟然就在我面前！”李浩文张了张嘴巴，满脸震撼。方墨有些诧异，这度假村有李浩文说的那么夸张吗？行了，这种时候就别商业互吹了。吴家贝有些吃味的一推宋玉，直接拽着李浩文就朝其中走去。啧，某人角色带入的速度是不是有些太快了？这回竟然都开始吃醋了。人家李少好像还没同意跟你在一起吧？说不定过2天李少也有可能成我的小男朋友啊！吴家贝，你吃什么飞醋？宋玉明知道吴家贝对李浩文这张脸有好感，偏偏就故意刺激他。听到这话，吴家贝气得又抓又挠。宋玉娇笑着跑开，看样子好像是去喊经理为几人安排住宿了。方墨和李浩文对视一眼，皆是擦了擦额头冷汗。这4位御姐在一起的时候，怎么说话一个比一个口无遮拦啊！很快，宋玉就拿了几张房卡过来，来，各位决定一下今晚怎么睡吧。听到这话，吴家贝一度要求李浩文跟自己住一间房，女人嘴上说着要在晚上跟李浩文一起讨论关于李文翰车祸的各项疑点，不过迎接他的就是另外几女毫不留情的白眼。小浪蹄子，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吗？宋玉采集了一下几人的身份证信息，方墨拿到房卡的时候，悄悄拽了拽宁月兰：“姐姐，我们今晚不回去了吗？”“不回去了啊？”宁月兰美眸眨了眨，红唇一勾：“怎么，害怕跟姐姐住在一个房间？那姐姐只好找他们3个。”话还没说完，宋玉3女皆是嫌弃的疯狂摆手：“别，我们可不想和你睡一起，你都结婚有老公了，还跟闺蜜睡在一起算什么事？就是，你老公万一大半夜想你摸过来了怎么办？我们虽然都不是有夫之妇，可我们也不想勾引人家的老公啊。宁总的男人谁敢碰啊？第2天怕是宁总分分钟就得给咱们天灵盖拧了。”听到这话，方墨老脸一红，宁月兰顿时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冲着方墨无辜的眨了眨妙目。这样看来，姐姐似乎被嫌弃了，都没人愿意要姐姐了呢。那姐姐只好在外面露宿一晚上，说不定能碰到一个好心的帅哥，愿意把姐姐捡回去，留着过夜一晚上。啥？听到这话，方墨几乎是想都没想拿过房卡。别，我要了。姐姐今晚跟我睡吧，我睡沙发，你睡床。第31姐姐今晚跟我睡吧。第32不知道她的生日。这话一出，另外3女却是露出了一副暧昧神色。小家伙想的倒是挺好，可是这度假村的大床房可没有沙发给你睡啊。只是几女谁都没有主动开口给方墨解释。不知情的某人还幻想着今晚应该只是稍微暧昧一下，但绝对会风平浪静的一天。他绝对想不到，等待他的才是真正的狂风骤雨呢。就在这时，刚办完入住手续的宋玉狐疑的走了过来：“哇，方墨你才只有22啊，而且这个月你生日好像就要到了，咱们宁总打算怎么给老公过生日？”闻言，其余几人的视线也都落在了宁月兰身上。“我生日快到了吗？”方墨本人也是怔了一下，这才回过神来，跟林希涵在一起的这些年，他心里好像都忘掉生日这一档子事了。因为每一年快到林希涵生日的时候，方墨就要在女人的要求下提前准备良酒，提前3个月就要预定酒店，然后给他准备各种鲜花排场。光是这些忙前忙后，就花干了方墨几乎全部的生活费。他哪里还有心思考虑自己的生日？咱们宁总怎么不说话？我去，宁月兰，你不会不知道你老公生日是哪一天吧？就在这时，宋玉眼瞅着宁月兰半天没有说话，顿时惊讶地问道。吴家贝和郑容和也纷纷看向宁月兰。宁月兰昔日冷傲的俏脸突然就多了一抹尴尬，她没说话，不过充斥愧疚的眸子盯着方墨，主动伸出素手捏了捏青年的手掌。吴家贝眼瞅着宁月兰自从领证之后就天天秀恩爱，不知道有多妒忌，这一下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连忙冷哼一声：“啧，咱们宁总心也太大了吧，竟然连新婚老公的生日是哪一天都不知道。就这还说是自己暗恋了。”话还没说完，宁月兰捕捉到了暗恋这个关键词，女人吓了一跳，连忙踹了一脚吴家贝。这件事情她暂时还没打算告诉方墨，她想等到大婚之后再慢慢告诉青年的。吴家贝这彪悍娘们可是差点就把姐姐我老底接了。月兰姐，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出汗了？方墨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宁月兰，以往很少见到宁月兰如此失态，她可是一言九鼎的冰山女总裁，喜怒哀乐很少挂在脸上。宁月兰咳嗽一声：“哦，没事，这度假村1楼有些太闷热了。”吴家贝还没意识到是因为自己差点说错话，哼哼唧唧地抱怨道：“咋了？咱们宁大总裁天天秀恩爱的人，连老公生日是哪一天都不知道，还好意思迁怒我一个无辜的路人甲呀？”
方墨弟弟，姐姐我不是挑事的人，这是换我可忍不了，人家方墨弟弟人都是你的了，你居然不知道他的生日，这合适吗？闻言，宁月兰皱了皱柳眉，宋玉还以为女人会回怼两句，没想到宁月兰下一刻竟然认真的点了点头。的确是我疏忽了，领证的时候我也喝了点酒，没注意我们家老公的身份证日期。方墨，我们走。说着，宁月兰直接拉着方墨就朝外面走去。吴家贝三女皆是一愣，不是来泡温泉的吗？怎么突然就走了？哎，你干嘛去？宁月兰头也不回，清冷的声音淡淡传来，补偿我们家弟弟。月兰姐，我们就这样走了？那他们呢？咱们不是一起来的吗？就这样不管他们了吗？被宁月兰拽出了温泉度假村，方墨还有些懵逼，刚才开车可是开了好几个小时才到了这里，月兰姐怎么突然说走就走了？没想到刚一离开人潮密集处，宁月兰就猛地扭头，红着眼眶一把搂住方墨。对不起，突如其来的软香柔玉瞬间让方墨有些错愕，更多的还是因为宁月兰那句对不起。月兰姐这是怎么了？月兰姐，你为什么要道歉？宁月兰被齿咬了咬红唇，自己没有参与的过去，其实她都一直在关注着小家伙的成长，可是宁月兰却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连方墨的生日都忘记了。她并不是不知道，只是忘记了，好像是因为最近好事将近，终于得到了这个让她心心念念13年的男人，正因为终于能够名正言顺的和他在一起了，宁月兰反而是少了对方墨的关注。他以前的生日怎么过是他自己的生活，和他无关，可是现在他总算是有资格帮他庆祝生日了，他却忘了，以后你的生日姐姐都陪你过好不好？他以前只敢躲在暗处默默地关注着方墨的生活，生怕自己的突然闯入会打破青年的平静，可现在不一样，他有这个资格。好啊。方墨结结巴巴地张了张嘴。宁月兰嫣然一笑，既然你快到生日了，那姐姐就送你个礼物吧。啊？方墨还没反应过来，宁月兰就拽着自己上车。喜欢车吗？姐姐送你一台兰博基尼怎么样？怎么又是送我车啊？别闹了，月兰姐，其实我也不知道姐姐的生日啊。而且我们不是才开始试着相处，成为夫妻吗？如果月兰姐真的要给我礼物的话，那我希望月兰姐的礼物是……方墨顿了一下，有些害羞的看了一眼女人，一直喜欢我，不仅姐姐不想二婚，其实我也不想二婚。说这话的时候，方墨声音越来越小，不过安静的车厢，就算是一只蚊子嗡嗡的叫声都清晰可闻，更别提男人说话的声音。于是话音刚落，方墨突然就感觉嘴唇被堵住了，动了情的宁月兰竟然直接吻了上来。她没有像刚才那次一样闭着美眸，而是张着眼睛，两人脸贴脸，四目相对。方墨能够从宁月兰眼底看到浓浓的深情，一瞬间，方墨都有些恍惚。月兰姐对自己的喜欢似乎都有了时间的沉淀一般，这份喜欢厚重而浓郁，就像是从青涩穿越到了成熟的一支利剑，拥有着犹如美酒经过沉淀之后展露的甘甜醇厚。记得呼吸，下一刻，宁月兰提醒了一句，旋即伸出小舌，藕臂不自觉环住了方墨脖颈。第32不知道他的生日，第33人贩子。约莫10几分钟之后，两人才气喘吁吁地分开了彼此。方墨红着脸不住咳嗽，这女妖精是要把贫僧的舌头吞下去吗？肉眼可见，两人唇角都泛着光亮。宁总，我以为你会用实际行动补偿呢。就在这时，车厢外吴家贝又是敲了敲车窗。你们两个还不如到度假村楼上的房间里亲嘴呢，说不定还能发展下一步，在车里又干不了别的事情。你不说话，其实没有人会把你当成哑巴。宁月兰冷冷地瞥了一眼车厢外的吴家贝，这女人明显就是赤裸裸报复自己这2天频繁秀恩爱，所以故意跟过来搅和两人情绪的。行了，吴家贝少说两句，这会人都多起来了，我可不想跟一群陌生的臭男人一起泡温泉。说完这话，郑容和直接拽着吴家贝就朝度假村内走去。方墨偷偷瞄了一眼宁月兰，强势的女人耳根子还依旧通红。月兰姐，我们也去吧。不要礼物了吗？姐姐可是很想补偿你这些年缺席你生日欠下来的所有礼物呢。宁月兰怔了怔，欠？为什么要说欠？方墨轻笑一声，月兰姐不就是上天给我最大的礼物吗？倘若能够每天听到月兰姐跟我说晚安这2个字，我可能就很满足了。我的老婆可是将成2000万男人的梦呢。如果我是在做梦，我希望这场梦永远不要醒过来。呆子！宁月兰罕见从方墨口中听到情话，俏脸一红，一直都是自己在主动，还以为这小子不会这么快动情，没想到他竟然也会偶尔飙出来那么1-2句动人情话，而且刚好还能够戳中自己内心柔软处。等到两人再次回到度假村的时候，李浩文扫了一眼宁月兰和方墨潮红还未曾褪去的脸颊，揶揄地戳了戳方墨胳膊：“你小子刚才干啥去了？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少管。”方墨刮了李浩文一眼，旋即看了一眼宁月兰，突然扣住自己的修长玉手：“月兰姐，这里温泉真的像李浩文说的那么夸张吗？”宁月兰微微颔首：“差不多吧。反正之前宋玉在知道我是宁家继承人之前，一直都以此为傲，以此为傲。好像也的确是这样的。家里有个如此吸睛的温泉度假村，确实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李浩文要是没有夸大其词，宋玉姐靠着这度假村酒店就足以出门到处炫耀了。话说，月兰姐，你的朋友们以前不知道你是宁家继承人的事情吗？”方墨疑惑地看了一眼身侧撩人的宁月兰，他们又没问过，我干嘛主动自报家门？况且，这很值得炫耀吗？也就只有宋玉喜欢拿这种事情到处宣扬，你也清楚，姐姐我可是很低调的。宁月兰轻笑一声，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有一次，宋玉带同班同学们来这度假村，结果登记的时候，前台一看到我身份证号，立马过来跟我说：“宁小姐，你是我们 VIP 级别会员，
您可以享受独立总统套。宋玉当事人都傻了，装逼踢到了铁板，这可不得人傻了。宋玉姐当年怕是也想着在一众同学们面前小小的炫耀一波吧，谁知道竟然碰见了宁月兰这个天生自带俯瞰 buff 的大小姐。最关键的是，这位大小姐虽然性子清冷，可是没什么架子。行了，不跟你扯淡了，姐姐我先上去换衣服了，待会去温泉池088号，姐姐在那边等你。088号，月兰姐怎么连编号都记得一清二楚？咕噜。就在这时，旁边的李浩文突然哭丧着脸说道：“宁总这个装逼犯，088号可是整个度假村最奢华的私人温泉池啊，从来就未对外开放过。我之前看新闻说这温泉池被人买了下来，我还不信，今天我算是彻底相信了。宁总的咖位，想要在这里拥有一个私人浴池很难吗？果然还是格局小了。刚才李浩文还以为进了浴池有机会一睹2000万男同胞梦中情人的完美身材，现在才发现自己想的太多了。别哭了，再哭就不管你了。这小东西是不是饿了？去给他泡点奶粉。”就在这时，一道沙哑的嗓音落入了方墨耳中。方墨扭头朝着大厅另一个方向看去，宁月兰四女早就上楼了。此刻度假村大厅只有几个接待人员和李浩文，突如其来的声音格外刺耳。下一刻，方墨还听见了婴幼儿哭喊的动静。两个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的家伙抱着一个不情不愿地走到前台：“麻烦帮我接点水，先生，我们这里只有凉水。这个时间客人不多，所以还没有烧热水。”前台小姐为难地苦笑一声：“凉水就凉水呗，反正能冲开奶粉就行。”那男人毫不在意，还一把将奶瓶塞进了前台小姐手里。李浩文眼瞅着方墨皱着眉头看向那边，顿时拍了拍兄弟肩膀：“方墨，走啊，看什么呢？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啊。”李浩文怔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方墨便是默默地移动到了度假村大门口，悄悄堵住了出口。“两位先生，这个年纪的孩子好像还没有断奶吧？他需要的应该是母乳，给小孩喝奶粉是不是有些不太好？”母乳？其中一个男人眼瞅着有人多管闲事，顿时不悦皱眉：“他母亲不在这边，我们也是事出紧急，没办法，孩子肚子饿了，只能给孩子喝奶粉。怎么了？奶粉、凉水即便是冲开了，孩子也会喝得闹肚子。”方墨双眼一眯，似乎是跟对方杠起来了。身为孩子的家长，这点常识难道您不清楚吗？李浩文这一刻才觉察到了不对劲之处，他心间一颤，视线也是连忙看向男人怀中的孩子。那孩子粉面金雕玉琢，白白净净的小脸噙着不满，可爱的小嘴巴一张一合，稚嫩的哭腔就这样从声带传出。那男人只是拖着孩子后背，却没有用大臂垫在孩子脖梗处，小孩子的颈椎还没完全发育，如果抱小孩的姿势不对，就很容易给孩子落下病根。孩子哭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饿了，另一个就是因为被抱得不舒服。这小脸潮红的模样，明显是已经有些缺氧了。你不是孩子的家长对不对？后知后觉的李浩文终于也是大喊出声：“你们是人贩子！他们是人贩子！来人啊，这里有人贩子！”李浩文声音响起，整个度假村大厅所有注意力便是被他瞬间吸引。人贩子3个字几乎让每一个有责任的公民深恶痛绝，无数旅客和工作人员都是纷纷朝着这边围了上来。那两个人贩子可能都没想到会因为泡个奶粉露馅，两人皆是有些慌张。“小子，你不要信口开河，什么人贩子？这里哪有人贩子？那你倒是说孩子具体几个月大了，小孩的姓名叫什么？还有孩子有没有打预防结核病的天花疫苗？”方墨表现颇为冷静，炯炯有神的目光直勾勾盯着那两人。“打了，当然打了，你看这小家伙胳膊上还有打完疫苗留下来的痕迹。”那抱孩子的男人突然就激动了起来：“天花疫苗当然有打！”说着还拽开孩子胳膊给众人示意。有几个围观群众顿时一惊，还真是接种了疫苗，这个人连这些都清楚，难不成真是孩子家长？不过方墨见状却是冷笑一声：“不好意思，我国在1981年就停止给新生儿注射天花疫苗了，只有上一代人才会打这类型的疫苗。还有，再给你普及一下知识，天花疫苗可不是预防结核病的，现在新生儿出生3天内需要接种的是卡介苗，卡介苗同样也是从牛痘中提取，所以卡介苗也有预防天花的效果，但这是2种不同的东西。你根本就不是孩子的父亲！”轰！这话一出，全场震惊，就连李浩文都是一脸震撼地看向方墨，这小子居然连这么冷门的知识都知道。他之前也在父母的大臂上见过打疫苗留下来的疤痕，还以为跟自己出生时接种的东西一样呢。抓住他们，他们就是人贩子！方墨冲着旁边几个保安提醒一声，其实都不用他开口，一众保安都已经冲上来，打算将那2个家伙摁住了。正所谓贼不打3年自招，马脚露馅，2人不攻自破。一开始给孩子冲奶粉的家伙还想掏出一把蝴蝶刀反抗，结果刚跑到门口才发现方墨已经严阵以待，守住了大门。虽然我是一条细狗，但我只要能够坚持3秒的时间，其他人就会冲上来把你控制，所以我建议你够了，小子，去死吧！那名歹徒明显心思素质不行，此刻眼瞅着计划败露，恼羞成怒，更是记恨起了方墨，不仅没有后退，手中蝴蝶刀还径直朝着方墨喉咙处划去。李浩文大惊失色：“方墨，快退！”就在这时，方墨却是主动上前一步，眯着眼睛躲过蝴蝶刀攻势，旋即一拳打在歹徒下颌，对方惨叫一声，脑袋高高扬起，方墨便是抓住双肩一个膝顶，狠狠击中胸口。哼，完美 KO！ 我的建议其实是希望你老实一点，因为我虽然看上去很好欺负，可是对付普通人还是有那么点战斗力的呀。方墨拍拍手，周围先是经过短暂寂静，紧接着便是响起一阵热烈掌声。李浩文都是震惊的拍红了手掌：“你小子深藏不露啊！过奖，
方墨还打算浅浅装个逼，谁知道一阵香风就从背后传来，还不待方墨反应，一双玉手狠狠捏住了青年的耳朵。能耐了呀你，智斗歹徒！宁月兰紧紧贴着方墨背脊，要是你出了什么事，有没有考虑过姐姐我变成寡妇的后果？你这种心里没老婆的男人不能要，我要罚你今晚不许上床。话罢，宁月兰恶狠狠地咬了一口方墨耳朵。这下疼的青年疯狂倒吸凉气，方墨委屈巴巴地看了一眼月兰姐，你属狗的啊！第33人贩子，第34清习惯了，多谢诸位，多谢小兄弟见义勇为，小家伙可是我们家的祖宗，要是丢了，我媳妇儿能把我杀了。刚才就是在温泉泡澡的时候打了个瞌睡，没想到一醒来孩子就不见了。10几分钟后，一个裹着白色浴袍的青年站在方墨几人面前，感激涕零地表达谢意。方墨见状，感觉还挺有意思，这当爹的也真是心大，竟然能在泡温泉的时候把孩子一个人丢在旁边的婴儿车上打瞌睡。诸位要不留个联系方式，回头一起吃饭吧。那裹着浴袍的男人嘿嘿一笑，他相貌倒也不差，而且身上气质不凡，看样子应该也是哪家名门望族的子弟。宁月兰倒是摆了摆手，我建议你还是先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报备一下吧，吃饭的事情倒不重要，让家里保姆之类的快点过来把孩子接走送去医院吧。人贩子通常都会给孩子服用一些有安眠效果的药物，这些很伤身体的，如果不及时就医，后患无穷。听到这话，那男人也是猛地一拍后脑勺，是啊，吃饭都不要紧，关键是先送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状况。他这下都顾不上回房间换衣服了，穿着浴袍直接就朝着度假村外面的停车场跑去。诸位，那容我先行一步，咱们回头电话联系。听到这话，1楼的宁月兰和方墨面面相觑，两人皆是有些无语，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是该说这当爹的心大，还是爱子心切了。大哥，你倒是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啊，我他妈连你电话都没有，我拿意念跟你联系啊。方墨翻了个白眼，不过今天站出来见义勇为，方墨就没想过要什么报酬，这当爹的倒是个活宝，就是不知道孩子去医院会不会检查出别的问题。他心头为那小生命祈祷了一下。宁月兰瞥了一眼方墨，别以为干了一件好事我就会放过你，今晚我要让你好好给我抄写100遍宁家难得经。有这种东西吗？有，里面只有一句话，天大地大，老婆最大，自己慢慢感悟去吧。说完这话，宁月兰翻着白眼朝楼上走去，方墨眼瞅着形势不对，连忙信笑着跟在姐姐身后。月兰姐，你别生气啊，我不是没事吗？我爷爷说过，人贩子这种人就算是丢进监狱，那也是连小偷都鄙视的家伙，这种一点基本道德底线都没有的家伙能有什么本事？方墨眼瞅着月兰姐好像是真的生气了，始终对自己耍宝不为所动，又是连忙加快了脚步，刻意走到宁月兰前面，侧着半个脑袋扭头看向女人。姐姐，你就别生气了嘛，好不好？撒娇要是有用的话，还要亲亲干什么啊？方墨一愣，两人此刻已经进了电梯，安静的空间没有第三个人存在。宁月兰始终双臂抱胸，嘟着小脸，一副不高兴的模样。不过就算如此，宁月兰即便是生气的样子，也还是给人一种秀色可餐的感觉。快点，你还有1层楼的时间，出电梯之前哄不好我，今天下午我就不跟你说话了啊！这还要催啊？方墨硬着头皮凑近宁月兰，女人直接就闭上了双眸，吹弹可破的肌肤在电梯昏黄灯光下闪着诱人光泽。方墨心脏砰砰直跳，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亲吻女孩子。下一刻，方墨唇瓣轻轻在宁月兰俏脸上亲了一下，宁月兰这才红唇一勾，眼底闪过笑意。我都是你老婆了，亲脸怎么行？亲嘴。说着，女人藕臂直接环上了方墨的脖颈。叮咚，待着电梯门开的时候，外面等候的刚巧就是宋玉三女，以及眼瞅着形势不对率先上楼避难的李浩文。门开，只见电梯内一男一女正热烈的拥吻，青年肌肤像是被火烧了一样通红，直接红到了耳根子处。另一道修长倩影则是引导着青年随呼吸调整角度。4个人嘴巴皆是顷刻间张大，大到能够塞下一颗鸡蛋。有没有搞错？他俩怎么在电梯里都直接开始了？这波直接屠龙刀，一刀999暴击啊！我们干嘛要担心他俩还跑到电梯口？这不是找虐吗？求求宁总，方墨，你们俩做个人吧，不然我都要忍不住开始渴望甜甜的恋爱了。李浩文哭丧着脸。闻言，宁月兰和方墨才缓缓分开。方墨比起之前倒是自然了很多，搁谁1天之内3次接吻，结果都被人撞见，也都该习惯成自然了呀。哼！宁月兰傲娇的刮了一眼3位闺蜜，一句话没说就拉着方墨朝着走廊尽头走去。那边是宁月兰自己的独立温泉池，宁月兰上学的时候就是这地方的大客户，平时压力大就会来这里泡一泡放松身体。他俩会不会还要蜻蜓戏水吧？李浩文盯着2人背影，脑补了一个有些涩涩的画面。听到这话，吴家贝突然娇媚一笑，要不我们也试试？嫂子，别这样，我今天生理期。啥？旁边宋玉以及郑荣和文言皆是笑得花枝乱颤。一个大老爷们说自己生理期了可还行？泡温泉的时候，宁月兰那个浴池和方墨完全分开，两个人就在不同的池子里，也没机会再亲亲了。虽然偶尔回头便能够看到女人衣着单薄的娇躯，但是方墨还是压抑住了内心火热，全身心放松，脑海中倒是不自主浮现出今天两人几次接吻的画面。月兰姐的唇好软，好香，她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女人柔情似水时的红唇，只觉得轻轻的时候，月兰姐紧紧贴在身上，整个人都快要融入自己体内了似的。时间不知不觉缓缓过去，方墨跟宁月兰泡了澡，就打算去吃点东西。这边是度假村，并不仅仅只是温泉酒店，所以提供自助餐。两人换好了衣服，又朝着下面走去。可能是因为今天几次肌肤之亲的缘故，关系再度质的飞跃，所以就连出门他俩牵手时的动作都变得自然流畅了许多。
月兰，一会我们打算去 barbecue 吃点烤肉，喝点小酒，你要不要一起？自助烤肉。眼瞅着宋玉也是满脸潮红，头发湿漉漉的走了过来，方墨连忙眼观鼻关心。宁月兰嗔怪的瞪了一眼宋玉，似乎是在恼火女人怎么都没把自己收拾干净就跑来了。不过注意到方墨低头羞涩的模样，宁月兰又是心满意足的笑了笑。小家伙这时候倒是懂得非礼勿视，喝点小酒，顺便聊会天呗，不然泡个澡直接就休息了多无聊。第34亲习惯了，第35不带这样耍赖皮的啊。宋玉又是再度发出邀请。宁月兰思索了一下，拽了拽方墨手掌，弟弟去不去？方墨想了想，这会才8点多，如果光是自己和月兰姐单独吃完饭，想来也才9点出头。长夜漫漫旁边还有个软香柔玉，谁能睡得着呀？走吧，那就去浅浅吃一点。宋玉这才笑着带路。宁月兰一路上都和方墨手牵着手，有几个熟客撞见宁总，也是热情的打了个招呼。咦，宁总，好久没见啊。您好，宁总身边这是你堂弟吗？长得还挺秀气。的确，方墨泡了一下午温泉，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中被熏了一下午，原本就白嫩的脸庞更是蒙上一丝红晕，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大男孩一样。不知情的人把他误会成宁月兰堂弟也情有可原。宁月兰却没有遮遮掩掩二人的关系，每碰到一个人都会落落大方的跟对方介绍方墨，这是我老公。老公，宁总竟然结婚了？诸位此类的对话，来往一路上都碰到了不下于3次了。姐姐以前经常来这里吗？快到露天烧烤的地方了，方墨才困惑的冲着宁月兰问了一嘴。闻言，女人轻笑一声，算是很经常吧，不然的话，姐姐也不至于成为这里的超级 VIP 啊。话罢，宁月兰看了一眼方墨，突然凑近青年耳朵边上，怎么了？是害怕姐姐跟别人一起来泡过温泉？没有。方墨老脸顿时一红，连忙疯狂摆手。不过事实上他心里还真就是这么想的，毕竟他以前从未走进过月兰姐的生活，所以对女人有什么爱好一无所知。女人喜欢泡澡，就跟男人喜欢洗脚一样，让方墨不能理解。除非说这度假村被月兰姐金屋藏娇了，方墨心中愤愤不差的想到。不过转念想，方墨又是自顾自摇了摇头，我在怀疑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她可是宁月兰啊，这么多年连一点绯闻都没有的御姐女总裁，如果真想要做些什么，瞒得住媒体，还瞒得住李浩文这个吃瓜第一线的朝阳区群众吗？我靠，你们两个好慢，走个100米的路，磨磨唧唧能让你们走出马拉松的感觉。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宋玉突然冲着两人竖了个中指，你们就算是想要温存，今晚不也有的是时间，咱们就不能一块好好的聊会天吗？坐在露天烧烤摊上的吴家贝几人也是翻着白眼，眼瞅着自己和月兰姐似乎引起了公愤，方墨这才悻悻地摸着鼻尖干咳了一声，抱歉啊，几位姐姐。郑容和咂了咂舌，看人家方墨弟弟多会说话，我们认识宁月兰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在他口中听到过抱歉这2个字。宁月兰除了对方墨，在外人面前永远都是一副高冷冰山的样子，他压根就没搭理郑容和的吐槽，拽着方墨随意在桌子跟前坐下。这会天气不太冷，几人又围绕着火炉，夜色下炉火将大家的面庞照耀得红彤彤。宁月兰身上刚沐浴过的体香不断传来，方墨本来泡温泉就有些飘飘然，这下更是闻着闻到心猿意马了起来。吃点什么？不用跟我客气。宋玉将菜单递给大家人手一份。郑容和哼唧一声，谁会跟你客气啊？这地方本来就是在你家。吴家贝无所谓的摆摆手，吃什么随便。不过今天既然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刚好月兰今晚也不用提前回家，她老公就在跟前，咱们喝点酒吧。几女喊大家坐过来的时候正有此意，眼瞅着桌上没有一个人拒绝提议，吴家贝直接喊来服务生，麻烦帮我们报1箱啤酒，多少？1箱？方墨瞪大眼睛，喝得完吗？我们才几个人啊？宁月兰似乎读出了方墨眼底的困惑，笑着说道，你可别小看他们几个，吴家贝那是江城有名的夜店小公主，郑容和家里本身的产业也跟酒文化有关，基本就可以把她当成是泡在酒缸子里长大的。至于宋玉，她要是不想醉，基本跟谁都不可能把她喝多。姐姐我嘛，平时应酬也不少，你看江城媒体什么时候传出过我的绯闻？这倒也是，宁月兰位高权重，酒局肯定少不了，可连一丝空穴来风的绯闻都没有，足以说明女人酒量也不一般，合着桌上就我跟李浩文2个小趴菜啊。下一刻，宁月兰低着眼眸翻阅菜单，他们几个酒量都很好，1箱只是他们的量，你还是看看你和李浩文自己2个人能喝多少吧。那就给我俩一人拿1瓶吧，说好的浅浅喝一点。方墨还记得自己是因为什么才跟月兰姐走到了一起，现在当着宁月兰的面提及喝酒2个字，方墨都有种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上次喝多，自己拉着月兰姐领了证，天知道再喝多一次，自己还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事情。要是再随便拽个人领证，那他可就犯了重婚罪了。好在姐姐在旁边看着，应该浅浅的少喝一点也没事。我靠，你们2个大老爷们一人才吃喝1瓶啊！吴家贝听到这话，顿时不乐意了。我们玩游戏喝酒很快的，分分钟就1、2瓶。行了，方墨要是喝不了，我替他喝。宁月兰摆摆手，他可是见过方墨喝多之后耍酒疯模样的，我们家弟弟要是喝多了疯起来，今天在场的可没一个能拦住。听到这话，吴家贝3年皆是露出一副困惑神色，他们并不清楚宁月兰闪婚背后的真相，只有李浩文抿着嘴憋笑了2声。月兰姐，不是说好不提了吗？方墨黑着脸看了看宁月兰，女人这才掩着玉口咯咯娇笑2声，好，姐姐不提了。全江城其余男人要是喝多了之后拽着御姐女总裁领了证，不知道该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只有方墨这小子一脸得了便宜还卖乖，把这当成黑历史。很快烤肉就上来了，五花肉、厚切牛肉、
和牛，各种顶级食材琳琅满目，众人皆是没有跟宋玉客气，抄起筷子大快朵颐。弟弟，尝尝这个。宁月兰全程跟个小保姆似的给方墨烤肉，搞得青年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吴家贝在一旁看得眼红妒忌，酸溜溜的说道：啧，某人忙活了半天，自己一口都没吃，光顾着给别人烤肉了。宁月兰，你这身材也不用减肥啊，怎么爱上当保姆的感觉了？听到这话，宁月兰不咸不淡的抬了抬眼皮子，不是，我不太喜欢在上面吃太多，我怕吐我们家弟弟一脸。更何况回去之后，我们家弟弟也可以下面给我吃什么面？房间里有面也没锅。吴家贝手中动作一顿，突然愣住。方墨已经率先疯狂的咳嗽了起来，嗨，好家伙，月兰姐是怎么做到用最平静的表情开最昏黄腔的呀？其余三女也是脸色一红，轻啐了一口宁月兰这已婚少妇口无遮拦，吃的差不多了。吴家贝提议玩游戏，咱们就玩你有我没有吧。你有我没有？方墨怔了一下，其实他这些年很少去酒场，包括骰子游戏他都还没学明白呢。吴家贝嘿嘿一笑，论起酒桌游戏，这种时候他是有绝对话语权的。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大家每人竖起5根手指头，我们每人说一个自己干过的，下来看谁的手指头最多，最多的人就要喝酒。光是听规则的确还挺简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方墨此刻心中却突然闪过一抹不祥预感，因为吴家贝看向自己和宁月兰的目光充斥着不怀好意，显然是吴家贝恼火两人一天下来都在秀恩爱的行为，打算借机在酒桌上报复回来了。规则大家都听明白了吧？吴家贝狡黠的瞥了一眼几人，那我们就开始了。我先说，我没有结婚。啥？没有结婚？还可以这么说吗？吴家贝、宋玉、郑容和、李浩文4人皆是笑哈哈的放下了一根手指头，在场结婚的就方墨和宁月兰这对夫妻。宁月兰美眸一眯，下一刻轮到宋玉，宋玉也是咧嘴坏笑一声，我没有喜欢的人。噗，尼玛，针对，这他妈就是赤裸裸的针对啊！桌上几人又是放下了手指头，轮到郑容湖了。方墨不由得紧张了起来，只见郑容和咂了咂舌，告我说了吧，我喜欢的人不在这个酒桌上，真好。他们4个这样针对，妥妥就是打算让方墨和宁月兰这对夫妻喝酒啊。不过方墨刚苦笑一声，宁月兰就冷哼道，我可以生孩子。此刻酒桌上，李浩文、宋玉、吴家贝几人都只剩2根手指头了，而宁月兰和方墨却还有5根手指头。不出意外的话，最后喝酒的肯定是他们俩。结果宁月兰这话一出，方墨和李浩文瞬间瞪大眼睛。李浩文脱口而出一句，宁总还是您狠啊，献祭老公。这波宁月兰自己放下了1根手指，她就只剩4根了，其余3女则是只剩了1根手指头。方墨和李浩文2个男同胞肯定是完成不了宁月兰所说内容，不过这样一来，最后一个喝酒的人不出意外就是方墨了。方墨张着无辜的大眼睛看了一眼身旁抿着红唇风情万种的女人，哭丧着脸，月兰姐不带你这样耍赖皮的啊，第35不带这样耍赖皮的啊，第36 3年生俩，咋了？姐姐可以给你生孩子，这不是事实吗？方墨哼唧一声，月兰姐，这可是你逼我，你不仁我不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你想跑？没门！方墨愤愤不差的道，我不能生孩子。哗！吴家贝已经兴奋起来，眼瞅着这对小夫妻终于内讧，吴家贝唇角勾起一抹奸计得逞的笑意。宁月兰也没想到小家伙报复心理这么强，哭笑不得的看了一眼方墨，待会姐姐不帮你喝酒了。哼！方墨愤愤不平的刮了一眼宁月兰，不帮就不帮，而且还是姐姐你先献祭我的。这下局面变成了除了方墨夫妻2人，其余人皆是只剩1根手指头了。压轴的问题来到了李浩文这里，他清了清嗓子，正欲开口，谁知道宁月兰突然瞪了他一眼，不准说什么针对性的问题，不然今晚我就取消和李氏集团的合作，咱们宁总玩个游戏怎么还急眼了呢？旁边吴家贝几人都是有些哭笑不得，没想到堂堂御姐女总裁宁月兰竟然也会有这种罕见的小孩子一面。认识这么多年，他们甚至都没见过宁月兰这副耍无赖的神色，想来也是因为他旁边的那个青年，所以宁月兰才会有这些改变的吧。那就李浩文擦了一把额头冷汗，我不写小说，啪！方墨气急败坏的一拍桌子，李浩文，你这死叛徒，说好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呢？狗东西，这不是妥妥地针对我吗？李浩文眼瞅着方墨愤怒神色，也是苦笑一声，你们家宁总嘴上说着不准问针对性问题，桌下都快用华伦天奴的高跟鞋把我脚趾头踩烂了，我要是再不明白您总是什么意思就出轨了。方少，这都得怪你们家月兰姐啊，谁让你们月兰姐先耍无赖献祭了老公，不然的话最后高低还能有一个人陪你喝酒的。吴家贝看热闹不嫌事大，嬉皮笑脸的挑拨离间。方墨气鼓鼓的看了一眼宁月兰，谁知道女人竟然毫无悔色，俏脸噙着玩味。怎么了？咱们家弟弟生气了？哼！方墨端起桌子上的扎啤杯，咕噜噜一口猛灌了下去。扎啤杯这一杯就是1瓶啤酒的量，600多毫升直接灌进肚子里。方墨瞬间就感觉一阵腹胀，啤酒上头没那么快，他就是觉得很晕。啧，你们家弟弟这酒量也不差啊。吴家贝坏笑一声，那我们继续。这个游戏对于夫妻2人完全就不公平，尤其是他俩在第1轮之后还不齐心协力的情况下，几乎每一轮下来，不是方墨喝酒，就是宁月兰喝酒，一箱酒很快就干完了。宋玉3女实际上连2瓶都没喝到，其余的全都进了方墨和宁月兰的肚子。方墨不着痕迹的松了松裤腰带，脸上一副艰难神色，打了几个酒嗝。娘的，啤酒这玩意实在是太胀肚子了。他扭头朝着宁月兰看了一眼，
可能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月兰姐精致白皙的俏脸上也蒙上了一圈红晕，风情万种，娇媚动人。不过女人神色依旧跟往常一样平静，完全看不出来灌了一肚子啤酒。宁月兰甚至就连喝啤酒时的动作都很优雅，玉手轻轻捏着啤酒杯把手，然后将玻璃杯口送到唇边，也没有咕噜噜吞咽的声音，但杯中的啤酒就肉眼可见减少。她难道不胀肚子吗？方墨苦笑一声，宁月兰表情压根看不出来女人是哐哐猛灌了好几轮，跟自己一样起码喝了3、4瓶的样子。方墨视线不自觉下移，盯着宁月兰平坦的小腹，她肚子上甚至连一丝赘肉都没有。方墨上次给她送丝袜的时候，偶然间见过宁月兰完美的小肚囊，就这 A4 腰里面能装一个多大的胃？世界第9大未解之谜，宁月兰喝的酒都去哪了？方墨挠了挠后脑勺，可能也是酒精作祟，他心中有了疑惑，竟然就敢抬手直接朝着宁月兰肚子摸了过去。宁月兰都是被方墨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你干嘛？方墨脸色涨红，皱着眉头说道。奇怪，月兰姐肚子里的酒都装到哪里去了？这话一出，宁月兰顿时俏脸一红，旁边宋玉吉女也是瞪大眼睛，诧异的看向方墨，这小子不是瘦吗？什么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下敢这么主动的调戏宁月兰了？下一刻，方墨不知道是脑子进了酒精还是犯了浑，抬手就欲解开宁月兰的腰带。她穿的这件小西装内衬腰带一旦散开，里面可是真空的。宁月兰这才俏脸带着薄怒，狠狠拍了一下方墨手掌，都怪你们几个，这下把我们家小家伙干高了，1米8的大高个。你们知道之前我把他送回家有多艰难吗？吴家贝他们才不管宁月兰有多困难，几人皆是幸灾乐祸的模样，巴不得看方墨笑话呢。宁月兰恶狠狠地拽着方墨胳膊，走啦，跟姐姐去睡觉。我没喝多。方墨打了个酒嗝，醉醺醺的模样让桌上几人都有些忍俊不禁。李浩文搭把手把他搬上去。说完这话，宁月兰刮了一眼吉女，回头再跟你们几个算账。宁总，我们这可是帮你啊，都说酒后乱性，你们家小弟弟明显是个内敛性子，要是不喝多了，你哪里有机会啊？是不是？吴家贝坏笑一声，听到这话，宋玉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说不定新婚夜那天你都不一定能够变成女人呢，我真是谢谢你们啊。宁月兰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吴家贝还在后面拱火，嬉皮笑脸的道，宁总好事成双，喜欢今晚一发入魂，到时候你们3年生俩呀。宁月兰滚，第36 3年生俩，第37丢死人了。李浩文好歹还有把子力气，再加上方墨身材匀称，也算不上臃肿，所以李浩文一个人基本就能把方墨扛回房间。这一路上神志不清有些迷糊的方墨都在支支吾吾，不过他声音太小了，宁月兰和李浩文2人都没搭理青年。送到088号温泉池包厢的门口处，宁月兰就摆了摆手，示意李浩文可以走了。他自己从李浩文肩膀上挽过方墨，宁月兰纤细的腰肢都是忍不住一沉。好家伙，弟弟什么时候这么胖了？滚开，别碰我，我有喜欢的人了。可能是迷迷糊糊闻到了香水味，浑浑噩噩的方墨突然就变得暴躁了起来，张牙舞爪的晃了晃脑袋。宁月兰闻言，若有所思的靠近青年，你喜欢的人是谁？您家大小姐。听到这话，宁月兰心头一甜，你不要碰我，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不可以对不起月兰姐，不然她会伤心的。宁月兰突然想要逗弄一下这个小家伙，有没有可能你们家月兰姐压根就不喜欢你？话音一落，宁月兰只觉得方墨手掌恶狠狠地朝着自己扑来，吓得女人连忙后退一步，嚯，还生气了。小家伙还真是容易破防，他要是再晚1秒钟没能躲开，就该被方墨把脸蛋抓花了。胡说，月兰姐如果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她要是不喜欢我，难道会跟我领证吗？月兰姐喜欢我。说完这话，方墨晕得更厉害了，宁月兰都得2只手用力才能拖着青年保持平衡，不至于让方墨一头栽倒在地。小家伙还不算是太笨吗？原来是能够感受到我喜欢他的。下一刻，宁月兰推开房门，一把将方墨撇在了床上。方墨整个人摆出一个大字形，脸颊通红，手掌不安分的在扯他身上的衣服，可能是因为躺着的关系，衣服有些紧巴巴的勒着，让他呼吸不畅。宁月兰连忙上前帮忙，再让方墨继续生拉硬拽2下，他自己身上的衬衫就要报废了。我喜欢月兰姐，可我好喜欢月兰姐，月兰姐如果真的不喜欢我怎么办？就在这时，床上的方墨焦急地喊了一声。闻言，宁月兰笑眯眯地说道，不会的，你们家月兰姐也很喜欢你，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喜欢你，而且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偷偷地喜欢了你很多年了，只是她一直不敢闯入你的生活，生怕打扰到你罢了。话罢，宁月兰解开方墨衣服上的扣子，青年听到上一句话好不容易老实了一些，感受到空调冷风一吹，方墨又是一把抓住宁月兰素手，睁着朦胧的眼睛看向女人，四目相对，空气仿佛都安静了下来。方墨闭着眼睛，突然就呼吸急促了起来，不准碰我，我不能对不起月兰姐。推搡间，宁月兰的不小心摔倒，直接压在了方墨身上，这下青年鼻息满是御姐成熟的醉人体香，他一下子就清醒了很多。你是月兰姐？姐姐，我喜欢你。方墨呼出的全是酒气，炽热的酒味打在宁月兰脸上，女人俏脸再度通红了一下。不过还不待她反应，宁月兰突然感觉一双滚烫的大手就钻进了后背的衣服中，她美眸一凛，紧接着贝齿紧咬红唇，你个小坏蛋，喝多了竟然还有不老实的本能，果然这就是男人。想着，红唇直接印上了方墨的双唇。房间中的2人气氛越发旖旎，昏暗的灯光下似乎只剩下了属于青年脱衣服的稀稀疏疏声。就在方墨褪去宁月兰最后一块遮羞布的那一刻，突然一抹触目惊醒的红色从床单流淌而出，
方墨见到这抹混合着血腥味的红色，酒气几乎是消散大半。与此同时，躺在床上的宁月兰也感觉到了一点不对劲之处。下一刻，女人低头看去，脸色瞬间红的宛如能够滴出血来，俏脸滚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该死，早不来，晚不来，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了？哗啦啦，方墨站在浴室，任由冷冰冰的从头顶花洒流淌全身，他甚至连衣服都没脱，心头和生理上的一丝燥热随着凉水逐渐被带走。方墨这才猛地喘了好几口粗气。我刚跟月兰姐竟然都进行到了那一步。方墨眼神闪烁着一抹失落，要是再进一步，我们可就成真正的夫妻了啊！我今天差一点就没能把持住。月兰姐会生气吗？她会不会对我很失望？方墨记不清宁月兰当时是一副什么反应了，只记得看到那一抹映红色之后，他就酒醒大半，连忙冲进浴室开始洗澡。方墨心中忐忑地想着，也不知道今天之后月兰姐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是个趁人之危的伪君子，跟我离婚呢？想到离婚，方墨胸口就犹如堵了一块大石头，闷闷不乐。他哪里知道，此刻的宁月兰其实比他更尴尬。浴室外面，宁月兰被齿紧咬红唇，红着俏脸处理贴身衣物，丢脸。他这辈子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丢人过。方墨枪杆子都举起来了，结果最后竟然是他宁月兰还没上战场就内部出了问题。早不来，晚本来，偏偏今天这个时候你来了。宁月兰气鼓鼓的跺了跺脚，恨不得把怨气全部发泄到那双价值不菲的华伦天奴高跟鞋上。映红色的血迹不仅侵染了他的底裤，还弄得到处都是，就连床单和被子上也有着那么一抹挥之不去的大红色，血腥味相当浓郁。就在这时，浴室内门锁嘎噔一声传来动静，宁月兰大惊失色，先别出来。浴室内的方墨被吓了一跳，连忙又是重新锁好了房门，只是他心跳更快了。月兰姐吼我了，这还是宁月兰跟他在一起之后第一次吼他。方墨有些委屈，又有些恐惧。以前从李浩文口中听过，冷艳冰山女总裁宁月兰本就是生人勿近的性子，可方墨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因为从小到大，两人每次见面，宁月兰对他好像始终都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模样。直到刚才，才头一次听见宁月兰带着情绪跟自己说话，他是不是想离婚了？那我该怎么办？方墨纠结地坐在马桶上，一脸惆怅。另一边，宁月兰先是换上姨妈巾，又忍着腹痛开始风卷残云，收拾床上的狼藉。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些东西可不想被别人看见。只是突如其来的大姨妈几乎是剥夺了宁月兰70%的体力，光是将床单扯下来，女人就累得一头汗水了。该死，总不能让方墨在厕所待一晚上吧？他刚想将被子叠好，突然浴室大门迅速被人推开，满脸惭愧的方墨在宁月兰目瞪口呆的表情中走了出来。不是让你别出来吗？宁月兰俏脸一红，连忙用衣服挡住床单上的鲜血。闻言，方墨咬了咬牙，月兰姐，我们可不可以不离婚？啥？听到这话，宁月兰愣住了。什么鬼？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她黛眉微蹙。你从哪里看出来姐姐想跟你离婚了？方墨心头嘎噔一声，月兰姐没有正面回答我，果然是生气了。月兰姐，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轻薄你，我不应该非礼你，以后不会了，可不可以不离婚？我不想跟姐姐离婚。方墨像是一个犯错的小孩一样，低着脑袋，神情沮丧。闻言，宁月兰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小东西脑子里一天天装的都是什么？怎么一碰到事情就以为自己是要跟他离婚呢？月兰姐，你原谅我好不好？宁月兰见到方墨这副模样，早就心软了，更何况她压根就没生气啊。即便是生气，也跟人家方墨没半毛钱关系。她是恼火自己大姨妈来的不是时候。宁月兰正准备出声，突然一阵强烈的腹痛传来，疼得她额头冷汗直冒。宁月兰只觉得头晕目眩，眼冒金星，就像是有人狠狠踹了一脚自己肚子似的。没有算好日期，今天喝了冰啤酒，又吃了海鲜，不疼就见鬼了。方墨这下也是注意到了宁月兰的不对劲之处。月兰姐，你怎么了？没事。宁月兰声音中都蒙上了一丝虚脱，不过为了快速支开青年，她只好借坡下驴撅了撅红唇。想要让姐姐原谅你也很简单，你去给我买点止痛药，我大姨妈来了。止痛药？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吗？我现在就去。姐姐，你还要什么吗？宁月兰虚弱地靠在床边，双手捂着小腹。你不会自己去看看啊？疼女孩子都要姐姐教你，真是笨死了。虽然是在苛责，可那语气还是数不尽的温柔。方墨松了口气，起码月兰姐没有提离婚的事情。转念一想，方墨又是自责的，恨不得扇自己2巴掌。是啊，疼老婆都要姐姐教我，那她还要我干什么？月兰姐不知道自己生日都会难过的给她道歉，可她方墨连月兰姐来月经的日子都不清楚，自己有什么资格当她的老公？方墨连忙拿起外套，月兰姐，你在这里等我一会，我下去给你买药。说完这话，方墨就旋风一般冲向门外。宁月兰盯着青年离去的背影，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又羞又气的看了一眼床单上醒目红晕，小手捶了捶床，丢死人了。第37丢死人了。第38卸下伪装。方墨下了楼之后，刚巧就撞见了李浩文几人。说实话，他其实很少跟李浩文喝酒，所以压根不知道兄弟酒量如何。不过眼瞅着李浩文连战3轮，就算是此刻除了脸色有些通红，脚步都没有丝毫虚浮，方墨也能够看出来，李浩文的酒量绝对是远在自己之上的。另外3女状态也都差不多，几人这一场喝的都是微醺，就方墨一个小趴才断片了。他们见到方墨还有些疑惑，咦，你跟咱们宁大总裁完事了？喝了酒之后不是会麻痹神经，时间应该会比正常时候更长吗？你小子这么快啊？李浩文笑眯眯的开了个玩笑。方墨老脸一红，狂翻白眼，
要不是因为这小子和月兰姐的几位朋友动不动张口闭口开黄腔，让自己心猿意马，他也不至于在酒精作祟的情况下对月兰姐做那种事情啊。还说，方墨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李浩文，月兰姐差点就要跟我离婚了。方墨直到此刻都没意识到，刚才宁月兰俏脸通红的逼他留在卫生间，并不是因为生气，而是生怕方墨看到床单上的狼藉。离婚。听到这两个字，吴家贝三女皆是机灵灵打了个寒战。这怎么可能？他们可是清楚宁月兰为了眼前这个小家伙舍弃了多少青年才俊。宁月兰可是暗恋了方墨13年啊，怎么可能跟他离婚？宋玉看了一眼吴家贝，张了张嘴试探道：不会是因为今天咱们玩酒桌游戏的时候挑拨离间太过了，月兰生气了吧？靠，宁月兰心眼什么时候这么小了？吴家贝也是错愕的挠挠后脑勺，今天就他挑拨的最欢，要是两人真因为一些酒桌游戏就分手了，吴家贝绝对会内疚自责死。李浩文本想拉住方墨多问几句，结果青年撂下一句回头再聊，就朝着度假村外面小跑了出去。吴家贝几女放心不下，连忙朝着088号房间走去。至于李浩文，则是一个人拿着房卡上了另一层楼。虽然吴家贝极力要求李浩文晚上和自己探讨案情，至于会不会讨论到一半开始打扑克，都还是被宋玉三女打消了他做坏事的想法。笑话，才刚跟人家认识了24小时不到就同床共枕。李文翰能气的今晚从坟墓里爬出来，把这小浪蹄子掐死。宁月兰见到三女的时候，整个人都懵逼了。你们怎么来了？吴家贝耸耸肩，开门见山。我们自然是为了挽救你濒临离婚边缘危机的婚姻而来。你和你们家小老公吵架了？啥？什么濒临离婚边缘危机？还有，我啥时候跟方墨吵架了？穿着睡衣的宁月兰顿时一愣，皱着柳眉摇摇头，没有啊。你们在说什么屁话？眼瞅着宁月兰否定，宋玉眼尖，发现宁月兰额前青丝因为沾满汗水的缘故贴在头皮上，发丝显得略微有些凌乱，再加上女人此刻都有些呼吸不畅，宋玉直接心头笃定，两人刚才8成肯定是吵架了。我们还不了解你吗？宋玉笑着打趣道，咱们宁总这脾气一旦上来，就是石头牛都拽不动，是不是因为方墨在玩游戏的时候没让着你，所以生气了？我们刚才都撞见方墨了。听到这话，宁月兰更懵逼了，撞见方墨了，然后呢？难道是弟弟给你们说我俩吵架了不成？这不纯扯淡吗？方墨从来都不是那种信口开河的性格，他没事瞎说什么。方墨人呢？宁月兰看了一眼三女身后，吴家贝摇了摇头，下楼去买东西了，也没说去买啥，反正火急火燎的，说说吧，为什么吵架？听到这话，宁月兰无奈扶额，她大概也猜到了三女为什么会深夜造访自己这里了。真没吵架，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俩都差点同房了，没事吵什么架？和和睦睦的夫妻关系不香吗？还是说我宁月兰看上去很像小肚鸡肠的人？我是因为大姨妈来了，身体不舒服，让方墨下去给我买药了，所以他才碰见你们火急火燎。至于什么离婚，什么吵架，都是空穴来风。你们听谁说的？大姨妈？这下三女全部呆住了，不是因为吵架。看到宁月兰双手捂着小腹，脸色有些不自然的苍白，宋玉这才猛地瞪大眼睛。这么说你满头大汗，不是因为吵架气的，是因为疼的？废话，你试试喝了冰啤酒吃了海鲜之后，凑巧撞上来姨妈的日子。宁月兰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瞪了一眼宋玉，不是吵架，真是大姨妈。三女这下都是有些同情起了这对小夫妻。宁月兰这个大姨妈来的时间倒也是凑巧，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就在两人即将办事的时候来了，这不是故意捣乱吗？既然来了也别闲着，刚才可把我肝大坏了，方墨裤子都脱了，结果我给弄得一床单都是血，我都没脸见他了，立马把他赶到了淋浴室。宁月兰长舒一口气，没搭理三女错愕的神色。你们来了，顺便搭把手，帮帮忙将这些东西全部给我处理了，切记，可千万不能让方墨看见，不然我以后还怎么直面他？眼瞅着宁月兰这位女强人罕见露出一副柔弱神色，三女皆是微微一愣，认识这么多年，他们还以为宁月兰是钢铁侠呢，以往可从未见过女人这般窘迫的神态。吴家贝咂了咂舌，真搞不懂你了。宁月兰怔了怔，下一刻吴家贝说道，来大姨妈是女孩子正常的生理现象，这有什么丢人呢？就算是弄得一屋子狼藉，如果是喜欢你的人，不仅不会嫌弃，甚至还会心疼啊，你又何必一个人忍着腹痛，还火急火燎的收拾那些烂摊子？今天可不正是你给你们家弟弟展现柔弱一面的机会吗？宁月兰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宋玉也是接过话茬，是啊，其实这一点我是站在吴家贝这里的。你们家弟弟为了给你买止痛药，都强忍9一大半夜跑出去给你买药，说明他骨子里也是个温柔的人。他既然喜欢你，自然也不会在意你说的那些。不过感情上的事情，我们说了什么不算，你自己看着处理吧。我觉得就算是被你们家弟弟看到了也没什么。说完这话，宋玉耸耸肩，还有啊，这回都大半夜换被褥的话，要么的让你们家方墨自己去2楼库房取东西，要么就只能等到早晨8点半服务员上班这个点，你就算是把脏被褥拆下来，也没人过来给你换啊。听到这话，宁月兰顿时一惊，不过宋玉已经拉着吴家贝几人离去了。凌晨还有雨呢，你和你们家弟弟总不能什么都不干，两个人穿着衣服在床上睡觉吧？你到时候等方墨回来跟他商量一下，实在不行让他把被褥拆下来反过来套上去用。话罢，宋玉直接领着另外2女扬长而去。宁月兰红着俏脸，怔怔不知所措。此刻的女人卸下了往日伪装自己的女强人面具，光是这1个小时之内，脸红的次数都要超过以往寻常时候1年了。她扭头看了一眼房间中床上的血迹，俏脸再度闪过羞愤。其实我今天也准备将自己交给弟弟的，偏偏这个时候扫兴，真是第38卸下伪装，
第39救人一命，方墨可不知道宁月兰的实际想法，他只觉得是大姨妈保护了月兰姐，不然天知道今天自己会干出多么过分的事情。倘若真的和月兰姐同房，他不情不愿，明天自己会不会就彻底失去了月兰姐了呀？您好，有没有姨妈巾？还有女孩子来生理期能够缓解疼痛的药物，布洛芬之类的药有吗？方墨进了药店，第一时间就苦笑出声，他这辈子都没买过女孩子的生理用品，林希涵跟他连亲嘴都没亲过，更别提跟他捅破纸窗户了。所以方墨和他在一起这些年，连人家生理期都不知道。布洛芬有，其他的基本都卖完了。红糖粉要不要？自己拿回去冲一下，泡点红糖水喝喝。药店的柜姐见到方墨就清楚是什么情况，他们也是女人，自然清楚大半夜能够跑出来买姨妈巾的男孩，多半都是女朋友突然来月经了。方墨连忙点头，那行，给我拿一盒红糖粉，再来一盒布洛芬，其他能够缓解月经疼痛的你也给我拿点。话音刚落，突然外面传来一道沉闷的急促声响。您好，有没有止痛药？只见一个约莫1米9的壮汉走了进来，他身材魁梧，刚一进药店就带给人满满压迫感，就连方墨都是缩了缩脑袋，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人形铁塔，活脱脱亚洲泰森啊！听到这话，柜姐无奈摊了摊手，不好意思，先生您来晚了，我们最后一盒布洛芬已经卖掉了，现在没有止痛药了，没有了。可我跑了3条街才看到你们这家店啊！壮汉明显有些着急，是谁买走了？他多久之前离开的？朝着哪个方向？我想跟他交易。闻言，柜姐视线落在了刚刚收起付款码的方墨身上，那壮汉目光也是投射而来。方墨顿时感觉背脊发凉，手中收起手机的动作都是微微一顿。哈，大哥，都什么年代了，不至于为了一盒止痛药削我一顿吧？兄弟，我这里有人受伤了，急需止痛药。壮汉咬了咬牙，你出个价，多少钱都可以。这不是钱的问题啊，如果没带回去止痛药，我老婆还会疼得死去活来呢。方墨皱了皱眉，大哥，要不我分你一半？不行。壮汉拒绝的倒是相当果决，这一盒我都要了，尼玛，老子分你一半你还不同意？方墨瞪大眼睛，我可不是在跟你商量，老子是好心分你一半。方墨皱了皱眉头，大哥，我这边也很需要止痛药啊，一盒都给你，我怎么用？听到这话，大汉咬着牙犹豫了一下，兄弟，如果实在不行，那我只能给你说声抱歉，这盒药我要明抢了，因为我真的很需要。说着，壮汉身上倾泻而下一股磅礴气势，方墨都是被吓了一跳，后退2步。法治社会，这年头竟然还真会有人为了一盒药大打出手不成？这也太夸张了吧！不过方墨心中也在权衡，真要动手，自己打不打得过对方，8成是打不过吧。方墨压根就没想过要听对方的要求，将一盒止痛药让出去，全给你了。我们家月兰姐怎么办？先生，这跟前其实也有别的药店。柜姐眼瞅着形势不对，连忙劝慰了一句。不过那大汉却是摇摇头，这附近方圆5公里我都跑完了，全部卖空了，只有你们家还有最后一盒，这最后一盒止痛药我势在必得。说完，大汉看向方墨，小兄弟，要不你跟我出来一下？我靠，我还跟你出去？你当我傻逼呀？给你一个线下单杀我的机会。方墨双手交叉胸口，警惕地看着对方，达咩，你别怕，我不会对你做什么，只是有些事情不方便说出来，我的家人如果没有止痛药很可能会出事，所以大汉眼眶突然一红，拜托了。方墨有些异动，大汉又是看向柜姐，这样吧，如果他5分钟之内没有回来，你就报警可以吗？这些药品先放你这里，给我5分钟时间说明情况。说着，大汉不由分说拽走方墨，眼瞅着放在柜台上的药品，大汉一个没动，方墨更加困惑，这家伙的目标不就是止痛药吗？他要是想要明抢，完全可以直接把东西拿出去啊。这样想来，大汉起码还愿意跟自己讲道理掰扯，在如此焦急的情况下，没有被冲昏头脑，他说的话多了几分可信度，对方应该也不至于对自己不利。一念至此，方墨宽心3分。大哥，就5分钟时间啊，我老婆也需要这些止痛药的，也相当着急。听到这话，大汉沉默刹那，出了药店就冲着方墨眼眶通红的解释道，我爱人难产大出血，我们没有麻醉类药剂，再加上我爱人对麻醉类药物过敏，生孩子全过程基本是硬抗，如果没有止痛药辅助，他可能真会有生命危险。啥玩意？难产？生小孩？轰！方墨顿时慌了神，五雷轰顶。生孩子，那不是应该医院都做好了万全之策的准备工作吗？何必还需要家属大半夜跑出来购买止痛药？情况有些复杂，兄弟，我们是偷渡到华夏的，我们不是本土人。我老婆现在真的难产大出血，如果你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你去产房看看，大可不必。产房血雨腥风，你邀请我观摩，真的合适吗？最关键的是，网上不是都说男人看了女性的生产画面会终身阳痿吗？你让我看这个，大哥，你居心叵测啊！我好心跟你唠嗑，你想让我不举？方墨心中各种念头划过，不过大汉已经焦急地打开了手机，兄弟，这是我偷渡过来的传票，这是我在大陆使用的假身份证，你明天甚至都可以去举报我是黑户。算了。就在这时，方墨突然长舒了一口气，生孩子是一位母亲，她肚子里的也是一条人命，他们是什么身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一个决定可能会影响一条人命。那盒止痛药，你给我1片就行，剩下的你全部拿走吧。大汉一愣，方墨耸了耸肩说道，我从小就是个很憨的人，所以啊，让我判断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有些难度，不过倘若是真的，我倒反而希望是假的，倘若是假的，我会很庆幸是假的，因为没人会面临生命危险。拿去吧，月兰姐，
对不起了，花爸。方墨心中闪过歉意，径直走进药店，将那盒止痛药全部拿了出来，留下一颗起码月兰姐坚持到天亮没问题了。他自嘲一笑，对自己老婆这么苛刻也是没谁了。你可能不知道，我老婆正在跟我闹离婚呢。要是今天表现不好，说不定我就彻底失去她了。不过我还是觉得人命关天。方墨将剩下一板子药丸递给男人，他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说的这话，并没有任何恃宠骄的意思。方墨骨子里还是太善良了。其实他不知道，宁月兰所看重的，其实就是方墨骨子中这让人动容的大善至简。大汉也是这么刹那，眼底多了一丝感动。兄弟大恩，许某铭记于心。倘若母子平安，今生做牛做马，我都会报答兄弟的恩情。快去吧。说罢，方墨径直朝着度假村方向跑去。大汉盯着青年离去的背影良久，似乎是为了将方墨身形彻底刻在脑海一般。直到方墨消失在路口的转角处，大汉才深深冲着青年一鞠躬。第39救人一命，第40我才不离婚。方墨回到度假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大半个钟头。上了楼，直到抬手敲门的瞬间，方墨心中都略微有些忐忑。他根本平复不下来自己的心绪，因为不知道月兰姐这回看到自己会是什么态度。都说女人生气的时候不能让她一个人独处，不然她就会胡思乱想。月兰姐刚才是不是生气了？应该是真生气了吧。方墨咬了咬牙，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也怪他色胆包天。明明说好只是试着相处培养一下感情，这才短短1周的时间，怎么就没控制住自己精虫上脑了呢？月兰姐，我回来了。咚咚咚，抬手敲了敲房门。宁月兰似乎是一直等在房门口。方墨刚一敲门，房门就被打开了。从月兰姐脸上看不出女人的喜怒，只是方墨还是明显感受到此刻的宁月兰状态跟平时相比有些不对，面如金纸，脸色苍白，甚至白天还嫩的能够挤出水来的皮肤，这回竟然都有些暗沉。方墨吓了一跳，青年眉宇间自责之意更加浓郁，都是因为自己刚才的莽撞行为，才会让月兰姐受惊变成这副模样吧。月兰姐，我错了，我不该对你有非分之想，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对我很失望，你要是真的生气就骂我吧，实在不消气打我也行。此刻的青年就像是一个犯错的小学生，低着脑袋头也不敢抬。宁月兰见状却是愣住了，这呆子在说什么呢？可是姐姐没有生气啊。下一刻，女人撅了撅红唇，白天还粉嫩的阴唇没有一点血色，虚弱的模样更加激起方墨保护欲和自责。方墨咬了咬嘴，只觉得宁月兰无非是在安慰自己。月兰姐，你是不是想跟我离婚了？宁月兰再度一愣，哈？方墨委屈巴巴的抬头，是不是因为对我太失望了，所以彻底不想要我了？一个女人只有在不爱你的时候，才会对你最平静，任何喜怒哀乐都不必再给你展现，因为她觉得没必要。说难听点，其实就是你不配了。方墨眼里，此刻的宁月兰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宁月兰愣了好半晌，才默不作声对着方墨伸出一只纤细玉手。方墨刚愣了刹那，宁月兰便是猛地一拽青年，呆子，姐姐上午才说过不想二婚，你难道忘了吗？你不是我气了？方墨感受着软香柔玉在怀，顿时心脏砰砰狂跳，我压根就没生气啊。宁月兰一翻白眼，揪了揪方墨耳朵，离婚这2个字，以后我都不想看到在你嘴里出现了。倘若真有一天我们离婚，那也绝对不是你的问题，一定是姐姐自己得了绝症。那时候我可能会为了不想拖累你，所以才会离开你。除此之外，山无陵，天地合，不可与君绝。最后一句话，宁月兰逐字逐句，几乎是咬着牙挤出来的。方墨只觉得喷吐在自己脸上的不仅有炽热的鼻息，还有属于宁月兰的浓烈爱意。他不安分的心瞬间平静了下来。他此刻虽然不知道未来如何，但能够绝对肯定一件事，月兰姐真的很喜欢自己。下一刻，宁月兰突然娇躯一软，好在方墨搂着她，没让女人和地面接触。不过她吓了一大跳，月兰姐，你怎么了？没力气了。宁月兰羞愤欲绝的咬了咬红唇，最后还是无奈的吐出一句，又露出来了，露出来，啥玩意？血！方墨这才骤然回神，月兰姐还来着大姨妈呢。虽然她没有过同房的经验，但女人来姨妈第一天会痛得死去活来，这一点方墨还是清楚的。止痛药和姨妈巾你买了吗？宁月兰有些虚弱的抬头看向方墨，她连忙点了点头，旋即又苦笑着摇了摇头。姨妈巾是有，我不知道你喜欢用什么种类的，所以每一种的都买了一个。止痛药，方墨犹豫了一下，在药店碰到了一个大哥，他说他老婆难产，那是他跑遍周边5个药店的最后一盒止痛药，我只取走了1颗，剩下的全给他了。对不起，月兰姐，我知道这么做没考虑你的感受，但我……方墨咬了咬嘴唇，神色自责又痛苦。我就是见不得人间疾苦。他觉得自己真是一朵白莲花，心中明明担忧月兰姐会不会因为他的莽撞行为跟自己离婚，竟然还会将最后的止痛药拱手相让。天知道那大哥讲的是不是真话啊？不过听到这话，宁月兰先是一愣，旋即轻笑一声，还是跟小时候一个样子，小时候一个样子。方墨还没回神，宁月兰就亲吻了一下方墨面颊。你干了一件对的事情，这有什么好自责的？姨妈巾给我，我先去换一下，你要不在外面等等我？方墨闻言顿时一怔，话题跳跃性是不是有些太快了？宁月兰也不想这么快就去厕所换姨妈巾，但自己现在实在是太难受了，要是再不换一条，怕是裤子都得被鲜血染透。宁月兰刚钻进卫生间，方墨就犹豫地看向房间中唯一的烧水壶，泡红糖水肯定需要热水，月兰姐都来大姨妈了，总不能还让女人喝冰的吧？他刚走进房间，就闻到一股浓郁血腥味。方墨还在困惑的时候，厕所宁月兰似乎是听到了房间中动静，焦急的声音传了出来：别走进去，就在门口等我，我们一会换一个酒店，第40我才不离婚。
第41姐姐可以帮你。此刻的声音说不出的慌张，对方莫来说还是头一次听到宁月兰用这种似乎可以称之为娇羞的语调跟自己说话。待了半晌之后，宁月兰走出卫生间，第一眼没见到方莫，她心脏猛地紧缩了一下。弟弟，没人回应，宁月兰也罕见的慌张了起来。我靠，弟弟不会还是进房间了吧？明明位高权重，平日里在公司甚至一言九鼎，可此刻女人心理素质强大的心脏也不禁砰砰直跳了起来。下一刻，她打开灯，房间中方莫正端着一杯红糖水，疯狂吹气，有点烫。月兰姐，你一会再喝吧。听到这话，宁月兰先是一愣，旋即羞愤怒道：“不是让你别进房间吗？”方莫罕见意味深长的高冷了起来。为什么？宁月兰顿了顿，羞得俏脸通红。因为我来大姨妈了呀，血弄得整个床上到处都是。你别忙活了，姐姐待会带你换一个地方住，换一个地方住。不用，我觉得这里挺好的。方莫摇了摇头，昏黄的灯光落在青年白皙的脸庞上，他轻轻晃动了一下搅和杯子的勺子，旋即端起冒着热气的红糖水，尝尝，应该不是很烫了。月兰姐，弟弟。宁月兰怔了一下，俏脸莫名有些通红，这还是方莫头一次。尝尝吧，月兰姐，你怕烫吗？眼瞅着宁月兰怔怔看向自己，默不作声，方莫轻笑道：“我帮你试试。”下一刻，方莫将被子端在嘴边，嘴唇轻轻抿了一口，亲自测试一下红糖水的温度，还好能喝下去。一念至此，方莫一边吹着热气，一边将杯子递给宁月兰。宁月兰心中还是惦记着床上的一片狼藉，倘若今天两人真的坦诚相见也就算了，可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自己却来了大姨妈。她贝齿紧咬红唇，总觉得心里十分膈应。我们还是换个地方睡觉吧。闻言，方莫没有说话，只是很执着地将杯子递到宁月兰嘴边。宁月兰几次想要呵斥，最终盯着那张自己喜欢了13年、从小看到大的脸，还是没能说出口，乖乖地捧着杯子，将一杯暖洋洋的红糖水喝了下去。方莫脸上顿时闪过满意笑意。我好多了，走吧，我们换个地方休息。宁月兰试探了一句，不过方莫却是笑了笑。姐姐，我去洗杯子。小混蛋，又转移话题是不是？宁月兰跺了跺玉足，走吧，你总不能一直待在这个房间里。而且杯子明天也会有服务员过来收拾的。听到这话，方莫却是突然靠近女人，在宁月兰错愕的目光中，一把将女人抱了起来。大半夜去哪呀？而且姐姐身体都这么不舒服了，我们还跑什么？我不想折腾姐姐。宁月兰没了往日里女强人的姿态，红着俏脸，怔怔的在青年怀中盯着他，嗫嚅出声。可是脏，听到那句不想折腾姐姐，宁月兰承认自己不可否认的心动了。可是让她继续跟喜欢的人待在这种环境里，她还是有些不适应。脏。方莫困惑地看了一眼女人，宁月兰红着来脸指了指床单，脏了。在他看来，被喜欢的人看见那片狼藉，似乎是一种很丢脸的事情。肉眼可见，宁月兰俏脸红到了耳根子，就算是脸上没有多少血色，可那娇躯却是滚烫无比。闻言，方莫却是笑了笑，床单反一面套上也能用，今晚就先这样凑合着，把被子盖上睡觉吧。脏啊，你不嫌弃姐姐吗？宁月兰脸色更加通红，盯着方莫嗫嚅出声。要是被其他人看到这副模样，怕是一个个都得惊掉下巴。什么时候高高在上的冰山女总裁宁月兰竟然会露出这副小女儿家的神色啊？不嫌弃啊？方莫轻笑一声，他这会也是彻底弄明白了。起初月兰姐会红着脸呵斥自己，让他进厕所待着出去买药，其实目的无非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支开方莫，不希望方莫看到床上的狼狈一幕。可是方莫是谁？是他宁月兰的老公啊。于情于理，今天这种特殊的日子，方莫都应该要好好照顾他才是。床单让我来换吧，你还是稍稍回避。宁月兰挣扎着想要从方莫怀中起身，不过却被青年执意摁住了胳膊。不用，照顾老婆本身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况且姐姐今天不舒服，那就让我来照顾你吧。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待着吧，我来。说着，方莫将宁月兰放在床上，给女人抽来枕头垫在身后，让她这个姿势能更舒服一些。宁月兰躺在床上盯着他，不算英俊，但就是出奇清秀，甚至不顾一切俘获自己芳心的那张面孔，顿时扑哧一声傻笑出来。被自己喜欢的人照顾，让他心里暖暖的。方莫见状，悻悻地摸了摸鼻尖，还以为是什么动作弄得宁月兰不舒服了。怎么了？姐姐，没事，就是感觉我们家小老公这个角度看过去还挺帅气的，照顾老婆不是天经地义吗？这也要夸呀？方莫挠了挠后脑勺，月兰姐，吃完药是不是能舒服一些啊？宁月兰笑眯眯的点了点头。女人的脸色的确恢复了不少。其实她刚才面如金纸的原因无非就2点，更多还是因为内心彷徨紧张，生怕被方莫看到自己弄得一床狼藉，心理上的情绪再度加深了生理上的不适。那个，今天是不是有些扫兴？就在这时，宁月兰突然嗫嚅着低声道。闻言，方莫先是一愣，旋即才明白过来宁月兰说的扫兴是什么意思。青年顿时脸色涨红，咳嗽一声，没有啊，月兰姐，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要是憋着不舒服，一定要对我说啊，姐姐可以帮你。啥？宁月兰指了指方莫裤裆的位置，这一暗示吓得方莫一蹦3尺高。姐姐别闹，我还要照顾你呢。方莫苦笑一声。而且月兰姐，你怎么脑子里尽是这种事情啊？你就不能想点别的吗？想啊，姐姐在想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家方莫生一个胖儿子。宁月兰一撅红唇，柔情似水的看了一眼方莫。女人此刻半靠床头，不知道是不是故意，雪白香肩若隐若现，疯狂刺激着方莫的视角感官。好不容易看他虚弱了一会，怎么又开始了？第41姐姐可以帮你。第42方莫另一个身份。宁月兰虽然口花花的在调戏方莫，
不过可能还是因为来了大姨妈身体不舒服，再加上方墨离开房间的那段时间，忙前忙后收拾床单被褥，着实是给女人累坏了。待得方墨又烧好一壶热水，想要让女人泡个脚放松一下的时候，宁月兰都已经沉沉的睡下了。见状，方墨咂了咂舌，盯着她明媚的睡颜，心脏不可遏制的跳动了一下。月兰姐实在是好美啊，哪怕是脸色略微有些憔悴，可依旧掩盖不住她的风华绝代。注意到宁月兰还穿着薄凉的丝袜，方墨想了想，还是伸手轻轻帮她将过膝的丝袜脱了下来，丢在一旁。丝袜美腿的触感极好，方墨难免有些心猿意马。饶是他自诩忍耐力过人，都紧张的流了满头大汗，生怕自己动作幅度太大，让女人梦中惊醒。好在听着身侧的均匀呼吸声，方墨松了口气。女生来大姨妈多半是因为宫寒导致的腹痛，还是得让月兰姐泡泡脚暖和一下身子。一念至此，方墨轻轻将那白皙的2条笔直玉腿轻轻放进洗脚盆。宁月兰的小脚温凉，触感像是上好的璞玉，方墨一时间都有些爱不释手，没忍住差点把玩起来。不过转眼间他就给了自己一巴掌，我他妈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娘的，我可不想被月兰姐当成变态啊！下一刻，将那匀称的小脚放进了水盆中，方墨才一屁股坐在地上，擦了擦额头汗水。跟月兰姐这样的绝色美人独处一个房间，还真是一种煎熬啊！脑海中想起白天2人的3次接吻，方墨自己都有种做梦般的感觉。他视线也是不自觉落在了宁月兰饱满的香唇上，红润光洁，柔软甘甜，吹弹可破的肌肤，精致五官，全将成2000万男人的梦，竟然是我方墨的老婆，还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啊！就在这时，方墨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掏出一看，没动静啊。那身上嗡嗡作响，方墨猛地一拍后脑勺，仿佛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是从外套内置的隐蔽口袋中掏出了另一部手机。果然，传出动静的是这部电话。奇怪，他们怎么给我打电话了？恐怕就连一直悄悄关注方墨生活的宁月兰都没想到，自己的小老公竟然还有第2部电话。下一刻，方墨蹑手蹑脚地推开房门走了出去，神神秘秘地看了一眼周围没有监控，这才接通。喂，不是说了吗？平时不要随便联系我，出什么事情了？头儿，您上次在组织群里发的你要结婚了。方墨耸耸肩，脸上没了平日的内敛，反而是多了一抹深邃。他刻意压低了一下嗓音，组织的事情以后就交给你们了，我是打算隐退了，毕竟你们那种生活还是不太适合我，尤其是动不动大半夜就要把我拽起来拯救华夏，我又不是什么神仙，也没有义务继续维持虚拟世界的安全啊。听到这话，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如果被宁月兰见到此刻方墨的表情，女人不知道该有多惊讶了。她恐怕做梦也没想到方墨还有其他身份瞒着自己。没错，方墨还有另一个身份，在暗网当中，他的代号为征，这个代号几乎可以说是华夏虚拟世界的神，一代传奇。无论是有境外势力想要黑客入侵华夏银行窃取富豪客户名单，还是一些诈骗团伙想要靠着各种信息差在华夏捞金，这些家伙都会在行迹败露之后被征轻轻松松的在现实世界揪出来。征凭借着强大的黑客技术，不知道在虚拟世界拯救了多少次华夏，也是征这位定海神针的存在，让境外骇客团伙闻风丧胆，不敢对华夏虚拟世界的交易有任何想法。头，出事了，你得帮我们，因为这一次不仅关乎华夏外汇稳定，还有成百上千的富豪家庭。什么鬼？方墨愣了一下，这还是头一次听到手下用这么严肃的语气跟自己汇报工作，发生什么事情了？电话那头声音苦涩，华夏银行的一笔交易中被境外黑客盯上，对方靠着交易源代码不知道怎么操作，竟然破解了华夏银行的防火墙，窃取了数字货币信息，短短几分钟时间，华夏银行就损失千亿。而且这些家伙相当谨慎，利用境外钱庄洗钱，数字货币变成外汇进入了成百上千个银行账户，这些钱凭借我们的技术根本无从追踪，如果你不出手，可能明天就会陆陆续续有华夏的顶尖富豪破产，而且华夏币会疯狂贬值。头儿，这是一场真正的血雨腥风啊！京城5大家连明函都发你邮箱了，你没看到吗？嘶！听到这话，方墨都是忍不住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一次事情这么大，华夏银行的防火墙竟然被人破解了？怎么可能？华夏银行的防火墙程序可是我写的呀，每年都有更新换代和升级，你们是怎么进行维护的？它怎么会被破解呢？方墨皱着眉头问出了一个最大的疑惑。那个境外势力利用伪装账号，在华夏银行的交易栏中化身成了交易所某个大客户的形象，华夏银行的柜台专员也没想到这是一个钓鱼账号，对账之后，对方就利用这一笔账单破解了我们的源代码。方墨一拍额头，还真是把伪装账号这一点给忘了，自己辛辛苦苦设计的程序竟然还有这么一层天大漏洞。这样想想，还真是方墨自己疏忽了。也就是说，对方团伙在黑客技术上不一定牛逼，但确实相当狡猾。方墨猛地深吸了一口气，那个交易账号先发给我，算了，发到我手机上吧。方墨话到一半才想起来，为什么没看见5大家给自己的联名函？他电脑都被林希涵这个蠢女人摔坏了。方墨拿什么看去？我试试能不能从无序账号里找到一些能定位 IP 的蛛丝马迹。好的，头儿，我们的人都在江城，这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城市。您要是打算加入这次行为，我们可不可以请求您现实里见一面啊？毕竟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噗！方墨差点一口老血喷出，啥玩意？你们都在江城？没错，虽然方墨是组织首脑，可实际上他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顶尖黑客高手根本没见过面，给他打电话的人属于华夏安全部，算是一个独立的技术组织。他们自称龙组，
当然这个组织的人可都不是自愿进来的，其中大部分因为黑到了一些不该进去的防火墙和超级计算机，被发现锁定了 IP。方墨14岁就展现出了过人的黑客天赋，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某次好奇顺手黑了华夏某台超级计算机，虽然黑进去了，但超级计算机在被方墨的代码彻底控制之前，也是锁定了青年的 IP。那一天，方墨家里直接来了10几号黑衣人，小伙子，你黑超级计算机是打算发射核弹，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吗？穿着中山装的军部高层满脸严肃地盯着他。说实话，那时候方墨的年纪几乎引起了在场所有大佬的震撼，一个年仅10几岁的小屁孩黑了超级计算机，简直能让清北无数计算机天才汗颜啊！因为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法律，你也知道你的一个好奇，一旦误触操作，会造成多么恐怖的后果吧？那一天，穿着中山装的5星上将递了一份合同过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加入我们赎罪，为华夏暗潮涌动的网络世界作证，算是偿还你今日的莽撞行为，直到你成年之后；要么这辈子都别碰电脑，乖乖坐牢。我他妈有的选吗？方墨当时心中万千草泥马奔腾，于是乎，在几位华夏各界顶级大佬的注视下，14岁的方墨签下附带各种霸王条款的劳动合同，龙组正式成立。第42方墨另一个身份，第43出事了。头儿，你在听吗？组织很多成员都想一窥您的风采，反正这一次任务之后您就隐退了，就让我们见见您吧。电话里的声音再度拉回了方墨注意力，方墨深吸了一口气，见面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啊，先把这次麻烦解决了。电话那头有些失望，急吼吼地说道：您不知道，组织很多人都怀疑您是一个40-50岁的老妖怪呢，不然怎么会在黑客一道有这么高深的造诣？40-50的老妖怪，一个个都是听过自己声音的，竟然会以为自己年龄这么大，特么都是聋子吗？听不出自己声音中的稚嫩吗？方墨气得脸色涨红，我去他妈，不扯淡了，赶紧把东西发给我。哦对了，下周我才能加入行动，因为我这周要结婚。先挂了。平复了一下心情，方墨直接挂断了电话。他还是不太想让很多人知道自己就是龙组传说中那位征的真实身份，毕竟征不仅在黑客世界享有盛誉，在暗网也是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可怕存在，恨不得征死无全尸的仇家多如牛毛。这些年，方墨不知道坏了多少人好事，在暗网杀手排行榜里，征这位黑客之王几乎是一直稳居悬赏榜榜首，他的悬赏金价也在逐年递涨。如果暴露身份，说不定就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危险。娘的，老子不仅给华夏白白打工，还分币工资没有，就这一碰到什么紧要事情还得求助我，合同工也不是这么用的呀。方墨气鼓鼓地吐槽了一句，顺便打开手机登录了邮箱。果不其然，邮箱直接99加，5大家的联名函在最上方，下来就是华国官方的请求书。这一次闹的动静还真是不小啊。下一刻，方墨突然怔了一下，等等，月兰姐他们公司的股票暴跌，不会就跟华夏银行被窃取大额数字货币、华夏币疯狂贬值有关吧？应该会有一些联系，不过龙组全体成员都在江城，倒是有些麻烦啊。前段时间为了隐退，我好像是放出过消息，扬言自己要结婚了。倘若跟月兰姐举行婚礼，会不会被有心之人注意到啊？应该不会吧，毕竟谁能想到鼎鼎有名的征竟然只是一个20多岁出头的毛头小子。一念至此，方墨紧蹙的眉头缓缓舒展开来，又是换上平时的和蔼神色，钻进了房间照顾月兰姐去了。另一边，江城国安局办公室当中，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超级大佬在房间中焦急踱步。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他几乎是没任何犹豫，迅速冲到电话跟前接通。是我，怎么样？征同意了吗？他愿意加入组织这次行动。听到这话，中山装大佬猛地长舒一口气，太好了，虽然外汇出去的那些数字货币还没有流入资本市场被使用，但保险起见，你们的行动还得尽快，毕竟谁也不敢肯定什么时候这些丧心病狂的疯子会再度转移资金。听到这话，出乎中山装男人的预料，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片刻。尽快的话，应该也许不太行，因为征说暂时手头上还有点事情，得下周才能加入行动。什么？中山装大佬怔了一下，下一刻皱着眉头，强压心头怒火。征没意识到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吗？什么事情能比这次任务更重要？嗨，他说是结婚。不，中山装大佬捏着电话的手抖了抖，额头上青筋一跳，脸色一阵青红交替，愣是半晌说不出去一句话来。婚姻大事，好像对于作为公民的征个人来说，还真是要比行动更重要一些。方墨简单的看了一下手机上的资料，从这些已知的信息里也分析不出来太多有用的线索。一念至此，就转头进了房间。刚好一通电话的时间，月兰姐的洗脚水都快要凉了，她要给姐姐换洗脚水去。宁月兰睡觉很老实，今晚女人睡得也很安稳。方墨自己都忘了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不过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床上，身上还盖着一张毯子，能够听到厕所里宁月兰小声打电话的动静。他揉了揉惺忪睡眼，伸了个懒腰，似乎是听到了房间中的动静。宁月兰直接挂断了电话，出了卫生间。你醒了？我看你昨晚直接趴在我旁边就睡着了，外面下了雨，你也不知道盖一条毯子就不怕感冒啊？宁月兰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吃了止痛药，又喝了红糖水，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女人今天的气色明显好多了，她身上穿着干净的白色衬衫，不过并不是职场 OL 的穿搭风格，而是将最上面的2个扣子敞开，从倒数第2个扣子将单边的衬衣塞进了裤子里。明明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衬衫，就这样被宁月兰穿出了时尚的御姐味道，想来是让公司下属给自己送过来的，不然昨天是出紧急，度假村包厢中除了贴身衣物，
其他的东西基本都换不了。光是在喜欢的人面前被看到狼狈一面，宁月兰都羞愤欲绝。倘若让她穿着脏衣服回家，女人怕是得膈应死。方墨揉了揉眼眶，没事的。月兰姐，你怎么样？好点了吗？宁月兰轻笑一声，谢谢老公。老公两个字一出，方墨面颊再度肉眼可见的通红了起来。女人夹着嗓子，用甜美嗓音珠圆玉润的吐出这两个字，就像是有无穷诱惑力。方墨都是感觉一股邪火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连忙转移话题：月兰姐，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我看你电话一直响，从宁月兰出卫生间到现在才不过几十秒的时间，她手机上来电提醒就没停过。方墨又不是瞎子。宁月兰被齿轻咬了一下红唇，没事的，一些小问题。咚咚咚，话音刚落，突然房门就被人敲响，门开，吴家贝几女皆是满脸焦急之色的钻了进来。宁月兰，大事不好了，你看新闻了吗？你们公司今天开盘之后，股价直线暴跌，我听说是有人黑进了你们公司的资料库，导致大量客户和员工个人信息外泄，是不是真的啊？宁月兰闻言怔了一下，消息传递的速度这么快的吗？第43出事了，第44陈凯歌的主意。一旁由此也可见宁氏集团的庞大规模，要是宁氏集团的服务器被攻击，泄露了很多重要资料，这可不是小事啊。似乎是觉察到了方墨担忧神色，宁月兰伸手轻轻握了握小家伙，别担心，现在我们的技术正在抢救网站，但短时间内想要抢修回来够呛，问题不大。难道你还不相信姐姐我的实力吗？的确，宁氏集团财力恐怖，拥有一些顶尖的技术运营也不是难题。不过方墨还是想要力所能及的尽力帮忙。月兰姐，你待会是不是要回公司一趟？还用问吗？都出这种事情，身为董事长的宁月兰肯定得回去主持大局啊。眼瞅着宁月兰美眸闪烁狐疑的点了点头，方墨自告奋勇，我也跟你一块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帮到姐姐吧。方墨，你就别给你们家老婆添乱了，她这回估计都一筹莫展。宁氏集团那么多海归精英设计的防火墙，就这样被攻破，宁月兰回去可有的忙了。吴家贝摇摇头，你去了只能是分他心。宋玉几人也是附和着点了点头。不过宁月兰从心底不想打击方墨，更何况被弟弟照顾了一晚上，女人头一次有些迷上了这种感觉。女子本弱，无论外界有再多标签，那都是宁月兰的伪装。作为一个女人，她的天性自然也是希望有人依靠。没事的，既然你有这份心，那就一起吧。宁月兰红唇勾起一抹浅笑。对了，姐姐今天还给准备了一个惊喜，刚巧也带我们家小老公去宁氏集团的公司溜达溜达，给同事们介绍一下我们老公。说完这话，宁月兰拿上车钥匙，冲着宋玉几人告辞离去。宋玉几人见状，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你就宠着他吧。另一边，到了车子跟前，方墨主动要走了车钥匙，坐进驾驶位。你身体不舒服，我来开车吧。月兰姐，昨晚你都没好好休息，在车上也可以稍微歇一会。听到这话，宁月兰心头一暖，哟，睡了一觉还学会心疼人了。方墨脸一红，悻悻一笑，打开了导航，一路朝着宁氏集团赶去。度假村到宁氏集团有些距离，路上方墨开车四平八稳，生怕剧烈摇晃影响女人休息。宁月兰上了车之后，果不其然，也是靠在座椅上沉沉的睡着了。人是铁，饭是钢，月兰姐也会累的。注意到宁月兰即便是在睡梦中也依旧紧蹙的眉头，方墨有些心疼。女人这副模样，明显是有心事还没消化，什么人闲的没事攻击月兰姐一个合法正规的商人呢？到了宁氏集团大厦，方墨叫醒月兰姐，女人眉宇间有着一抹疲惫挥之不去。来大姨妈本来身体就不舒服，更何况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情，让女人没法休息。方墨打从心底有些心疼女人。上了楼，一路上来往员工都在焦急地跟宁月兰汇报情况。女人自从进了公司，恢复了昔日清冷的神色。技术部正在抢修，不过对方很狡猾，使用的木马病毒根本就无迹可寻，除非有黑客高手帮忙，不然的话，凭借我们公司内训技术，恐怕短时间内稳定不住局面。秘书看了一眼宁月兰身边的方墨，要是寻常时候，说不定这位崇拜宁总的小秘书都要开始八卦起来了。不过这回显然形势不对。闻言，宁月兰压着情绪，轻手轻点，损失如何？有300多位客户的资料被泄露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公司虽然第一时间封锁了消息，但这件事还是登上了江城实时新闻的热搜，网上舆论一面倒，都说我们宁氏集团没有保护好客户资料，跟我们做生意有天大风险。秘书苦笑一声，光是这半个小时，公关部都接到了上百通来问责的客户电话了。听到这话，饶是以宁月兰的心境都是神色一变，300名客户的资料泄露，这绝对算得上是灾难。如果不好好处理，说不定宁氏集团就会彻底损失这300名客户。宁总来了，宁总！不断有人注意到宁月兰身形，主动上前汇报，无一例外，几乎都是坏消息。宁月兰脸色直线下沉，走到技术部门口的时候，宁月兰原本打算让方墨稍微休息一下，没想到青年却是摇了摇头，月兰姐不用管我，我就跟在你旁边随便看看，行吧？宁月兰这会也确实顾不上方墨，径直推开技术部大门，只见其中10几台计算机面前都围满了人，每个人都脸色凝重的疯狂在电脑上操作，手指头快要戳冒烟了，疯狂敲击代码。张主任，现在情况如何？宁月兰找到一个谢顶的中年男人，沉声问道。宁总，闻言，那地中海男人也是咬着牙，脸色难看的说道，其实客户名单泄露现在已经不是最麻烦的事情了，是宁氏旗下7、8个项目的企划书也丢失了，如果对方目的是砸我们招牌，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他们就是为了这些项目来的，为了项目而来。方墨朝着几个敲击键盘的程序员瞥了一眼，不愧是高级工程师，基本上对于网站维护和修复方面的技术没得说，可他们想要起作用的有个前提，
那就是对方主动放弃继续攻击宁氏集团的内部资料，不然的话，他们现在的行为就是在精卫填海，不能说是毫无作用吧，只能说是杯水车薪。资料还在丢失吗？宁月兰看了一眼张主任，张主任苦笑一声，对方在后台端口疯狂窃取我们服务器里面的内容，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那些资料全部清空，然后等修复好了防火墙再重新备份上传云端，这也太麻烦了吧。宁月兰黛眉一蹙，很多资料都没有纸质版的保留，如果全部清空，一些旧的文件和开会内容就要彻底丢失了，不行，绝对不行，这个办法行不通。龙老还有多久到？宁氏集团重心不在互联网业务，所以没必要聘请顶级网络高手，技术部门这些渣渣能不能起作用，宁月兰心中有分寸，这种时候就只能靠宁氏集团的特别顾问了。不过听到这个名字，张主任却是脸色有些难看的咬了咬牙，宁总，其实龙老已经到了，不过，宁月兰双眼一眯，不过什么？赶紧让龙老过来进行维护啊！咱们公司内部这些技术面对黑客攻击根本就没半点防御手段，只有龙老这位特别顾问才能够在这种时候力挽狂澜。张主任神色为难，咬着嘴唇。不过龙老是跟陈凯歌一起来的，张主任应该是想说这句话吧。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兀从大门口处响起，众人扭头看去，只见穿着奢华高级阿玛尼西装的男人梳着整齐大背头，缓缓走进了房间。月兰，好久不见。阿玛尼男人走路带风，身上的斩女香水气味扑鼻，相貌谈不上英俊，不过却给方墨一种眼熟之感，仿佛自己好像在哪见过这位陈少。无数员工注意到这位，皆是大吃一惊，陈少怎么来了？这不是之前对宁总穷追不舍的疯狗陈凯歌吗？在整个江城，谁不知道他对宁总的想法？这小子看上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他今天怎么会出现在咱们公司啊？莫非是为了宁总？方墨又不是聋子，自然听到了那些手下此起彼伏的交谈声。陈凯歌，这家伙就是上次在宁氏商场碰到的脑残陈凯旋的哥哥。方墨皱了皱眉头，早有听闻对方对月兰姐倾慕已久，都说情敌见面分外眼红，方墨视线也逐渐变得警惕了起来。陈凯歌倒是看都没看一眼方墨。月兰，新闻我看到了，宁氏集团防火墙被黑客入侵，现在麻烦不小。然后呢？宁月兰不置可否的一挑柳眉。陈少如果是来看笑话的，我劝你今天还是请回吧，因为我心情不好，指不定会让保安把你这位大少爷狼狈的丢出去，到时候弄脏了你的阿玛尼可就不好了。宁月兰对陈凯歌这条疯狗也是烦不胜烦，言语间满是冰冷。听到这个语气，方墨心头对陈凯歌的警惕放松了不少。宁月兰压根就对陈凯歌没兴趣，不然也不会露出这副不耐烦的神色了。闻言，陈凯歌倒是面不改色。月兰，好歹也是合作多年的伙伴，而且咱们两家早晚是亲家，我今天就是来帮你的。龙老已经不是你们宁氏集团的网络安全顾问了，他被我正式聘用为我们陈家的技术总监。当然，按照你我的交情，让龙老出手我自然没有意见。宁月兰双臂抱胸，冷冰冰地盯着陈凯歌，他就猜到了这条疯狗不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只是宁月兰暗恋方墨13年，早就对别的男人提不起任何兴趣了，更何况根据这些年的了解，宁月兰明白陈凯歌狼子野心，他想得到自己也不仅仅单纯的因为他喜欢自己。下一刻，陈凯歌点燃一根香烟，悠哉悠哉地说道，只是即便是龙老现在也回天乏力，毕竟黑客来势汹汹，想要挽救客户资料，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不如合并咱们两家的云端服务器，我们陈家的服务器十分安全，本身防火墙级别也要高于宁氏集团，到时候你们将系统电脑里的资料清除，等到升级防火墙之后再从陈家云端取回来就行了。第44陈凯歌的主意，第45我电脑防火墙就行。哗，最后几句话怕才是这陈凯歌的真实目的。宁氏集团好歹也是江城第一大豪门，要是随随便便就把客户资料共享出去，陈凯歌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吞并宁氏的市场份额？他提出来的主意几乎相当于哄骗一个浑身淋透的小女孩光着屁股和自己睡觉，还要劝慰对方我这是为了你好，不然你肯定会冻感冒。那目的狼子野心，3岁小孩都不会相信。宁月兰不是浑身湿透的小女孩，她自然不会相信脱了裤子跟陈凯歌同床共枕，这男人会对自己没有想法。陈少，这算盘打的，我宁诗雨在卫生间都听见了。就在这时，一道少女嗓音脆生生在几人身后响起，只见宁诗雨端着一杯奶茶呲溜呲溜的走了过来。陈凯歌瞥了一眼越发成熟有味道的小妮子，眼底也是难免闪过一抹邪佞。哟，有段时间没见，咱们诗雨的打扮越来越成熟了啊。宁诗雨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姐姐宁月兰的影响，今天穿了一件包臀裙，上身则是搭配着褐色衬衣，还给脖子处系了一个小领带，白色丝袜包裹修长玉腿，学院风满满。说起来更引人注意的其实是因为穿了衬衫，导致火爆身材被高高撑起来的两个皮球，方墨都是没忍住多看了两眼，更何况心底满是邪念的陈凯歌，他就差幻想姐妹双收的画面了。真担心他扣子会不会被一不小心撑开。方墨咳嗽一声，好家伙，前几天怎么没发现宁诗雨已经从小宁变成巨无霸宁了？不过声音还是落入了宁月兰耳朵里，他顿时愤怒地踹了一脚方墨脚后跟。嗨，月兰姐，你别误会，我就是担心小姨子走光。宁月兰懒得废话，指了指门外，陈少，没什么事情的话就请回吧。说着，宁月兰竖起两个手指，第一，我宁月兰不会跟你联姻，我很早之前就明确拒绝过你。第二，我已经结婚了，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允许我和你这种虎视眈眈的异性过多接触。你弟弟陈凯旋应该也告诉过你我结婚的事情。闻言，陈凯歌不置可否的耸了耸肩，不愧是陈家集团的继承人，城府果然很深，
就连面对喜欢多年的女人突然结婚这种消息，陈凯歌也能做到面不改色。我知道，不过月兰，你要是想说你的结婚对方就是身边这细狗一样的毛头小子，我劝你还是再多考虑考虑，他对你的事业可没有任何帮助。话罢，陈凯歌看向方墨，小子，我不多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今天宁氏集团碰到的危机，你能帮到月兰吗？听到这话，方墨双眼一眯，怪不得一开始看都没朝我看一眼，原来是挖了坑等着我往里跳呢。不过这病毒也不复杂啊，别说是我，龙组随便出来一个成员都能够轻松解决。方墨刚才早就扫了一眼在场技术人员的计算机，这种小儿科的东西，他13岁都能破解，甚至反向追踪了。宁月兰不清楚方墨心中所想，眼瞅着陈凯歌刁难小老公，顿时火冒三丈。陈凯歌，我们家老公能不能帮到我不是你说了算，是本小姐说了算。他能帮我清热解毒，他能让我心情大好，这就是在帮我。一个成年人在我的公司无理取闹，你可不可笑？我给你3分钟时间，立马滚蛋，不然我就喊保安把你丢出去。清热解毒。方墨脑海中浮现出昨天两人3次接吻的画面，视线不自觉地落在了月兰洁粉嫩红唇上。宁诗雨见到方墨，表情翻了个白眼，悄悄跑过来，用手肘戳了戳青年。喂，你赶紧找个机会开溜吧，你在这里就是给我姐姐拉仇恨，待会小心被陈凯歌盯上了。听到小姨子好心劝告，方墨轻笑一声，我是月兰姐的丈夫，难道这种时候能够让女人独自面对疾风？切，是挺帅，不过也得有实力装这个逼才行啊。宁诗雨翻了个白眼，不再废话。另一边，陈凯歌满脸淡然，不好意思，宁总，我今天预约了你们公司的二股东宁华荣，他没同意，谁也不能赶走我。哗！听到这话，宁月兰脸色一沉，宁华荣人在哪里？宁华荣，宁月兰的大伯。方墨对这个名字有些耳熟，豪门开枝散叶多子嗣很正常。不过坊间传闻，宁月兰跟这位二股东大伯好像关系不和，侄女半年没见，脾气见胀啊。另一位穿着白西装的男人突然从人群最后走了出来，无数员工也是再度惊呼：宁二爷怎么来了？他不是已经彻底对宁总放权，不再过问公司事务了吗？是啊，他怎么来了？宁二爷压根就没有管理公司的才能和天赋，不然老爷子也不会把集团交到小宁总手里。他今天来干什么？宁月兰眼瞅着陈凯歌和宁华荣站在一起，俏脸再度冰冷3分。二伯，你这是什么意思？这种关键时刻不极力抢修数据，还打算站出来跟我宁月兰打擂台不成？听到这话，身材魁梧的宁华荣哈哈一笑，侄女别误会，我可没这种想法，只是我认为陈少的建议也有可取之处，所以希望你多听听陈少的意见，我拒绝。宁月兰毫不犹豫，冷笑一声。闻言，宁华荣表情突然一滞，下一刻直接暴怒出声：宁月兰，你翅膀硬了是不是？浪费时间的人可不是我们，而是你，龙老都回天乏力。陈少的建议在我看来就是最有用的方案，你现在还磨磨唧唧，最后出现的损失难道你宁月兰能够一人承担？无数高层面露难色，显然一边不希望宁氏转移资料，但同样面对这来势汹汹的病毒也束手无策。陈凯歌见状，明白自己了，扳回一局，舔了舔嘴唇道：月兰，这病毒恐怖之处就在于拖延时间越久，你们宁氏损失的越惨重，你可要尽快考虑，好好考虑，清清楚楚的考虑啊！考虑你妈了个大头鬼！如果交出资料，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软肋丢给陈家集团，宁月兰以后都只能屈居人下了。宁总，不能交出资料！秘书刚一出声，突然陈凯歌一巴掌甩出，啪！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挑衅，赤裸裸的挑衅！宁华荣也是冲着宁月兰抬了抬下巴，侄女，陈少才是你的良配，你还多虑什么？反正日后你俩修成正果，咱们两家早晚是一家。今天无非是提前了这个过程而已，生死一线，没了客户资料，宁氏集团都没了。宁月兰，你还在想什么？对啊，难道宁总要忽略宁氏集团上下几千名跟你吃饭的员工，就为了所谓的尊严吗？宁华荣身后几个早就投靠他的高层纷纷开口，宁月兰和秘书皆是脸色铁青。就在这时，突然一道声音从某台计算跟前缓缓响起，其实还没到那种程度吧，我电脑里的防火墙应该就可以阻止这次黑客入侵。哗！全场所有人视线这一刻全都凝聚在了开口之人的身上。宁月兰瞳孔骤然紧缩，是她老公方墨。第45，我电脑防火墙就行。第46，挑衅全场。随着无数视线落在自己身上，方墨依旧坦然的面不改色。不过在场无论是那些宁氏集团的技术人员，还是陈凯歌和宁华荣，皆是面露鄙夷之色。宁诗雨更是没忍住咄咄欲足。这种时候，这家伙乱说什么？难道不知道会给自己惹火上身吗？宁月兰俏脸错愕缓缓褪去，倒是没有像宁诗雨一样埋怨。这小傻瓜，男人肯定是见不得他宁月兰被口诛笔伐，所以才站出来引火上身的。谁说女强人就不会找人依靠了？这种时候，能够有一个宽阔的肩膀站出来依偎，哪怕是宁月兰这种女强人也会感到温暖。即便是方墨压根一点帮助都提供不了。小子，我不想笑，求求你别逗我好吗？你电脑的防火墙能够阻止黑客入侵？你什么电脑啊？超级计算机不成？龙老一个超级黑客都束手无策，这小子说他的电脑防火墙就可以阻止黑客入侵？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宁华荣毫不吝啬自己的讽刺。听到这话，不仅陈凯歌和宁华荣等人鄙夷一笑，甚至就连一些宁氏集团的技术人员也都皱着眉头，纷纷看向方墨。青年这话可不就是变相等于在质疑他们的电脑技术吗？随随便便一台电脑的防火墙，要是就能够阻止这次危机，他们这些人何至于还在此忙活？
小子，说大话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宁总现在焦头烂额，你无非就是给他添堵罢了，真以为站出来瞎说几句话就能够让旁人刮目相看？无非是哗众取宠罢了。龙老很是不屑地瞥了一眼方墨，显然青年的一番话也是引起了龙老的不满。谁家普通电脑的防火墙能够抵御黑客病毒入侵？更何况他龙老纵横虚拟世界几十年光景，别的不说，这年纪的黑客高手就没见过几个，所以他一心认定方墨哗众取宠。谁知道方墨丝毫不惧，反而是轻描淡写的说道：你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更何况不试试，你怎么知道我不行？难道是因为你自己就是个老不行的，所以看谁都觉得不行吗？尼玛，你小子是懂内涵的。龙老脸色一青，他居然敢说龙老不行，我靠，这小子知道龙老是谁吗？龙老那可是江城最牛逼的黑客啊，很多大学都邀请龙老当计算机专业客座教授，他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难道能比龙老还厉害不成？周围顿时响起此起彼伏的惊呼声，甚至有一些宁氏集团的技术人员都小声嘀咕：小子，刚老那是整个江城计算机顶级高手，无数企业的网络安全部门顾问，你既然挑衅龙老，那我就需要你给个说法。陈凯歌冷笑一声：你不是说你的防火墙很牛逼吗？那就让我们见识一下好了，让我们看看你的防火墙能不能解决宁氏集团此番危机。不过说了大话，自然也有惩罚和代价。你要是没能力挽狂澜，那你就乖乖离开宁月兰吧。哗！宁月兰闻言美眸一凛，这陈凯歌不怀好意，这是打算让方墨和自己分道扬镳的同时，还得罪全江城电脑高手的信仰啊！弟弟，别答应他！宁月兰美眸闪过一抹凝重，生怕方墨被陈凯歌一番话激怒，真就答应他的条件。不过方墨握了握女人玉手，递给宁月兰一个坚定眼神。不好意思，这个老头真不能代表江城电脑高手。你知道的所谓顶级，无非是冰山一角，明面上你能接触到的罢了。真正的高手才不会跑来跑去给人当狗卖命的。就这什么龙老，听都没听说过的家伙，龙祖随便出来一个新来的，都能把他秀得满地找牙。就这点水平，还代表全江城电脑高手？那他方墨身为黑客之王的争，岂不是可以代表全宇宙啊？龙老脸色再度一沉，就连宁氏集团内部一些技术骨干都是纷纷怒目看向方墨。这家伙鄙夷龙老，岂不就是同样把他们也视为了垃圾吗？下一刻，方墨冲着陈凯歌淡淡道：还有，你的赌约我不接受，因为没有对赌的条件，没有对赌条件。宁诗雨大吃一惊：方墨，你白痴啊，真跟他赌？你是不是想跟我姐姐离婚了？离婚？方墨摇摇头，没想过，他当然没想过离婚，就这么简单，一个黑客病毒还难不倒方墨，用脚趾头自己都能解决这次危机。他既然有必胜把握，为什么不踩一脚这趾高气扬的陈凯歌？话罢，方墨瞥了一眼陈凯歌等人的方向，我只是看不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被一群不懂行的说成很复杂，然后在这里耀武扬威罢了。什么？他说什么？不懂行？他竟然暗讽龙老不懂行。龙老的脸色越发难看，就像是吃了屎一样铁青，真有种。陈凯歌不怒反笑，本少会输。呵呵，你要是能够靠着一台电脑的防火墙挽救危机，本少道理吃屎。这爱好多少有点独特。方墨不置可否的耸了耸肩膀，可光是你一个人不够，他也得吃。说着伸手指了指宁华荣方向，刚才逼宫宁月兰的时候，这位大伯也没少插嘴，明知道月兰姐都跟自己结婚了，话里话外竟然还在撮合宁月兰跟陈凯歌，真当他暗网世界的黑客之王真没点脾气吗？宁华荣见到方墨手指指向自己，瞬间勃然大怒，操你妈的小东西，你算什么玩意，也敢让老子吃屎？真以为有宁月兰这个小贱人护着你，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是吧？这里是宁氏集团，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进来的地方，信不信我分分钟叫保安把你丢出去？啪！话音刚落，宁华荣还没反应过来，一道响亮的巴掌声突然响起，宁月兰已经冷冷的抬手给了他一巴掌。大伯，我敬你是长辈，所以你在公司胡乱指手画脚的时候，都会给你几分薄面，但你对我老公最好嘴巴放干净一点。宁月兰看向方墨，美眸闪过一抹担忧，你真有把握吗？方墨点点头，露出一个灿烂笑容，身为姐姐的老公，自然有义务为你排忧解难。姐姐找一下我电脑的主板吧，用主板连接插口就能使用我的防火墙。好，不过不用主板，你的电脑我已经找人帮你修好了。宁月兰说完这话，便是让秘书去取电脑了。方墨这才明白了过来，怪不得今天出门之前，月兰姐就说要给自己一个惊喜，原来惊喜就在这等着自己呢。不愧是江城第一豪门的女总裁，动作真快啊！短短几天就能找人修好自己的电脑。方墨虽然黑客技术一流，但是在硬件组装方面却几乎是个电脑白痴，不然电脑被林希涵摔碎的时候，他也不至于那般暴怒了。好，我今天还就要看看你怎么用一个硬件来维护软件被黑客入侵的问题，还用你电脑的主板就能够解决这次危机。但凡你懂电脑，应该都说不出来这种话。防火墙是软件里的东西，谁家防火墙会编程在硬件上？就在这时，刚才被方墨气了个半死的龙老也是铁青着脸咬牙出声：第46挑衅全场，第47，刚才怎么不说不至于？闻言，几个技术骨干也是纷纷点头。是啊，头一次听说有人的电脑防火墙是写在硬件里的，这小子不会是不懂装懂吧？有没有搞错？浪费了大家这么多时间，他纯就是一个外行啊，就这一点基本计算机常识都没有，还敢在龙老面前夸下海口，这不是给我们宁总丢人吗？几个员工低着脑袋交头接耳，
陈凯歌脸上的洋洋得意更甚。的确，方墨说出来的话就像是连电脑摸都没摸过的乡下人一样，打死他陈凯歌也不相信方墨有什么能耐。无数人看向宁月兰的目光充斥同情，宁总找的老公竟然就是这种人，这也太逊了吧！不仅对宁总的事业没有任何帮助，甚至还喜欢说大话，不仅一点都不可靠，还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包括宁月兰秘书心中都闪过这般念头，难免也对宁总的眼光有些失望。全场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即便是取来了方墨电脑，青年能够有什么建树。就在这时，东西也是终于送到了方墨手中。方少，这是您的电脑，包括显示器，我们都已经给您换了全新的，主板和几个硬盘也都组装完毕，我们开机过，运行流畅，没有任何操作问题了。听到这话，方墨点了点头，辛苦了。宁诗雨都是没忍住为方墨捏了一把冷汗。老姐，他到底行不行啊？行不行？你不会自己跟他试试？宁月兰双臂抱胸，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她表现反而最为平静。啥？试一试？等等，老姐你在说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宁诗雨俏脸一红，老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情开玩笑？我认真问你呢，方墨真的懂电脑吗？宁月兰耸了耸香肩，不知道啊，不过我总觉得按照弟弟的性格，应该不会打没把握的仗吧。直觉。宁诗雨一拍额头，心头开始默默为青年祈祷了起来。方墨，希望你小子今天能够给力一点，不然到时候丢脸的可就是我老姐了。叮咚，方墨要来了一根数据线，就直接将自己的笔记本随意找了一台电脑连接在了一起。见到方墨笨手笨脚的动作，就连龙老都是有些忍俊不禁，连 USB 接口都找不到，还好意思自称能够解决这次病毒入侵的危机。陈凯歌心情大好，想到方墨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马上就要离开宁月兰了，他脸上都是掠过了一抹洋洋得意。噗，哈哈哈，哗众取宠，连个度都没有，这样墨迹时间可就是在耽误宁总的事情啊！你到底懂不懂电脑？不懂的话就赶紧跟月兰离婚，别互相耽误，你们本身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听到这话，在场无数人纷纷摇头，都觉得方墨引火上身实在是太拖大了。宁诗雨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再度为方墨捏了一把冷汗。这小子把两台电脑连接到了一起之后就不动了，他到底在干什么呀？我靠，不会真是打算耍我们哗众取宠吧？宁总，时间宝贵，我们没时间在这里看方先生耽误啊。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方墨从插上了两台计算机的接口之后就没有任何操作，这举动就像是摆明了在告诉众人，我就是耍你们一样。那些原本还对宁总老公是否会身怀绝技抱有几分期待的宁氏集团骨干也都失望叹气，小子，给你的时间已经够多了，闹够了吧？陈凯歌舔了舔嘴唇，正欲上前一步，就在这时，始终没有动静的方墨缓缓抬头，急什么？这不是已经搞定了吗？你们自己检查一下，数据传输彻底单方面中断了，现在宁氏集团全部电脑的防火墙已经被我迭代了。噗，迭代了？光是搁这坐着两台电脑插在一块就迭代了？你当我们3岁小孩？陈凯歌第一个哈哈大笑表示不信，当然也不仅仅是陈凯歌不信，就连宁诗雨都狂翻白眼。大哥，你装模作样也装得像一点行不行？你这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谁会信你啊？方墨指了指电脑，我什么都没干，不代表不可以在开机的时候使用快捷键给宁氏集团服务器通过我的防火墙啊！装，继续装，小子，你这种没本事的愣头青我见多了，能耐不大，脾气不小，真以为我们会相信你？陈凯歌话还没说完，突然一个宁氏技术骨干盯着电脑屏幕惊呼出声：天哪，升级了，防火墙真的升级了，入侵的黑客已经被踢出去了，云端的数据全部保留，被窃取的数据也被拦截了。轰！什么？这话一出，无数人大惊失色，陈凯歌和龙老更是脸色狂变，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单单仅靠一个防火墙就做到这一点？颠覆认知，龙老脸色青红交替，眼底闪烁难以置信。下一刻，起初开口的那名技术骨干再度丢出重磅炸弹，还不仅如此，防火墙竟然还在反向追踪对方的定位，说不定还有可能定位到对面的 IP 挽救损失。天哪，这到底是什么软件？这完全颠覆我的认知啊！什么鬼？还能反向追踪黑客的定位？什么防火墙这么恐怖？龙老双眼瞪大，听到这话的其余技术人员也是面面相觑，皆是面露震撼。他们从来就没听说过仅仅一个防火墙竟然还有这么多功能的。不可能！龙老暴跳如雷的怒吼一声，旋即就一屁股坐在了一台电脑跟前。这不可能，区区一个防火墙就能解决黑客入侵的问题，还能够反向拦截数据定位对方 IP， 这种情况我根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过约莫30秒之后，那龙老也是满脸颓然的一仰头，见到龙老都是这副模样，在场所有人几乎都信了大半。陈凯歌压抑着情绪，冲着龙老咬牙问道：龙老，他说的是真的？是。龙老没有再嘴硬，而是神色纠结的朝着方墨看了一眼。我从未见过这种防火墙，但的确，现在所有的云端数据都被拦截了，而且整个宁氏集团的服务器也升级了另一种我见都没见过的系统。换言之，这一次宁氏集团被黑客入侵的危机解决了。轰！听到这话，陈凯歌脸皮剧烈抽搐了一下，怎么会这样？宁月兰则是美眸划过一抹惊讶，饶有兴致的朝着小家伙多看了2眼。方墨神色平静，正在捣鼓他自己的电脑，就好像刚才跟陈凯歌他们针锋相对叫板的人不是他一样。就在这时，那名一开始开口的技术人员突然说道：找到了，我就说为什么对方攻击来的无影无踪，原来是的，在内部出现了问题，定位显示有一台我们自己的计算机被硬件植入了病毒。说着，
那名技术人员直接找到一台计算机，果不其然，在上面插着的一枚 U 盘。哗！这话一出，宁月兰双眼一眯，漂亮的桃花眼闪烁着危险弧度。原来问题是出在了我们自己内部，这是谁的电脑？扑通！听到这话，顿时一名技术骨干膝盖一软，直接跪倒在地。宁总，对不起，我鬼迷心窍，我不应该和陈……啪！话还没说完，陈凯歌突然脸色大变，猛地上前就是一脚踹在那名技术骨干的脸上。狗东西，宁总对你们这些人这么好，你们就是这么报答月兰的？身为宁氏集团的技术骨干，竟然用病毒窃取宁氏集团资料，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知道会对宁氏集团产生多大损失影响吗？对不起月兰，我实在是看不下去这种自己人背叛你，导致公司遭受损失的桥段。你要是信得过我，这个叛徒就交给我来处理，我肯定能够从他嘴里敲出一些东西，到时候将他扭送到公安局。陈凯歌几脚下去，那骨干直接被打得满脸是血，牙齿都掉了3颗，整个人蜷缩在地上，浑身颤抖，显然是惊吓过度。这种状态想要问出一些有用信息，怕是都难如登天。宁月兰见状，冷笑一声：“陈总这越俎代庖，玩的倒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陈凯歌心头顿时嘎噔一声，宁月兰又不是傻子，自然是瞧出了一些端倪。一念至此，陈凯歌怨毒的目光又落在了旁若无人的方墨身上。要不是这小子捣乱，今天自己高低也能骗到宁月兰共享云端数据，届时两家合并就是板上钉钉。除非他宁月兰不想要宁氏集团了，不然早晚是他陈凯歌玩物。可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半路会杀出来方墨这么一个程咬金。宁总客气了，咱们陈宁两家多年交情，我是实在看不下去这种叛徒，所以才没忍住出手。陈凯歌假装没听出来宁月兰话语中的冷嘲热讽，女人摆摆手，宁氏集团的叛徒还是我自己处理吧，就不劳陈总费心了。来人，把他给我带下去。哦对，既然事情解决了，陈总是不是履行你的约定了？履行约定？陈凯歌表情一滞，这才想起来刚才跟方墨在众人面前的对赌。月兰，不至于吧？陈凯歌挤出一抹难看苦笑。啪！宁月兰突然抱起出手，抬起玉手就是一巴掌。不至于？我们宁氏集团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陈家之人过问了？你刚才咄咄逼人我们家老公的时候，怎么没说不至于？陈凯歌脸上瞬间多了5个清晰巴掌印。宁华荣想站出来说点什么，结果却被宁月兰冰神眼神劝退，气氛顷刻间剑拔弩张。第47，刚才怎么不说不至于？第48，这样的姑爷狠狠爱了。陈凯歌最终也没有表演吃屎，方墨跟他打赌的时候就猜到了这小子不会履行承诺，只不过这一次陈凯歌这位陈家大少倒是在众人面前好好的丢人现眼了一把。今天之后，这位陈家大少算是在宁氏集团颜面扫地了。不过方墨可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刚才发生的一幕可全都被宁氏集团监控录下来了。他虽然不是什么睚眦必报的性格，但他早就判断出来，今日之事8成跟陈凯歌脱不了干系，不让他丢这个人都对不起他刚才耀武扬威的模样。一念至此，方墨手指在电脑上随便操作了一下，直接把监控录像的视频丢到了江城新闻媒体。今天能够解决这次危机，全靠方少，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感激一下方少。就在这时，宁月兰的秘书突然嬉皮笑脸的跳了出来。这话一出，整个技术部门的房间中都是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无数人满脸激动之色的看向方墨，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今天青年的精彩表现。方墨老脸一红，还是有些不太适应这种场面。噔噔噔，下一刻，宁月兰踩着细高跟走了过来，危机解除，女人俏脸上重新噙着一抹柔和浅笑。小家伙今天可是帮了姐姐一个大忙，说起来，我怎么不知道你竟然还懂电脑啊？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瞒着姐姐？说这话的时候，宁月兰蹲着身子，缓缓朝方墨靠了靠。香风袭来，方墨喉结都是不自觉滚动了一下。嗨嗨，其实我这个防火墙是之前找朋友写的，我那个朋友在电脑方面造诣很高，而且他给我讲过这个防火墙的各项使用说明。一听你今天碰到的麻烦，我就想或许这个防火墙能够起到一定作用。方墨挠了挠后脑勺，这也算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吧？朋友帮忙写的防火墙？宁月兰眨了眨妙目，狐疑一闪而逝，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原来是这样啊。不过你还是帮了姐姐我一个大忙，我要好好奖励你。说吧，下午想吃什么？西餐还是法国菜？姐姐请你。方墨平日里没什么爱好，唯一的可能也就是在吃上会花点心思了。听到这话，方墨肚子里馋虫瞬间被勾起。吃西餐吧，我好久都没吃过西餐了。不过月兰姐，你来了月经，能吃西餐吗？宁月兰巧笑嫣然，这有什么不行的？西餐种类那么多，姐姐随便点一些不刺激的不就行了？一听到二人在讨论吃的，宁诗雨这个小吃货也挤了过来。说什么呢？你们在说什么呢？姐姐，你们去吃好吃的，也把我带上吧。宁月兰瞥了一眼妹妹，没开口，美眸则是落在了方墨身上。说来也奇怪，其实宁月兰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十分平淡，甚至可以说是关系一般。但不知道为什么，宁诗雨在外人面前一副古灵精怪的样子，可偏偏就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只怕自己这位姐姐。而且宁诗雨还就喜欢黏着宁月兰。姐夫，你们就带上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出去吃好吃的了。方墨求你了。眼瞅着小姨子突然掉头公事，对着自己撒娇，方墨无奈一拍额头，月兰姐，那就把她带上吧，多个人气氛还能热闹一些。不过我记得宁诗雨不是还在念大学的吗？今天是周内啊，你难道不上课？早退学了，爷爷说过2个月给我送到欧洲，让我出国留学去。一边交谈着，三人朝着楼下走去的时候，刚才那间技术部办公室内才开始有人对方墨身份交头接耳的讨论了起来。那位不会就是宁氏集团的姑爷，宁总的男朋友吧？我觉得十有八九，不然的话宁总也不至于对他那么亲密。切，
你们懂个屁，什么男朋友？你们没看宁总前2天发的朋友圈吗？两人都领证了好不好？就在这时，小秘书突然跳出来，嬉皮笑脸的说道：“这番话一旦激起千层浪，我靠，宁总闪婚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大哥们，你们的信息也太 out 了吧！”宁月兰秘书得意洋洋，这些技术部骨干可能在公司里比自己更重要，但他身为宁月兰的贴身秘书，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永远可以冲在吃顶头上司的瓜第一线。虽然咱们宁氏集团的姑爷看上去有些普通，不过人家确实牛逼啊！你们一个个专业技术人员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人家插了个电脑，分分钟搞定。就算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你们不也没这种运气吗？闻言，场中一阵唏嘘。宁氏集团对宁月兰这位高高在上冰山女总裁倾慕的男同胞不在少数。听到小秘书一番话，不知道有多少人今晚又要暗自心碎。哎，你们快看，有人把刚才的监控视频发到网上了。就在这时，有一名宁氏骨干抱着手机，突然惊呼出声。这话一出，无数人我去，发得好啊！快快快，我要去刷评论，冲了他陈凯歌，早就看这小子不爽了。现实里得罪不起他，网上我还不敢重拳出击吗？标题叫什么？我搜搜。听说陈家大少喜欢吃屎，陈家大少跑进宁氏集团骗吃骗喝。小秘书依旧站在吃瓜第一线，哈哈，这标题谁起的？虽然是个标题党，不过我表示真是狠狠的爱了。第48这样的姑爷，狠狠爱了。第49应该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出国留学，上了车，还是方墨充当司机。宁诗雨想拉着姐姐坐进后排，不过宁月兰看都没看一眼，就径直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宁诗雨顿时嘟囔着小脸，有些不太高兴的样子。你打算去哪个国家留学啊？宁诗雨启动了车子，几人就朝着江城市中心开去。只有那边有商圈，一些比较好吃的餐厅也都在市中心附近。宁月兰今天下午没什么别的事情，所以能够多陪陪方墨，两人才新婚，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更何况他们可不是寻常情侣，闪婚带来的隔阂这2天才渐渐消失，但依旧还没到正常情人相处时那种彻底敞开心扉的地步。毕竟有几年没联系了，生疏是难免的。听到方墨声音，后排的宁诗雨这才撅了撅红唇，不知道，看我爷爷怎么安排吧。我估计最后拍板的人还是老爹，有钱就是好啊。有钱人家的小孩就算是在国内上学不开心，也可以随时随地安排出国，这一点可让方墨羡慕的不行。切，他那是因为在学校闯了祸被退学了，所以爷爷没办法才打算送他出国。宁月兰毫不留情地戳穿妹妹老底，宁诗雨也不恼火，嬉皮笑脸地戳了戳方墨肩膀。话说方墨，你的电脑里防火墙这么厉害，是谁给你写的呀？我姐他们公司那么多清华北大毕业高材生都解决不了的难题，随便一个防火墙就力挽狂澜，听上去总有种科幻的感觉。眼瞅着小姨子又把话题拉了回来，方墨表情闪过一抹不自然。一个比较懂电脑的朋友，算是个黑客吧？呵呵，怎么了？黑客？宁诗雨瞪大美眸，更是来了兴趣。那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朋友介绍给我？我可喜欢黑客了。黑客帝国这部电影你看过吗？我感觉里面的黑客都好帅，好牛逼啊！对了，既然你朋友是黑客，那他认识征吗？那是我的偶像，最好能不能帮我把征约出来见上一面？死！方墨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小爷我这么出名，竟然连小姨子宁诗雨都听过我的名号啊！不过宁诗雨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一些？怎可能随随便便一个黑客都认识征啊？宁月兰狭长眸子缓缓微眯，宁诗雨，你想问题就不能现实一点吗？征是什么存在？人家可是躲在网络世界暗中守护华夏的顶梁柱，如果征的真实身份暴露，你想没想过后果？更何况方墨的朋友怎么可能会认识征？征在整个世界都享有盛誉，这种人连你姐姐我都没资格望其项背，就算是真的认识，也不可能给你见他一面的机会。闻言，宁诗雨扫兴的撅了撅红唇，似乎是有些失望。方墨长舒了一口气，小姨子，你想见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别怪姐夫不心疼你。其实这个黑客之王征我也听说过，他们可能就藏在我们的身边，谁也不知道身边的亲戚朋友另一个身份会不会就是暗网世界的高手。毕竟他们可能在现实世界就做着普通的工作，仅仅是在虚拟网络世界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罢了。方墨说完这话又补充了一句，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征，说不定就是月兰姐，说不定就是您老爷子，再没准说不定还是现在给你们开车的男人呢。说这话的时候，方墨噙着笑意，就像是在开玩笑。不过听到这话，车厢中却是彻底安静了下来，姐妹俩皆是一脸古怪的看向方墨。宁诗雨砸了砸红唇，方墨，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你就是征吧？啥？这么明显吗？方墨心脏都是不可遏制的骤然紧缩了一下，恨不得抬手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娘的，早知道不嘴贱安慰他了，这就暴露了。没想到下一刻，宁诗雨便是翻了个白眼。方墨，你要是征，我跟我姐姐一块嫁给你。传说中征身高1.9米，虎背熊腰，神采奕奕，手指头纤细修长，能够1分钟在电脑上敲出200多个汉字，光是这手速都足以突破世界吉尼斯纪录。宁诗雨说完这话，还气鼓鼓的嘟囔道，下次不要拿我偶像开玩笑行不行？我老姐知道的，我可是征的死忠粉。听到这话，方墨这才长出一口气，没暴露，那就好。宁月兰看了一眼方墨，不过你那个防火墙确实很特别，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见见你那位懂黑客技术的朋友，我想聘请他当我们公司的网络安全顾问啊！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无中生有。月兰姐，你让我怎么给你介绍啊？嗨，这应该不太行，我这位朋友不太喜欢跟现实里的朋友接触，
我俩认识当初也是因为一起玩同一款游戏，其实我们都没见过面的。方墨干笑2声，算是糊弄了过去。宁月兰点点头，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失望。其实方墨能够有这么一个朋友，足以让宁月兰震惊不已了。要说这人是方墨现实中的好友，那的确有些超乎宁月兰对方墨社交圈的了解。对了，一会吃完饭陪我去见一个长辈吧。既然你的防火墙这么有用，说不定对他们公司这2天碰到的事情也起到作用啊。月兰姐，我这防火墙不过就是以前随手写的源代码，刚巧是看到了你们公司今天的病毒可以用，才赶鸭子上架，这可不是通用的呀。不过这种时候，方墨要是直接拒绝，肯定会引起女人怀疑，毕竟他在那么多人面前都对自己的防火墙有莫大信心，现在仅仅只是让他尝试一下，方墨就第一时间摇头拒绝，肯定会被女人瞧出端倪。他只能硬着头皮说道：行，那我试试吧。方墨，你怎么回事？我老姐可是给你一个出风头的机会呢。宁诗雨不了解情况，坐在后排不悦的用小手指戳了戳青年肩膀。老姐，你说的不会是金家的事情吧？我也听说了，金家最近因为系统 bug 导致崩溃，忙得焦头烂额，要是方墨的防火墙真的能起作用，金家可就欠了你一个天大人情了。宁月兰禽兽轻点，的确，我刚想说的就是金家的事情，不过并不是为了什么所谓的人情，当年我刚进宁氏集团根基不稳，金老爷子没少帮忙。如果能够用方墨的防火墙解决金家这次的麻烦，也算是让我的老公替我还了一个人情。方墨，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你可以事先联系一下你的朋友，倘若他不愿意自己开发的防火墙被你拿来使用，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如果他愿意，其实给他一点报酬也未尝不可，价格好商量。听到最后那5个字，方墨再度感受到了一股财大气粗的味道扑面而来。不愧是月兰姐，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在女人眼中大概都不算事。其实有个点值得一提，方墨并不穷，当龙组首领这些年，方墨每个月都有工资的，而且龙组还会根据他们执行的任务以及各种表现颁发奖金提成，具体数字方墨不太清楚，但起码也得7位数朝上。只是这些年方墨从来没用过那张中山装大佬给自己的工资卡而已，毕竟那张卡只能在银行柜台取钱，不能进行线上支付，而方墨一旦去取钱，国安后台就有可能通过银行监控查到自己真实面目。除了13岁入侵超级电脑差点发射核弹出现在家里的那些中山装大佬，哪怕是华夏网络安全部门的高层，也没几个人见过真的真面目。方墨不想因为单纯使用了一张工资卡就给自己带来暴露风险，所以这些年方墨的工资他几乎是1毛钱没用过。方墨苦笑一声，月兰姐都这么说了，我想他应该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第49应该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第50宁诗雨的梦中情人是真，方墨苦笑一声，算是答应了下来。既然那什么素未谋面的金家对月兰姐有恩，那方墨身为宁月兰的老公，帮姐姐偿还这一个人情又未尝不可。一路上都是方墨在开车，不过快到地方的时候，宁月兰突然指挥了起来。方墨按照女人的要求7拐8拐，停下了车的时候，方墨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靠，月兰姐，咱们今天下午在这吃饭，是不是有些太奢侈了？眼前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小型宫殿，光是停车场周围就停满了各种类型的豪车，琳琅满目，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车展。这地方方墨只在电视里见过，江城国际大酒店，这也是江城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属于宁氏的超高消费场所。听到这话，宁月兰轻抿红唇笑了笑，今天你帮了姐姐一个大忙，咱们就在这里吃饭吧，算是感谢你，庆祝弟弟的功劳。说完这话，宁月兰率先推开车门下车，盯着女人离去的婀娜背影，方墨嘴角抽搐了一下，我其实也没干什么呀，就这点功劳也值得月兰姐如此破费吗？你什么情商？我老姐明显就是找个借口带你出来好好消费一下，咱们宁氏集团的姑爷难道看不出来吗？就在这时，听到方墨喃喃自语声的宁诗雨用胳膊肘戳了戳青年，翻了个白眼，不满说道。方墨干咳一声，哦，是这样啊。下一刻，宁诗雨神神秘秘的突然凑了过来，对了，方墨，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在暗示我一些什么？什么话？方墨怔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小姨子估计现在还是满脑子争身长8尺的伟岸形象。他无奈一拍额头，不是，你误会了，我就是想说，其实那些顶级黑客可能会是身边的任何人，你不要胡思乱想，曲解我的话。说完，方墨率先迈开大长腿，跟在宁月兰身后走去。宁诗雨跺了跺玉足，我怎么总觉得方墨这家伙在骗我呢？算命的说我第六感很准，方墨的朋友绝对认识征，再或者方墨认识征。咦？宁诗雨突然神情一滞，会不会方墨的那个朋友就是征？宁诗雨瞪大眼睛，总觉得自己这个猜测已经无限逼近真相了。我靠，要是方墨真认识传说中的黑客之王征，那就算是让他给征暖被窝都可以啊。宁诗雨从了解到征的伟岸事迹之后，就对这位华夏暗网世界的守护神方心暗许。试问，哪个女孩小时候没幻想过白马王子？更何况还是一个躲在虚拟世界，为了守护华夏网络安全，仅仅只有一个代号的无名英雄。那一个字的代号能令无数境外势力闻风丧胆，他隐藏在黑暗中做的好事，甚至都没几个人知道。可就是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身份，更让宁诗雨心神摇曳。就算是征本人长得再丑，宁诗雨也想要跟他共度春宵。方墨，方墨，方墨，你等等我！一念至此，宁诗雨连忙朝着方墨追了过去。方墨已经不想跟宁诗雨说话了，小姨子这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但关键就是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真就有可能戳中方墨真实身份，这不是要他老命了吗？方墨加快脚步走到宁月兰身边，月兰姐，宁诗雨是从什么渠道了解到的黑客之王征？我怎么感觉他就像是魔障了一样？什么渠道？宁月兰轻笑一声，夫妻二人注意率先走进商场，
避开了身后穷追不舍的小妮子。宁月兰这才缓缓思索着说道：“似乎是4、5年之前吧，我记得那件事。虽然你不知道，但你爸妈应该清楚。当时诗雨的手机丢了，其中有很多相当私密的照片。女孩子嘛，年轻的时候记录一下自己青春期从小到大的变化，似乎也情有可原。从小到大。”方墨皱了皱眉头，不过注意到宁月兰竟然将纤纤玉手放在胸口对着自己比划，方墨顿时就反应了过来，老脸一红。月兰姐这个胸围比起她妹妹宁诗雨似乎还差点意思，不过尺寸刚刚好，要是再大，一只手就有些握不住了。下一刻，方墨摇晃了一下脑袋，我特么都在想些什么，将那龌龊念头甩出脑海。方墨这才摸了摸有些发烫的耳根子，冲着宁月兰问道：“然后呢？”上电梯的时候，宁月兰玉手习惯性挽住了方墨胳膊，这才风情万种地冲着方墨说道：“然后随着手机丢失，那些私密照片可就有了泄露风险。后来诗雨收到了短信，有人说要一张一张发到校园网上，让他宁诗雨身败名裂。我靠，好狠！”方墨瞪大了眼睛，没想到宁诗雨竟然还有这么一段经历。宁月兰耸耸肩，对方没有提别的条件，宁诗雨就算是想用钱赎回手机都难。他绝望之际，听别人说暗网有个名叫征的黑客乐于助人 于是就跑到了征留言过的帖子底下，详细叙述了整个事情的起因经过。不知道为什么，征这种顶级黑客大神竟然真的有闲工夫搭理宁诗雨。征出手了？不对，那不就是我出手了吗？方墨眉头紧皱，4、5年前我黑过别人的设备吗？最后结局呢？照片不会还是被发出去了吧？宁月兰摇了摇头，最后对方掌握的照片好像都被征从暗网中入侵了所有关联设备给删除了，而且征还定位了那个见到诗雨手机女孩的家庭住址发给了诗雨。那个女孩就是坐在宁诗雨后排的女班长，听说在诗雨转学过去之前，她是班上实至名归的班花，品学兼优，被无数男同学青睐。结果诗雨一来，就因为傲人胸围引起广泛关注，其他男生也都开始围着诗雨，他们那个班长自然而然就心生怨恨。好家伙，现在的小屁孩都这么早熟吗？4、5年前自己才多大？那时候的宁诗雨又能有多大？因为傲人胸围吸引班上异性，被众星捧月，绝对是方墨做梦也没想到的一点。方墨怔了一下，所以那个小姑娘就偷了宁诗雨的手机，打算让她丢人现眼。宁月兰点了点头，她确定当时帮她的那个人是征吗？在我的印象中，征应该不会干这么无聊的事情才对啊。方墨皱了皱眉头，不过对上宁月兰狐疑神色，他连忙干咳一声，改口道：“啊，不是，我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无聊，我是觉得征好歹也是堂堂黑客之王，就因为一个小姑娘3言2语在社交平台的留言就贸然出手，是不是有些太草率了？”第5是宁诗雨的梦中情人是征，第51宁月兰的提议。对于征那种咖位的存在来说，这件事好像是有些无聊吧，毕竟他干的不是防止超级计算机被恐怖组织入侵，就是定位研发病毒的境外犯罪实验室，而且征就不担心是有人利用他的善良干坏事编了一个故事吗？闻言，宁月兰也是玉手托着香腮，微微思索了片刻。你说的好像是有些道理，当然有道理了，我压根都不记得帮过宁诗雨啊。下一刻，宁月兰妙目落在方墨身上，狐疑的说道：“不过你好像是对征和宁诗雨之间的故事很感兴趣啊？怎么，你也喜欢这位黑客之王？还是说你喜欢上了我妹妹？”“我喜欢你妹！”方墨差点爆一个粗口，下一刻连忙控制了一下表情，咳嗽一声道：“只是随便好奇一下，月兰姐不要多想。况且征那是何等存在，他离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遥远了，我就是随便问问。”说完这话，电梯大门刚好敞开，两人直接走进了一家装修极其奢华的餐厅。宁月兰四处打量了一下，就领着方墨准备朝一个包厢方向走去。就在这时，一道人影突然挡在了两人面前。“不好意思，小姐，前面的包厢已经有人了，你们要是想就餐的话，就换一个包厢吧。”服务员满脸歉意地冲着两人一鞠躬。宁月兰也不是咄咄逼人的性子，乖乖地点了点头。“那我们就换一个包厢。”两人正欲转身，包厢大门突然被人从里面推开，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从里面缓缓传了出来：“月兰，是月兰吗？没想到你这小丫头都这种时候了，还有心情来我这吃饭。别换包厢了，就一起坐下用餐吧。我还想问问今天新闻上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听到这话，宁月兰露出一抹轻笑，冲着包厢内老者打了个招呼：“金老爷子，果然是你，我就猜这包厢里面的人8成是您。我还寻思是不是您约了朋友谈事情，巧了，其实我待会吃完饭还想去找您一趟呢。”说着，宁月兰领着方墨进了包厢，还顺势掏出手机给楼下的宁诗雨发了个消息，才侧着身子趴在方墨耳边解释道：“这国际大酒楼就是金老爷子的产业，也是江城为数不多不属于宁氏的销金窟。金家这么厉害吗？”方墨刚才在车上就听宁月兰和宁诗雨姐妹来简单讲述过关于金家的事情，好像是宁月兰刚刚上位根基不稳的时候，这位商界老前辈对月兰姐有过一些帮助。不过此刻方墨才意识到金家究竟是什么咖位，恐怕论起资本和底蕴，想来就算是跟宁家比起来也不逞多让吧。宁氏集团不过是明面上江城第一豪门，这主要是因为宁氏旗下的产业基本都比较干净，也不会出现什么被人诟病的点，暗地里还有一些游走灰色业务的富豪，说不定比宁氏更有钱的大有人在，只是他们不方便高调的自称第一豪门罢了。进了包厢，方墨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坐在首位上的老者，老人已经谢顶了，不过那五官能够勉强看出来，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帅哥，就算是这般年纪，从那饱经岁月的脸上也难以看到几个皱纹。老人身上穿着低调奢华的浅色西装，
虽然没有任何标志的粉饰，但光看走线也能看出来，绝度价格不菲。他双目炯炯有神，一双鹰眼第一时间就落在了自己身上。月兰，这位是？注意到宁月兰身边还有一位异性，老者看了一眼方墨，他跟宁月兰算是商界的前后辈关系，所以对宁月兰这位将成2000万男人的梦也有一些了解。他还是头一次见到宁月兰带一个男人单独出门，自然十分好奇方墨的身份。金老，这位是我老公方墨。宁月兰落落大方地介绍了一下青年，旋即拉着方墨落座。房间中除了金老爷子，还有2-3名青年男女，看样子应该都是金家晚辈。金老爷子跟宁月兰交谈的时候，他们无一人开口，只是好奇的视线同样都在打量着方墨。老公。金老爷子怔了一下，月兰你结婚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就这周，因为是闪婚，所以没来得及告诉您，再加上金家最近碰到了一些麻烦，我婚礼邀请函虽然送出去了，但我估计您还没看呢吧。宁月兰抿着红唇轻笑一声，金老爷子脸上掠过一丝苦涩，金家最近碰到的事情的确麻烦不小，让他焦头烂额了好一阵子。那我今天刚好也算是正式邀请您参加我后天的婚礼。闻言，金老爷子笑着点点头，行，好歹是忘年之交，你也算是我看着进入商圈，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地位上的孩子，你的婚礼我自然要参加。方墨小友，初次见面，你好啊。下一刻，金老爷子主动冲着方墨伸了伸手掌，这一幕一出，在场其余金家晚辈都是瞪大双眼，他们还是除了宁总以外，第一次见到自家老爷子主动跟一个晚辈握手的。方墨也有些受宠若惊，连忙弯着腰握住老人手掌。金老爷子您好，刚才路上就听月兰姐说您在商业上对她特别照顾，我也想帮月兰姐跟您说一声谢谢，这有什么好谢的？金老爷子哈哈一笑，客套话少说，今天敞开了肚皮吃，别把我这老头当外人，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做生意这么多年，也就是看到你们这些后浪成家立业，江城逐渐有新鲜血液的涌入，我才高兴。方墨挠挠后脑勺，宁月兰对着门迎使了个颜色，菜单立刻被递到了方墨手中，他也不好意思不点菜，随便点了几道就乖乖坐下。方墨本身并不适应这种场合，所以表现得略微有些拘谨。金老爷子跟宁月兰交流商场上的事情，自己又插不上话，他只能低着脑袋把玩手机。好在没多久，宁诗雨提着3杯奶茶也进来了，这才有人跟方墨聊天。宁月兰简单给金老爷子讲述了一下今天宁氏集团碰到的麻烦，当然包括陈凯歌中间跳出来找茬，还有宁华荣的反应也都一并告知。金老爷子的眼神都是3冷3分，这还用思考吗？肯定是宁华荣眼瞅着宁氏集团蒸蒸日上，那颗原本沉寂的心又开始不安分地跳动起来了。我估摸着他8成是想借助陈家作为跳板，重新挤进宁氏集团董事会，所以今天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极力撮合你和陈凯歌。说完这话，金老爷子有些赞许的目光落在了方墨身上，不过没想到方墨小友竟然能够在这种时候力挽狂澜，看来月兰的眼光依旧毒辣。金老爷子谬赞了，力挽狂澜着实有些夸张。方墨听到提及自己，不敢居功至伟，连忙干咳一声，就是朋友写的防火墙刚好能派上用场，走运的瞎猫撞上了死耗子。金老，其实我今天想找您也想试试方墨的防火墙能不能对你们目前碰到的麻烦起到帮助。宁月兰下一刻也不再遮遮掩掩，直接说出目的。他那个防火墙本身就能够直接升级云端服务器，说不定可以将你们集团的 bug 在未有人为介入的情况下修复。第51宁月兰的提议，第52又遇林希寒。金老爷子听到这话，却是抿着嘴唇叹了口气没有回答。旁边几个金家子弟虽然对宁月兰这位江城第一豪门女总裁有些敬畏，但是看向方墨的目光都是一副鄙夷不屑。在他们眼中，今天宁氏集团发生的事情，正如方墨所说，只不过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而已，区区一个防火墙，好运的阻碍了云端资料外泄。但是想要修复让金老爷子焦头烂额这么长时间的 bug， 说句难听话，宁总还真是有些高估一个防火墙的能耐了。金老究竟是什么 bug 呀？下一刻，方墨看向金老爷子，金老苦笑一声，系统程序出现了问题，很多笔交易的账单突然混乱了起来，整个金家近10年的出纳记录都有问题，如果要人为干预，恐怕需要最起码1年才会将账单核对明白。你也清楚，正常企业的会计几乎1年一换，这个岗位又不是终身制度，更何况现在都是电子开票，谁还保留纸质出纳？闻言，方墨大吃一惊，近10年的账单彻底混乱，就是找银行要流水人家都不一定有记录保存啊。眼瞅着方墨脸色大变，金老爷子这才苦笑一声，这就是问题所在，小小的一个漏洞，直接让我们集团的账单彻底混乱，现在财务流水被银行冻结，我们也就只能一笔一笔的支出核对，可是很多支出都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这核算起来就麻烦了。方墨皱着眉头思索片刻，几个金家子弟见状，皆是不屑的撇撇嘴，行了，别想了，别说你一个侥幸靠着黑客帮忙写的软件才能够解决宁氏集团麻烦的外星人，就算是专业的技术岗位人员，除了人为核对，暂时也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啪，怎么跟方墨小兄弟说话呢？金老爷子猛地一拍桌子，直接勃然大怒，人家也是好心。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女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几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方墨听见了他的名字，好像是叫金诗佳，金老爷子的掌上明珠。不出意外的话，下一任金家集团的继承人，好心有什么用？现在这麻烦，就算是黑客之王争来了，也爱莫能助。金诗佳冷哼一声，精致俏脸噙着不屑，还顺势点燃一根女士香烟，翘起吸睛的黑丝美腿。他的表现似乎先入为主，很是看不起方墨这种长得就跟个小白脸似的男人。他心中的确也是这么想的。宁月兰找什么男人不行？好歹也是什么江城2000万男人的梦中情人，宁月兰竟然就找了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方墨，听都没听过的家伙。喂，
金世佳，你 diss 我姐夫就 diss 我姐夫，别连带上我的偶像真啊！宁诗雨不满地撅了撅红唇。方墨，给他们露一手。方墨眉头紧皱，思索着该用什么办法破解这个 bug。露一手，我说了，黑客之王争来了都没用。金世佳换了个方向，翘起二郎腿。不行，宁诗雨气的胸脯来回起伏，轩然大波，吸引了几个金家年轻人不知道多少关注度，就连方墨都是没忍住，朝着小姨子胸口看了两眼。金世佳注意到这个视线，更是不屑，这男人不会还抱着娶了宁月兰，能够姐妹双收宁家这姐妹花的想法吧？哼，色痞一个，低俗又下流，这种人能有什么能耐？就在这时，方墨沉吟片刻，缓缓抬头。金老爷子，其实我还是想试试，你们有带移动优盾吗？账单如果都走一家银行的公户，说不定我可以试试。金世佳还想讥讽两句，结果被金老爷子一个严厉眼神劝退。女人只得作罢，不过还是将烟灰弹得到处都是，宣泄自己心头的不满。是啊，金老，要不就让我们家弟弟试试吧。宁月兰要不是看在金老面子上，早就一巴掌过去了。当然，即便如此，也是恶狠狠瞪了金世佳两眼。金老爷子点点头，那就让他试试吧。说完，金老爷子掏出一个 U 盘一样的小玩意，递给方墨。方墨见过这种东西，优盾，一般开公司的企业家手里都有。这东西是用来控制公户交易的，一家公司所有合法需要纳税的收支都得走公户。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人推开，还不待方墨掏出电脑开机，喷着浓郁香水的倩影就脆生生开口道：“金爷爷，我把龙老的师傅给您找来了，这位可是暗网鼎鼎有名的华夏龙组成员，代号旋风，有他出手，肯定马到成功。龙组成员。”听到这4个字，方墨顿时大吃一惊，忙不住朝着门口处看去，只见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正目光炯炯地盯着金老爷子。“您好，我受林希涵小姐邀请，前来给您帮忙，不过报酬我们事先说好，1000万，1分都不能少。”轰！这话一出，方墨心头瞬间掀起惊涛骇浪，倒不是因为1000万这个数字，而是这旋风口中吐出的另一个名字。谁？林希涵！下一刻，一道让方墨无比厌恶的惊呼声也是再度响起包厢。方墨，你怎么在这里？第52忧郁林希涵，第53兴师问罪。这话其实我也想问你呢。方墨双眼微眯，抬了抬下巴，朝着林希涵看去。刚才推门走进来的2个人，其中一人是旋风，另一位率先走进来，人未道生先知的女人，则是方墨的前女友林希涵。看到林希涵的错愕表情，方墨也是忍不住皱了皱眉头。这娘们还真是阴魂不散，怎么哪儿都能碰到她？你们认识？金老爷子有些惊讶。方墨小兄弟，这是我远房亲戚家的小孩林希涵，最近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他也没少给我们帮忙，没少帮忙，也没见帮到什么忙。就在这时，金世家不咸不淡的开口。金老爷子不满地瞪了一眼孙女，这才继续冲着方墨说道：“反正就是因为希涵这2天惦记着这件大事，没少出力，所以我们这些亲戚也就渐渐走动起来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林希涵抢在方墨之前率先回答，咬着牙说道：“哦，我们是大学同学。”方墨点点头，没有戳穿林希涵老底。大学同学，这样啊？金老爷子何等人精，一眼就能看出来方墨跟林希涵之间肯定有什么过节。不过既然2人都刻意回避，金老爷子也不会自讨没头。下一刻，金世家撇了撇嘴，突然冷冷地说道：“林希涵，我劝你最好收起你那些小心思，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吗？无非就是想赚爷爷的钱，你自己不想出力，就没必要装模作样惺惺作态，成天找一群没用的废物过来浪费时间。难道我爷爷不烦吗？”闻言，方墨悻悻地摸了摸鼻尖，金世家这话倒是把自己也给内涵进去了。旁边的宁月兰冷哼一声，低声冲着方墨说道：“金老爷子在新闻上放出了悬赏条件，扬言要找江城最顶尖的黑客高手，只要能够完成他开出来的条件，价钱随便开。我估计林希涵就是冲着这个来的。”闻言，方墨点了点头，这倒是不难猜测。林希涵本身就是拜金女人设，更何况依方墨对她的了解，这女人可是无利不起早。为了金家的事情，忙前忙后，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有好处。不过我倒是没想过，林希涵竟然跟金老爷子还能沾亲带故。宁月兰黛眉微蹙，方墨干笑一声，不都说五湖四海是一家，说不定翻一下族谱，世手跟我们都有可能是几辈之前的亲戚呢。金老爷子也说了，远房亲戚嘛，估计就是因为这次的事情才走动起来的。方墨猜的倒是没错，林希涵虽然一直都想要搭上金家这条线，但那也得人家金家愿意啊。说成是沾亲带故，都是给他面子，血脉稀薄的连父辈都互不认识的远房亲戚，要不是靠着这次金家账单因为 bug 导致混乱，林希涵还真不一定有资格见到金老爷子。金爷爷，方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下一刻，林希涵指了指方墨，闻言，金老爷子咳嗽一声道：“月兰他们公司今天碰到了黑客攻击，方墨小兄弟靠着电脑里的防火墙力挽狂澜，所以月兰就把他介绍给我，希望能试试。”林希涵瞪大双眼：“是什么？您不会打算指望这个吃软饭的帮您修复账单 bug 吧？”林希涵，你又想挨打了是不是？宁月兰冰冷出声，这话一出，顿时吓得林希涵后退数步，还条件反射摸了摸面颊，似乎是想起了前几天被宁月兰狂扇巴掌的痛苦。不过转念一想，金老爷子在场，好歹是亲戚，总归不会坐视不管宁月兰动手打自己。于是林希涵又挺了挺不算丰满的胸脯，上前一步，冷哼道：“金爷爷，您糊涂啊！我跟方墨认识很久了，他压根就不懂电脑。方墨，你在宁总这里招摇撞骗，靠着花言巧语哄骗宁总跟你领证也就算了，你现在竟然还想骗我金爷爷！花言巧语哄骗宁月兰领证，
房间中几个人狐疑视线全都落在了方墨身上，包括宁诗雨在内，都是困惑地盯着青年。毕竟宁诗雨之前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宁月兰会跟方墨结婚？此刻听到林希涵这话，宁诗雨信了3分。宁月兰美眸再度阴沉了下来。林希涵，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在污蔑弟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方墨，别的我不管，但我绝对不能让你坑害金爷爷的公司。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承认，你计算机2级都没考过？林希涵不屑地撇撇嘴，指着方墨，语气咄咄逼人。闻言，方墨皱了一下眉头。因为我是大专毕业，所以没有本科生那种硬性要求必须要考计算机2级，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呸！林希涵冷笑着说道。那你敢不敢告诉大家，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跟电脑关系大吗？你敢说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吗？眼瞅着所有人视线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方墨摊了摊手。我大学学什么很影响我是个黑客吗？林希涵自认为了解方墨，不过其实两人在一起这些年，林希涵大部分时间都跟陆晨泡在一起，这女人能有多了解自己？我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确实跟电脑没什么关系。轰！听到这话，林希涵顿时洋洋得意了起来，就连金老爷子目光都变得意味深长了几分，似乎夹杂着对方墨的质疑。林希涵淡淡道：听到了吧，金爷爷，你们都听到了吧？方墨根本就不懂电脑，宁总肯定是被他蛊惑才带他过来见您的。这小子8成就是看中了您在新闻上放出的天价报酬，所以动了贪念，狼子野心，当真是狼子野心。宁总知人知面不知心，被哄骗，情有可原。但方墨，你别想骗我金爷爷，你不懂装懂，要是胡乱操作，你知道会给金家集团带来多大损失吗？第53兴师问罪，第54走就是了。闻言，几个金家子弟，包括金世家，也是目露不满的看向方墨。原来这小子还真是压根都不懂电脑，就这种喜欢说大话的男人也能得到宁月兰青睐，只能说是这江城第一女总裁眼瞎了。我的确没有计算机2级的证书，我也并没有受过专业的电脑培训，不过我觉得稍微尝试修复一个 bug 并不是什么难题。方墨要不是看在金老对宁月兰有恩的份上，才不会主动自讨没趣。如果你认为你带来的人可以为金老爷子帮忙，我自然不会有半点意见。下一刻，林希涵撇撇嘴，直接将那旋风往前推了一把。搞笑，现在就别在这里弄虚作假了，一点意义都没有。金爷爷，就让旋风试试吧，他可是龙组成员。金老爷子对方墨有些失望，这下也不再理会青年，上下打量了一眼那旋风。这位朋友当真是来自龙组的精英？方墨视线也是朝对方看去，在他的印象中，龙组成员都需要签订保密协议，基本没人出门在外会四处宣传自己的这一层身份。毕竟龙组为了守护华夏互联网世界的安稳，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只见那男人满脸倨傲，不错，我就是来自龙组的旋风，江城第一互联网技术顾问龙老是我的弟子，而我的师傅想必诸位也都听说过，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客之王铮。黑客之王铮。听到这话，在场几人皆是大吃一惊，就连始终对铮有些不屑一顾的金世家也是妙目闪过一抹惊讶。毕竟他只是为了嘲讽方墨，所以才用铮举例子，这一点恰恰能够反映出金世家心中有多清楚黑客之王铮的能耐。宁诗雨是最激动的，要不姐姐宁月兰拦着，他差点就要一蹦3尺高了。您认识铮？诗雨。宁月兰瞪了一眼妹妹，小丫头这才按捺下心头激动，乖乖坐下，只是目光却是充斥星星，就差冲上来让旋风帮忙要签名了。你说你师父是谁？铮。全场唯一一个神色古怪的就要数方墨了，这旋风还真敢说啊，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李逵撞上李鬼？我怎么不记得什么时候在龙组收过一个徒弟呢？不错，我师父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客之王铮，所以诸位大可以放心，这小小的一个 bug 随随便便我就能修复。不过金老爷子报酬这方面，旋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装逼的正主近在眼前，傲然的抬了抬下巴。听到这话，金老爷子忙不住点头，钱不是问题，优盾就在这里，方墨小友，要不先让这位朋友试试吧。他毕竟是龙组精英，看在宁月兰的面子上，金老爷子倒是没有对方墨出言不逊，只是话里话外也多了几分不屑一顾。毕竟一开始金老爷子就没指望方墨能够靠着一个防火墙解决他焦头烂额良久的麻烦，再加上从林希涵口中听到方墨压根就不懂电脑，没骂他招摇撞骗都是给宁月兰面子了，那就行。旋风的目的似乎只是要钱，两人达成协议，旋风也是从一个手提包中掏出电脑，那我就开始了。等等，就在这时，方墨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对方打开的 Win10系统，你确定你是真的徒弟？黑客用的不都是 Linux 操作系统吗？你懂什么？林希涵毫不留情的冷笑一声，你连电脑都没碰过几次，一个只会写小说的废物，给你一台计算机你怕是都玩不明白吧？还敢在这里指手画脚人家黑客的操作，管好你自己，不然我就不客气了。听到这话，方墨张了张嘴想要解释，不过眼瞅着林希涵盛气凌人的模样，最终还是作罢。其实他更想看看这个自称是他徒弟的人有什么能耐，倒不是没有使用 Win10系统很厉害的黑客，只是方墨头一次见到有人自称龙组精英还用着 Win10，整个龙组基本都因为老大铮的关系，使用的全都是清一色的 Linux。虽然方墨在现实世界没有跟龙组成员打过照面，但他基本能够肯定，眼前这个自称代号为旋风的男人100%不是龙组成员。优盾。旋风瞥了一眼方墨，似乎对这个几次三番出声质疑自己的小子有些不满，语气都略微有些不善。方墨看了一眼金老爷子，那就你先试试吧，你要是不行再换我来。我不行。旋风冷笑一声，要是我不行，这江城也没人能够帮金老爷子解决眼前的麻烦了。方墨，
你不能帮忙，就乖乖把嘴闭上，不然不用我爷爷点头，我现在就赶走你们。金世佳冷冷地盯着方墨，就算是对黑客再不屑，人家争的徒弟怎么着也要比方墨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要强吧？啪！宁月兰就在这时豁然起身，语气平淡地说道：“金老，既然林小姐找来了高手，那我们今天就先告辞了。我们家弟弟也是好心，现在不需要我们，那就不打扰诸位用餐了。您不用送了，事情倘若解决了，您给我说一声就行。弟弟，我们走吧。”闻言，金老爷子大吃一惊。宁月兰没有提及结婚要邀请自己的事情，甚至临行之际连一张邀请函都没留下，显然也是因为在场所有人对方墨的质疑动了怒气。他苦笑一声，想要劝慰两句，不过金世佳已经翘起黑丝美腿，冷笑着摆了摆手：“走呗，这里又没人求着你留下来。咱们宁大总裁日理万机，还是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你们家弟弟的防火墙是否真的能以绝后患吧。别过2天又看到宁氏集团云端数据被黑客攻击上新闻了。”哗！就连性格古灵精怪的宁诗雨听到这话，俏脸都是一沉的诅咒。闻言，宁月兰瞥了一眼金世佳，那个眼神怎么形容？有3分鄙夷，7分不屑，似乎还多了半分失望，仿佛就像是在说堂堂金家集团的继承人就这。尽管宁月兰一句话都没说，可这平淡的态度反而更是让金世佳有种吃了屎一样的难受。方墨皱了一下眉头，3人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方墨回头瞄了一眼那旋风的电脑显示器，他双眼微眯。你要是想凭借寻找 bug 出处来修复崩溃的系统，思路就错了，这个漏洞只能重新编码。倘若能够黑到银行的源代码，大概可以反向破解。方墨一眼就看穿对方的想法，撂下最后一句话，跟在宁月兰身后径直朝着外面走去。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方墨推门的刹那，旋风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浓郁震惊。第54走就是了，第55会吃醋，不就是在乎的表现吗？下了楼之后，宁月兰满脸歉意的主动搂住方墨：“弟弟，对不起，我不知道金世家的女人今天也会在场，她以往一直就跟我有些不对头，倘若我知道她在的情况下，我说什么都不会带你过来自讨没趣。”女人说话间还用丰满酥胸蹭了蹭方墨的胳膊。虽然宁月兰的身材比起宁诗雨谈不上火爆，不过她身上有种亲熟女标志般的成熟味道，这种味道对方墨这个年纪的男人很有诱惑力。方墨都是老脸一红，一下子将刚才包厢中发生的事情抛之脑后了。就在这时，宁诗雨走快了2步，跟上姐姐和姐夫。话说，方墨，你出门之前最后说的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你要是打算利用寻找 bug 出处修复漏洞之类的，你不是不懂电脑吗？闻言，方墨心间一颤，小姨子要不要这么细节？你这样我很容易暴露真实身份啊。宁月兰美眸也是蒙上了一层狐疑，看向方墨。是啊，弟弟走之前最后那番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真懂电脑？方墨，你说的那个黑客朋友不会就是你自己吧？你们男生不是都最喜欢无中生有了吗？嗨嗨，方墨猛地咳嗽了2声，娘的，宁诗雨要不要这么聪明，顶不住了呀？怎么可能？下一刻，方墨连忙调整一下表情解释道：“我就是之前听我那个网友说过，他好像解决过类似的事情，像什么流水、账单之类的，都属于数据信息流。这种东西一般很容易因为某一笔烂账导致混乱，如果用 Win10的话，只能从银行本身的 App 和网页端入手，再加上我听说过真使用的是 Linux 系统，我基本能够肯定林希涵找来的人只是一个顶着黑客之王旗号的骗子。况且根据金老爷子的人脉，能够找到的清北精英数不胜数，这种笨办法他们肯定都尝试过了。笨办法？眼瞅着方墨又说漏嘴了，宁诗雨戳了戳他胳膊：“那什么是聪明办法？编程呗。”方墨耸耸肩：“这些你们应该在网上的短视频平台也能刷到，一般出现了系统崩溃的重新问题，自然就是靠编程来解决，这不是常识吗？就像是咱们的电脑，如果反应速度变慢，只要将重要文件全部存在 C 盘，然后重装一下系统就行了。我好歹是一个网络小说写手，算半个码农，知道这些很困难吗？”听到方墨一口气连珠炮似的这么一通解释，宁诗雨这才眨了眨大眼睛，说的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啊。方墨一个写小说的，就算是不怎么会用电脑，或多或少也算是靠电脑吃饭的，他在这方面的基本常识比普通人多一些，也不难理解。一念至此，宁诗雨沮丧地叹了口气。不过刚才金世家和那什么林希涵的态度还真让人火大，要是方墨今天能够打脸他们就好了。闻言，方墨扑地笑出声来，姐妹花2双眼睛视线全都落在了青年身上。你笑什么？反正那旋风也解决不了这麻烦，之后金老爷子8成还是会主动联系我们，放心吧，会有找回场子的机会。方墨嘿嘿一笑，小姨子要是不爽的话，到时候让金世家和林希涵当面给你姐姐道歉，给我道什么歉？宁月兰白了一眼方墨，这家伙说的倒是轻巧，不过就算是最后那句话能够在旋风失利之后带给几人震惊，可真要赶鸭子上架，方墨一个不懂电脑的人也没有施展空间啊，撑死就是在背地里小小扬眉吐气一下。一念至此，宁月兰朱唇轻启，人家就算是重新求到咱们头上，你也不会编程啊。他倒是没想到方墨回答的十分轻巧，可以学吗？方墨咧咧嘴，嘿嘿一笑，今天回去我问问我朋友当时是怎么解决的类似麻烦，现学现用。知识这种东西不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就当是为了帮月兰姐还金老爷子这个人情了，好歹也是在商界没少给姐姐帮忙的前辈，这个人情能还当然还是尽量还上。说完这话，几人走出江城国际大酒楼。宁月兰虽然恼火金老爷子今天的态度，不过双方同为江城商圈，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关系闹僵就不好了。咱们家姑爷对我姐姐的事情很上心嘛，看来方墨你是真爱上我老姐了。宁诗雨吐了吐可爱的小舌头，不过老姐，
我们现在溜达了一圈，饭都没吃呢，换个地方呗。宁月兰耸耸香肩，红唇噙着一抹迷人的似笑非笑。宁诗雨盯着老姐俏脸，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按照以往自己对姐姐的了解，宁月兰每次跟金世家见面，两女不是互相冷嘲热讽，就是针锋相对。每次回来之后，宁月兰都会沉着脸憋一肚子火。这还是头一次跟金世家开枪，宁月兰毫无情绪，甚至宁诗雨隐隐间感觉姐姐似乎有些高兴。为什么高兴？难道是方墨刚才说的那番话？这两人的情况还真是越来越不对劲了。难道老姐真喜欢上了方墨？可是方墨有什么优点能够迷得自己老姐如此神魂颠倒啊？宁诗雨1万都不解。就在这时，宁月兰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眼瞅着是宁老爷子打来的。宁月兰上了车之后，就当着两人的面接通。喂，爷爷，月兰，今天凯德文化高层约你吃饭，估计是前2天你资金流紧张的问题，我这边出面解释不太方便，你去一趟吧，地址就在江城国际大酒楼505包厢。听到这话，宁月兰搭在车门上的玉手又缩了回来，俏脸闪过一抹无奈。看来今天还真是不得不留在这里吃饭了，有点事情，要不诗雨跟方墨，你们找个别的地方解决温饱问题。吃饭怎么能叫问题呢？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啊！宁诗雨不满地嘟囔着小嘴，挥舞了一下小拳头表示抗议。而且老姐，你都好久没跟我一块吃过饭了，自从爷爷开始催你结婚，你就搬了出去，咱俩除了上次方叔叔和冉阿姨来家里，你都好久没跟我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了，是这样吗？方墨诧异地挑了挑眉头，他倒是没想过宁月兰这么抵触宁老爷子给他介绍相亲对象。闻言，女人精致俏脸划过一抹无奈，行吧，那就一起吧，既然诗雨想跟着，那就刚好把我老公带上吧，有方墨在，还能解决一个讨厌的苍蝇呢。苍蝇？方墨怔了一下，宁诗雨咧嘴一笑，苍蝇就是老姐的追求者呗。不过就算是在高质量的同龄异性，只要对他动了念头，好像在我老姐眼里都会被统称为苍蝇。方墨，你还是读一个能跟我老姐有肢体接触的异性呢，月兰姐的追求者，怪不得说要让自己帮忙呢。不过怎么感觉自己变成月兰姐挡箭牌了似的？方墨悻悻地摸了摸鼻尖，宁月兰重新挽住了男人的胳膊，压低声音，几乎是咬着方墨耳朵问道：怎么了？咱们家小老公吃错了？你不说姐姐是江城2000万男人的梦吗？有几个追求者不是很正常？这倒也是，按照月兰姐的优秀程度，要是没人追才不对劲了，那岂不是说明她身边的异性都眼瞎了？不过你放心，姐姐现在一整颗心都在咱们家弟弟身上，才不会到处沾花惹草呢。倒是我们家弟弟这么可爱，姐姐还害怕你嫌弃我有朝一日红颜不在，在外面金屋藏娇呢。噗，月兰姐别撩了，再撩我就要心动了。方墨心跳都是快了半拍，忙不住咳嗽一声。我觉得姐姐带上我也挺合适的，毕竟是对你有想法的异性，身为你的老公，我有义务帮你解决身边这些狂风浪蝶。哟，这个借口可是有些牵强呢。宁月兰娇笑一声，也没有拆穿方墨吃醋真相，挽着青年的胳膊，又重新走进了江城国际大酒楼。说实话，其实宁月兰还挺享受方墨会为自己吃醋的样子，会吃醋，不就说明心里在乎自己吗？第55会吃醋，不就是在乎的表现吗？第56，你是哪根葱？三人上了楼，宁月兰轻车熟路找到了包厢大门。你们待会进去别乱说话，凯德文化不是江城的企业，算是外资，所以这些家伙要是得罪了，比起高子杰一流可要麻烦太多了。毕竟他们疯起来可以肆无忌惮，甚至毫不在乎华夏的法律。外资企业家吗？方墨皱了皱眉头，心中有些不舒服。毕竟这些年老能在新闻上看到一些无良的外资企业家在华夏本地肆无忌惮、强抢民女的案例比比皆是。关键这些洋马只要让他们本国引渡回去，轻轻松松就能全身而退。方墨有些担心宁月兰吃亏，月兰姐以后能少跟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打交道吗？我还是觉得跟本地人做生意会稳妥一些。听到这话，宁月兰先是一愣，宁诗雨正欲开口，没想到宁月兰笑眯眯的轻手轻点：好呀，切，方墨，我老姐不跟外资商人做生意，你给她跨境的项目啊？宁诗雨喝着奶茶，不满地用手肘顶了顶方墨，方墨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管得有些太宽了。宁月兰跟谁做生意的确是她的自由，他又是咳嗽一声，连忙改口：不是，我也是建议嘛，要是很为难的话，就算了吧。没事，建议很好，姐姐采纳了。宁月兰没给宁诗雨再度挤兑方墨的机会，说完这话就推开了包厢大门。这一间包厢的装修比起金老爷子那间完全就是两个风格。如果说刚才那间包厢是满满的商务风，那这间包厢就显得暧昧十足，无论是昏黄的灯光，还是墙壁上挂着流光溢彩的氛围灯，都给人一种情调十足的味道。在这种环境中，真的是来谈生意的吗？方墨眉头再度皱了皱。就在这时，包厢中传来声音：咱们宁总来的还挺快啊，莫非宁总刚才没在公司吗？我听说今天宁氏集团出事了，还想着关心一下宁总呢，刘少费心了。不过麻烦都解决了。宁月兰神色平静地扫了一眼房间中端坐在主位上的男人，男人穿着一身得体的衬衣，不过最上面的2个扣子敞开，他又是仰着身子靠在沙发上，几乎半个胸口裸露在外，给人一种轻佻的感觉。既然如此，那我们还是聊聊咱们的事情吧。几位先坐。方墨和宁诗雨进了包厢，两人注意力就被餐桌上的美食吸引。月兰姐既然是来谈事情的，那他方墨也插不上话。青年跑了一上午，也的确是饿了，索性跟着宁诗雨一人一双筷子，开始大快朵颐了起来。被称为刘少的男人注意力都在宁月兰身上，看都没看一眼方墨二人，笑眯眯的给宁月兰倒了杯红酒。宁总，咱们先喝2杯再谈事情吧。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见到宁总，我就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总觉得像宁总这样的绝色美人只应该出现在画中。说着，
那男人还故意朝着宁月兰方向靠了靠。不过女人进包厢的时候就挑了个居中的位置，左边是方墨，右边是宁诗雨。刘少想要靠近自己都没机会，他也不恼，只是目光灼灼地盯着女人。咱们也接触了2、3次，都是成年人，也不必拐弯抹角。宁总需要的无非就是一笔钱，而我刚好能够拿出来这么一笔钱，解决宁总的燃眉之急。说着，那柳少将一杯红酒缓缓推到了宁月兰面前。方墨原本吃得正起劲，听到柳少上一句略显暧昧的话语，方墨手中动作一停，表情都僵硬了几分。娘的，这话怎么听上去有些不对劲？这是第几次有人打算当面绿我了？我知道月兰姐长得让人很难把持，但你们这些男同胞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不要一见到月兰姐，一个个就跟发情的色狼一样。抱歉，她今天身体不舒服，喝不了酒。下一刻，不给宁月兰开口的机会，方墨便是将高脚杯重新推了回去。他手上的动作还没停，正拿着一根鸡爪狼吞虎咽的起劲。听到这话，柳少双眼一眯，似乎很是不爽。方墨插嘴：“宁总，上一次你说的利息我也考虑过了，不过实在是太低了。对于凯德文化而言，我们从未给任何一家企业给出过这么低利息的借款。”听到这话，宁月兰俏脸神色平静，点了点光洁下巴：“我理解，既然如此，那我可以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刘少神色一僵，本以为一句话能够逼宫，让宁月兰紧张起来，未曾想女人似乎毫不在意，她连忙又是改口道：“宁总别着急，虽然我说这个利息我们凯德文化给不出来，不过我今天也是考虑良久才约的你，自然还有别的解决方案。正常情况下给不出的利息，其实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在上一次咱们谈好的条件上，我附加一条，倘若宁总愿意付出一些别的代价，我们也不是不能合作。别的代价，这个暗示已经足够明显了。”哗！原本还在狼吞虎咽的方墨再度呆滞。你他妈不仅看上了我老婆，竟然还想泡她！月兰不是在朋友圈晒过结婚证吗？怎么还有这么多烦人的狂风浪蝶？方墨心中愤愤不平地想着，也是缓缓抬头，目露不善之色的朝着柳少看去。下一刻，那柳少清了清嗓子，眼底浓郁贪婪暴露无遗。初见之下，我就被宁总惊为天人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只要宁总愿意陪我3天，别说2个点的利息，你就是1个点，我也可以考虑。宁总应该知道我在凯德文化的话语权，而且现在能够拿出这么大一笔资金的，除了京城何家的中央银行，也只有我们凯德文化了。宁总，我可是诚意满满。你也不需要付出什么，只是陪睡3天，3天之后，你还是高高在上的宁氏集团女总裁，我还是凯德文二公子，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刘少自认为给出的条件足够诱人，宁月兰没有拒绝理由，竟然伸手越过方墨，想去拉住宁月兰。宁月兰早在刘少第一次性暗示的时候，俏脸神色就开始变得冰冷了起来。此刻听到那刘少竟然如此露骨，没站起来给他一巴掌，都算是涵养极高了。抱歉，刘少，我不需要凯德文化的帮助了，宁氏集团资金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话罢，宁月兰错开柳少手掌，躲在方墨身后，还冲着青年眨了眨妙目，似乎在说：“弟弟，有人打算泡你老婆，你看着办吧。”解决了。柳少一挑眉头：“宁总，宁氏集团需要的可不是1000万、2000万这种小数字，股市这一笔动荡，起码要2个亿朝上才能稳住局面。我今天也看了宁氏集团的股票，没有任何回涨的趋势。宁总就不要跟我开玩笑了，我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宁月兰冷笑一声，眼瞅着这男人如此执着，直接眯着眼睛冷笑道：“刘少的诚意我无福消遣，您还是带给别人吧。”连番几次被宁月兰拒绝，刘少神色也是逐渐难看了下来。宁总，见好就收啊！尼玛，你他妈这是在威胁不成？我说，这位朋友，月兰姐既然都说了不愿意，难道你还打算强买强卖不成？别人不打算找你借钱，你还要强迫别人吗？方墨早就绷不住了，此刻那刘少还不安分的想要动手动脚，他立马手一横，挡在了宁月兰的面前。柳少这才不满的瞥了一眼方墨：“你是哪根葱？”第56，你是哪根葱？第57，酒瓶爆头。她老公方墨丢掉手中鸡翅，擦了擦嘴，平静的回答。闻言，柳少手掌一抖：“老公，宁月兰结婚了？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你问我，我问谁？自己不知道看10万个为什么。你怎么不知道就要问你自己了？”方墨撂下这句话，径直起身，这里是待不下去了。这柳少完全就是一个精虫上脑的色胚，跟他借钱无异于与虎谋皮。尤其是这王八蛋，竟然还挡着自己面，扬言想睡他方墨的老婆，没给他2拳都算是好的了。站住！宁月兰约了我柳安然3次，浪费了我这么多时间，你真以为我的时间不值钱吗？倘若不是为了得到你，你以为我会苦口婆心，还主动放低身段给你们宁氏集团开绿灯吗？谁知道两人刚一起身，那柳少突然暴跳如雷的怒吼出声，砰！他还愤怒地摔了一个高脚杯发泄情绪。这一举动吓得坐在宁月兰旁边的宁诗雨瑟瑟发抖。姐姐接触的都是什么人啊？她突然感觉方墨来之前让姐姐不要跟这些外资企业家做生意的举动是多么明智了。你什么意思？方墨丝毫不惧，朝着柳少瞥了一眼，笑话。虽然他现实中只是一个普通的网络小说作家，可千万别忘了，方墨还有另一层身份，乃是华夏龙族领袖。类似于方墨这种定海神针级别的存在，虽然不至于有绝世高手暗中保护，但方墨一个电话自报家门，高低也能喊来一群穿着中山装的公安局大佬撑腰。这刘少但凡打算逼良为娼，方墨高低都要跟他掰掰腕子，让他见识一下在5星红旗飘扬的国土。这些外资企业家依旧还得夹着尾巴做人。柳黯然咬着牙，脸色铁青。我什么意思？哼，
宁月兰，你既然都结婚了，那我估计你早8辈子也都被别的男人玩烂了。既然如此，又何必跟我装矜持？不就是被我顶2下吗？难道这小子没在你身上驰骋过吗？他对宁月兰一见钟情，未曾想自己的梦中情人都已经嫁作人妇。此刻柳黯然看向方墨的目光妒火中烧，这小子何德何能，竟然能够获得宁月兰青睐？他柳黯然哪里不如这小子？今天既然你进了这间包厢的大门，我就没打算让你安然无恙的出去。这钱你借也罢，不借也罢，我都要好好品尝一下你的味道，还真是鼻梁为娼啊！宁诗雨已经害怕了起来，没想到柳黯然视线也落在了他的身上。来人贪婪的舔了舔嘴唇，还有你带来的这个小妞，不错不错，大奶牛我喜欢。他色眯眯的视线落在宁诗雨傲人胸脯上，下一刻坏笑着说道：这小妞也很有味道，你们这对姐妹花今天不满足我，一个都别想走。至于你小子，柳黯然敲敲桌子，你就好好看着老婆的，调教我老婆。方墨双眼一眯，眼神罕见的森冷了下来。你是不是找死？柳黯然哈哈一笑，我找死？现在外面都是我的人，我一句话就能喊来10几号保镖。砰！话还没说完，方墨已经不耐烦的抄起桌上一个红酒瓶，狠狠砸在了柳少头上。人都没喊进来，你就开始给我装逼。方墨冷笑着，又是抄起一个酒瓶砸在那柳少头上，砰！酒水四溅，猩红的酒液流淌的到处都是。那柳少的名牌西装瞬间被染成了红色。这个举动一出，全场都是彻底寂静了下来。疯了，方墨疯了，老姐，他竟然打人了！宁诗雨吓得瑟瑟发抖，搂住姐姐的胳膊小声嘀咕。柳少身上鲜血混合着红酒缓缓滴落，整个人面目狰狞中噙着一丝难以置信，似乎是不敢相信方墨这样一个看上去寂寂无名的毛头小子竟然敢动手殴打自己。他刘少是谁？宁月兰都不敢招惹的存在啊！这小子酒瓶爆头自己，就不怕给宁氏集团招惹麻烦吗？下一刻，宁月兰瞥了一眼妹妹，难道这种畜生不该打吗？该打！宁诗雨吞了一口唾沫，看向姐夫方墨并不算宽阔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感到安全感十足。宁诗雨咂了咂红唇，瞪大美眸干笑道：只是我感觉方墨以前一直都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模样，这还是头一次见到发这么大脾气，有点吓人。宁月兰轻笑一声，方墨会勃然大怒，是因为那柳少羞辱了自己，被小家伙保护的感觉还真不错呢。不过正如刘少心中所想，宁氏集团在江城虽然唯我独尊，但他宁月兰不一定惹得起对方。今天柳少准备充分，外面肯定全是他的人。一念至此，宁月兰掏出手机就欲打电话呼叫金老这位场外援助。江城国际大酒楼好歹也是金老的地盘，就算是刚才闹得不愉快，这么多年的交情，金老也不可能见死不救。小子，你他妈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打了我会有什么下场吗？柳少摸了摸面颊，好半晌才反应过来，看着手中一抹鲜血，他有种做梦般的错觉。来了江城之后，凭借外资企业家的身份，他不知道玩弄了多少普通人眼中高高在上的女总裁，那些人几乎都是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其中有夫之妇也不在少数，可是真正敢站出来跟他叫板的一个没有。今天这还是他刘少头一次吃亏，而且还是在一个年仅20岁出头的年轻人身上。方墨丢掉手中碎酒瓶，打的就是你这只管不住嘴的狗，你他妈说什么？柳少咬着牙怒不可遏，你说我是狗？方墨耸耸肩，淡淡道，不然为什么春天还没到，你就汪汪汪的发情了？你不是狗是什么？操！我今天不仅要当着你的面玩弄宁月兰，我还要让人跟我一起玩，我要让你感受绝望和耻辱。小子，你会为你今天的行径付出代价，等我现场表演结束，我就让人废了你的双手。说完这话，柳黯然直接冲着门口怒吼道，都他妈是死人吗？你们主子被打了，没人进来看一下情况了吗？这话一出，大门砰的一下被人推开，7、8个人高马大的保镖走了进来。宁月兰见状，双眼缓缓微眯，果然正如这柳少所说，他今天还真是有备而来。不过就在这时，还不待柳黯然一声令下，让他们控制房间中3人，突然一道相貌英俊的男人也是走了进来。靠，柳黯然，你小子咋呼呼干什么呢？我他妈带着媳妇儿过来吃饭，好不容易哄得差不多了，为我昨天差点弄丢儿子赔礼道歉，你他妈就不能老实一点？第57酒瓶爆头，第58柳青。见到来者，柳黯然神色顿时一僵。凯德文化董事长柳青，青哥，不是我故意打扰你和嫂子温存，是今天这宁氏集团董事长宁月兰欺人太甚，她想找我们凯德文化借钱，我只是提了点小小要求，她老公竟然就坐不住了，暴起出手。您看看我被打成什么样子了。说着，柳黯然指了指自己头上的伤势以及一地狼藉，恶人先告状，哭丧着脸说道，这打狗都要看主人，宁月兰今天的行径简直就是不给您面子啊！这不是我故意想要闹事，实在是我咽不下这口气。柳黯然在柳青面前就老实太多了，虽然凯德文化他是所谓的2把手，可是柳青才是全资控股的董事长，真要说起来，如果惹恼柳青，他这位2把手分分钟就可以被换掉。闻言，那英俊青年怔了一下，这还是来了江城头一次见到自己手下有人吃亏。下一刻，柳青视线朝着房间中看去，他倒是想要看看是谁动了自己的人，您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柳黯然一脸委屈，宁诗雨瞪着大眼睛，怒不可遏，无耻！你这家伙怎么能这么不要脸？颠倒黑白也不是你这样的吧？明明就是你看上我姐姐，想要以借钱为理由潜规则，怎么就被你说的如此冠冕堂皇，还成了我们不讲道理了？
宁诗雨很是不耻这柳安然的行径。小妮子听到亲哥这称呼，就已经猜到了来者身份。凯德文化董事长柳青在整个华夏都赫赫有名，在外资企业家里算是最有权势的一批。没想到今天竟然把这位都给闹出来了，这还真是巧了。话音刚落，柳青便是饶有兴致的看了一眼房间中方墨和宁月兰二人，他们二人也是有些错愕。方墨刚才都打算掏出手机给国安局高层打电话摇人了，直到看清柳青面孔，才嘴角抽搐着收起了手机。下一刻，柳青挤出一抹古怪笑容，上次走得匆忙，忘了给二位留下我的联系方式了。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在这酒楼撞见，缘分啊！听到这话，全场一寂，包括那柳安然在内，脸上的神色都是突然凝固。啥玩意？青哥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几个难不成认识？方墨咳嗽一声，这位不是昨天在度假村碰到的那个年轻父亲吗？就是那个因为泡温泉，结果迷迷糊糊睡过去，结果小孩被人贩子给偷走的浴袍帅哥。因为对方形象实在是有些太搞笑了，而且爸爸带娃如此粗心，还真是生平仅见。这位着实给方墨留下了不小的深刻印象。没想到他竟然是凯德文化的高层。方墨虽然没听过什么柳青大名，但他通过柳安然的态度，倒是不难猜出柳青在凯德文化的话语权显然要在柳安然之上。方墨悻悻地摸了摸鼻尖，咳嗽道：“确实有点巧。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就跟我们家小姨子说的大差不差。你要是不相信，我们也可以找酒楼监控给你看。是他先威胁我们，还强迫我们家月兰姐陪他3天，所以我才没忍住动手给了他2酒瓶子。”柳青原本想说一句打得好，不过想起柳安然还在一旁，还是咳嗽一声作罢。没事，我相信你们，好歹也是我家宝宝的救命恩人。我要是对你们连一点信任都没有，就有些太辜负二位昨天在度假村的善意了。不知道你们今天有什么损失吗？我让柳安然给二位恩人赔礼道歉。柳安然自从方墨和柳青搭上话之后，嘴巴就张大到够吞下一颗鸡蛋。什么鬼？他当然知道青哥的孩子昨天丢了，就因为这个事，在外围高悬重一言九鼎的柳青回家被老婆骂得像条死狗一样。今天柳青就是为了赔罪，才带着一家老小出来吃饭的。宁月兰旁边那小子竟然是柳青的恩人，损失谈不上，只是心情被破坏了。方墨看了一眼柳安然，淡淡道：“毕竟任谁耀武扬威说要调教别人的老婆，应该都高兴不起来吧？”柳青神色都是僵硬了刹那，未曾想柳安然背地里竟然如此嚣张跋扈。青哥，误会，这是误会。啪！话还没说完，柳青就怒不可遏的回头给了他一巴掌。误会？误会你妈个逼！啪啪！下一刻，柳青就上前左右开弓。误会你把人家洽谈业务约在这么暧昧的环境，误会你对您总有非分之想。我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对别人老婆动非分之想，像我这样疼老婆的好男人，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败类。你竟然还当着人家老公的面点名道姓。柳安然，你他娘的背地里打着凯德文化高层的名义，还干了多少坏事啊！柳青气急败坏的抡圆膀子，打得那柳安然嗷嗷惨叫，连话都说不出来。道歉。话罢，柳青捏着柳安然的脖子，把他摁在墙上。他身材本就魁梧，动起手来更是虎虎生风。方墨双眼微眯，这柳青出手虽然大开大合，但明显是个练家子。他倒是没想过，昨天随手见义勇为，竟然还能够结这么一个善缘。柳安然满脸鲜血，牙齿都摇摇欲坠。面对柳青的压迫，他也不敢多嘴。兄弟，宁总，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你们。宁总，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把我当一个屁给放了吧。他可是知道柳青手段何等残忍，要是今天方墨二人不原谅他柳安然估计回去之后，估计都得缺胳膊少腿。宁月兰美眸看向方墨，似乎是将这柳安然的生杀决定权交到了方墨手中。青年抬了抬下巴，其实我也没那么小肚鸡肠，只是你今天说的话太过分了。听到前缀，柳安然心头一喜，还以为是方墨仁慈的打算放过自己了，谁知道下一刻，青年便是冲着柳青咧嘴露出一口白牙。这位兄弟，看着再打个7、8、10巴掌，意思意思就行了，也别真打死了，不然闹出人命怎么着也不好交代。这话一出，柳安然脸色大变，再打7、8、10巴掌，自己这张脸怕不是都得被打烂了。小子，你不要给脸不要脸！话还没说完，他脸上突然又挨了一巴掌。柳青眼疾手快，又是哐哐2巴掌甩了出去。方墨明显还没有消气，况且今天本来就是柳安然的错，柳青才不会仁慈。你麻痹的给脸不要脸！啪啪！下一刻，柳青直接大手一挥，你们几个把他带到隔壁打，我不想脏了2位救命恩人的眼睛。不过记得一定要打出声音，我要能听见他的惨叫声，不然的话，你们但凡手下留情，届时倒霉的就是你们。几个保镖瑟瑟发抖，皆是同情的看了一眼柳安然。看来今天这位凯德文化2把手不在床上躺个100天，这梁子是过不去了。毕竟都是跟在柳青身边做事的人，这位柳总有多么心狠手辣，这些保镖还是心里有数的。不要啊，柳总，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柳安然都来不及求饶，就被几个保镖眼疾手快的带了下去。宁诗雨张了张红唇，这家伙好惨，老姐，今天不会闹出人命吧？柳青看了一眼小妮子，放心，当然不会。不过让他伤筋动骨100天，脱层皮还是应该的。第58柳青，第59打脸林希寒，好狠！方墨忍不住咂了咂舌，感慨男人的雷霆手段，怪不得能够成为掌控凯德文化这样庞然大物的领袖。下一刻，柳青用毛巾擦了擦手，才像个没事人一样笑眯眯地看向方墨。兄弟，昨天都没好好感谢你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在下柳青，凯德文化董事长。果然是凯德文化董事长。那柳安然见到眼前的男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当时方墨就隐约间猜到了柳青身份，
果不其然，跟自己的猜测如出一辙。你们几位吃饭了吗？要不一起？方墨跟柳青浅浅的握了一下，摇头道：不用了吧，刚才其实都吃的差不多了。月兰姐，你要不再吃点？哪有这个心情？宁月兰好歹也是个女人，虽然弟弟刚才的表现很帅，打的那柳安然嗷嗷惨叫，可毕竟是在餐桌跟前发生的血腥场面，宁月兰要是还有胃口就怪了。柳青也没有强行挽留，早就听闻江城宁氏集团大名，昨天见到宁总，其实我就有些猜测，没想到还真是宁总本尊。哼，宁总本人比新闻上的照片更好看。听说宁总传闻中性子冷漠，傲如冰山，兄弟倒是有福了。柳青夸奖宁月兰的时候，倒是没有露出什么特别的眼神，眼里只有一抹对同龄优秀异性的欣赏和赞美。宁月兰红唇一勾，露出一抹浅笑。柳总倒是谬赞了，跟您比起来，宁氏集团就算是小打小闹了。虽然柳青没有露出什么艳羡神色，但方墨还是有些脸红，悻悻地摸了摸鼻尖。要是传出去，自己是因为酒醉之后耍酒疯，拉着月兰姐这位2000万男人的梦结婚，不知道会惊掉多少双下巴了。下一刻，柳青掏出2张名片，一张递给方墨，一张递给宁月兰。我也是华夏人，只是家里长辈搬到了国外做生意，生意也是在国外做起来的，所以才变更了国籍。凯德文化在本土做生意还是很有分寸的，希望柳黯然没有给2位带来什么心理阴影。日后若是有用得上我柳青的地方，2位也请尽管开口，只要是能力范围之内。柳青在所不辞。闻言，方墨原本想要拒绝，毕竟昨天识破人贩子的时候，方墨也没想过施恩携报，但眼下月兰姐都已经收下了名片，方墨想了想，也是乖乖的将名片揣进了口袋里。老爹不知道自己暗地里乃是黑客之王争的身份。方墨现在除了当兼职网络作家，基本就没有别的收入来源。之后老爹肯定会给他安排工作，若是能够认识一些商圈的朋友，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也能帮衬着照顾1、2。就在这时，一道勃然大怒的咆哮声响起：滚，滚出江城国际大酒楼！还有你林希寒，你野心勃勃，我早就看出来了，没想到你找来的人一次比一次不靠谱，还什么师从黑客之王争。砰！咆哮声响起的刹那，几人便是朝着那方向看去。只见最开始宁月兰领着方墨离开的包厢中，2道人影被推了出来，骂骂咧咧的就是金诗佳，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金诗佳一双笔直修长的黑丝美腿。旋风被推出来后，脸色阴沉，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一开始拿到优盾的那小子，肯定是他的电脑上有什么病毒，所以才导致账单数据被删除了。不然的话，我明明只是为了寻找 bug 出处，我压根都没编程，账单怎么会丢失？林希寒也是满脸惊慌失措，没错，肯定是方墨的问题，优盾是从方墨手中接过的，肯定是方墨在优盾里动了什么手脚，导致账单数据被删除了。这不能怪旋风啊！去你妈！金诗佳一脚踹在林希寒肚子上。虽然我也看不上宁月兰带来的男人，但人家拿到优盾之后，电脑压根都没开机，你们就进来了，难不成是他肌肤组织携带了病毒，感染了优盾里的数据？啊听到这话，林希寒神色一僵，也知道想要给人家方墨身上泼脏水不太现实了，他不死心的咬咬牙，要不就让旋风再试试吧，说不定刚才只是个意外。旋风毕竟是龙老的师傅，他不可能没有半点实力。啪！金诗佳毫不留情一巴掌扇在林希寒脸上。龙老你妈了个逼！你们进来的时候我就给龙老发了短信，人家压根就不认识什么旋风，就这种货色还能当龙老的师傅？金诗佳很是后悔，刚才还不如让方墨用防火墙试试，起码人家不会在银行的系统里胡乱操作啊。不知道旋风现在是怎么搞的，整个账单系统彻底崩溃，里面不仅因为 bug 丢失了一大笔流水，现在连一些混乱的账目都彻底没了，交易日期都查不到，整个金家集团优盾里干干净净，就仿佛是这10年没有过任何交易似的。这问题可要比之前还麻烦。我爷爷真是老糊涂了，才会相信你这种只会靠着嘴皮子和身体上位的女人。滚！告诉你，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我发誓一定给你林希寒点颜色瞧瞧。说完这话，金诗佳又是恶狠狠一巴掌甩在林希寒脸上，打得女人狼狈后退一步。旋风脸色有些难看，正欲离去，谁知道金诗佳直接大手一挥：你留下，是你闯的祸，自然要你负责。你以为糊弄了我金家的人就能轻松全身而退？听到这话，旋风额头上一抹冷汗浮现。金小姐这是什么意思？我尝试帮忙，最后即便是失败了，我也没有收你们的钱，金家又没损失，您怎么能把我当成招摇撞骗的人控制起来？金世家啪的给他一巴掌，说你是招摇撞骗都是轻的，那宁月兰带来的家伙算是招摇撞骗？你他妈妥妥的就是死鸭子嘴硬，没有金刚钻都敢揽瓷器活，摆明了就来捣乱的。下一刻，几个金家护卫直接将那旋风团团围住，现在账单都被你不知道用了什么操作删得一干二净。你竟然还敢说我金家没有什么损失？你小子这脸皮倒是不知道怎么长的。在事情弄清楚之前，你休想离开江城国际大酒楼。第59打脸林希寒，第60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什么？闻言，旋风大惊失色，慌张后退，拼命反抗周围几个保镖，结果面对几个专业保镖，直接被轻松制服。一想到自己要被软禁起来，旋风彻底慌了，没绷住吼道：“我错了，秦小姐，我不该骗你。是林希寒，是他，只是我伪装成一个电脑高手，然后给优盾导入一笔大额交易的订单就行了。他说你们肯定不会仔细检查，到时候拿钱跑路，事成之后报酬我俩55分红，还会陪睡3天。我一时鬼迷心窍，而且我也没想到这个 bug 如此复杂，竟然连订单都导入不进去，我连一点弄虚作假的空间都没有。您相信我，删除账单的人真不是我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账单自己就不见了。轰！听到这话，林希寒花容失色，
你胡说什么呢？眼瞅着金世家脸色越发冷厉，林希寒疯狂后退数步，胡说，是他胡说，我怎么可能贪图金爷爷的钱财？我就是好心想要帮忙，结果好心办坏事了，我这里有证据。旋风为了将自己的责任摘干净，这下连忙掏出手机。林希寒脸色大变，假的，那是假的，别相信他手机里的东西，真假我自有属于我自己的判断。金世家淡淡的瞥了一眼林希寒，便是打开了旋风手机，这里有聊天记录，我相册里面还有一段视频。林希寒说，为了让我安心配合他演戏，愿意先给我一点甜头，陪我3天的其中1天就当做定金。那一次我俩办事的时候，我刚好录了视频，你可以找专业的人鉴定，绝对没有 PS， 还录视频了。金世家淡漠的瞥了一眼林希寒，果不其然，在旋风手机中看到了一段有些少儿不宜的视频，听到那外音啊呀哦，金世家俏脸都是蒙上了一层红润，你还真是毫无底线，这2个人都给我带下去，撂下最后一句话。金世家收起了旋风的手机，无论是谁挑的头，但旋风那刻，金世家视线突然注意到了在一旁不远处看热闹的方墨等人，方墨和宁月兰皆是神色古怪，柳青则是双臂抱胸饶有兴致。宁月兰，我刚联系了龙老，你男朋友的防火墙似乎的确有些特殊之处，那就让他进来试试吧。我拒绝。没想到下一刻，方墨便是冷笑一声，摇头摆手，开玩笑，你刚把我们月兰姐气得离开，现在轻描淡写就想让老子回来帮忙，当我们是什么？闻言，金世家先是一愣，旋即俏脸卷起一抹薄怒，小子，你敢拒绝我？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已经是极大信任了，好不好？而且还是看在老爷子和宁月兰故交多年的份上，不然我都不愿意让你碰我们金家集团的优盾。你以为我是真看中了你的能力吗？我无非就是想试试，死马当成活马医罢了。要是你真侥幸修复了 bug， 金家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况且到时候你出门也能以此为傲了。其实在他跟龙老的短信中，金世家也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关于今天宁氏集团碰到的麻烦，本以为方墨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谁知道龙老竟然心悦诚服的自认自己写不出那么厉害的防火墙，这让金世家的心思再度活络了起来。如果那防火墙真有什么特别之处，说不定还真有机会修复 bug。谁曾想他都主动拉下脸邀请了，方墨居然敢拒绝自己，这让金世家很是恼火。既然好处这么多，那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都愿意帮金小姐这个忙。恕我才疏学浅，能力浅薄，做不到也就不丢人现眼了。方墨冷笑一声，原本还打算看在宁月兰和金老爷子的份上出手相助，不过眼瞅着金世家现在即便是主动求人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方墨也来了脾气，这事谁爱做谁做，反正我方墨做不了。听到这话，金世家正欲发怒，突然包厢大门被人推开，金老爷子也是走了出来。哪有你这样求人的？方墨小兄弟，刚才是老夫眼拙了，我也问了几个清北高材生，就凭你最后出门说的那一番话，你对这种 bug 修复肯定有几分把握，看在我的面子上，可以不跟金世家一般计较吗？金老爷子的态度不错，不过方墨可不是他金家的舔狗。呵呵，金老爷子误会了，我也只是在别人口中听到过类似案例修复的解释，所以学了点行话糊弄人罢了，跟那旋风一样，我就是个招摇撞骗的混子。方墨摊摊手瞥了一眼金世家，淡淡道，没什么真本事的，你小子不要给脸不要脸。金世家气得丰满酥胸上下抖动，偏偏方墨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拿他还真是没什么办法。要知道以往上流社会跟他来往的青年才俊无不是文质彬彬，有求必应，在金世家看来，方墨就是小人得志，自己都已经放下身段开口要求了，方墨凭什么拒绝自己？难道就因为跟宁月兰是夫妻的这一层关系？下一刻，金世家咬着银牙冷声道，我金家还从未求人办过事，那金小姐可能就得开这第一个先河了。方墨不置可否的淡淡道，想要我帮忙也可以，金小姐亲自求我，记住是求人，不是这样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看在金老跟月兰姐这么多年的交情份上，我愿意出手，不然的话金家还是另请高明吧。也不是我不愿意出手，金小姐也可以理解成我一个写小说的，是真不懂电脑啊。说完这话，方墨拉着宁月兰扬长而去，只留下原地金世家气急败坏的跺了跺玉足。柳青见状倒是饶有兴致的多看了2眼方墨离去的背影。我说今天宁氏集团因为云端数据泄露上了新闻，才短短半天时间，宁总怎么就有空出来吃饭？想来就是方墨兄弟的功劳吧。没想到方墨兄弟竟然还是个电脑高手。下一刻，柳青隔空冲着金老爷子打了个招呼，就扭头钻回了自己的包厢。金老爷子注意到柳青这才这么正，金世家下意识问道，爷爷，那家伙是谁？您跟他认识吗？不是很熟，不过的确认识。凯德文化的董事长柳青，别看他年纪轻轻，要是丢进华夏富豪榜，高低也能挤进前5，绝对是妥妥的商界大鳄。对了，你不是对异性不是很感兴趣吗？问这个干嘛？什么？丢进华夏富豪榜能够挤进前5？这话一出，金世家只觉得口干舌燥。我刚才看到方墨和那家伙好像有说有笑的凑在一起，哗！这话一出，金老爷子也是身躯一震，眼底满是震撼。第60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第61被跟踪了。在金老爷子眼中，能够有资格进入柳青法眼的江城企业家，几乎一个手就能数得过来，而且其中很多还是黑白两道通吃的灰产资本家，就连商界新秀宁月兰比起柳青低了都不止一个档次，不然的话也不会是2把手柳黯然来跟宁月兰谈生意了。柳青跟方墨认识，方墨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背景不成？金老爷子倒是想多了，不过这话一出，那金世家却是娇躯一颤，怔怔地望着青年离去方向。能跟老爷子都赞不绝口的柳青交朋友的人，会是等闲之辈吗？莫非当真是自己看走眼了不成？另一边，方墨3人进了电梯，
一直压抑情绪的宁诗雨就没忍住激动地挥舞了一下小拳头，波涛汹涌，再度看得方墨直吞唾沫。方墨，刚才真是太爽了！你有没有看到金诗佳那个表情？一脸猪肝色，就像是吃屎了一样难看。哈哈哈，让他跟我老姐耀武扬威。宁月兰抿着红唇轻笑一声，她自然也有种扬眉吐气的快意。宁诗雨还学着方墨刚才的语气模仿道：“记住，是求人，不是这样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哈哈哈！听到方墨这话，金诗佳脸都绿了。这个逼装的很圆润，方墨，不过为什么你不当场让金诗佳换一个态度求你？当即打脸不是才爽吗？方墨干咳一声，因为我是真的不懂电脑啊，不是说了吗？我打算回去之后找我的网友问一下，当初是怎么解决类似的事件，从他哪儿现学现用。要是刚才就扬言，我可以直接解决金家集团的麻烦，万一金诗佳态度真的180度大转变，当场求我可就把自己给害死了，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虽然所谓的网友是凭空捏造，不过方墨依旧不想让月兰姐怀疑自己，况且按照金诗佳刚才的做派，方墨也不想这么快就帮忙解决金家集团的麻烦，先让他金诗佳好好焦虑一下吧。女人能够始终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还是没认清现状，等他再找几个电脑高手依旧失利的情况下，届时就可以彻底端正态度了。弟弟说的有道理。宁月兰轻笑一声，精致俏脸缓缓朝着方墨凑了凑，和气如兰的香气打在方墨耳垂。不过今天你的表现确实相当不错，可惜姐姐来大姨妈了，不然晚上一定要好好奖励你。你想怎么奖励我？方墨面颊蹭的一下通红，明明都结婚了快1周时间了，可是方墨还是没适应月兰姐的车速。只要女人在身边，他总会被这女妖精刺激。就像现在，宁月兰桃花眼看向自己的目光仿佛都能拉丝。老姐，老姐，旁边还有个人呢，你们撒狗粮的时候能不能考虑一下狗的感受？就在这时，宁诗雨抗议的哼唧声从一旁缓缓传来，小妮子一脸嫌弃的看着二人，我说你们两个就不能找一个旁若无人的时候再研究今晚怎么做运动吗？宁月兰瞥了宁诗雨一眼没有说话，小姨子还是比较害怕自己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眼瞅着电梯气氛逐渐安静了下来，她又是哼哼唧唧的扭过脑袋，行吧行吧，你们仨吧，我就当我没看见，你没看见也没人喜欢现场表演啊。不过下一刻，方墨还是感觉脸上多了一抹温热，原来是宁月兰红唇轻轻在面颊点了一下，虽然一触即分，但那柔软触感还是停留在了方墨脑海，让他心神摇曳。咕噜，回过神来，盯着宁月兰似笑非笑的朱唇，方墨有种将女人狠狠搂进怀里蹂躏的冲动。女狐狸精。下了电梯，方墨还是担心宁月兰身体状态，亲自开车送女人到了宁氏集团的楼底下。宁诗雨百无聊赖，非要黏着姐姐去公司。方墨跟宁月兰约好下班接她的时间，就驱车回到了宁月兰的家里。月兰姐找人修好了自己的电脑，那今天方墨也可以浅浅的尝试一下加入龙族此次的任务了。成百上千的外汇账户，要是一个一个排查起来，确实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作量。而且对方账户又不能随随便便冻结，但凡中间有1-2次转账交易，这笔钱的去处又无从追踪了。宁月兰的别墅中，方墨盯着电脑屏幕，端着下巴沉吟，耳机中也是响起另一道声音：是啊，头儿，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我们总不能让国安直接申请冻结人家海外的账户啊。咱们华夏国安还没那么大权力，跨境任务还要对方的公民配合。跟方墨联系的是龙族仅次于方墨的黑客高手轩，昨天也是这位联系的方墨，青年才知晓华夏的互联网世界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钓鱼账号那边能够得到的信息有限，他们肯定把数据全部清理了。方墨皱着眉头，还是从数字货币的编号入手吧，给龙组成员提供了一个思路。方墨看了一眼时间，就关了电脑，他要去接月兰姐下班了，反正自己这2天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华夏银行丢失数字货币这事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在方墨心中还是接姐姐下班更重要一些。路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方墨突然发现自己的车子被人跟踪了，正后方是一台别克的面包车，左右两边也都有2台黑色轿车紧紧尾随，看上去对方并没有任何出格举动，但却是一路以包围姿态堵着方墨，看来是有人将我当成月兰姐了，莫非是月兰姐的什么仇家不成？有点意思。宁月兰的宝马有 L3 级别自动驾驶，方墨冷笑一声，直接将手机中一个程序导入了电脑的车机系统。这个程序是很久之前国安其他成员执行任务时，上面要求方墨帮忙开发的，利用算法配合卫星监控周围路段，保证车辆在车流中以最快速到达目的地为首要任务，中间的驾驶过程不需要人为干预。程序中已经谱写了成百上千个职业赛车手的常规驾驶习惯。另一边，车厢中柳安然铁青着脸，冷冷地盯着前面银白色的宝马。宁月兰这个小贱人敢让我的难堪，今天说什么都要让他付出惨痛代价。还有他的那个小白脸，什么玩意，居然敢酒瓶爆头老子！没错，柳安然被柳青一通收拾之后，已经被彻底除名了凯德文化，这让柳安然歇斯底里的同时，记恨上了宁月兰和方墨。今天的耻辱在他眼中，只有鲜血才能洗刷，他要报复方墨和宁月兰2人。老大，我们这样做不好吧？如果在闹市区直接绑架宁总，被人用手机拍到了就麻烦了。驾驶员苦笑一声，冲着柳安然犹豫开口道。闻言，柳安然摸了摸被纱布缠绕的脑袋，森冷一笑，我好歹还是外资企业家的身份，就算是传唤，我也需要走完各种手续流程，最起码都得30多个小时，届时老子早就全身而退，跑到海外了。说完这话，柳安然拿起对讲机，冲着另外2台车上的驾驶员下达指令，逼停他。说着，手指一点前面的银白色宝马。闻言，左右两边的黑色大众全都齐刷刷加速。宝马内的方墨见状，也是轻笑一声，直接启动了程序。下一刻，
眼瞅着左右两边疾驰车辆即将超车加塞，宝马竟然率先一步减速。那两台车都没理解宝马的意图，已经并线在了宝马前方，还不待柳黯然再度下达指令，宝马车就突然一个神龙摆尾，从右侧窜了出去。刺啦！地面上传来一阵轮胎响动。别克内的柳黯然见状，双眼微眯，看来我们的跟踪是被人发现了，加速，待会找个机会撞上去，最好直接撞得他们车子人仰马翻，我要让那小子和宁月兰不死也脱层皮。什么？听到这话，就连别克车司机都觉得有些太过疯狂。不过对上柳黯然歇斯底里的冰冷眼神，司机只得吞咽一口唾沫，握紧方向盘，猛地冲了出去。另外两台大众也是恨不得将油门踩进发动机里拼命追击。道路两旁的行人又不是瞎子，眼瞅着几台车在城市上演了一波速度与激情，你追我赶，一个个都是纷纷掏出手机打电话报警。不知情的群众还以为是大白天碰见了飙车党呢。第61被跟踪了，第62柳青来收拾残局。另一边，在宁氏集团大厦中，宁月兰原本正在办公，坐在他办公室的宁诗雨百无聊赖，用 iPad 看着新闻，紧急插播一条新闻：在江城绿林广场附近，有4台车在非法飙车，他们在道路上横冲直撞，已经严重影响了江城市城市道路交通，路过的司机请谨慎驾驶，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对4台车牌号进行通报，其中1台为车牌号江 A 的银白色宝马，另外2台则是。宁诗雨原本并不在意这种新闻，毕竟飙车的那些年轻人本身脑子就不太正常，动不动脑子抽了，大白天出来找刺激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不过听到银白色宝马，宁诗雨神色僵硬了刹那，连忙盯着那张被网友上传的模糊视频，这台不是老姐的车子吗？正在办公的宁月兰听到这话，皱着柳眉抬了抬头，什么？老姐，你的车子上新闻了。宁月兰闻言，心头突然闪过一抹不祥预感，什么情况？好像是方墨开你的车飙车去了，不过方墨不是不喜欢车子吗？就连你说要给他买兰博基尼，他都无动于衷，他竟然会加入飙车党。宁诗雨撅了撅红唇，眼底满是困惑，车钥匙和车子都在方墨手中，要说其中的驾驶员不是方墨，他才不信。但宁诗雨明明记得姐姐有说过要送方墨一部跑车，结果被青年摆手拒绝，飙车党会拒绝跑车的魅力吗？噔噔，下一刻，宁月兰踩着细高跟大踏步走了过来，一把夺走妹妹手中的 iPad。此刻新闻转播已经将画面切到了无人机视角，从上方俯瞰，正好能看到自己的银白色宝马宛如灵蛇似的穿梭在车流中，在那后面则是一台商务车，2台黑色轿车穷追不舍。见状，宁月兰眼皮子一跳，尤其是眼瞅着那2台黑色轿车时不时逼近宝马，甚至想要恶意加塞，那架势就像是故意要撞上去似的，结果都被宝马车险之又险的躲了过去。宁月兰的瞳孔骤然紧缩，这哪里是飙车，明明就是有人想要方墨的命。啥？宁诗雨还没反应过来，宁月兰一颗心就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秘书，过来给我查3台车的车牌号，看看是谁的车子。说完这话，宁月兰才想起来都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点，自己和妹妹在办公室也是等候方墨过来接他们，弟弟肯定是因为出门打算来接自己的时候被人盯上了，他又是急吼吼的跑到办公桌前，红着眼眶打开了电脑。如果我们家弟弟出了什么事情，无论你是谁，我都不会放过你。话罢，宁月兰还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 iPad 上还在持续跟踪的无人机航拍，不知道为什么，在方墨的手中，宝马车就像是一条灵活的小蛇，总能展现出各种极限操作，躲避追杀。纵使此刻宁月兰心惊胆战，心头也难免涌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方墨开车的技术这么厉害吗？感觉好像都能媲美一些1线职业赛车手了。宝马车厢中，方墨脸色有些难看，虽然凭借着系统，自己确实可以轻松应对身后追兵的威胁，但宝马车各种极限操作也是晃得方墨差点吐在方向盘上，没完没了了是吧？方墨呕了一声，感受着胃液在腹腔翻江倒海，他脸色也是逐渐阴沉了下来。这些家伙根本就是亡命之徒，他们是奔着杀人的目的而来，中间要不是凭借着系统的几次极限操作，我说不定都要被直接撞飞，车毁人亡了。无论对方是奔着我还是月兰姐来的，对方显然都动了杀心。下一刻，方墨眼神也是渐渐变得森冷了起来，自己倒是无所谓，但倘若今天坐在车厢中的人不是他方墨，而是月兰姐呢？宁月兰可没有自己的这套操作系统，到时候月兰姐会不会被撞得车毁人亡？想到宁月兰可能会面对的危险，方墨就心头一紧。一念至此，方墨主动踩下油门，一打方向盘更改了目的地。这下他不打算朝着宁氏集团开过去了，他要在路上解决这批追兵，为月兰姐以绝后患。江城进入市区有2条路，一条是高速公路，另一条则是一个盘山公路。由于盘山公路是一条老路，而且年久失修，现在很少有司机会走盘山这条公路。而此刻，4台车正在盘山公路上演紧张的你追我赶，场面刺激。提醒驾驶员，前面有一条湍急的弯道，目前检测到您没有减速的意思，需要程序介入帮您稳定车身吗？眼瞅着马上就要到一个事故高发的弯道，方墨冷笑一声，再度猛踩油门。需要。话罢，他摁下手机，再度开启系统。身后的别克上，柳黯然呼吸都变得急促了不少。他妈的，这娘们还真能跑啊！不过这盘山公路险峻弯道众多，
我就不信他还敢像刚才在城市里那样开，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你们完蛋了。说完这话，眼瞅着前方宝马莫名其妙开始减速，柳黯然顿时兴奋了起来，跑不动了，肯定是跑不动了，冲，追上去。刘总，这里弯道很多，我们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司机咬咬牙，冲着柳黯然提醒一句，谁知道柳黯然压根不予理会，去他妈的，再危险也是头车最危险，难道前车都敢加速，你还会害怕吗？跟紧他就完事了，他好不容易减速，肯定是失误操作了，撞，给我撞上去。听到这话，另外2台黑色轿车也是突然加速，朝着方墨的宝马猛地撞击了上去，双方之间的距离被疯狂拉近，看样子方墨已经插翅难飞，尤其是此刻宝马又开始了加速，更让柳黯然大喜过望，哈哈哈，肯定是宁月兰那个臭婊子刚才错误操作，不小心踩了一脚刹车吧，我要撞死他，害得自己丢失身份地位。柳黯然对宁月兰不仅好感全无，甚至想要她死无葬身之地，他眼底歇斯底里的疯狂更甚3分。第一台黑色轿车距离宝马仅仅就只有1拳距离，眼瞅着宝马下一刻就要被撞得人仰马翻，柳黯然唇角一抹狰狞笑容都是缓缓浮现，刺了。就在这时，宝马车再度加速，与此同时，一个帅气甩尾漂移过弯，山路本就蜿蜒曲折，几台车你追我赶，后面3台车视线几乎完全被宝马遮挡了起来，所以那2台黑色轿车几乎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当宝马甩尾出弯的刹那，他们眼前才看到一个近在咫尺的护栏，不好，前面是悬崖，可惜他们已经没有反应时间了。砰砰，2台黑色轿车这种时候猛打方向盘就不回来了，接冲而至的撞飞了出去。2台车上司机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不远处靠在宝马车旁边吐得昏天黑地的青年身影，就是他终结了他们的生命吗？好不甘心，最后一台别克车上，柳黯然也是回过神来，声嘶力竭吼叫：停车，停车，前面是悬崖，快停车！可惜他也来不及了，砰！柳黯然知道救车无望，推开车门想要跳车，结果就看到一个相貌清秀的男人，脸色苍白的正冲着自己挥手，似乎是在告别。这家伙怎么这么眼熟？你跟我再见你妈逼！你不是宁月兰那个小贱人跟前的小子吗？卧槽！他思索的刹那，就是这瞬息的耽误，别克车也是猛地撞下了山崖啊！惨叫声响起的刹那，伴随的还有柳黯然浓烈的不甘心和恨意。方墨擦了擦嘴巴，这才扶着围栏缓缓走到山崖边上，看着坠落100米高空摔成3团大火的车子残骸，方墨眼神也变得阴冷了起来。原来是你！下一刻，他掏出手机和柳青名片，对着电话那头淡淡道：刘总，我是方墨，上午听你说柳黯然再也不敢骚扰我了，然而事实好像并非如此，我刚差点死在他手里，所以麻烦您来收拾一下残局。第62柳青，来收拾残局。第63老姐哭了。柳青接到了方墨电话的时候，还在宾馆陪老婆，不过听到柳黯然差点要了方墨小命，他吓得一哆嗦，豁然起身，带足了人马就朝着盘山公路赶去。另一边，方墨清楚凭借柳青的能量将这起事故处理干净，轻而易举，索性直接掉头朝着江城市区开了回去。他可不知道，宁氏集团中月兰姐都已经集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到了宁氏楼底下，方墨打开手机，已经能看到新闻对事故的通报记录了。宝马车虽然在路上狂飙，但实际上因为程序加持，方墨的一系列操作并没有存在超速或者违规的行为，撑死就是没有礼让行人，偶尔的几个漂移也都是在没有监控摄像头的路段，所以宝马车在柳青的帮助下全身而退。至于另外3台车，则是被定性为危险驾驶，导致出了意外。不得不说，柳青这动作倒的确是很快。新闻看到一半，方墨刚刚走进宁氏集团大楼，柳青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声音中满是歉意和愧疚。方墨兄弟，这次的事情是我没有处理妥当，我大概明白来龙去脉，应该是柳黯然那个蠢货被我开除，心生怨恨，想要报复你，所以才导致了今天这场事故。这一次是我柳青考虑不周，欠你一个人情。方墨闻言点点头，柳青态度很好，又积极配合解决后顾之忧。其实说白了，柳黯然会如此歇斯底里，是谁也没想到的。这自然怪不得柳青头上，柳兄不必自责，过去了。说完这话，方墨挂断电话，刚走到电梯口，就见到电梯大门缓缓打开，其中传来一道焦急女声：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弟弟如果出了任何问题，你们就准备给他陪葬吧，来得这么晚，一个个都是吃干饭的吗？闻言，方墨先是怔了一下，下一刻，只见一脸焦急的宁月兰缓缓走了出来，女人正对着电话听筒疯狂咆哮，这种愤怒和她平日里高冷的愠怒还不太一样，会露出这副失态神色，显然是乱了分寸。方墨张了张嘴巴，月兰姐。宁月兰一抬头就看到了方墨，四目相对，空气都是骤然凝固了似的。还是跟在女人身旁的宁诗雨率先惊讶开口：方墨，你没事啊？我老姐看到你被人追杀，差点吓得晕过去，安排车子快马加鞭，结果路上太堵了，司机这会才刚到，要是你今天真出了3长2短，我老姐绝对要……我靠，你们俩能不能注意一点形象？宁诗雨话都还没说完，就惊呼出声，
只见宁月兰突然3步并作2步上前扑倒在了方墨怀里，还不待青年回过神来，精致俏脸便是在瞳孔中无限放大。下一刻，两人唇瓣接触在了一起。大庭广众之下，宁月兰主动索吻。不过这一次跟度假村的时候不同，宁月兰的攻势凶猛又热烈，没了曾经那种温柔。贝齿时不时就要在方墨唇上狠狠咬2口，疼得青年疯狂倒吸凉气。很快，一抹淡淡的血腥味就在两人口腔中蔓延开来。方墨张了张嘴想要换气，结果柔软小舌窜了进来。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咸咸的味道涌入嘴角。方墨张开眼睛吓了一跳，月兰姐这是一种什么表情啊？担忧中夹杂着害怕，冰凉的唇瓣还在颤抖。她此刻双眸紧闭，修长睫毛耷落在眼睑，美不胜收。可那眉宇却是紧蹙在一起，小手也狠狠搂住方墨的腰，就像是生怕眼前男人是一场幻梦，随时会消失似的。在那眼角处，2行清泪顺着俏脸滑落。方墨从未见过月兰姐露出这副模样，男人都是被吓了一跳。月兰姐，月兰姐，你没事吧？宁月兰松开了方墨，娇躯疯狂颤抖，声音中带有一丝哭腔。这话应该是由我来问你，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方墨错愕的同时，也是心头一暖。都说重要的话说3遍，宁月兰那句你没事吧，的确是连着问了3遍。而且女人每一次的语气似乎还略微有些不同，就像是在一遍遍确认眼前的男人是不是真的一般。方墨，宁月兰擦了擦眼角泪痕，你想吓死我啊？要是你出事了，我怎么办啊？方墨怔了怔，面对这句话，竟然有些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是谁要伤害你？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让他好过。即便是哭腔，说这话的时候，女人声音中也多了一丝霸气。与此同时，方墨还听出了一些不同的味道。月兰姐有种歇斯底里要豁出去的感觉。方墨连忙抬手拍拍女人后脖颈，没事了，月兰姐，真没事了。对方就是中午见过的柳岸然，不过他已经被甩掉了。下车的时候看了一眼新闻，上面说他不慎坠崖了，人都没了。你还能报复谁去啊？你别紧张了，我真没事。闻言，宁月兰这才红着眼眶收敛了一下情绪，她咬了咬红唇，来回深吸了好几口气。都怪我，这怎么能怪到月兰姐的头上？方墨笑了笑，走吧，我们回家去。好。宁月兰今天看到新闻之后，甚至都做了最坏的打算，只是当她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宁月兰心中也是闪过了一丝疯狂。如果方墨今日出事，说不定这位江城第一女总裁会倾全力报复对方，无论对手是谁。好在青年安然无恙，宁月兰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下，现在面对失而复得的弟弟，只想跟他好好的腻歪在一起，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想做。宁诗雨，你自己回家。撂下最后一句话，宁月兰就低着小脑袋躲在方墨背后，红着俏脸小鸟依人被青年拉着朝停车场走去。几个赶来的保镖和司机见状，皆是惊掉了下巴。他们何时见过宁总这副小女儿姿态？刚才过去的那个人是宁总吗？其中一名保安惊魂未定的吞了口唾沫。好像是吧。宁总这是吃错药了吗？天哪，宁总在老公面前竟然是这么娇羞的一副模样，我感觉我的三观崩塌了。别说了，兄弟，宁总的温柔又不会对你我绽放，该干啥干啥去吧。不远处的宁氏余言瞅着夫妻二人离去，这才从震撼中回过神来。老姐，刚才是哭了吗？他虽然比宁月兰小上几岁，但两人也可以说是从小一起长大。宁诗雨这辈子都没见过姐姐在外人面前流过眼泪，严格来说，她这辈子目前为止甚至都没见过姐姐宁月兰落泪。老姐竟然会因为担心方墨的安危而哭，她还是昔日那个一言九鼎的冰山，面对无数口诛笔伐而无动于衷的宁总吗？宁诗雨瞪大美眸，总觉得自家老姐这人设彻底崩了。老姐是不是真的爱上了方墨啊？第63老姐哭了，第64在等姐姐帮你穿衣服吗？宁月兰可能是真的惊吓过度，在车上的时候女人就已经睡着了，方墨也没有给她使坏的机会，下车蹑手蹑脚的将女人抱了出来，进了月兰姐的闺房，帮姐姐平躺在床上。方墨视线又是不自觉落在了窗沿边的3个小黄人上。方墨，你不知道姐姐我有多喜欢你，我真的好想嫁给你，我等了你很久很久很久。就在这时，方墨突然听到了床上女人的一男声，他顿时一愣，还以为是宁月兰醒了过来，没想到扭头看去，女人依旧双眸紧闭，呼吸平稳，睡得香甜，想来说的只是梦话，我有什么好的？月兰姐竟然这么喜欢我。方墨悻悻地摸了摸鼻尖，见到宁月兰哭的时候，方墨自己都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不过常言道，酒后吐真言，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人在最为放松的状态下说的话最有可信度。现在疲惫过度，说梦话的月兰姐不也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吗？我现在越来越有理由怀疑李浩文之前说的话有道理了。方墨看了一眼窗台上的小黄人，又看了一眼熟睡的女人。李浩文在知晓两人闪婚的第一时间就下定结论，宁总肯定是早有预谋。当时方墨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堂堂江城2000万男人的梦中情人，怎么会看上自己这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然而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方墨却是越发感觉到了宁月兰对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她即便是面对妹妹宁诗雨，都是一副惜字如金的模样，
可是对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模样。再比如，明明外界都在传宁月兰这位冷傲女总裁性子清冷，话不投机半句多，可是方墨却总觉得跟月兰姐在一起的时候，两人之间似乎都没有冷场过。方墨，别走！就在青年刚一起身打算离开的时候，突然床上的女人再度呢喃了一声，吓得方墨一哆嗦，抱着女人进入房间之后，两人手掌不知不觉就拉在了一起。此刻也是方墨刚打算松开月兰姐的小手刹那，结果女人突然就焦急了起来。方墨怔了怔，眼瞅着宁月兰好看的柳眉拧成一团，他连忙重新坐回了床头，眼底掠过一丝温柔。这副模样的宁大总裁想来没有任何人见到过吧？不走，月兰姐，我今晚陪着你，哪也不去。似乎是睡梦中听到了男人的保证，宁月兰眉头顿时舒展开来，唇角还扬起一抹甜丝丝的笑容，看得方墨一瞬间心都要化了。月兰姐，要不要这么可爱？时间一点一滴过去，方墨又不是铁做的，最后也是没忍住沉沉的睡了过去。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几点睡的。等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刚好正对上一张精致的俏脸，看着近在咫尺的绝美女人，方墨愣了愣，月兰姐都醒了。哎，不对啊，我什么时候躺床上了？宁月兰美眸噙着温柔，正端着下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四目相对。方墨刚想开口，嘴巴便是被宁月兰红唇堵住了。亲自己之前，宁月兰还来了一句，要不是怕你睡梦中轻轻忘了换气，把你亲没气了，姐姐我2个小时前就下手了。好家伙，难道你醒了之后就这样看了我2个小时？方墨没机会问，因为那柔软的小舌又一次钻入了自己的嘴巴当中。宁月兰的吻技当真是一次比一次厉害，方墨就算是用鼻子换气，还是时不时感觉到呼吸困难，有些难以抵挡女人的猛烈攻势。就在这时，两人之间突然传来一阵嗡嗡嗡的抖动声，方墨和宁月兰皆是被动静吓了一跳。宁月兰松开了方墨，青年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口袋里的手机来电话了。喂！电话另一头传来死党李浩文的声音。方墨，你起来了吗？方墨老脸通红的看了一眼旁边穿戴整齐的宁月兰，又低头看了看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脱掉的自己，咳嗽了一声说道，算是起来了吧。你今天没什么别的事情吧？找你帮的小忙，我想盘一家网吧，你陪我走一趟。盘网吧？李氏集团一个做室内设计工程的企业，李浩文放着偌大公司不打理，没事干盘什么网吧？方墨原本正想拒绝，结果抬头对上宁月兰要吃人的眼神，他又是猛地吞咽了一口唾沫。比起独自面对成熟妩媚的御姐女总裁，他倒是更宁愿陪李浩文去盘网吧。那个啥，月兰姐，李浩文找我有事情，我出去一趟。说完这话，方墨指了指门外，红着脸说道，要不姐姐你先出去，我换条裤子。方墨搬家的时候，贴身衣物全都被宁月兰收拾进了他闺房的柜子里。天知道为什么明明月兰姐家这么大，她却偏偏只给闺房放了一个柜子，这可把方墨难受坏了，就连洗完澡都得裹着浴巾进女人闺房找换洗的衣物。宁月兰撅了撅红唇，似乎有些不满李浩文这种时候打断自己和小老公温存，不过她也没走，玉手托着香腮，就这样含情脉脉地盯着方墨。换呗，姐姐还有什么没见过？啥叫还有什么没见过？月兰姐，你别说的这么暧昧啊！我现在好歹还穿着一条裤衩子，又不是一丝不挂。方墨心中这个念头刚刚划过，宁月兰就像是自己肚子里的蛔虫似的，笑眯眯的开口道，早晨看你趴在床头睡着，怕你不舒服，就帮你把衣服全都脱了。脱衣服的时候，姐姐不小心把你内裤扯下来了，嘻嘻，后面发现你没醒，索性好心的又帮你穿上去了。不过该看的不该看的，姐姐都看光了。噗！听到第二句话的时候，方墨就彻底绷不住了，怪不得自己明明记得昨天是坐在床沿，怎么一醒来就躺在了床上，而且身上还只剩了一条内裤，原来都是月兰姐的功劳。方墨红着脸，突然有些不敢直视眼前的女人了，反倒是宁月兰跟个没事人似的瞥了一眼方墨，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出去吗？赶紧穿衣服啊！方墨扭捏的指了指房门。可是，哎呀，行，姐姐我出去还不行吗？都在一起1周了，怎么小家伙还这么害羞啊？宁月兰不满地嘟囔了一下红唇，精致俏脸划过一丝妩媚。那等你什么时候适应了，姐姐再跟你一起脱光光抱抱睡。说完这话，宁月兰直接离开了闺房。方墨眼瞅着香风逝去，这才猛地长舒了一口气，这女妖精简直是要吃人啊！不过脑海中也是忍不住回荡起了宁月兰离开前的最后一句话，脱光光抱抱睡。光是想想就让人有种血脉喷张的感觉。方墨脑海中已经不自觉浮现出了宁月兰玲珑有致的娇躯白皙画面。下一刻，他抬手啪啪给了自己2巴掌，还猛地晃了晃脑袋。我他妈在想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月兰姐只是开玩笑而已，两人关系似乎还没发展到能够彻底坦诚相见哪一步吧。不过那天在度假村，我好像也是把月兰姐该看到的不该看到的全都看完了。方墨即便是现在想起前天的事情都有些尴尬，不过因为当时喝多了，其实方墨已经记不太清画面了。就在这时，宁月兰又推门走了进来，还狐疑的露了个小脑袋，弟弟，你磨磨唧唧干什么呢？李浩文的车子都到楼底下了，你半天没有动静，是在等姐姐帮你穿衣服吗？第64在等姐姐帮你穿衣服吗？第65谁来都没用啊！方墨连连摆手，
没有的事情。说完这话，方墨裹着被子走到衣柜跟前，开始找自己的换洗衣物。宁月兰也只是过来催促一句，李浩文人都到了，再调戏方墨就有些不合适了。不然的话，天知道李浩文要在楼底下等到猴年马月了。毕竟30的女人如狼似虎，更何况宁月兰这已经是来大姨妈的第3天了。要是真动了情，说不定方墨苦修20多年的童子功，今天就要破功了。男孩子穿衣服的速度都很快，约莫半分钟之后，方墨就换好了衣服，朝着门外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花格子衬衫，下身则是搭配了一条牛仔裤，显得简约百搭。宁月兰顿时眼前一亮，都说人要衣装，方墨自从搬过来之后，似乎成天受到宁月兰穿搭的耳濡目染，也开始注重起衣品了。弟弟今天这身很帅气哦。宁月兰说着，将一双崭新的球鞋放在了方墨面前，听姐姐的，这样搭配最帅。说完这话，宁月兰就扭头进了闺房。月兰喊了一嗓子自己出门了，就推开别墅大门，朝着外面走去。有一说一，月兰姐的确对自己相当体贴，方墨已经渐渐开始有些爱上和女人同居的感觉了。这也是方墨第一次感受到家中有个女人竟然如此美好。有人问你周可温，有人与你立黄昏，这种体验他从未在林希涵身上得到过。大门口处，那台劳斯莱斯已经等候良久，李浩文正立在车子旁边，百无聊赖地叼着香烟，啪嗒啪嗒抽着。方墨走过去，一把从死党手中捏走香烟，丢在地上。什么时候学的坏毛病？你怎么都开始抽烟了？李浩文故作深沉地踩灭烟头。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说完这话，李浩文拉开副驾驶车门，上车吧，方少。我呸，你喊我方少，我喊你什么？喊你李少还是李总啊？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能不能不要这么虚伪？方墨翻了个白眼。上了车之后，李浩文就朝着闹市区驶入了进去，车子一路疾驰。在车上，李浩文也是丢给方墨一个文件，简单的叙述了一下要盘下网吧的理由。这是一家连锁网吧，老板由于常年经营别的项目，几乎已经不怎么打理网吧方面的业务了，所以本身就有了转让的想法。不过他早年妻子去世之前，在电脑里存了很多妻子的照片，后面因为一次意外，照片全部都丢失。当时他立马拆了电脑的 C 盘，东西都保存在 C 盘里面，但他找不到技术人员帮他修复，毕竟这种小活大神看不上，小老又没这个技术。听到这话，方墨一哆嗦，心头闪过一抹不祥预感。李浩文下一刻嘿嘿笑道，老板说了，只要谁能够修复 C 盘里那些照片，让他再看一眼妻子在世时的容颜，他宁愿半价转让自己的所有网吧。当年在学校，我记得你也帮我恢复过电脑里的毕业论文来着，我想着工作难度应该都差不多，咱们家方少要不就帮我一个小忙吧。方墨额头上都是一缕黑线飘过，你娘的，就知道李浩文找自己没什么好事。李浩文也算是为数不多几个见识过方墨出手的人，两人乃是大学同窗。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李浩文因为即将毕业，成天出去花天酒地，彻底放松了下来，也不知道是宿舍里哪位舍友动了坏心思，删除了李浩文电脑里的毕业论文。眼凑着毕业答辩日渐逼近，李浩文急得焦头烂额，方墨最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才好心出手。这小子现在竟然还记着这件事情，方墨擦了一把后脑勺冷汗。嗨嗨，兄弟，这种事情我也不是很专业啊，你要不找一下江城比较牛逼的黑客，还装？李浩文不满地刮了一眼方墨，宁氏集团昨天的事情都上新闻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最后我找朋友一打听，别人居然给我说是宁氏集团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姑爷解决的，当时我就猜到了，肯定又是你出手了，龙老都甘拜下风，这位江城明面上的第一黑客都解决不了的麻烦，被你小子解决了，我还需要找别人吗？这不就说明你的电脑技术比龙老屌多了吗？娘的，小爷还真是没想到，昨天只是浅浅的出手了一波，甚至都用了无中生有这个男同胞绝技，竟然还被李浩文瞧出了端倪。方墨苦笑着连连摆手，不是我，是我朋友来着，我认识一个网友，他送了我一套防火墙，我刚好知道能够在昨天那种情况下派上用场。你放屁！李浩文翻了个白眼，你这样就没意思了。昨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也有人说了你当时的表现，你都敢跟陈凯旋用离婚作为代价豪赌，当时我就猜到了，你小子肯定运筹帷幄，这么多年交情，我还不了解你吗？倘若你没把握的事情，才不会这么笃定。方墨见状，清楚在李浩文这里是瞒不过去了，不过仅仅只是会写点编程罢了，江城会编程的人多了，而且那龙老水平的确有限，就算不是暗网高手，在江城比龙老更懂电脑的也大有人在。反正李浩文对暗网世界又不了解，自己也没有暴露身份的风险。一念至此，方墨索性大大方方的承认了，好吧，我承认，那套防火墙的程序的确是我写的，因为大学的时候我丢过一些录音时候的照片，就是被学校学计算机的同学给黑了，所以我专门学习了一点防火墙编写以及软件修复的技术。听到这话，李浩文才哈哈大笑两声，我就知道你小子不简单，还跟我装。不过话说，你为什么不给宁总明着说你懂编程啊？宁氏集团那么多清北高材生都不如你1/10，你要是明说了，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宁氏集团混一个职位了吗？闻言，方墨耸耸肩，这个理由很简单，好歹我是一个男人吧，有本事的男人应该自己四处闯荡，哪里有在老婆公司混吃等死的？就算是真有技术，
难免月兰姐其他手下也会说闲话。话罢，方墨指了指路边一个网咖，你说的不会就是这里吧？李浩文其实还想多问几句，不过被方墨突兀的转移了话题，也是想起来了今天找好兄弟的真实目的，这才点点头道：对，就是这家网吧，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咱们大学的时候还在这里上过网呢，你记错人了吧？方墨推开车门，毫不留情对了李浩文一句。说完这话，李浩文思路彻底被方墨带跑偏，压根就没想过青年就是在转移话题。两人进了网吧大门，外面已经门罗可阙，几乎没什么客流量了。你要盘下来这么凉的网吧？方墨见状，嘴角抽搐了一下。李浩文咳嗽一声：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家大门口贴的招租和转让告示吗？这家就是老板开的第一家，也是最早被他停业的那家。方墨端着下巴思索了片刻，好像自己的确来这里跟李浩文一起上过网，那时候还是大一，两人闲得无聊，碰到选修课，直接旷课跑出来了。什么？你问为什么不回宿舍用自己的电脑打游戏？在宿舍哪有网吧开黑的氛围啊？下一刻，李浩文领着方墨朝着网吧那一个包厢走去，看他轻车熟路的样子，想来应该也没少来，我是今天约了人家老板，所以他才在里面等着我们，不然的话，这家网吧大门好像都半年没开过了，自然不会有什么客户的。你好好想想，这块周围可是有2个大学城呢，要是真盘下来，生意指定是不会差的。方墨微微颔首，算是了解了情况。到了包厢门口的时候，方墨突然听见里面传来了剧烈的争吵声，他原本想拉着李浩文静观其变，谁知道这个没眼力劲的家伙直接就推开了人家包厢大门。我都说了，除非是能够修复我 C 盘存的那些照片，不然的话谁来都是4000万，想要便宜1分钱都不行。话罢，房间中中气十足的声音再度响起，当然如果有人能够修复我 C 盘亡妻的照片，就算是一口气盘下我所有的网吧，我也给你打对折。听到这话，方墨惊讶地看了一眼房间中坐在老板椅上的男人。男人一身笔挺褐色西装，看上去商务范十足，脸上戴着黑框墨镜，看不见眼睛。不过随着两人进门，方墨总有种被人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遍的错觉。房间中就他一个人，刚才男人正对着手机破口大骂，撂下最后一句话，他也是气鼓鼓地挂断了电话。下一刻，他视线落在刚刚进来的两人身上。你们是谁？李浩文见状，连忙掏出一张名片。高先生您好，我是江城李氏集团董事长。啪，我不管你是谁。下一刻，那男人不屑地一把拍掉名片，这一举动引得方墨频频皱眉。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找回我亡妻的照片，不然谁来了也没用。4000万，1分都不能少。4000万，第65谁来都没用。第66出新。李浩文表情一沉，原本以为这老板是在开玩笑，没想到竟然如此执着，这个价格盘下几家网吧。虽然说这老板的网吧或许也日进斗金，但想要靠这几家网吧回本4000万，那无异于登天之难。更何况是在智能手机冲击端游如此严重的现在，去网吧上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4000万投资什么行业不行？偏偏投资一个日落西山的网吧产业。方墨皱了皱眉头，看来这老板并非诚意十足啊。李浩文不甘心地咳嗽一声，高总，我朋友对修复照片有些把握，能否让我们先试试？如果我们成功，就按照咱们之前聊好的那样。你朋友被称为高总的男人朝着方墨瞥了一眼，注意到方墨年龄才不过20岁出头，看样子怕是大学才刚毕业，脸上顿时多了一丝不屑。这种年纪能懂个屁的计算机。一念至此，那高总直接舔了舔嘴唇，不好意思，我改主意了，6000万，1分不能少，不然你们就滚蛋吧。什么？6000万？转眼之间改口多了2000万，那就算是打了对折，也是3000万。3000万盘几家网吧，脑子没病的人都不会这么做吧？坐地起价。高总，做生意没有您这样的吧？李浩文顿时急了，谁知道那高总竟然冷笑一声，就这个价格，爱盘不盘，盘不起就滚蛋。听到这副耍无赖的架势，李浩文红了眼眶，差点急吼吼冲上来动手。浩文，别急，反而是一旁的方墨总算是瞧出了端倪，拍了拍李浩文肩膀。高先生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着6000万的旗号，其目的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方墨耸耸肩，在那高总意味深长的表情中轻笑一声，因为你觉得我这个年纪根本不可能懂什么计算机，而你开的则是连锁网吧，整个系统随时可能会因为某些顾客的不当操作崩溃，这种时候就需要网吧运营者来主持大局。你担心我缺乏电脑常识，砸了你招牌，所以才做得起价，想让我知难而退，是不是？闻言，高总冷笑一声，小子倒是挺聪明，我老婆的照片就是因为系统崩溃所以丢失的，所以没点到横，我劝你还是乖乖滚蛋吧，耍小聪明没用，我还是要看你的本事，除非你能够修复我亡妻的照片，不然的话，我说什么都不会将这几家店盘出去的。闻言，方墨轻笑一声，这高总倒是有意思，修复亡妻照片其实只是一个考验，真正的还是男人不希望自己的招牌砸在别人手中，就算是真的给他4000万盘走这几家网吧，他80%也是不愿意的，毕竟谁都清楚，他那几家网吧在寸土寸金大学城的跟前，如果改建成宾馆会有多赚钱。下一刻，
老板惆怅地咂了咂舌，实话告诉你们，我坚持经营网吧，其实是因为有太多老朋友了，很多人都是打了10几年网游、10几年夜游的，他们从上大学开始，周末就喜欢来我这里上网，甚至成家立业之后也养成了这种习惯。他们和自己当年那些队友，可能也只有周末才能在我这里借着上网的名义，忙里偷闲一下，打一会游戏，逃避现实世界的压力，所以我这里只能是网吧。闻言，方墨略微有些动容，的确，很多大学时期友谊，其实都建立在开黑的时候和朋友一起打游戏时光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在游戏世界的驰骋，还有那些年伴随着青春的记忆，那是无数代人回不去的青春。只不过很多人的那段青稞岁月，似乎随着大学毕业渐渐随风逝去。这家网吧的老板能够坚持到现在，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给那些青春提供重聚的机会。如果连这些记忆中的场所都消失了，那他们那一代人的清楚大概也就彻底结束了。这家网吧承载的是几代人回不去的青春啊！老板坚持到现在，也是因为有一份初心啊。下一刻，那高总耸了耸肩说道：“就算是为了这些我看着长大的小家伙们，我这里也不会改建。你们要是没什么真本事，还是请回吧。我刚才说话有些难听，两位见谅了。”闻言，李浩文苦笑一声，也是彻底明白了老板的执着。他自认为今天拿下这家网吧无望了，拽了一把方墨想要离去，谁知道方墨却是轻笑一声，淡淡道：“既然是值得传承下去的东西，为何不愿意让我试试？说不定还是个双赢的机会，我有一定把握能够找回宁王妻的照片。”说完这话，方墨还抬头看了一眼这绿林网吧的招牌，砰，表叔，我是真找到了合适的下家，对方也愿意坚持保留这家总店作为网吧，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地方改做民宿不好吗？就在这时，突然包厢大门被人推开，一道年轻身影走了进来，方墨和李浩文皆是扭头看去，三人彼此对视了一眼，皆是一愣。下一刻，那来人皱了皱眉头：“你们怎么在这里？”第66出新，第67不是你让我打的吗？方墨双眼微眯，看清来者相貌，他表情都微不可察的划过一丝冷然。来人竟然是之前在墓地趾高气昂踹倒李浩文大哥墓碑的江城银行高子杰，这事件还真是小啊。下一刻，高子杰率先冷笑出声：“我说怎么给表叔打电话打不通了，原来是你们两个家伙正在这浪费表叔的时间。”坐在椅子上高总见状，有些惊讶的看向三人：“你们几个认识？”高子杰舔了舔嘴唇，冷笑一声：“认识，当然认识，这位是李氏集团李问汉的弟弟李浩文，这位嘛，则是宁氏集团可爱的小姑爷，江城第一软饭男，听说是叫做方墨是吧？怎么，你们两个也对我表叔这网吧感兴趣？”说完这话，高子杰让出身子，只见他身后一道比他高了足足大半个脑袋的魁梧人影缓缓上前2步：“表叔，这是我大哥冷少，京城5大世家冷家大少。”只见高子杰身后跟着的青年裹得严严实实，不过从他身上无处不在的 LV 标志，足以看出他一身穿搭的不便宜。我大哥也对你这家网吧感兴趣，而且他同意保留这第一家作为网吧，算是为了你所谓的情怀买单，其他的则是改建成民宿，这条件已经很优厚了。高子杰上前2步，就像是充当了身后冷少的嘴替一般：“表叔，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听到这话，坐在老板椅上的高总沉默了片刻，他也知道自己提出来的要求多么苛刻，毕竟别人是盘下他那些店，而不是转租合营他的网吧，他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必须全部保留成网吧呢？那不是耍流氓吗？更何况4000万就算是投入进民宿行业，想要回本也需要很长的周期。一念至此，男人沉默了下来。高子杰有些得意的冲着方墨两人挑了挑眉头。李浩文见状，顿时有些着急：“高总，是我们先来的，咱们就算是谈生意，也要讲究一个先来后到吧？更何况您不是答应了，只要能够修复你 C 盘中的那些照片，就半价出售全部的网吧吗？您这么大一个老板，总不至于反悔吧？”李浩文话还没说完，另一边的高子杰不耐烦的声音再度响起：“李浩文，这里没你什么事，哪凉快哪里待着去，还修复 C 盘里的照片？你以为我表叔这些年经营网吧认识的电脑高手少吗？这么多年过去了，都没人能够将那些照片搞出来，估计早就因为之前那次意外丢失了。”说完这话，高子杰还歪着脑袋瞥了瞥方墨：“而且你们就2个人，你不会想说这个吃软饭的是你请来的电脑高手吧？拜托你能不能别逗我笑？”闻言，坐在老板椅上的高总也是朝着方墨看了一眼，不为别的，实在是因为方墨太年轻了一点。他要是30出头，自己或许还相信这小伙子懂一些深奥的电脑技术，可方墨才多大？20出头，撑死大学刚毕业，这个年纪就算是从大学开始学习计算机，短短4、5年的时间，又能学到什么技术？眼瞅着表叔被自己说的异动了起来，高子杰冷笑一声，推了一把李浩文：“你跟你那短命哥哥一样，命里就没财运，赶紧滚吧！要是坏了我大哥的好事，信不信让你下去陪你哥？”轰！李问汉是李浩文心中永远的痛，尤其是撞死李问汉的肇事凶手就在眼前。李浩文听到高子杰这话，顿时气得浑身发抖。那冷少也是朝着这边多看了一眼。方墨对高子杰所谓的大哥还挺感兴趣，毕竟他使用真这层身份的时候，
武大家家主都对他恭敬有加，传闻中京城武大家乃是华夏最有权势的武大世家。方墨对他们也相当好奇，这还是他头一次在现实世界见到武大家子嗣，可惜对方全副武装，不仅戴着鸭舌帽，还戴了口罩，根本看不清长相。我在京城认识一些懂电脑的朋友，高总如果愿意转让，就按照4000万价格，只要不强迫我保持所有网吧现状，我可以回去之后找京城的朋友帮忙，说不定能够为您修复王妻照片。那冷少的声音略微有些沙哑，不过方墨总觉得有些耳熟。高总为难地朝着方墨和李浩文瞄了一眼，二位小兄弟，就算是我愿意以2000万的价格把网吧盘给你们，你们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啊。李氏集团目前什么状况我一清二楚，2000万估计能要了李氏集团全部流动资金，你根本没办法一笔付清。至于这位宁总的丈夫，江城做生意的几乎就没有不认识第一女总裁宁月兰的，所以那高总在听到高子杰简单描述方墨的时候，也是忍不住看了青年的一眼。可惜高看只是高看，他也不觉得宁月兰会给自己的老公随随便便几千万零花。高总悠悠地叹了口气，意思似乎已经很明显了。李浩文顿时就激动了起来，高总，虽然我暂时拿不出来2000万，但我可以给您打欠条，李氏集团生意已经好转起来了，您相信我，很快就能还上这笔钱。方墨见状有些困惑，李浩文为何对这个网吧如此执着，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站在一旁静观其变，笑死人了。高子杰不屑地上前一步挡在了李浩文面前，没钱还敢来盘我表叔的网吧，你见过谁做转让交易的时候还允许你打欠条的？两个屌丝，一个是即将破产的西洋红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个则是吃软饭的，要不是宁月兰以及何希婉，你们不会真以为上次在墓地能压我一头吧？提及墓地那次，高子杰表情突然变得狰狞了几分，显然是心头还带有浓郁怨气。墓地那次的遭遇对他而言无疑是奇耻大辱，赶紧麻溜的从我面前消失，别逼我生气，不然的话你们两个今天先给我一人自扇100个耳光。啪！话音刚落，方墨突然抬手给了高子杰一巴掌，这一巴掌直接给高子杰打懵了，他好半晌都未曾回过神来。小子，你他妈敢打我？你算什么东西？啪！方墨又是一巴掌，还甩了甩手，满脸古怪之色的说道，不是你自己要求的吗？你刚不是说让我们一人先给你100个耳光？难道是我理解错了？第67不是你让我打的吗？第68这网吧我不要了。啪！说完，方墨又顺手抽了高子杰一巴掌。方墨虽然身材不算壮硕，但力气的确不小，几巴掌下去，直接抽的高子杰面颊迅速红肿，打得确实挺顺手。这一幕一出，全场都是有些安静。下一刻，方墨随手从柜子里拿了一瓶矿泉水，在房间中几人错愕的视线中，自顾自地拧开抿了一口，润润嗓子，这才淡淡道，不过谁告诉你我们拿不出2000万？我找别人借钱不就行了？借钱？谁他妈手里闲钱那么多，随随便便就能借你2000万啊？听到这话，高总嘴角疯狂抽搐，眼前一幕方墨和李浩文就像是来故意捣乱的一样。话罢，方墨指了指冷少，就比如你旁边那位应该很乐意给我借钱吧？啥玩意？冷少本人眼瞅着方墨手指一点自己方向，都是有些懵逼。老子跟你他妈见都没见过，我给你借钱？我大哥会给你借钱？你脑子进水了吧？你是不是被宁月兰把脑子玩坏了？高子杰捂着面颊，冷笑着讥讽出声。下一刻，摩拳擦掌，似乎准备跟方墨扭打在一起了。谁知道方墨却是轻笑着后退一步，别着急，等我1分钟时间发个短信，到时候他应该会求着给我借钱呢。那个冷少愿意报一下姓名吗？我给你家长打个招呼。轰！听到这话，那冷少紧紧露在外面的一双眼睛都是冰冷了下来。小子，你认识我们家族长辈？不太熟，不过我想他们应该很愿意给我帮忙。大放厥词，简直就是在大放厥词。冷家长辈你都不认识，人家还愿意给你帮忙，你算什么玩意？你也太把自己当成个东西了吧？冷哥，别相信他胡说八道，他就是故意捣乱。高子杰想要让冷少直接和高总进行交易，别再搭理恶意捣乱的方墨。谁知道那冷少却是缓缓开口道，行，我就等你发个短信，本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从我手中借走2000万。不过如果让我知道你是在拿本少开玩笑，拿冷家开玩笑，你今天就别指望安然无恙的走出这间网吧了。冷家可不允许你随便羞辱。还有，听清楚了，本少名为冷如寒。呼，你这家伙废话还真多。方墨闻言嘿嘿一笑，编辑了一则短信发送了出去。旁边李浩文几乎是全程目瞪口呆，方墨这小子是哪根筋没搭对？他什么时候认识了冷家人？这种时候用冷家开玩笑可不太合适啊。李浩文眼底都多了一抹忧心忡忡，似乎是在心头为方墨捏了一把冷汗。另一边，高子杰原本想冲上来跟方墨动手，高低的还他2个大嘴巴子，结果反而是那冷少站在了面前将他拦住。我要看看他怎么让我主动求着给他借钱。这话一出，高子杰一愣，冷少，你糊涂啊？他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小子，无权无势，全都仰仗宁月兰，妥妥的一个小男人。您怎么会认为这种人有资格认识冷家长辈？他就是在挑衅您，把您当猴耍呀。他要是认识冷家长辈，我倒立吃屎，
冷少不置可否的耸了耸肩，无妨，反正一会就能知道结果了。如果让我知道他在拿冷家开玩笑，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话音刚落，那冷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顿时一愣，低头看去更是大惊失色，家主的电话。下一刻，冷少眼里满是愕然的朝着方墨看了两眼，谁知道青年正嬉皮笑脸的盯着自己，还拱了拱手做了个承让的动作。冷少一咬牙，说不定只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而已。他也不相信高子杰口中一个吃软饭小子能有多大能耐。下一刻，冷少接通电话，只不过短短十几秒之后，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冷如寒的眼神从一开始的傲然逐渐转变成了一抹震惊，最后又化作浓浓惊骇。高子杰没有注意到冷少表情的变化，还耀武扬威地冲着方墨说道：小子，这都墨迹多长时间了，你那短信发出去也该有回信了吧？你不会真以为装模作样我就会相信你认识冷家高层吧？花爸，高子杰摩拳擦掌，上前两步，你完了，你惹了我撑死遭受一顿皮肉之苦。可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冷家年轻一辈最有声望的冷如寒，冷家不是你这种档次的屌丝能够挑衅的，这下就算是宁月兰来了也保不住你。高子杰话音刚落，突然身后冷少沉声道：我们走，这网吧我不要了。啥？高子杰闻言猛地怔了怔，要知道冷少来之前给他说过，对自家表叔这网吧势在必得，倘若能够4000万拿下，他高子杰最起码可以得到500万好处费。正因为如此，高子杰才忙前忙后，结果现在冷少在接了一通电话之后就不要了，那自己的500万好处费岂不是打水漂了？高子杰脸上掠过一抹浓浓不甘，冷少，您不会真被方墨吓到了吧？您怕他做什么？方墨，你赶紧告诉冷少，你根本屁都不是，少在这里给冷少装模作样，人家不是你能够惹得起的存在，耽误了冷少赚钱，你担待得起这个责任吗？听到这话，方墨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高子杰见到方墨这副态度，瞬间勃然大怒，上前就欲拎住方墨脖领子，谁知道那冷少却是突然飞起一脚踢飞高子杰，操你妈，老子都说了不要，你在这里干什么呢？高子杰吃痛，倒退数步，艰难地看向冷如寒，冷少，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在帮您出手教训那小子，啪，教训你妈了个逼，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教训别人？冷少毫不留情上去就是一巴掌，刚才那通电话吓得他瑟瑟发抖，虽然电话那头家族长辈没有明说方墨身份，但冷少却明确地听到了，家主要求他无条件满足眼前的男人，就算是让他冷如寒现在撅起屁股给方墨嗨嗨，他都必须答应。这一刻冷少就清楚对方肯定不仅仅只是一个软饭男这么简单。笑话，江城宁家的姑爷难道就有资格让冷家家主畏之如虎了？冷如寒明明从家主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丝敬畏，敬畏。冷如寒自己都想不明白，区区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有什么资格让身家千亿的家主敬畏？可他同样也对方墨产生一抹畏惧，就连家主都敬畏的人，自己冷如寒拿什么跟别人抢这家网吧啊？高子杰满脸痛苦，冷少不解气的又是2巴掌左右开弓，从今天开始你就别跟我混了，你们江城银行是做金融业务的，咱们本身就没有业务重叠的地方，咱俩日后不用联系了。花爸，他掏出一张支票，恭敬递给方墨，方少，这是2000万的支票，如果不够您吱一声，第68这网吧我不要了，第69既然说了，那就有把握。笑话，继续跟高子杰这种蠢货交往，天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被他害死。哗！听到冷如寒最后一句话，包括高总、高子杰、李浩文在内，全场都安静了下来。李浩文只觉得口干舌燥，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冷少，一通电话之后竟然就对方墨毕恭毕敬，难道电话那头是境外杀手不成？威胁到了冷如寒的生命，所以他认怂了。方墨轻笑一声，顺手接过支票，又丢到高总怀里，在高子杰目眦欲裂的表情中笑眯眯地说道：这下您可以将网吧转让给我们了吧？冷如寒收拾了高子杰，就被方墨挥了挥手赶了出去。至于高子杰则是怨毒地瞪了一眼方墨，旋即也跟在冷如寒的身后走了出去。他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2世祖，要不是靠着交友圈广泛，他才没资格在宁月兰面前耀武扬威。至于今天，高子杰同样很是不解，为什么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冷少会对方墨一个屌丝毕恭毕敬？难道就因为他撂下的几句吹牛逼的狠话？此刻房间中仅剩方墨、李浩文和那高总3人，高总怔怔地盯着怀里支票好半晌，这才猛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多看了方墨一眼。小兄弟背景倒是不简单啊。方墨挤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不置可否的耸耸肩，他压根都不担心今天冷如寒离去之后会暴露自己身份。要论整个华夏谁最想认识真，或许会是自己的小姨子，这位头号小迷妹宁诗雨。但要说谁最不想认识真，那就要数这历史悠久的5大世家了。他们巴不得真这位定海神针大隐隐于市，这辈子都别在现实里打交道呢。毕竟知道真实身份的就那么几个人，要么被收编进了国安，要么永远闭上了嘴巴。对于他们而言，知道真实身份带来的弊端远远大于好处，毕竟知道了能怎么样？除了官方，
谁敢使唤争这位黑客之王给自己干活？喂，你小子是怎么威胁人家的？高子杰觉得你是装腔作势，可打死我都不相信。我才不信你光是随便扯个谎就能将武大家的继承人吓走。李浩文用胳膊肘捅了捅方墨，要是只有这点胆魄，他早就被冷家除名了，还当个屁的继承人呢。方墨，你小子不简单啊，还不赶紧交代？果然，李浩文这边才是最麻烦的。方墨一拍额头，看了一眼另一边同样满脸好奇的高总，只得咳嗽一声道：“其实是月兰姐了，我刚给月兰姐发了个短信，可能是因为冷如寒本身就跟月兰姐认识吧，所以就看在月兰姐的面子上放弃了。毕竟他们好歹同样都是世家级别的存在。至于这2000万，应该也是冷如寒看在月兰姐的面子上借的吧，说不定他本身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要这家网吧。”方墨一副傻白甜的模样，听到这话，李浩文和高总皆是一脸错愕。就这，他们还以为方墨这么行云流水的一波打脸，是因为他背景不凡呢，结果竟然是靠着老婆。高总嘴角都是剧烈抽搐了一下。李浩文摸了摸鼻尖问道：“这笔钱就算是我找宁总借的，到时候我手里有闲钱了就还给宁总。”啊，别搞我啊，兄弟，我他妈只是随便扯个谎，你要是莫名其妙给月兰姐还2000万，估计她也要开始怀疑了。方墨连忙正色道：“不，这钱是那冷少看在月兰姐的面子上借给我的，既然是借给我的，当然要由我还给冷少了，毕竟钱又没过月兰姐的手。”李浩文闻言，虽然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但还是乖乖点了点头。好吧，我懂了。一旁的高总则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方墨，倒是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咳嗽一声：“小兄弟，2000万是对折之后的价格，你得先有把握能够修复 C 盘里的照片啊。”老板这回虽然看不见墨镜下的神色，但给人一种眼巴巴的感觉，因为刚才方墨行云流水的打脸，他突然又觉得青年似乎有些深不可测了起来。方墨刚才的慌能糊弄李浩文，但骗不了这人老成精的高总，这老板自然也瞧出了端倪。只是方墨既然不愿意讲，那他也没必要过问别人的隐私。听到这话，方墨轻笑一声：“您放心，既然我有把握只借2000万，就说明我几乎可以保证修复 C 盘里的照片。”说完这话，方墨拉开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了上去，认真道：“您把 C 盘拿出来吧，我想半个小时之后，我应该能给您带来一点惊喜。”高总闻言也是摘下墨镜，一双眼睛满是期待。好，半个小时之后，方墨目瞪口呆地看着李浩文拿着合同写上自己大名。哎，这不对吧？你小子不是自己想要盘下这些网吧吗？怎么写我名字啊？闻言，李浩文嘿嘿一笑：“咱俩兄弟间还分什么你我彼此吗？况且你不是刚好没工作吗？当个网吧老板不也挺好的？工作轻松自由，还可以方便你写小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笔钱到时候就可以由宁总给冷如寒还了。”嘿嘿，靠，你娘的，这小子这是挑明了打算坑我们家月兰姐啊！听到这话，那网吧老板高总这才从电脑屏幕跟前缓缓抬头，擦了擦有些湿润的眼眶，轻笑一声：“倒也不至于，我这些网吧加起来，每一家一年的收入都在50万朝上，如果经营得当，营业额还能再涨，总共加起来一年赚个500-600万是没什么问题的，大概3-4年你就回本了。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学那冷少，就将一部分网吧改成民宿。”说这话的时候，高总脸上闪过一抹惆怅。对于他而言，其实转让网吧完全是因为其他业务太忙了，没时间打理，不然倘若单纯只为了赚钱，他早就把这些网吧改成民宿了。毕竟他的绿林网吧都在大学城附近，开民宿园比网吧赚钱。方墨见状摇了摇头：“算了，就保持现状吧，我这个人比较懒，反正只要不是赔钱业务就行。”说完这话，方墨看了一眼目不转睛盯着电脑屏幕的高总，长舒了一口气。自从自己几分钟之前将 C 盘破损文件找出来之后，高总就保持着这个姿势了很长时间。屏幕中，他的妻子笑颜如花，穿着一身洁白的小裙子，正对着镜头展颜。方墨能够感受到高总见到亡妻照片时那份浓浓的思念。“我帮您把照片拷贝下来吧。你这个 C 盘年代也有些长了，要是过段时间保存不当，一旦硬件受损，说不定照片就彻底丢失了。”听到这话，高总连忙让出了位置，还擦了擦眼角泪水。这还是方墨头一次见到一个40多岁的汉子在外人面前落眼泪，可能真是太思念自己的妻子了吧。第69既然说了，那就有把握。第70监控的内存卡，高总的举动让方墨不禁也想到了自己，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宁月兰的音容笑貌。明明两人重逢之后仅仅只相处了才1周的时间，可是方墨现在只要一想到异性，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就是月兰姐的样貌。不好意思，在两位小兄弟面前丢人了。高总眼瞅着方墨坐下就开始发呆，还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歉了一句：“不过因为婆娘去世的早，那时候都没想过要留下一些回忆。年轻的时候一直想着我走的会比婆娘早，分开这个沉痛的字眼离我们10万8千里，结果没想到那一次见面就成了永别。”说着说着，高总眼泪又是忍不住落了下来，他视线几乎就没离开过电脑屏幕，一直盯着他笑颜如花的妻子。年轻时的照片，方墨有些异动，他想到了一句话：“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出现。”有些感慨，
两位小兄弟就当成是我在自言自语吧。其实我们啊，真的应该珍惜眼前人，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失去了。把每一次见面都当成最后一次见面去珍惜，这样起码就算是失去了，也不会像我一样遗憾了。高总又是自顾自地说了两句，旋即自嘲地摇了摇头，房间中气氛顿时就凝重了起来。李浩文似有所感地低下了脑袋，似乎也被悲情渲染。他其实有过类似的经历，毕竟亲哥李问汉去年去世的那一日相当突然。而方墨呢，他则是想到了昨天月兰姐的反应，每一次的见面都当成最后一面。方墨喃喃自语，反复咀嚼了一下这句话。最近月兰姐的反应可不正是那样吗？亲昵、主动、大胆到甚至放下了属于女孩子的矜持。月兰姐昨天的梦话，弟弟，我等了你很久，难道是真的吗？所以月兰姐跟我在一起之后才会对我这么好。下一刻，方墨抿了抿嘴唇，昨天可能月兰姐也是真的吓坏，真的出了什么意外，那俩人最后一次见面的画面就定格在宁氏集团门口了吧。这样想想，如果最后一面仅仅只是那样的话，就算是方墨自己也会有很多遗憾吧。都没有好好的吻过月兰姐的红唇，都没有好好拥抱月兰姐入怀。一念至此，方墨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心里酸酸的，他有点想立刻出现在宁月兰身边，给她一个温暖的抱抱，仿佛只有拥抱女人入怀，方墨才会真的有安全感似的。约莫半个小时之后，高总和李浩文情绪都稳定了下来。方墨已经将 C 盘里的照片全部拷贝了出来，在高总感激的目光中，李浩文亲自驱车将对方送走。方墨饶有兴致的在网吧溜达了2圈，打量了一下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产业。很快，一脸激动的李浩文再度走了回来，送走了。方墨朝着死党方向看了一眼，闻言，李浩文笑眯眯的点了点头。高总虽然有些不舍，不过他说起码网吧交到你手中，那些老网民也有相聚的机会，这样就够了。听到这话，方墨随便拉开了一把椅子，翘起2郎腿，虚眯着眼睛盯着李浩文，直到看着后者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这才淡淡的说道：那你小子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的给我讲一下你真实的目的了？啥？李浩文似乎被吓了一跳。方墨冷笑着翻了个白眼，还要我明说吗？你压根就对这网吧本身不怎么感兴趣，而且正如你所谓，如今李氏集团的业务蒸蒸日上，你没必要将心思放在其他产业上。你一开始想要盘下这家网吧的时候，我就有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觉，拿着几千万巨款干什么不好，偏偏跑来盘一个网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没有像那冷少一样提要求，似乎真的打算传承高总的网吧业务似的，继续做网吧，光是回本都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对你来说怎么都不算是一件划算的事情。方墨头头是道的分析完，说完这些，才将一瓶矿泉水丢到李浩文手中，说吧，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配合你了。要是一不小心把你想要的东西搞丢了，你小子就后悔去吧。轰！听到这话，李浩文苦笑3声。方墨虽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不过他猜的没错，他想要的东西就在网吧当中。要是不好好给方墨讲清楚，自己要的东西被弄丢也不是没可能，还真是什么都逃不过你小子的法眼啊！你观察力这么敏锐，真应该去当警察，少在这里拍马屁。方墨挥舞了一下拳头，哼唧道：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鸡贼了啊，白白利用我一场，到头来竟然连实话都不跟我讲。好好好，李浩文双手高举头顶，我说还不行吗？话罢，李浩文警惕地看了一眼周围，然后小心翼翼地拉起了房门，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你还记得吴家贝吗？月兰姐的闺蜜，你哥的前女友。李浩文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后脑勺。吴家贝有其他的发现，我哥出事被判定成了意外事故，奇怪的就是高子杰车子里既没有行车记录仪，而且很巧合的，那个路段的道路监控全都坏了。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有几个目击者的缘故，所以探员才认定成了交通事故吧。方墨也是端着下巴若有所思。李浩文微微颔首，是的，也就是说一切都是高子杰和那些所谓的目击者一面之词，具体的事故原委根本没有被记录下来。我一度以为想要从监控方面入手没机会了，不过吴家贝却给提供了一个思路。吴家贝给李浩文提供了思路。方墨狐疑地看了一眼李浩文，出事路段附近刚好有一家开了5、6年的绿林网吧，巧合的就是我去了现场踩点看见绿林网吧有个正对马路的监控。听到这话，方墨倒吸一口凉气。你的意思是绿林网吧的监控很有可能拍到了真实的事故现场？李浩文兴奋地挥舞了一下拳头，了一声。而且绿林网吧的监控并不是那种在公安备案的联网监控，而是高总早年自己在外面找人装的。这种监控的视频并不会自动覆盖，而是用一个较大的内存卡储存着，每过一段时间更换硬件设备就行。老式的外设监控基本都是这种，因为比较浪费内存卡，所以后期也被公安备案的联网监控取代。只是想要追查到有些年份的监控，似乎也只有这种老式设备才会有备份。方墨都没想到李浩文运气竟然这么好，所以你想要盘下绿林网吧的目的是为了查监控？李浩文点点头，为难地看了一眼方墨。我总觉得那起事故有问题，所以没事，回头办完交接手续，我就把出事路段的网吧监控内存卡拿给你。
你小子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直说不就行了？方墨清楚了事情原委和来龙去脉，这才撇撇嘴。这样说起来，你还不如找人家高总明说，然后去买出事路段的监控内存卡呢。不行。谁知道方墨话音刚落，李浩文竟然就厉声拒绝了。方墨都是被他这个态度惊得愣了一下。下一刻，李浩文才揉了揉眉心，高总毕竟跟高子杰是亲戚，倘若他知道来龙去脉，说不定还会引起警觉，万一被他将内存卡销毁就麻烦了。所以我的调查只能悄悄地进行。方墨苦笑一声，看看李浩文现在的样子，他有些感慨。1年之前，李浩文有着哥哥遮风挡雨，几乎就跟寻常富二代没什么区别，吃喝玩乐样样精通。那时候他多么意气风发，现在挑起李氏集团大梁，方墨几乎很少能从他脸上看到笑容了。有的人虽然去世了，但他却让活着的人沉浸在了过去当中。无论李问汉那起事故是不是意外，李浩文不刨根问底，挖出一个能让自己接受的答案，应该都走不出来了。一念至此，方墨长叹了一口气，懂了，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跟我沟通吧。说完这话，两人也是朝着网吧外面走去。没人注意到，随着二人离去，约莫半分钟之后，一道身影从网吧某个隔档处缓缓起身。他脸色苍白，身躯疯狂颤抖，脸上噙着一抹浓郁的惊疑不定。出事路段竟然还有监控，不能留，这监控绝对不能留下来。话音落下，男人脸上掠过一抹歇斯底里。如果方墨二人在此，肯定能认出来对方就是去而复返的高子杰。第70监控的内存卡。第71，宁月兰晕倒了。送方墨回去的路上，李浩文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方墨聊着。方墨对宁月兰窗沿上的3个小黄人耿耿于怀，于是索性将话题扯到了月兰姐的身上。李浩文，你加月兰姐的微信了吗？听到这话，李浩文困惑地点了点头，当然加了啊。宁总好歹现在也要跟我们李氏集团做生意，虽然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可我总得保留一个宁总的联系方式吧。怎么了？这个醋你不会也要吃吧？你俩都同居这么长时间了，现在还担心你们家宁总看上我不成啊？好小子，你对自己多一点信心行不行？方墨闻言翻了个白眼，摇头说道：不是，我知道月兰姐不会看上你，她喜欢的就不是你这种类型的。我意思是你有没有关注过月兰姐的头像？宁总的头像？李浩文微微一怔，双手一边打方向盘一边思索着道：我记得好像是小黄人吧？是不是3个小黄人来着？我没仔细观察过，怎么了？方墨咬了咬嘴唇，就是3个小黄人，我之前一直没发现那个就是月兰姐的微信号，还是我俩同居之后我才弄清楚的。那3个小黄人，你不觉得很眼熟吗？眼熟？李浩文皱了皱眉头，你上次好像也问过我关于3个小黄人的事情。对了，你最后确认了吗？宁总头像的那3个小黄人，是不是咱俩大2出去抓娃娃的时候那个？方墨摇了摇头，他也不敢肯定是不是，但方墨总觉得那3个小黄人应该就是自己送给月兰姐的。可如果真是自己送的，月兰姐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你记不记得闪婚的那天，咱俩喝了个下午茶，后来宁总过来接的你吗？当时我就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宁总。李浩文啧了啧嘴，后面也跟你说过，我印象中咱俩大2有一次抓娃娃，你说碰到了一个熟人家的大姐姐，然后当时那个人就是宁总，我清清楚楚亲眼所见，你把3个小黄人送给了宁总。好家伙，李浩文还真是印象深刻啊。不过那时候李氏集团还是他大哥李问汉掌舵，那会想来还未曾进入商圈的李浩文，压根连宁月兰这位江城第一女总裁的大名厅都没听说过吧。我就是觉得那3个小黄人是我送给他的，但月兰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承认，而且据我观察，她好像已经很久没换过头像了。我一直记得加了一个用小黄人头像的好友，但忘了留备注，最后才发现那个人居然是月兰姐。方墨轻叹了一口气，如果真是证实那3个小黄人是自己送给月兰姐的，岂不是就说明宁月兰在很多年前就一直暗恋自己？虽然方墨并不是一个自恋的人，可是宁月兰自从2人闪婚之后的举动实在是太反常了一些。方墨有理由怀疑月兰姐是不是早就对自己动了想法。其实夫妻之间有一些彼此的空间也正常，宁总不愿意说，或许也有他自己的想法，这种事情又不可能一直瞒着，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的，没必要耿耿于怀。说完这话，李浩文的车子已经稳稳当当停在了宁月兰的别墅大门口。方墨点点头，说的也有道理。话罢，方墨将那些多余思绪甩出脑子，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就是发现月兰姐对自己有一些秘密，心里就像是猫挠似的，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无论是第一次见宁老爷子的时候，月兰姐糊弄老爷子说的那句有一个喜欢很多年的人，还是后面询问关于头像的时候，月兰姐一副受惊的小鹿表现，方墨能明显感受到月兰姐在某些事情上刻意瞒着自己。不想了，反正现在一时半会也想不明白，不如顺其自然，有些事情可能自然而然到时候就知道了。推开别墅大门的刹那，方墨突然感觉有些异样的安静，这种安静让方墨心中有种不祥预感。按理来说，宁月兰的管家小杰这会应该在别墅内啊。下一刻，方墨直接推开房门，入目看到里面的场景，顿时吓了一跳。月兰姐，只见宁月兰倒在大门口昏迷了过去，身上倒是没有明显外伤，但女人秀眉紧蹙，
蜷缩成了一团，俏脸脸色苍白，完全看不出一丝血色。方墨吓得都忘了呼吸，抬手给了自己一巴掌，强行打起精神，才连忙蹲下身子，晃了晃昏迷中的女人。月兰姐，月兰姐，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是家里进了坏人？方墨越想越害怕，差点都要掏出手机报警了。宁月兰被晃了晃，已经渐渐从昏厥中醒了过来。方墨连忙搂住女人，月兰姐，别吓我，到底怎么了？弟弟，你怎么回来了？宁月兰虚弱地看了一眼方墨。青年闻言顿时一拍额头，我再不回来都没人发现你的状况，是不是进了小偷还是强盗？管家小杰呢？眼瞅着青年一脸焦虑，宁月兰摆了摆手，没有，你别担心，就是我身体有些不舒服，我想着出门买点药，结果走到大门口，肚子实在是太疼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最后就这样了。宁月兰苍白的俏脸挤出一抹勉强苦笑。至于小杰，早晨做完饭他就回去了，这2天房子也不是很乱，我想着就不让他天天打扫卫生了，定期过来一趟就行。更何况姐姐都跟你同居在一块了，管家动不动还能随便出入姐姐家，也有些不太方便。听到这话，方墨悬着的一颗心才缓缓放下，不过还是担忧的将宁月兰抱了起来。女人惊呼一声，没想到方墨会有如此大胆的动作，玉手连忙环上了青年的脖颈。弟弟，你干嘛？带你到床上休息啊？你都这样了，难道还打算去上班不成？方墨翻了个白眼，说完这话，将宁月兰一把丢在床上，注意到女人还换了一张床单，方墨有些愤愤不平的自言自语了一句，做月兰姐的管家真是太舒服了，工作轻松，工作时间还短。宁月兰的闺房是不让小杰随意进出的，不用去想都知道肯定是女人自己换的床单，月兰姐都难受成这样了，竟然还有力气铺床。方墨没好气的看了一眼女人，宁月兰就像是一个犯错的小孩一样，盖着被子朝里面缩了缩脑袋，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有些不舒服，不过我想着应该是正常的痛经，毕竟来姨妈的最后一天，我都习惯了。说着，宁月兰声音越来越小，还嘟着小嘴，有些委屈的说道，谁知道走到门口的时候，肚子突然就一阵痉挛，疼得人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最后你也看到了，不小心晕倒在了门口。好家伙，您这个不小心是得有多不小心啊。第71，宁月兰晕倒了。第72，给姐姐按摩。方墨发现宁月兰的时候，她脑袋刚好摔在门口换鞋的小沙发上，要是换一个角度，天知道宁月兰这眼前一黑栽下去，会不会撞到什么硬物上，直接弄得头破血流。这回你肚子还难受吗？月兰姐，方墨蹲下身子坐在床头，看了一眼床上裹着被子委屈巴巴的女人，宁月兰只露出一双眼睛在被子外面，整个人都蜷缩了进去，这副样子可爱极了，疼。下一刻，往日里高冷的御姐女总裁就有气无力地回答了一声。听到这话，方墨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具体一点的位置能描述上来吗？我印象里一般第3天都不会有这么明显的腹痛才对啊，胃有点不舒服，可能是因为昨天没吃饭吧。说着，宁月兰小手在被子里捂紧腹部，看上去相当难受。听到女人这般说辞，方墨才猛地反应过来，是啊，月兰姐昨天一天都没吃饭啊。早晨的时候，两人从度假村醒来，就跑到了宁氏集团处理云端服务器被黑客入侵的问题。下午虽然打算去江城国际大酒楼吃饭，可是经世家3番4次扫兴，再加上后面在柳安然的包厢看到了血腥一幕，对于来大姨妈女人来说，她本身就胃口不好，这下宁月兰更是吃不下饭了。晚上的时候，方墨去接女人回家，结果又碰到了歇斯底里的柳安然暴富，宁月兰都吓哭了，提心吊胆了一下午，回来之后倒头就睡，能有胃口更是出轨了。方墨嘴角剧烈抽搐了一下，这样说起来，月兰姐这明显就是饿的时间太久了导致的胃痉挛啊。一念至此，方墨有些歉然地看了一眼宁月兰，姐姐，那你要不吃点东西？你想吃什么？我出去给你买。宁月兰嘟囔了一声，指了指方墨，一本正经的道，想吃你？都什么时候，你还跟个女流氓一样，没个正形。月兰姐也真是的。方墨翻了个白眼，你肚子都疼成这样了，咱们能不能正经一点？月兰姐，你好好说，想吃什么？我出去给你买，我这会也没有胃口啊，肚子疼得很。宁月兰委屈巴巴的哼唧了一声，听见这话，方墨犹豫了一下，月兰姐这只是空腹导致的胃痛，算不上是炎症之类的慢性疾病，正所谓是药3分毒，要是给她吃止痛药，只会让宁月兰产生依赖性，女人下一次肚子疼，要是继续吃药，久而久之，这慢性胃炎就坐实了。方墨沉吟刹那，要不我给你按摩一下吧？按摩？宁月兰妙目瞪大，方墨老实巴交的点了点头，大学的时候自学了一点按摩的技巧，林希涵也有慢性胃炎，之前他刚工作那段时间，老跟陆晨出去喝酒，每次回来都吐得昏天地暗，经常嚷嚷着肚子疼，然后我就时不时帮他按摩，这样能稍微缓解一下。听到这话，宁月兰吃味的瞪了一眼方墨，弟弟这情商当真是感人，哪有在自己老婆面前提前女友的？要是自己年轻10岁，非得咬死这个没眼力劲的臭小子。不过宁月兰这会也没力气跟方墨赌气，有气无力的哼唧了一声，那你试试吧。方墨点点头，轻轻掀开了女人身上的被子，还贴心的打开了空调。胃疼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着凉，要是待会不小心冷风一吹，
再让他小腹着凉了，估计今天就得把月兰姐送到医院去了。方墨的贴心引得宁月兰连连侧目。下一刻，他指了指自己的小腹，开始吧。方墨见状，却是没由来的脸色一红。上一次两人如此亲密的肢体接触，还是前天晚上在度假村的时候，当时方墨喝多了，酒壮怂人胆，差点把宁月兰就地正法。不过喝醉的人哪有什么记忆？老实说起来，这才是方墨第一次在清醒状态下跟宁月兰发生如此亲密的肢体接触。弟弟，宁月兰看了一眼方墨，试探性的拽了拽他衣角。方墨视线顿时不自觉下移了几分，落在女人主动掀起衣服露出的小腹位置上，光洁白皙的肌肤没有一丝赘肉，甚至隐隐间还能看到肚脐眼上下一条清晰的马甲线。好家伙，月兰姐这腰肢也实在是太纤细了吧！方墨喉结不自觉滚动了一下，不如，那我开始了。宁月兰突然也是意识到了什么，突然红着脸点了点头。几乎是大手接触到女人小腹的第一时间，宁月兰便是梗着脖子阴哼一声，方墨手掌都是一个剧烈颤抖。姐姐，你别叫啊！宁月兰俏脸突然就从耳根子红到了脖梗处，她支支吾吾道：我也不想啊，主要是姐姐这快30年来还没有跟男人发生过如此亲密的肢体接触，所以有些情不自禁。好家伙，你这个情不自禁用的很是恰当。方墨见状，自己一下子也有种畏手畏脚的感觉。明明之前跟林希涵在一起的时候，他好像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可是跟宁月兰这次又有些不太一样。他给林希涵按摩，就像是按部就班在完成作业一样，方墨自己甚至都没什么特别异样的感觉。而且林希涵还不允许方墨跟自己发生正面直接的肢体接触，只让方墨隔着被子操作，几乎没有任何暧昧氛围可言。可是到了宁月兰这里却不一样，无论是眼前香艳的画面，还是宁月兰口中突然就急促起来的呼吸声，都让方墨有种不可自拔的感觉。姐姐，你克制一下，别叫了。说着，方墨控制了一下自己脑海中七七八八的那些杂乱念头，两只手同时贴了上去，开始反复揉搓女人的腹部位置。宁月兰小嘴微张，差点又叫出声来。不过注意到方墨已经别过脑袋看向其他方向，女人也清楚自己这声音会对方墨产生多大诱惑力，她又是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不过这下不仅仅是俏脸，甚至就连耳垂都微微发烫。她眼角余光偷偷打量着眼前正在认真给自己按摩的男人，神情不自觉闪过一抹罕见羞涩。这还是她保留了冰清玉洁20多年的身子，头一次被一个异性用如此暧昧的姿势抚摸。虽然方墨没有那方面的心思，但宁月兰毕竟是一个黄花大闺女啊。第72给姐姐按摩，第73你别叫了。身子原本就被眼前的男人看光过了，现在他的大手还在自己小腹游走。与此同时，伴随着方墨的手法，一阵阵温热开始在腹腔汇聚。要说宁月兰没感觉那是骗人的，至于方墨呢，他其实也很尴尬，甚至现在都有些后悔主动提出要给月兰姐按摩了。眼角的余光还是时不时能注意到女人媚眼如丝的双眸，而且时不时伴随着的还有宁月兰急促的阴哼声。虽然他已经在极力克制，可方墨也清楚，人在舒爽的情况下，情不自禁地发出那么一两声是情有可原，就是这声音实在是有些太过魅惑，想来是个正常男人应该都抵挡不了。月兰姐，你翻个身子，我给你腰上也按摩一会。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方墨眼里，甚至都感觉过了1个世纪，总算从女人小腹中感受到了一股温热。按摩的手法就是为了暖胃，靠着轻轻按压来缓解胃口的疼痛。这下月兰姐的痛楚应该减弱不少吧。下一刻，方墨低头朝着宁月兰方向看了一眼，他顿时吓了一跳。只见宁月兰用一只手堵住那麝香小嘴，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像是轻松中又带有几分羞耻，整个人面颊就像是刚跑完10公里一样红扑扑的。最要命的是，那双能够让任何男人都难以把持的桃花眼正直勾勾盯着自己，眉眼低垂，4条都似勾引。她俏脸香汗淋漓，额头上一缕龙须刘海的发丝紧贴面颊，汗水正缓缓流淌下。轰！觉察到女人这个表情，方墨一下没把持住，扭头就朝着卫生间跑了进去。弟弟，你干嘛去？姐姐舒服多了，不是还要给我按腰呢吗？宁月兰恢复了一些力气，突然又有了调戏小家伙的动力。听到这话，刚钻进卫生间的方墨只觉得2股热流瞬间从鼻腔翻涌，他差点流鼻血。这女妖精怎么一刻都老实不下来呢？方墨垮着脸苦笑着揉了揉面颊，旋即才低下脑袋，开始在用水管上的凉水洗脸。只是那心中的一抹燥热始终挥之不去，他又是打开了淋浴头，任由那冰凉的水珠从天灵盖划过面颊，他这才将那燥热压抑了下去。狐狸精，方墨长舒一口气，出了卫生间。宁月兰已经恢复了一些力气，正靠在床头上美眸怔怔地望着自己。方墨咳嗽一声，姐姐，要不咱们约法3吧？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谁他妈某个部位一天充血8、9次不释放也扛不住啊！娘的，就算是加藤鹰老师来了也得阳痿。我方墨说的，为了自己的青少年身心健康，方墨都不能再任由这个妖精这样调戏自己了。闻言，宁月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妩媚地瞥了一眼方墨，怎么了？弟弟，要是你实在憋得难受，要不姐姐用嘴。方墨狠狠掐了一把自己大腿，感受着痛楚压抑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的火热。打住！
月兰姐，大白天咱们俩在一块的时候，脑子里能不能不要老想那方面的事情？方墨委屈的眨眨眼，他还不想英年早泄。宁月兰两条白皙小腿交错了一下，一抹风情瞬间冲击方墨眼球。他刚一开口，原本准备说的台词直接破防。我意思是，咱俩晚上可以穿蕾丝啊，不是，我意思是咱俩晚上可以互相讲睡前小故事，但平时相处，我们能不能不要三角？我呸！宁月兰同志，请停止你的诱惑行为。方墨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觉得自己比量生疼，就像是被人给了一拳似的。至于他为什么说的话为什么奇奇怪怪，还不是因为躺在床上那个女狐狸精吗？小腿交错刹那，他睡裙下的一抹风情瞬间映入眼帘。三角蕾丝边，这狐狸精不是来大姨妈了吗？怎么还穿得这么性感啊？方墨欲哭无泪。宁月兰瞥了一眼1秒破功的方墨，这才嬉皮笑脸的翻了个身趴在床上。来吧，姐姐还等着你呢。你别叫啊，自己都破功了，还有什么资格跟人家提约法三？他方墨心思就不纯，怪得了月兰姐吗？方墨苦笑一声，上前2步坐在床头。宁月兰咯咯娇笑2声，姐姐也不想叫啊，可是谁让你弄得我太舒服了，别搞了，别搞了。方墨搓了搓脑袋，垮着脸，姐姐，你要是再这样，我就送你去医院看病。呜呜呜，好，不叫。哎呀，别生气了，我不叫了，还不行吗？宁月兰似乎很享受调戏方墨的快乐，不过很快方墨就体验到了什么是女人的嘴，骗人的鬼。趴在床上的宁月兰明知道方墨看不见自己的表情，更像是被方墨激发了某个隐藏属性一样。方墨碰她一下，她就叫一声，房间中的哼唧喘气声就没停下来过，就像是触发了某个开关。弟弟，往上一点。对，就这里，下面再往下一点。你的手用劲啊，太轻了，姐姐都没感觉了。对，没错，就这样。天知道方墨这渡劫用了多长时间，等方墨给宁月兰按摩完了之后，他自己都是一头大汗。这他娘的，我宁愿去跑10公里的马拉松，也不想被月兰姐这样折磨啊！贫僧的道心都要破了。好在最后宁月兰总算是消停了下来。方墨忙猜，应该是他叫累了。待得按摩完毕，宁月兰的确感受到了小腹舒服了很多，他这才感激的看了一眼方墨，还以为你是想吃姐姐豆腐呢，原来咱们家小家伙是真有点手法呢，按得很舒服，奖励你一个姐姐的香吻。说着，还不待方墨回神，他便是感觉一阵香风袭来，宁月兰精致俏脸直愣愣的停在了方墨面前。不过女人并没有亲上去，两人之间还隔着一小段距离。就在这时，方墨下意识撅了一下嘴，两人轻轻亲了一下，宁月兰这才娇笑着后退一步。弟弟，这下可是你主动亲的姐姐，我什么都没干哦。方墨老脸一红，听到月兰姐说要跟自己接吻，他就下意识的撅了一下嘴。谁知道女人套路竟然这么深，故意引诱自己上钩。行了，姐姐又没有怪你的意思，毕竟我不是你眼里将成2000万男人的梦吗？你把持不住也很正常。说这话的时候，宁月兰还舔了舔诱人红唇，那表情配上酥酥麻麻的声音，电得方墨一阵直哆嗦。下一刻回过神来，恼羞成怒的方墨气急败坏，恨不得上去给他屁股上来2巴掌。不过毕竟性子保守，也没敢真打。月兰姐，你肚子舒服了一些吗？那要不我们出去吃饭吧？宁月兰点点头，反正这个点去上班是来不及了，赶到公司的话，员工们应该都要午休了，我们去城里转转怎么样？第73你别叫了，第74宁月兰的秘密。可以啊。方墨咂了咂舌，眼角余光瞥了一眼窗沿上的3个小黄人，突然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反正都要进城里，那吃完饭之后就去电玩城吧。我好久没玩过抓娃娃机了。听到这话，宁月兰娇躯顿时僵硬了下来，看向方墨的美眸突然就变得复杂了起来。这臭小子确定不是在钓鱼执法吗？弟弟果然还是发现了一些什么呀？宁月兰心虚地瞥了一眼窗沿上的小黄人，干咳道，到时候再看吧，抓娃娃机有什么好玩的，老大不小了，那不都是小姑娘才喜欢玩的吗？你要是真喜欢，姐姐我就买一台娃娃机送给你，让你在家里天天玩，好不好？宁月兰强装淡定，保持着一副宠溺神色，不过那眼底一闪而逝的慌张还是被方墨捕捉到了。方墨点点头，行啊，不过我今天就想去电玩城溜达溜达。说完这话，方墨帮宁月兰从衣柜里取出上班穿的衣服。月兰姐胃疼缓解的差不多了，中午2人吃完饭，估计她就要去公司了，自然要穿工作时的衣服。如果按照宁月兰往常的性子，这种时候多少也会调侃方墨1-2句，比如让弟弟帮自己穿衣服之类的。但是此刻女人却完全没这个心思，眼瞅着方墨3-2步溜出房门，也无动于衷。方墨心中印证自己想法的念头更深，果然那3个小黄人应该就是我送给月兰姐的，那姐姐为什么死活不愿意承认呢？等到宁月兰穿戴整齐之后，2人上了宝马，就朝着江城市中心开去。值得一提的是，宁月兰这套别墅距离市中心倒是有段路程，这也是别墅区的通病。毕竟能够住在这种高档住宅的非富即贵，要么就是自己做生意的老板，要么就是事业有成的超高级白领。所以宁月兰每次都会习惯性把进市区说成进城里。方墨对自己母校附近的大学城还是相当熟悉的，很快车子就稳稳当当停在了大学城周围。方墨瞥了瞥副驾驶宁月兰的神色，姐姐伪装得很好，
依旧面不改色。方墨双眼缓缓微眯，装，你就继续装，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下了车，两人径直进了商场。宁月兰想吃火锅，虽然方墨极力阻止，生怕吃辣的刺激到女人的胃，不过宁月兰偏要拉着青年进火锅店，方墨也没办法。注意到青年从坐下之后就一副忧心忡忡的目光盯着自己，宁月兰轻笑一声，哎呀没事，我能吃，大不了不吃辣锅就行了，咱们点个鸳鸯三鲜锅，姐姐吃三鲜的，你吃麻辣总可以了吧。方墨这才微微松了口气，今天因为剧烈的腹痛，月兰姐都晕过去了，方墨还真是生怕她乱来，不珍惜自己的身体，更何况女孩子来了月经，吃辣不是火上浇油吗？下一刻，方墨突然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之处，他看了一眼菜单，顿时神色一僵，姐姐，你确定这些咱们两个人吃得完吗？只见服务员打印出来的上菜表密密麻麻，几乎有方墨小胳膊那么长，这么多菜，怕是来7、8个人都吃不完吧。月兰姐这几乎算是把每样菜品都点了一份。宁月兰嘿嘿一笑，不知道为什么，姐姐我这回胃口出奇的好，估计是咱们家小老公的功劳吧，感觉被你按摩了之后食指大动。方墨嘴角抽搐了一下，朝着宁月兰小腹看了一眼，食指大动，你动个屁，就你那匀称纤细的小肚子，能不能装下4菜1汤都是问题。月兰姐，你不会是在拖延时间，故意不想陪我抓娃娃吧？听到这话，宁月兰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硬了下来，嗨嗨，怎么会，就算是要去电玩城玩，那也得等姐姐吃饱了之后啊，我都1天没吃饭了，不得吃饱点才有力气陪你吗？行吧。月兰姐用正当理由，方墨是真的一点办法没有。等到菜品上来之后，方墨才真正意识到宁月兰究竟点了多少东西，这他妈也太夸张了吧，光是肥牛都足足落了10几厘米，更别提还有什么毛肚、蔬菜之类的，你在逗我吗？姐姐，你确定这是咱们2个人能吃完的量？宁月兰红唇一勾，吃多少算多少呗，实在不行，姐姐我把这些菜打包，晚上带回家，咱们继续涮火锅吃。我总觉得姐姐这波是在拖延时间，并且我证据确凿。两人吃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方墨全程都在拼命的大口朵颐，就是想要赶紧结束战斗，拉着宁月兰去抓娃娃。谁知道某一刻，宁月兰心虚的看了一眼方墨，突然抿着红唇，一脸娇羞的说道，弟弟，你先吃，我去上个卫生间换一下那个是什么？方墨差点就要脱口而出发问，好在他脑子不慢，通过女人此刻的表情，他应该是去厕所换姨妈巾的吧。好吧，姐姐你去吧。盯着女人离去的窈窕背影，方墨抓耳挠腮，我走过最长的路就是月兰姐的套路。虽然明知道宁月兰是在拖延时间，可是他却偏偏拿女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另一边，进了卫生间，宁月兰才猛地长舒了一口气，方墨实在是太聪明了，今天肯定是弟弟觉察到了什么，所以才会拉着自己偏要跑来抓娃娃。一念至此，宁月兰哭丧着脸在卫生间自言自语道，关于小黄人的事情，不是姐姐不愿意告诉你，而是一旦告诉你，姐姐怕你跟我产生隔阂啊。方墨大2那年跟李浩文2人来电玩城潇洒，走的时候还有那么几枚游戏币，带回家估计下次来的时候就找不到了。两人一合计，索性抓娃娃用掉。没想到方墨运气不错，轻轻松松就捞上来了3个。李浩文虽然运气差了一点，手里几枚游戏币用完，也马马虎虎抓了一只。那年小黄人的电影正风靡华夏，各大商场、电玩城的游戏机里几乎摆放的都是小黄人。临行之际，正如李浩文记得那样，方墨在商场跟前巧遇了宁月兰，她像一朵高傲的青莲，出淤泥而不染，哪怕是在人群中也是那么闪耀夺目。于是方墨冲着李浩文提了一嘴，扬言碰到了一个熟人，就走了过去打招呼。当时虽然也对方墨有点好感，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戏弄这个小家伙。小黄人不是重点，宁月兰担心的也不是方墨回想起来3只小黄人是他送的，两人明天就要大婚了，现在宁月兰才不怕方墨知晓自己喜欢他很多年的真相。重点是那天离开了电玩城之后发生的事情。宁月兰一拍额头，苦笑一声，我是怎么想的呀，会对方墨用如此凌厉的语言，劈头盖脸一顿臭骂。第74宁月兰的秘密，第75恩人，没事吧？当天宁月兰抱着3个小黄人离开电玩城之后，在大街上又撞见了刚好跟李浩文分开的方墨。那时候宁月兰余光刚好注意到方墨给一个要饭的递过去了足足500多块，饶是以宁月兰的心境都是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500块不是什么大钱，只是对于还在念书的方墨而言，这笔钱可不少。如果仅仅只是方墨给人送钱也就算了，宁月兰撑死只会在内心对小家伙评价一句活菩萨。结果谁知道那要饭的竟然在方墨弯腰给他递钱的时候顺走了青年的手机。一开始方墨自己都没发现手机丢了，离开了要饭的没2步路，方墨一摸口袋，这才大吃一惊，离开电玩城的时候自己跟李浩文还用手机结账了，所以肯定不会是那时候丢的。于是青年立刻就想到了那个刚才街边乞讨的要饭的月兰姐。月兰姐，你不忙的话，手机能不能借我用一下？要饭的早就消失无影无踪。方墨注意到靠在商务车旁边的宁月兰，他脸上一喜，没想到出来还能碰到这位熟人，顿时小跑了过来。干嘛？宁月兰轻轻冷冷地问了一声，
方墨苦笑着，露出难堪神色。我的手机刚才好像是被人给偷走了，我想借一下姐姐的手机打个电话。你怎么知道是偷走的，而不是掉在哪里了？宁月兰双臂抱胸，饶有兴致地看了一眼方墨，后者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离开电玩城的时候，我还用手机付过钱，结果一出来就碰到了一个要饭的流浪汉，我看他可怜，所以给了他一点钱，应该是那时候蹲下的动作，让要饭的不经意间顺走了我的手机。听到这话，宁月兰精致俏脸闪过一抹浓郁不屑。所以要饭的跟你什么关系啊？方墨怔了一下，没想到宁月兰会这样发问。什么关系都没有啊，就是路上遇见的一个要饭的啊。宁月兰黛眉微蹙，那你为什么要给他给钱？既然什么关系都没有，你的同情心是不是不应该用在这种地方？你怎么不关心那些更需要你在乎的人？其实那时候宁月兰同样也来了大姨妈，做过女人都知道来姨妈的时候情绪有多么容易一点就炸。宁月兰很愤怒，自己一直默默关注着方墨，为什么这小子就不能多看自己两眼？他为什么不多关心自己？为什么不能多在意一下自己？一个路过的要饭的能够让方墨动了恻隐之心，他这么善良，活该丢手机。善良也不是用在这种地方的。那个要饭的明明有手有脚，凭什么要帮他？宁月兰心头愤愤不平地想着。方墨张了张嘴，突然有些不知道怎么接。宁月兰冷笑一声，所以还是收起你泛滥的同情心，善良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就会给自己惹上麻烦。今天只是丢一个手机，明天说不定丢的就是你在乎的其他东西，例如女朋友、亲朋好友。你以为自己是活菩萨还是救世主？今天这手机丢了，只能说你活该，刚好可以让你长一个记性，所以我也不会借你手机打电话，更不可能帮你找手机。宁月兰一口气说完这么一长串话，提着3个小黄人直接扭头钻进了车厢中，徒留方墨一人正在原地。青年傻傻不知所措。对于方墨而言，他可能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都这么倒霉了，月兰姐那35度的嘴为什么还会说出如此冰冷的话？没了手机，方墨就连回家都成了问题。他有些迷茫地蹲在了原地。宁月兰刚巧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方墨眼眶通红委屈巴巴的模样，这一刻宁月兰心间一颤，走了没多远就让司机把自己放下，再让司机过去接上了青年送他回家。这也是宁月兰心头最不敢让方墨想起来那一日事情原委的理由。要是让小老公知道自己竟然对他说过那么过分的话，甚至还把小家伙给气得掉了眼泪，天知道方墨会不会原谅自己呢？好在这次重逢之后，方墨明显是忘了之前的事情。月兰姐，你好了没？就在这时，方墨的声音突然从厕所外面响起。宁月兰连忙换好姨妈巾走了出去，见到方墨撅着嘴唇，一副不满的神色，宁月兰还笑着拍了拍青年额头，催什么催嘛，女孩子上厕所本身就比较慢啊，再加上姐姐身体还不舒服，小家伙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体贴人。听到这话，方墨被宁月兰呛了一句，立马闭嘴，不过心中却是想着，再慢也不至于半个多小时吧，我都准备找人借个网过来捞你了。两人刚坐下没多久，还不待方墨下菜，突然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音从身后不远处传来，方墨顿时扭头看去，看清来者，忍不住眉头一皱，只见金师家踩着2个细高跟，身边10几号簇拥，趾高气扬的迎面走来。方墨，你小子是不是提前知道了有人给你通风报信，所以躲进了厕所？刚在商场大门口，我的手下才通知我就第一时间赶来了，没想到刚到火锅店，你小子人都不见了，我差点还以为你小子是跑掉了呢。跑掉了？我没事，跑什么？我能朝哪里跑？而且我也没有刻意躲着你们金家人啊。下一刻，金师家在青年狐疑神色注视下瞥了一眼方墨，走吧，跟我去一趟金家集团。方墨抬了抬眼皮子，金家集团？我去金家集团干什么？金师家闻言突然俏脸顿时一沉，少在这里明知故问，当然是让你去金家集团给我们修复 bug 呀，不然干嘛？难道是请你喝茶去吗？车子就在外面，你走不走？你这女人，老子以为你冷静一天多少会收敛一下性子，没想到再一次出现眼前，竟然还是这样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我方墨是他妈欠你们金家集团的了，你们需要我我就得来，不需要我就得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他妈是一条狗吗？金师家，求人要有个求人的态度，这句话的含义看来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啊。那我建议你还是回家多翻翻书，弄明白寻求帮忙的时候人应该摆出一副什么姿态，再过来找我们家弟弟吧。宁月兰冷冷地瞥了一眼金师家，倒是未曾想自己和弟弟2人的行踪竟然还被对方掌握了。方墨，你确定不去？金师家看都没看一眼宁月兰方向，硬要说起来，金家算上那些灰产，跟宁氏集团也是一个体量，他金师家才不怕这位名满江城的第一女总裁。金小姐连我上次临行之际说过的话都没理解，我为什么要去？方墨自顾自地涮了一片牛肉塞进嘴里，瞬间露出满意神色，他还指了指2人眼前的火锅，月兰姐，你快吃啊，刚才你没过来我都不敢随便下菜。好。2人端起各自面前的料碗，皆是大块朵颐了起来，方墨更是旁若无人，吃得满嘴流油，就像是虎视眈眈站在桌子跟前的金师家一行人是空气似的。啪！下一刻，金师家就猛地一拍桌子，小子，
你适可而止一点，我能主动来找你，已经算是拉下脸面了。我也调查了你跟柳青的关系，你们无非就是泛泛之交，别以为认识柳青这种体量的存在就能够罩住你。你要是真以为柳青会给你撑腰，你就想多了。柳青？怎么突然扯到人家柳青头上了？方墨愣了愣，我和柳青原本就是两面之缘，我干嘛要指望人家给我撑腰？你想多了吧，金小姐，我上次应该也说得很明白，我方墨不懂电脑的，所以金小姐还是另请高明吧，给脸不要脸。金世家很是恼火，动手把他给我绑回去，我看今天谁敢拦着。明月兰，你这位江城第一女总裁倒是没学会一个道理，出门得随身带着保镖啊。说着，金世家俏脸掠过一抹洋洋得意，不过就在几个保安摩拳擦掌即将靠近方墨的时候，突然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了方墨头顶，就连方墨都是有些懵逼的抬头看去，只见铁塔般的壮硕身影正站在自己面前，直接阻拦了金世家身边那些保镖靠近自己的机会。谁敢动我的救命恩人？下一刻，那铁塔男子扭头看了一眼方墨，恩人，没事吧？恩人，咱俩认识吗？方墨有些困惑，不过盯着对方满是疤痕的面庞，突然一拍天灵盖，你是那天晚上买药的时候那位第75恩人，没事吧？第76看在明日大婚份上，放他一马，幸好您还记得我，在下姓许，您喊我许三多就行。方墨做梦都没想到竟然还有机会跟这位重逢，毕竟那天晚上从对方口中方墨得知人家是偷渡来到了江城，方墨就猜测或许等到对方妻子顺利生产之后，可能他们就要离开了，没想到今天竟然会在火锅店撞见这位。下一刻，许三多看了一眼簇拥着金世家的10几号保镖，你们几个还不够，如果今天你们打算对方先生不利的话，高低我都得跟诸位碰一碰了。你是谁？铁塔般的身影还是颇具压迫感的。金世家眼瞅着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俏脸也是不禁阴沉了几分，这是我金家跟方墨的事情，你确定非要多管闲事？闻言，许三多满是横肉的面皮子抖了抖，挤出一个有些吓人的笑容。方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方先生不愿意，那就没人能逼他。好，好，好。金世家俏脸越发阴沉，连着3个好字，可想而知内心压抑着多么汹涌的怒火。很好，看你人高马大，脑子倒是不太好使，你以为区区一个人就能拦住我这些训练有素的10几号保镖吗？话罢，金世家大手一挥，清场。很快，几个保镖便是朝着周围走去。不好意思，各位，今天这火锅店被我们包场了，你们吃的饭都不用掏钱，请诸位换一家店就餐吧。话罢，金世家还阔绰地掏出一张支票，丢给火锅店老板，10万，包场1天。闻言，火锅店老板诚惶诚恐地接过，高兴地配合着几个保镖开始驱散其余食客。毕竟这开在商场内的火锅店，1个月营业额也就几万块而已。没想到今天一天，金世家大手一挥，一句包场就能带来10万进账，这么赚钱的买卖，傻子才拒绝。金小姐宁愿花10万包场，都不愿意给我方墨低头。方墨轻笑一声，这人还真是执拗的有些意思。说完这话，方墨又是自顾自的低头沾了口调料，涮了一块麻辣牛肉。宁月兰俏脸满是冷厉，显然是记住了金世家今日的言行举止。不过对于出现在方墨面前这位铁塔般的男人，宁月兰也有些好奇。下一刻，宁月兰困惑地冲着许三多问道：许先生，你能对付这么多人吗？小意思，您和方少安心吃饭就好。虽然在别的方面我没法给方少报恩，不过这种事情却是我最擅长的，方少日后要是有需要，我也可以当您的白手套。说完这话，许三多还拿起桌上一张卫生纸，刷刷刷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白手套这个词并不新鲜，不过方墨还是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许三多，难道他是职业打手？再或者是境外偷渡过来的雇佣兵吗？在方墨揣测许三多身份的同时，这家火锅店内其余食客已经彻底被金世家清场。女人趾高气昂再度来到了方墨跟前，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乖乖跟我走，或者让我的人把你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保镖打趴下，再被我的人抓走。方墨，你自己选吧。方墨面不改色，压根就没有搭理金世家的意思，还在自顾自的吃饭。月兰姐，这个好吃，你快尝尝。只见他涮了一块牛肋骨递到宁月兰碗里，女人裹了点蘸料送入口中，俏脸顿时露出满意神色。确实好吃哎，月兰姐，要不沾点鸡蛋清试试？这样不会太腥了吗？金世家肉眼可见他的脸色越发难看。啪！下一刻，金世家气急败坏的一拍桌子：你们2个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谁在说话？方墨张了张嘴，装模作样十分困惑的在周围环视了一周。月兰姐，你听见了吗？刚才好像有人在说话。没有吧？有吗？宁月兰和方墨这副漠然态度彻底将金世家激怒了。你们是真他妈的把老娘当空气是吧？王八蛋！动手！动手！他一声令下，10几号保镖直接摩拳擦掌的冲了过来。金世家还指了指许三多铁塔般的壮硕身影，气鼓鼓的吼道：以为一个傻大个就能罩住你们？你俩想多了！砰砰砰！就在这时，许三多动了，眼瞅着有人第一时间想去抓方墨的肩膀，许三多后发先至，一脚正蹬，直接将一名保镖踹飞10米远。那名保镖顿时就昏死了过去。
金世佳瞳孔顿时骤然紧缩，什么鬼？这是什么力气？得有多大的劲才能一脚将一个成年男性踹飞10米啊？一起上，这家伙有点道行，你们一起上。其实不用金世佳提醒，他那些保镖也都做好了群殴许三多一个人的打算。许三多明显是个硬茬子，要是被他逐个击破就麻烦了。金世佳内心同时也掀起了惊涛骇浪，方墨这小子从哪里找来了一个如此强悍的保镖？思索间，另一边混战一触即发，只是金世佳不断能够听见阵阵惨叫，10几个人围殴一个人的动作眼花缭乱，根本看不清具体战况，只是光听着那此起彼伏的惨叫声，金世佳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凶险和激烈。他红唇勾起一抹残忍冷笑，能打又如何？单打独斗，或许我的保镖不是你的对手，可是你再能打，一个人能打的10几号人吗？都说双拳难敌4手，今天结局已经注定了。金世佳话音刚落，那边的混战也是落下帷幕。不过看到原地还站立着的唯一一道身影，金世佳脸色都是顷刻间化作一抹浓郁震撼。这怎么可能？除了许三多一个人站在原地，其余被他带来的那些金家保镖，不是断胳膊断腿的摔倒在地，就是捂着某个器官惨叫哀嚎，一地狼藉。很明显，金家保镖全部失去了战斗能力。可反观许三多呢？这家伙就像是没事人一样，面不红气不喘，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混战的人不是他似的。宁月兰和方墨其实也有些震撼，虽然从许三多口中早就听到了肯定答复，不过眼瞅着男人如此轻松解决金家10几号保镖，难免还是有些震撼。强，太强了！方墨现在几乎100%笃定了内心的猜测，许三多8成就是偷渡过来的雇佣兵，不然的话，寻常人根本没这个身手。金世佳唇瓣抖了抖，方墨，你别得意，他很能打，可他打得过刀，打得过枪吗？今天这事没完。说着，金世佳就欲掏出手机，啪！谁知道他刚准备打电话，宁月兰就已经出现在了金世佳的面前，玉手直接给了他一巴掌。没完了是吧？只见宁月兰冰冷的俏脸噙着一抹狠意。行啊，那就没完。刚好今天的事情我也想要一个说法，我现在就告诉金老爷子，今天你金世佳的所作所为。宁月兰，住手！眼瞅着宁月兰打算告状，金世佳吓得花容失色。今天其实是因为他自己一晚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总觉得昨天似乎的确错过了一个修复 bug 的良机，于是最终才一咬牙瞒着金老爷子出来找的方墨。住手！宁月兰一挑柳眉，金世佳沉着脸，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啪！宁月兰毫不客气，一巴掌给了上去。井水不犯河水，这话你还真敢说啊？难道不是你主动跳出来挑衅我们家弟弟的吗？难道不是你耀武扬威，想要把人绑走的吗？找茬的是你，想要结束的也是你，你说啥就是啥，你怎么这么唯我独尊呢？啪啪！宁月兰才不会怜香惜玉，又是左右开弓2巴掌上去，直接打得金世佳后退数步，捂着红肿的俏脸，咬着牙看着二人。宁月兰，金世佳咬着牙怒不可遏地吼道：“你适可而止一点，我们金家没少帮你忙，难道你希望明天婚礼上我金家跟你开战不成？开战？不说你金世家还没彻底继承金家，就算是你继承了金家资产，你若是胆敢宣战，我宁月兰迎战又何妨？”宁月兰正欲撂下一句狠话，不过却被方墨拦住了。行，那就按照金小姐说的，今天之事到此为止吧。不过从今天开始，咱们双方也就算是两清了，日后月兰姐也不欠你们金家什么了。至于想要我的帮助，那我们就事论事。方墨淡淡道：“金小姐的态度我很不喜欢，所以我有一个要求，您在月兰姐的别墅外面跪个3小时，那我就看在金老爷子的份上出手，不然的话，您还是另请高明。”方墨虽然也很想一口气把金世家所有的骄傲磨灭，可是一想到明天两人就要成婚了，万一逼得金世家狗急跳墙，明天跳出来捣乱，总归会给人心里添堵。看在明天大婚的份上，就先放他金世家一马吧。第76，看在明日大婚份上，放他一马。第77，您总能接受当后妈吗？做梦！让我金世家跪着求你方墨，你想都别想，我只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代表我金家请不来别人。咱们走着瞧。金世家眼底闪过一抹怨毒，直接捂着脸朝着门外走了出去。这些丢人现眼的保镖，他连管都没管。方墨耸耸肩，不置可否，希望下次见面，金小姐还能保持这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说完这话，方墨感激地看了一眼许三多，今天还真是多亏你了，不然的话，我跟月兰姐或许都会碰到危险。闻言，许三多哈哈一笑，恩人这说的是什么话？我原本就欠您人情，今天是碰巧遇见了，为您解决一点小麻烦，这不也是我的义务吗？方墨看中了许三多的身手，犹豫了片刻，指了指桌上的菜，月兰姐，你还吃吗？吃不动了。似乎姐姐的确点了有些太多了。宁月兰撅了撅红唇，还摸了摸压根一点变化都没有的平坦小腹，俏脸上的表情似乎是有些懊恼。方墨翻了个白眼，看来今天想要拆穿关于3个小黄人的事情是没机会了。不过宁月兰越是阻拦，方墨心中就越发肯定，那3个小黄人绝对是自己送给他的，而且背后肯定还藏着什么月兰姐不敢告诉自己的秘密。反正两人结婚了，自己早晚都有机会将这个秘密查得水落石出，那就打包吧。许三多，你这回要是不忙的话，
咱们要不换个地方说话？许三多先是一愣，旋即挠了挠头，憨厚一笑，行啊。宁月兰早晨晕倒，是因为一天空腹再加上来了大姨妈，身体没能量，很大概率是低血糖导致的。不过中午女人可没少吃，方墨也不担心月兰姐下午去了公司会碰上什么特殊情况，索性驱车先送月兰姐到了公司，之后就领着许三多来到了上午和李浩文去过的绿林网吧。这里是……许三多看了一眼网吧大门，有些困惑地看了看方墨，还以为方少要跟自己谈什么正事，怎么突然带着自己来了网吧？方墨轻笑一声，猜到了男人如今肯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掏出钥匙将绿林网吧大门缓缓打开，这才不紧不慢地解释道：这里今天没有营业，放心吧，这家网吧的老板因为要忙别的业务就盘给我了，所以现在……似乎猜到了一些什么，方墨轻笑道：只要你敢保证自己不是境外间谍，那我想我应该可以给你提供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什么？方少愿意给我提供工作岗位？许三多虎躯一震，满脸难以置信地朝着方墨看去。这年头，什么人敢在自己身边收留一个身份不明偷渡过来的人啊？我不是啊，我当然不是。许三多听到间谍这两个字颇为激动，忙不住地疯狂摇头。方少，我跟妻子偷渡过来是因为在海外得罪了一个境外势力，我们并不是不法分子，起码我们从未触犯过华夏的法律。闻言，方墨微微颔首。如果许三多是个不择手段的人，那天晚上面对形单影只的方墨，他完全可以不用讲道理，一拳将方墨打晕，抢走他手中的止痛药就好了。反正他是偷渡过来的，这种事情就算是报警，探员也很难锁定许三多的身份。可他没有。下一刻，方墨深深地看了一眼许三多，那张清秀的面庞倒映在壮汉瞳孔。那，你方便告诉我，你在境外的工作吗？轰！这话一出，许三多脸上闪过一抹纠结之色，迟疑了刹那，方墨也没有勉强。如果实在不方便说的话，就算了。不，这没什么不方便的。许三多生怕错失方墨提供的工作机会，一咬牙关，想来您应该也猜到了，我和妻子在境外隶属于一个雇佣兵组织，果然是雇佣兵。方墨微微颔首，国安执行任务的时候，偶尔也会让征作为总指挥黑进目标监控显示器，所以方墨在视频中见到过华夏的国安强者出手，那种雷厉风行、招招致命的杀招，绝对不是一般练家子能掌握的。要不是刚才许三多还留了一手，恐怕那些金家保镖就不仅仅只是断胳膊断腿那么简单了。在境外雇佣兵组织，我们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生怕仇人会追杀过来。后来有一次，我们不小心得罪了组织中的高层，也就顺势选择了脱离组织，逃到了华夏。毕竟在这里，那些境外组织会收敛一些。原来是这样，方墨点了点头。华夏的治安在国际上也是出名的好，枪械管制严苛，起码不至于有一大堆境外暴徒持枪上街。方墨不是八卦的人，也没兴趣问关于许三多夫妇是如何得罪了组织首脑的恩怨。那如果你不嫌弃，要不以后就来我这上班吧，包吃包住，当网管。网管？许三多一愣，你妻子也可以接过来跟你一起，反正我知道你的情况，只要你不说，我不说，也不用担心偷渡的事情被泄露。听到这话，许三多激动地握住方墨手掌，真的吗？方少，你愿意让我来您这里工作？他不是没尝试过在江城找一份工作，可是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的，无非就是一些工地上的小工，再或者就是一些临时活动的安保人员。这种工作有两个弊端，第一就是不稳定，第二点就是3天2头还没法回家。许三多妻子这种情况，他自然没办法干这种零工来营生。只要你不嫌弃就好。不过这家网吧以后的安保问题也得由你来负责了，刚好你身强力壮，那些周围上网的大学生见到你这副模样，8成都不敢再闹事了。方墨呵呵一笑，顺嘴多问了一句，对了，你的妻子现在在哪里？就在咱们刚才碰见的那个商场，他有个认识的人在那边做保洁，我们现在就挤在人家的住处，商场的地下室有给保洁人员分的房子。说这话的时候，许三多露出了一副为难神色，似乎有些自责，一个大男人不仅带着老婆颠沛流离，现在还只能让刚生产完的妻子寄人篱下。听到这话，方墨也是大惊失色，什么？开玩笑的吧？你老婆才刚生完小孩，你就让她挤在那种复杂环境，你不担心会出血或者细菌感染吗？许三多听到这话，脸上也是掠过一抹悲怆，我也不想啊，可是对于2个连身份都造假的人，哪有医院会接收我们？方墨转念一想，许三多这话也没错，不过他老婆才刚生完小孩仅仅3天，这种时候寻常女人还在坐月子，肯定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要是不好好照顾，将来肯定会留下病根。医院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吧。方墨是发自真心想要将许三多留在身边，所以也不介意稍微帮衬一下。一念至此，他拨通了李浩文的电话。喂，怎么了？方老板，找到监控内存卡了，还是说上午才分开没多久，这么快就想我了？方墨轻啐了一声，没心思开玩笑，我记得李氏集团是不是曾经投资过一个私立医院来着？李浩文闻言顿时一怔，是啊，怎么了？那都是我哥在世的时候弄的产业了，现在那家私立医院除了每年开股东大会的会通知我一声，基本就跟我们李氏集团没什么关系了，人家差不多相当于独立出去了，都能够独立出去，这样说起来生意肯定是不差啊。
看来李浩文的哥哥李问汉的确是有些商业天赋的。下一刻，李浩文苦笑声缓缓传来，可能就是看在我哥当年雪中送炭投资的恩情份上，所以没让李氏集团撤资吧。方墨点点头，他就记得大学的时候，李浩文有一次胳膊骨折，原本打算送他去附近的医院，谁知道李问汉来了之后，直接就带着李浩文去了他们自家的私立医院。当时听到这话，可把方墨羡慕坏了。娘的，你家竟然还开了自己的医院？怎么了？李浩文狐疑地问了一嘴。我有个朋友刚生产完，想去你们医院做个全面检查，然后再安排一个住院部的病房，让他养养身子，可以吗？听到这话，李浩文那边顿时沉默了下来。方墨还以为是自己提出的要求太过火了一些，没想到下一刻，李浩文就悠悠地说道：信息量有点大啊，兄弟，你什么时候搞大了一个女孩子的肚子，而且还让人把小孩生下来了？别忘了，明天你就要跟宁总大婚了，现在整这么一出，让我怎么给宁总交代啊？宁总能不能接受你带个小孩当后妈啊？啥玩意？方墨，什么跟宁总交代？你需要给他什么交代？还有，哪门子的当后妈？第77宁总能接受当后妈吗？第78换一个病房，我尼玛，这小子又想到哪去了？方墨气得额头上青筋暴跳，要是李浩文在自己面前，方墨高低得给他2个大嘴巴子。是我刚才说的不够明白吗？我一个朋友的妻子刚生产完，然后需要住院，能不能麻烦咱们李少帮忙安排到你们家私立医院去？听到方墨带有薄怒的话语，李浩文这才收敛了几分，无辜地说道：你早说嘛，谁让你不说清楚呢？我胡思乱想不也很正常，不过为什么不安排在公立医院啊？方墨捏了捏手机，怒火彻底被李浩文点燃，直接冲着电话那头吼道：你他妈是10万个为什么吗？你问题这么多，不愿意去公立医院肯定有不愿意去的理由，你屁话这么多，我就问你能不能安排？李浩文还是头一次见到方墨如此勃然大怒。你别着急，我现在就给医院那边打电话。说完这话，李浩文那边便是挂断了，仿佛是生怕方墨隔着屏幕唾骂星子见到自己脸上似的。方墨气鼓鼓捏了捏手机，旋即看了一眼许三多，行了，能安排，走吧，先去接一下你妻子，人家刚给你生了孩子，总不能真让她挤在别人的员工宿舍吧。说完这话，方墨率先朝着门外走去，还顺势将一串钥匙丢进了许三多手中，以后这间网吧就交给你打理了，网费之类的就按照后面那个价目表原封不动，开会员也是一个流程，至于具体如何操作，我回头教你。听到这话，许三多感激的泪水都差点从眼眶溢出。方墨见状，心里的压抑顷刻间横扫，轻笑一声，好歹是见过无数血腥场面的雇佣兵大佬，不至于这么矫情吧。许三多这才擦了擦眼角，没，我这是高兴，感谢方少给我工作，感谢方少为我们2口子付出的一切。说完这话，许三多快步上前，正欲为方墨拉开车门，就在这时，他突然注意到网吧门牌上一处异样。怎么了？许三多皱了皱眉头，没有回答，而是靠近门牌，将手掌塞了进去，似乎在掏什么东西。咔嚓，下一刻，许三多直接将一个泛着红绿2色幽光的小方盒子取了出来。方墨看清他手中的东西，顿时一愣，窃听器。而且还是那种监听范围特别远的窃听器，不过这个装上去的时间应该并不长。您看上面都没有落灰，也没有什么掉漆之类的自然磨损痕迹，应该就是今天才装上的。许三多一把捏碎方盒子，冲方墨问道：您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仇家？仇家？方墨皱了皱眉头，知道自己盘下这家网吧的人就李浩文一个，李浩文的行动都在自己视线中啊，难道是高总装的窃听器？不对，不应该啊，谁他妈没事给自己家网吧装窃听器啊？都有监控了，就应该不是高总。方墨一挑眉头，当时在场的人还有谁吗？下一刻，他脑海中骤然浮现出2张面庞，一个是给自己借钱的冷手，另一位则是高子杰。一刹那，方墨突然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难道是高子杰？高子杰确实很有疑点，毕竟他就是导致李浩文他哥出事的车祸肇事者，看来这小子的确有点猫腻，不然的话应该也不至于在网吧门口装窃听器了。方墨猜测，高子杰可能也知晓了关于鹿林网吧保留有车祸现场的监控视频，所以才会在门口装窃听器。不过这小子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方墨无心猜测，也懒得计较。许三多正色地看了看方墨，方少，怎么样？您猜到是谁干的了吗？大概有一点眉目了，不过不能肯定，我想先静观其变。方墨皱了皱眉头，总之，许三多，最近要麻烦你谨慎一些，网吧营业之后，如果碰到什么可疑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汇报。许三点了点头，还主动帮方墨拉开了主驾驶的车门，憨厚一笑，方少，您放心，好歹我也在境外雇佣兵组织待了那么长时间，这点反侦查手段还是有的。对于许三多的能力，方墨几乎没有任何怀疑。自从刚才见识了许三多出手，方墨就觉得这位是自己保镖的最合适人选，好歹也是龙组鼎鼎有名的真，身边连个荷枪实弹的安保人员都没有，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万一哪天某个境外势力的仇家查到了方墨 IP 怎么办？其实有个很有趣的问题，
明明方墨才仅仅只有20多岁，在他之前应该还有很多黑客之王，可为什么大家只知道黑客之王名叫征？因为那些下岗的黑客之王，要么就是死在某处乱坟岗，要么就是被昔日的仇家挖出身份背景，然后乱枪打死了。驱车重新回到商场，接到了许三多的老婆之后，方墨难免也有些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这位同为雇佣兵的女杀手。不过许三多老婆的长相倒是没给方墨带去什么惊讶，肌肤黝黑，如果不是仔细观察，甚至连五官都有些看不太清楚了。远处看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个非洲妹子，方墨心头倒是在暗自点头，这个肌肤状态果然符合雇佣兵成天出门在外执行任务风吹日晒的工作性质。至于身体状况也没超过方墨猜测，整个人面如金纸，虚弱的连走路都需要许三多用力搀扶。夫妻二人的手掌倒是如出一辙，全都带有厚厚的茧子。许三多老婆不太明白情况，路上好奇地询问丈夫，许三多认认真真给他一五一十地解释了一通。听到方墨不仅是那天给他提供救命止痛药的恩人，还愿意给自己夫妻一个工作，许三多妻子都差点感激地给方墨跪下磕头。到了立时医院门口，方墨看了一眼硕大招牌和门口的奢华装修，忍不住咂舌感慨了一声，不愧是私立医院，光是这装修风格都要比一般的医院奢华太多了。下一刻，方墨领着几人朝着里面走去，路上李浩文已经给自己发过短信了，让他来了之后找张院长。很快，方墨就在住院部门口看到了一个地中海的中年男人。您好，是方少吧？我是李少安排过来接您的。地中海男人上下打量了一眼方墨，觉察三人中除了方墨，身后两人无论是许三多还是他妻子，穿的都相当朴素。张院长心中顿时轻视了方墨几分，估摸着应该也就是李浩文的某个朋友吧。一念至此，张院长面上不动声色，领着几人进了住院部里面。是哪位需要住院？方墨抬手指了指许三多的妻子。张院长点点头，李少说您是他的朋友，不需要进行身份登记。目前我们医院的住院病房分为3种，一种是公共的普通病房，一种是2人的中级病房，一种是单人单间的高级病房。除了高级病房，其他2种家属是不可以24小时陪床的。方墨点点头，那就高级病房吧。听到高级病房4个字，张院长小小惊讶了一下，当然也仅此而已。他也见过那些条件一般，但为了病人愿意下血本花大价钱的高级病房，目前只剩下最后一间了，是南北朝向的，早晨晒不到太阳，您会介意吗？张院长问了一嘴。方墨看了一眼许三多夫妻，2人都是摇了摇头，不介意。高级病房的护士和医疗设备肯定要比普通病房强。许三多老婆刚生完小孩，正是害怕紫外线的时候，说不定一直晒太阳还有可能紫外线过敏，能不能晒不到太阳无所谓，重要的是有专业医护人员照顾。张院长闻言，这才领着几人上楼朝着住院部走去。安顿好了许三多妻子，方墨刚欲刷卡，就在这时，突然另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朝着这边走了过来，还不悦地出声质疑：等等，谁让你们住在这间病房的？不知道这里已经提前被人预定了吗？来者怒气冲冲，身后还跟着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青年注意到打扮土里土气的许三多夫妻，顿时不屑地一挑眉头。方墨闻言皱了皱眉，被人提前预定了？我们来的时候可没人说过啊。而且刚才张院长给我们把住院部的手续都安排好了，你现在跟我说被人预定了？那医生听到张院长3个字，脸上的怒气消退了几分，不过还是有些不耐烦的冲着方墨摆了摆手。张院长日理万机，估计是忙忘了，这间病房上午的时候已经被人提前预定了，你们重新补办手续换到普通病房去吧。第78换一个病房，第79夫妻关系，普通病房。方墨眉头皱得更深，医院床位哪里还有预定这么一说？难道不是病人来了有需要才给病人办理安排住院吗？你少跟我扯这些，你们赶紧走。那医生不耐烦地跺了跺脚，预定这间病房的是大人物，你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招惹不起，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就赶紧滚蛋。大人物滚蛋，哪有医生这样跟病人说话的？你人都有3分火气，更何况方墨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方墨的脾气一瞬间也是被激了起来，我们还就不滚蛋了，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着。那医生气急败坏，就要指着方墨破口大骂，谁知道他身后那穿着西装的青年终于是缓缓开口道，不愿意配合乖乖滚蛋的话，那就让人把他们的床位丢出去就行。轻描淡写，语气冷漠，却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说完这话，那西装青年还趾高气昂地冲着护士站方向招了招手，来几个人帮忙把里面的垃圾清理一下。里面的垃圾，病房里躺着的可是刚给许三多生下一个孩子的妻子。听到这话，许三多双目瞬间通红，只是眼瞅着方墨没有发话，许三多也不敢轻举妄动，生怕给方少惹事。下一刻，几个护士居然真的朝着这边走了过来。与此同时，刚刚离去的张院长也回来了，眼瞅着2拨人即将发生冲突，张院长顿时愣了愣，小刘，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你不清楚咱们医院的规矩吗？为什么要带人在高级病房区域闹事？张院长，不是我故意闹事啊。那被称为小刘的就是一开始那位嚣张跋扈的男医生，他苦笑一声，拉过张院长的胳膊，低声道，这位可是江城陆家的陆文涛少爷，
人家自报家门说他们老爷子身体抱恙，想要一个病房调理，我一个小小医生还能拒绝不成？什么？江城陆家的人？闻言，那张院长也是大惊失色。江城陆家或许曾经不及李氏集团，但现在的李氏早已日落西山。虽说方墨是李浩文亲自推荐过来的朋友，可也比不上江城陆家家主的重要性。张院长脸色来回变换了好一番，这才朝着方墨走了过来。小兄弟，的确是我工作疏忽，你应该清楚，我们也招惹不起那些权贵。谁又能想到陆家老爷子突然要住院？方墨顿时冷笑一声，果然还是临时起意。只不过因为陆家是什么所谓权贵，就可以不遵守先来后到的规矩是吗？医生应该讲究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呢？这就是立氏医院的医者仁心吗？方墨眉宇间，他很少露出这副表情。张院长还在苦口婆心地对着方墨解释，希望他息事宁人。这种情况，我们目前也只有一间病房了，其他都是长期住院的老病号，而且同样背景不菲，我们总不至于将那些老病号赶走。所以注意到张院长眼巴巴的目光，方墨双眼一眯，冷笑着说道，所以只能委屈一下我们，将病房让出来了。张院长苦笑着点点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一定会尽量安排一个让你满意的中级病房。小兄弟，你看怎么样？我看不怎么样。方墨丝毫不给张院长面子，淡然一笑道，凭什么我们先来的要给他们挪房子？去拿 POS 机，反正手续我们已经办完了，现在就刷卡吧。听到这话，那边的刘医生怒不可遏，小子，我们领导给你苦口婆心半天说的话，你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是不是？张院长也是有些恼火，年轻人怎么还油盐不进了呢？这小子不会就仗着认识李少，所以就认定凭借这一层关系可以在立氏医院胡作非为吧？他怕是想多了，今天就算是李浩文本人在这里要住院，倘若撞上了陆家老爷子，院方也会给李浩文换病床。说白了，现在的李氏集团在立氏医院可没多少话语权，我已经没有耐心了。就在这时，那穿着西装的青年拽了拽脖子上领带，似乎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来人，给我把里面的垃圾清理干净。你说谁是垃圾？方墨抬了抬眼皮子看了一眼对方，那西装男似乎压根都不想搭理方墨。刘医生还像条舔狗似的连忙安抚对方，陆少您可千万不要跟他们这些草包一般见识，气大伤身，要是气坏了您该怎么办？方墨狭长眸子缓缓微眯，其实他也没多少耐心了。小子，这位是江城陆家的陆少，陆文涛，不是你能够招惹的存在，识相的就赶快带着你的人滚蛋，不然后面你免不了要吃苦头。陆文涛似乎根本不想搭理方墨，鼻孔朝天，我数3个数，立刻带着你的人消失在我眼前，不然我就让人把他丢出去，如果耽误了我家老爷子休息，这个责任你们谁都承担不起。张院长，无论他跟你什么关系，这个高级病房我陆文涛要了，而且我出双倍价格。轰，什么双倍价格？高级病房住院一天就要大几千块，而且都是10天起住，对于一般的工薪家庭根本养不起，毕竟10天下来最起码就是大几万块了。而现在陆文涛竟然要出双倍价格，这样说起来，他们家老爷子住院10天，岂不是一台轿车都烧进去了？还真是财大气粗啊！小兄弟，退一步海阔天空。张院长看了一眼方墨，无奈地搓了搓手，论烧钱，他可不觉得方墨会是陆少对手。他话里话外都是希望青年不要如此不识好歹，毕竟陆少随便展现出来的财力都足以让方墨这种普通人仰望了吧？有本事跟我陆家比底蕴啊！砸钱我能活活砸死你一个臭屌丝，一穷二白的小萝卜丁，真以为认识几个社会上的朋友就能在真正权贵面前耀武扬威了？没想到下一刻方墨便是淡淡道，那我也出双倍价格，刷卡。什么？你也出双倍价格？这话一出，就连方墨身后的许三多都微微有些动容。他没想到方墨愿意为了自己做到这般程度，不过方少这波玩的是不是有些太过火了点？陆文涛神色瞬间就阴翳了下来，小子，你非要跟我陆文涛作对？方墨点点头，今天就教教你先来后到的规矩，还愣着干什么？刷卡呀！说完这话，方墨直接将宁月兰之前送给自己的黑卡丢进了张院长手中，反正现在有了网吧业务，后面盈利了再把钱给月兰姐打进去就好了。张院长此刻还满脸纠结之色，不知道是该继续要求方墨腾病房，还是站在方墨这边。不过当张院长看清了手中黑卡时，他顷刻间身躯一震，这是宁总的储蓄卡。他跟银行行长很熟，清楚这张卡全球仅此一张，只属于一个人，那这青年何等身份？在张院长沉浸在震惊当中时，另一边的陆文涛早就没了耐心。小子，你非要跟我装牛逼是吧？我倒是要看看你装不装得过我。来人，给我把里面的垃圾清理干净，我看谁敢阻拦，谁拦就是跟我陆文涛作对。哗！这话一出，10几号类似于那刘医生一样的舔狗直接齐刷刷上前，看那架势，是真打算冲进病房将许三多老婆丢出去似的。许三多早已摩拳擦掌，随时做好了动手的准备。就在这时，那张院长却是突然大喊一声，等等，稍安勿躁。下一刻，张院长小心翼翼地低着脑袋来到方墨跟前，诚惶诚恐地问道，兄弟，
请问一下，您跟宁氏集团宁月兰宁总是什么关系？说这话的时候，张院长还咕噜吞咽了一口唾沫，似乎对宁月兰这位江城第一女总裁有些忌惮。方墨闻言，不咸不淡地瞥了他一眼，嘴里缓缓吐出2个字：夫妻。第79夫妻关系，第80神秘大佬。轰！夫妻这2个字一出，场面顷刻间安静了下来，包括那10几号想要冲上来把人丢出去的医护人员。什么鬼？那陆文涛没反应过来状况，有些懵逼地说道：动手啊！你们倒是动手啊！我让你们把房间中的垃圾清理出去，你们没听见吗？咕噜，不知道是谁率先吞咽了一口唾沫，紧接着那张院长便是咳嗽着说道：不好意思，陆少，有一些误会，刚才没跟您解释清楚。这间高级病房的确是别人先来的，我刚仔细想了想，陆少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人家手续都办完了，什么事情咱都得遵从一个先来后到，是不是？更何况医院护士站那边是根据手续来登记住宿病人，人家已经登记好了，系统里的东西改不了。面对张院长这前后180度的态度大转变，陆文涛彻底懵了。啥玩意？你这老东西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张院长这番说辞明显就是糊弄人的客套场面话。陆文涛咬了咬牙，难道是这小子背景比我还雄厚，能够让立氏医院如此忌惮，甚至不惜服了我的面子？下一刻，后知后觉的陆文涛总算是反应了过来。等等，你们刚说什么？宁总，宁月兰，这小子跟宁月兰是夫妻关系？他脸上掠过一抹浓浓的惊疑不定。你是宁月兰的丈夫，岂不是说上一次我表弟就是在你手上吃的瘪？方墨点了点头，得亏你小子反应的不慢，不然今天又得给许三多提供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了。不过，你表弟是哪个？方墨最近可能是因为跟宁月兰闪婚的缘故，惹恼了牵红线的月老，得罪了太多人，所以实在是记不清还有什么姓陆的仇家。陆文涛听到方墨肯定答复，心头早已掀起惊涛骇浪，不过还是咬着牙强装淡定说道：我表弟叫陆晨，陆晨，绿了方墨跟林心涵搞7搞8的那个陆晨。怪不得我说看到你就有种想抽你大嘴巴子的冲动，原来你是陆晨那屌毛的表哥呀。方墨点了点头，想起来了，你不说的话，我可能不想收拾你，但现在你一提陆晨的名字，我心里一股无名之火就蹭蹭蹭的窜，给你3秒钟消失在我视线，不然的话，我就让我朋友动手了。说着，方墨指了指一旁人高马大的许三多。陆晨嘴角剧烈抽搐了一下，宁月兰的丈夫哪里是自己惹得起的存在？就算是他背后的陆家，跟宁月兰比起来，差了也不止1星半点。可是这小子嚣张跋扈的态度，着实让他有些恼火。更何况今天住院的还是自家老爷子，人都送到这立氏医院了，要是让老爷子知道自己连个高级病房都拿不下来，岂不是丢人丢到了家族当中？日后自己陆文涛还怎么在家族服众？另一边，方墨已经缓缓伸出了3根手指头。3、2，倒计时开始。旁边一众医护人员眼瞅着许三多咧了咧嘴，露出狰狞笑容，皆是吓得后退数步。许三多毕竟是当过境外雇佣兵的人，光是气场普通人都难以比拟。他随便一个冷笑，就吓得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刘医生屁滚尿流，躲在了陆文涛身后，生怕许三多计较这次打算将房间中女人丢出去的事情。话音刚落，方墨正欲下令许三多动手，就在这时，陆文涛沉着脸吼道：小子，你适可而止一点，你以为就你有靠山吗？哦，方墨不置可否地抬了抬下巴。然后呢？说实话，今天方墨都没打算搬出月兰姐来立威，要不是身上只带了一张月兰姐给的黑卡，刚巧这张院长还把这张卡的主人认了出来，方墨出门在外都不愿意提自己是宁月兰老公的身份，倒不是月兰姐拿不出手，主要是靠着女人装逼，有些太掉价了呀。通常歪嘴龙王的小说里，那些反派脑残女，哪个不是喊着我老公是谁，我老公多牛逼，你敢碰我之类的台词？可你见过有几个男反派出门在外张口闭口知道我老婆是谁吗？我老婆一个电话就能喊来，嗨嗨，瞧瞧，这是多么熟悉的桥段，就连人家小说中的男反派都知道靠女人装逼有些掉价。方墨好歹也是明正暗网的黑客之王，自然也不希望把自己头上只顶着一个月兰姐老公的标签啊。陆文涛咬了咬牙，我陆文涛也不是没有靠山的。靠山？方墨诧异的一挑眉头，老子什么时候搬出靠山了？难道这次以为月兰姐是我的靠山？你丫想多了吧。陆文涛眼瞅着方墨满脸狐疑，还以为是吓住了对方，冷笑着说道：没错，我最近结交了一位神秘大佬，刚好他也在这家医院。你要是不想给你们家宁总惹祸上身，我劝你最好打住。话到一半，方墨突然就听不下去了，什么狗屁神秘大佬，你当你哥这相亲呢？我还蒙面唱将猜猜猜呢。方墨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古怪表情，哥们，冒昧问一句，哪个神秘大佬是谁啊？你连人家的身份都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惹不惹得起对方？哗！这话一出，明明场面有些剑拔弩张，可包括许三多、张院长等人在内，周围皆是响起了一阵轰然爆笑声。这陆文涛也太搞笑了吧！神秘大佬，我还有请神秘嘉宾上场呢，哈哈哈哈！装逼就装逼，哪有这样放狠话的？
这不是妥妥告诉别人我没靠山，你别惹我，再逼我，我就真怂了。噗，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形容的确是有些生动。几个原本就看陆文涛嚣张跋扈、有些不爽的医护议论纷纷，方墨也是忍俊不禁的抿了抿嘴。陆少，看了这么多年小说，我还是头一次碰到有反派这样威胁别人的。你，陆文涛脸色涨红，我不说是因为对方说出来能吓死你，你要是胆大包天，有本事让我打个电话。我陆文涛最近抱上了大腿，正愁没地方给我陆家亲戚展现实力呢。后面已经陆陆续续有几个陆家亲朋好友上楼了，他们眼瞅着这边发生的冲突，也都找来网路人了解了一下情况。听到陆文涛扬言神秘大佬的时候，就连那些陆家同僚都笑得前仰后合。陆文涛瞬间感觉脸上有些火辣辣的。方墨咳嗽了一声，然后一脸古怪的说道：敢问陆少，我是摁着你的手，还是捆绑你的四肢？你要是想打电话搬救兵，你就喊呗，又没人拦着你。第8是神秘大佬，第81丢人现眼。你，陆文涛捂着胸口，被方墨气的脸色涨红。不过最近他的确认识了一位眼中的大佬，对方在整个华夏，甚至整个东南亚商圈都享有盛誉。不过凭借他陆文涛的咖位，撑死也就跟人家泛泛之交。对方客套两句，有需要可以找我帮忙。放在以前，陆文涛也没真指望搬出对方仗势欺人。不过今天这么多人眼睁睁看着，陆文涛要是真丢了这个脸，以后回家都抬不起头了。一念至此，陆文涛掏出手机就欲拨通大佬的电话。谁知道走廊另一头突然响起一个不耐烦的声音：他妈的，你们干什么呢？吵吵闹闹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我们家小孩本来睡觉就浅，你们叽叽喳喳，孩子还怎么休息啊？听到这个声音，陆文涛先是一愣，旋即满脸激动之色的扭头看去。刘总，好巧啊，我刚还想跟您打电话来着，有个不长眼的家伙非要跟我们家老爷子抢病房，我希望柳少能够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帮个忙，出个面。陆文涛面对那道修长消瘦的人影，卑躬屈膝，腰都快弯成了90度。哦，刘总，难道这位就是陆文涛口中的神秘大佬？被称为刘总的男人先是看了一眼陆文涛，旋即瞅了瞅不远处的方墨，两人对视刹那，彼此皆是玩味一笑。陆文涛眼瞅着柳少总盯着对方，还以为柳少是在考虑了自己的提案。下一刻，那刘总就径直朝着方墨那边走了过去。陆文涛眼底更是涌现出一抹喜色。外界传闻刘总练武多年，脾气不好，通常与人冲突基本都是靠着武力解决。刘总这不会是真打算帮自己出头吧？陆文涛腰杆无形中都是挺直了起来，指着方墨恶狠狠说道：小子，你完蛋了。听到这话，方墨若有所思的抬了抬下巴，看向迎面走来的男人：你确定他就是你喊来的神秘嘉宾？都死到临头了，这小子竟然还敢对刘总不敬！陆文涛作为一条舔狗，顿时怒不可遏。谁他妈让你用指头指着刘少了？你小子想死是不是？刘少，我不是挑事的人，这种事换我根本就忍不了。我要是您，我就一巴掌。话还没说完，刘总不耐烦的翻手给了陆文涛一巴掌，直接将他抽飞。所以你不是我，啪！巴掌声响亮，传遍整个走廊。紧接着还传来柳总鄙夷的嘲讽：傻帽，屁话怎么这么多？老子跟你很熟吗？还在这里叫我做事？下一刻，柳青总热情地冲着方墨说道：我刚巧还想找你来着，没想到咱俩竟然巧合的在这碰到了。说完这话，刘总压根看都没看一眼那陆文涛，笑眯眯地跟方墨握了握手。你嫂子非要跟你见一面，说是当面感谢你上次帮我找回孩子的恩情，我拦都拦不住，但我又寻思你最近要忙着大婚，估计事情很多，就没有约你。说完这话，男人两手一拍，露出一个玩世不恭的笑容。哎，兄弟，你说这巧不巧？咱说曹操到，曹操就到了。我刚还跟老婆聊你来着，你就出来了，要不耽误一会你的时间，见见你嫂子，给哥哥我一个面子。这样，楼下那台兰博基尼你拿去随便开，就当哥哥对你的酬谢了。轰！听到这话，全场皆是愣了下来。陆文涛更是满脸难以置信的朝着刘总方向看去。很明显，拿刘总跟方墨认识，方墨也纳闷，怎么到哪都能碰到这位不靠谱的奶爸呢？这位可不就是凯德文化董事长柳青吗？眼瞅着方墨抿着嘴笑不露齿，柳青还以为方墨是不愿意跟自己见一下妻子，立刻将一把车钥匙塞进了方墨手中。见到这一幕，无数双带有鄙夷、狐疑还有嘲讽的视线就落在了陆文涛身上，每个人的眼神仿佛都在说，这就是你口中的靠山。谁家靠山喊过来跟对面称兄道弟啊？而且最离谱的是，你们家靠山还让人家开自己的车，似乎是有些想要讨好对面的意思。你确定你们认识吗？怎么感觉这不是你的靠山，是人家方墨的靠山呢？无数双质疑的目光投射到陆文涛脸上，就连他本人的嘴角都是剧烈抽搐了一下，只觉得面颊火辣辣的，犹如无形中被扇了10几巴掌。头一次见喊来的靠山把自己人打了，反手还邀请别人开自己的车的，这波叫做我帮对面喊人来打我的脸。没办法，谁让人家陆少嘴硬呢？嘴硬那就只能脸上遭罪了。另一边，方墨也是似笑非笑的看了一眼陆文涛，不过他懒得搭理丧家之犬，摆了摆手拒绝柳青递过来的车钥匙。嫂子既然想见我，
那我去见一面就行，反正都认识。认识2个字，方墨咬得很重很重，似乎是故意说给陆文涛听的，就是要提醒他搞清楚认识这2个字的含义。陆文涛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路过他的时候，无论是方墨还是柳青，两人都没朝陆文涛多看一眼。老许，你陪着你媳妇吧，我去就来。说完这话，方墨进了另一个病房。许三多兴奋地看了一眼方墨背影，心中认定这次跟对人了。明眼人皆是能看出来，那陆文涛也是背景不凡。可是在方墨面前，对方甚至都没撑下来2个回合就被打肿了脸，不仅全场耻笑，还被自己喊来的救兵扇了一巴掌，彻底沦为一个笑柄。虽然这不能直观说明什么，但足以表现出方墨交友广泛。很快，一个苍老人影也在众人搀扶下上了楼。看到陆文涛满脸铁青，怔怔站，怎么了？文涛，病房还没落实下来吗？几个陆家长辈直接跳出来，怒不可遏的指责陆文涛，给你安排这么点事情，你都做不好吗？就是，好歹也是我们陆家年轻一辈的佼佼者，安排一个高级病房，磨磨唧唧这么长时间，你在吃干饭吗？老爷子都到了，你说现在怎么办？难道让老人在楼道里等着吗？陆文涛脸色越发难看，就连陆家老爷子也是摇了摇头。文涛，本来年轻一辈，我就看你最行，现在，重重的叹了口气之后，老爷子再没说话。但是几个陆家长辈却都是心底乐开了花，因为这说明老爷子对陆文涛今天的表现很是失望。下一刻，人群中一道跟陆文涛同样年轻的身影缓缓站了出来。我们不是已经提前打过电话了吗？谁敢抢我陆家人的病房？说话间，那人还一把揪住张院长脖领子，冷冷地说道：张院长，你怕是没见过我陆晨的手段吧？没错，此刻站出来的人正是之前导致方墨和林希涵分开的罪魁祸首陆晨。陆晨跟陆文涛同为陆家年轻一辈，两人本就是竞争关系，眼瞅着表哥陆文涛吃瘪，陆晨别提有多开心了。爷爷此刻对陆文涛非常失望，这不正是自己的表现时候吗？张院长闻言苦笑一声：陆少，诸位陆家的朋友，不是我不给你们面子，对方同样背景不小啊，不信的话，你问陆文涛少爷，就连他都得罪不起对方。背景不小。陆晨冷笑一声：陆文涛，你真是把我们陆家人的脸都丢尽了，我今天倒要看看什么人敢抢我爷爷的病房。顺便一提，你陆文涛得罪不起的人，不代表我陆晨也得罪不起，霸气逼人，声势浩荡。这话一出，就连几个医护人员都纷纷侧目，揣测这位陆家二少爷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底牌，能够打脸方墨。一旁的陆老爷子也是拍了拍手，脸上掠过一抹欣慰神色。生子当如此，生子当如此啊！不像有些人打着陆家人的名号出门在外，只会干丢人现眼的事情。说这话的时候，陆老爷子还朝着陆文涛方向不满地瞥了一眼。陆文涛脸色越发难看。那你去，你有本事把病房抢回来。陆晨冷笑一声，不用你说。撂下这话，陆晨直接朝着病房走了进去。陆老爷子脸上重新浮现出了一抹骄傲笑容，我陆家子嗣还是有骨气之辈啊，不然出门在外碰到事情，我陆家都要退让，岂不是将我这些年积累的老脸都要丢尽了？老爷子话里话外都是在暗讽陆文涛办事不力，这让陆文涛脸色越发铁青。几个陆家长辈也是七嘴八舌嘲讽陆文涛胆小如鼠，竟然连一个病房都留不住，简直是丢了陆家人的脸。不过就在半分钟之后，一道人影突然从病房中倒飞而出，砰，伴随着凄凉的惨叫声，狠狠地撞在了墙上，发出一声巨响。周围无数目光顿时落在对方身影。只见铁塔般的魁梧身形缓缓从房间中走了出来，他满脸冷然地环视一周，视线落在一种陆家人身上。是哪个不长眼的又要抢我老婆的病房？第81丢人现眼，第82处子墨。世界计算机大赛冠军不都是高级病房吗？怎么这间搞得如此温馨啊？方墨不知道陆老爷子来了之后，关于病房争夺的冲突又没开二度，不过被许三多凭借着绝对实力轻松摆平，进了柳青这间高级病房。方墨只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凭什么这么大？明明都是一样的东西，甚至价格都一样，可人家柳青老婆住的是什么？首先就是周围摆满的肥皂花，至于为什么不用真花，很明显，花粉有刺激性，会刺激到柳青的小孩。房间正中央有个小小的婴儿床，床上躺着一个小宝宝，正瞪大眼睛看着传来动静的门口。在房间另一头还有一个硕大的落地窗，窗户正对外面，可以让宝宝晒足日光浴。甚至浴室还有一个小型的婴儿游泳池。柳青嘿嘿一笑，冲着房间中的女人说道：我把方墨兄弟请来了，你刚不是还说想见人见来着吗？宝宝，看看爸爸把谁带来了。床上的小宝宝顿时看向方墨，乌黑的大眼睛跟方墨毫不露怯的对视。方墨看到小家伙也有些开心。你好呀，宝宝，看到你平安无事，叔叔很开心。小家伙咿咿呀呀的冲着方墨挥舞了一下拳头，就像是清楚面前这位叔叔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一样。下一刻，方墨才有空打量房间中的另一道人影，那是一个相貌不算绝美，但却是有种出尘般别样气质的女人。她光是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柳青进来发出动静的时候，她除了有些嗔怪的看了一眼男人，便是收回了目光，
紧接着他看向方墨，恬静地冲着青年点了点头，谢谢你上次帮柳青找回了柳二蛋。噗，方墨本想礼貌回应一声，结果听到柳二蛋这个名字，着实有些没忍住。嗨嗨，嫂子，不好意思，我不是想笑孩子的名字，我只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柳青顿时翻了个白眼，笑吧笑吧，又不是外人，你好歹也是救过二蛋小命的恩人，有什么好客气的？柳青，你还好意思说？方墨原本以为柳青老婆是个恬静性子，结果听到这话，柳青他老婆勃然大怒，冲上来捏着柳青的耳朵狠狠拽了2下。当时上户口写名字的时候，咱们都说好了小孩叫柳二蛋，你他妈不会写字，你倒是查字典啊，你自己敷衍了事写了个二蛋，他妈的，孩子现在这么小，名字改都不好改。方墨，二蛋，大哥谐音梗也不会是你这么玩的啊。方墨嘴角剧烈的抽搐了一下，怪不得柳青怕老婆呢，自己未来要是把月兰姐和她的小孩名字瞎写，估计哪怕是按照月兰姐目前对自己的宠溺程度，8成也得把她方墨逐出家门。柳青老婆这表现已经算是通情达理了，换做脾气稍微差一点的，没把她弄死应该算好的了啊！老婆，二蛋的救命恩人都在面前，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吗？柳青哭丧着脸，床上的宝宝似乎对老爹吃瘪已经司空见惯，竟然还笑眯眯的拍了拍小手，有点手舞足蹈的意思。方墨饶有兴致的看了一眼宝宝，小家伙还真是从小就学会了你老爹幸灾乐祸这门绝技啊！给你面子，你给儿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将来他的同学会不会看在你这个当爹的家财万贯的情况下，给二蛋一个面子？噗，方墨再次没忍住，笑出了声。柳青要是个一本正经的性子，刚才在走廊认出方墨的刹那，直接就喊出方墨名字了。偏偏这厮就喜欢故意装深沉，等到陆文涛说错了话，柳青才反手一巴掌，震撼全场，享受着陆文涛被打脸的错愕神色。柳青这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家伙，不知道该有多痛快了。虽然他跟陆文涛没什么过节，但是幸灾乐祸也没规定必须得有点矛盾才能看别人笑话吧。说白了，柳青这厮就是传说中看热闹不嫌事大，喜欢把事情搞得再大一点，自己图个看得更开心那一类人。咿咿呀呀。就在这时，床上的小家伙哼唧了一声，方墨连忙朝着小宝宝看去，只见仅有几个月大的小东西笑嘻嘻翻了个身子，然后又咿咿呀呀的喊了2声，奶音几乎能够融化任何一个成年男性的心灵。方墨不禁想到了自己和月兰姐的以后，未来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这样粉雕玉琢的小可爱？不好意思啊，方墨兄弟，我脾气有些不太好，我先哄哄宝宝，你坐，你先坐。柳青老婆毕竟是当了母亲的人，一眼就看出来孩子是困了，连忙走到婴儿床跟前，拍了拍宝宝的背脊，妈妈在，妈妈在，妈妈给你唱首摇篮歌好不好呀，宝宝。柳青老婆哄孩子的时候，完全跟对待柳青是2个嗓音，用着甜美的嗓音轻轻拍抚婴儿，小家伙享受着妈妈的温柔，漆黑的大眼睛很快就蒙上了一丝困意。难道生孩子了之后的女人都是这样的吗？方墨同情地看了一眼这位名震大江南北的柳少，这就是传说中东南亚有名的外资大佬吗？在老婆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甚至家庭地位连儿子一半都不如，房间中没多余的椅子，就2把。趁着柳青老婆哄孩子的时间，方墨顺势一屁股坐在了柳青老婆刚才坐过的椅子上，这才发现面前竟然还摆着一台巴掌大小的迷你计算机。方墨还以为是柳青老婆照顾孩子无聊在玩游戏，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嫂子用这么小的屏幕打游戏啊。刚巧柳二蛋已经在母亲的怀中陷入了沉睡当中，柳青老婆将孩子平稳地放在床上，挽了一下额头青丝，这才笑盈盈回头看向方墨。方墨兄弟误会了，哪有时间打游戏啊，我这是在帮柳青处理公司业务呢。他们集团不是做的跨国生意吗？很多国际银行都没有开通对应的业务，对账需要人工手动来执行，所以我只能自己在源代码上操作开发了一套小程序，帮他们进行交易数字货币的转移。如果没有这东西的话，交易双方很容易发生信息偏差，导致交易失败。听到这话，方墨顿时一愣，软件开发，还是能够负责跨国金融业务的软件开发？嫂子手里有跨国银行的授权，而且本身也很懂电脑吗？听到这话，柳青老婆脸上闪过一抹傲然，柳青笑着拍了拍方墨肩膀，指着妻子说道：你可别小看我老婆，她当年可是世界计算机协会比赛中横空出世的黑马呢。那一届她力排众议夺冠，算是声名大噪，计算机比赛当中黑马冠军。嘘，声音小一点，孩子睡着了。柳青老婆眼瞅着了，柳青声音越来越大，不悦地瞪了他一眼，不过脸上的骄傲神色却是丝毫未曾退却。柳青被妻子呵斥一句，顿时缩了缩脑袋。见状，方墨轻笑了一下，虽然柳青怕老婆的样子很怂，但却让方墨感觉莫名温馨，尤其是伴随着此刻床上宝宝均匀的呼吸声，让人内心不知不觉就安静了下来。有一位姓叶的师傅说过，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疼老婆的男人，柳青就是后者。下一刻，方墨突然一拍后脑勺，惊讶地看向柳青妻子，话说嫂子不会就是当年代表泡菜国出战计算机协会大赛的楚子墨选手吧？你听说过我？听到这话，女人有些惊讶，我还真是世界冠军啊。
方墨心头感慨一声，果然豪门无庸人，怪不得能够当柳青的妻子。这女人果然还是有两把刷子的。近几年计算机协会大赛的考题龙组也参与了组委会，所以方墨对于冠军人员也是了然如新。据方墨所知，世界计算机协会很少出现亚洲高手，也就前年有一位横空出世的黑马选手一举夺冠，而且对方罕见的还是一介女流，所以方墨对名字印象深刻。没想到今天竟然现实碰面了。听说过罕见的女流计算机高手，不过话到一半，方墨皱着眉头看了看屏幕上的源代码，突然说道：不过嫂子，你这个防火墙写的不太行啊。哗！这话一出，房间中气氛骤然凝固。楚子墨看向方墨的目光中顷刻间多了一抹敌意。第82楚子墨，世界计算机大赛冠军，第83这些他怎么知道？好歹是黑客之王。方墨打眼一扫，立马就看出了这个软件的问题。虽然看上去高端，就算是进入执行界面也是十分完善，可这个软件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本身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就像是金玉在外，败絮其中。别说专业黑客，随便来一个懂一点电脑的人都能轻松窃取凯德文化的对账单和交易流水啊。随着方墨声音落下，整个房间顿时落针可闻。哗！静，死一般的寂静。下一刻，楚子墨双眼一眯，眼底掠过一抹鄙夷。方墨兄弟刚说什么来着？我写的源代码不太行。女人乃是世界冠军，当然有着属于她自己的傲气。方墨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质疑自己的实力。柳青见到老婆似乎动了怒气，连忙打了个圆场。不好意思，老婆刚才还真是忘了跟你说了，方墨兄弟也对计算机有一些了解。之前金家集团的人还找方墨兄弟修复 bug 来着，不过被他拒绝了。哦，听到这话，楚子墨脸上闪过一抹惊讶，不过也仅仅只是惊讶。女人退却刚才的感激，冷笑着看了一眼方墨。我好像听到方墨兄弟说我的防火墙写的不太行，有什么问题吗？方墨心直口快，嫂子这防火墙虽然用了标准的大众编程技术，但是并没有添加任何反攻的木马和钓鱼病毒，如果有人想要攻击，分分钟可以。方墨话还没说完，方墨声音就被女人打断。楚子墨一脸冷然，吓得方墨立刻闭嘴。你懂编程吗？方墨闻言悻悻地摸了摸鼻尖，不太懂吧。虽然自己是黑客之王，可是明面上的身份只是一介电脑小白，尤其是在这位世界冠军的面前，方墨都有些懊悔刚才心直口快给人家指手画脚了。换作是谁看来，那不都是妥妥的班门弄斧吗？听到这话，楚子墨双眼一眯，我这人说话直肠子，你也别介意，区区一个外星人，连编程怕是都一知半解，就敢在这里指导专业人员了。死！这可不是直肠子啊，这是明显动了怒气。方墨眼瞅着女人生气了，也明白自己藏拙让对方认为自己只是个萌新，所以女人听不进去建议也实属正常，任谁看到别人三言两语贬低自己的作品都会不高兴的。方墨放平心态，苦笑着解释了一句，不是的，嫂子，主要是最近我看有很多新闻说什么各大集团云端被攻击，甚至包括华夏一些大家族皆是发生了数字货币交易被盗窃的问题，就想着提一点建议。柳青也是附和着点了点头。老婆，方墨兄弟是真懂电脑，要不你听听他的建议。楚子墨手指一点其他方向，柳青，去给客人泡茶。听到这话，妻管严的柳青悻悻地缩了缩脑袋，端起茶壶进了厨房接水。下一刻，楚子墨瞥了一眼方墨，所以你认为我写的程序中防火墙有什么问题？嫂子，我只能说防火墙这东西重要性不言而喻，还是谨慎一点为好，说不定就能检查什么漏洞和 bug。你要不在上传之前还是多检查几遍吧。方墨总不能明说我就是黑客之王争。你写的这种防火墙，在我看来，随便来一个稍微有点水平的黑客都能给你轻松攻破。闻言，楚子墨却是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漏洞 bug？ 你他妈小子简直搞笑！如果你知道凯德文化业务方向就明白，凯德文化的很多交易使用的就是数字货币，这些对账基本去中心化，会有什么问题？楚子墨说着还翘起一个二郎腿，淡淡道，除了我们和交易另一方还能被监控不成？况且又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存在云端服务器被攻击的风险。哗！云端服务器被攻击的风险，楚子墨这明显就是暗讽宁氏集团昨天发生的事情。方墨苦笑一声，楚子墨会知道他和宁月兰的关系倒是不难，不用去猜都知道八成是柳青告诉他的。方墨咧了咧嘴，柳青上一次好歹也帮忙解决了柳安然最后的收尾，所以方墨还是想着既然都碰见了，总不能坐视不管，看在彼此算是朋友的份上，能帮一点是一点。方墨犹豫了一下，咬了咬嘴唇说道，嫂子，其实我有个朋友好像对这种编程也有些涉猎，要不我把你们的源代码发给他，让他帮忙看一下吧。而且最近京城很多大家族也是用数字货币交易，他们那些原本根深蒂固的超级防火墙都被攻破了。凯德文化怎么说也是中外闻名的跨国企业，说不定就会被黑客盯上，有备无患总归是好的。听到这话，无论是刚刚烧好热水走出来的柳青还是楚子墨，夫妻二人对视一眼，皆是脸色一变。
楚子墨更是冷笑一声，还真敢说啊，将源代码公开给你朋友。方墨，你是一点都不懂电脑，还是压根就不明白共享源代码之后的风险？你要知道，这么做的话，可就变相相当于将我们的对账单公开给了别人，日后只要程序运转起来，你那位朋友随时都可以查阅我们凯德文化的公账。眼瞅着楚子墨眼神都逐渐冰冷了下来，方墨一拍后脑勺，刚才光顾着好心提建议，倒是把这茬给忘了。你能肯定那位朋友对你掏心掏肺吗？如果之后账单错乱或者账目丢失，你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听到楚子墨毫不留情的劈头盖脸呵斥，方墨连连苦笑。是啊，这倒是说的没错，都怪自己嘴贱，早知道就不提了，闲得没事干，在人家计算机协会冠军面前没事把凝固了下来，这才走过来打了个圆场。嗨嗨，方墨兄弟别介意，我老婆她这个人就是这样，在她自己擅长的领域，她就一向都是比较唯我独尊的。行了行了，喝茶喝茶。闻言，方墨接过柳青手中泡好的毛尖，抿了一口。没事，柳少，我也没往心里去，不好意思啊，嫂子，是我有些多管闲事了。不过我还个办法，我手里有一套写好的防火墙，要不你尝试着用一下吧。方墨还是有些不死心，不然的话，他清楚楚子墨写的这套程序一旦运转，对于凯德文化而言会是怎样毁灭性打击。柳青真心实意将他当作朋友，他不希望看到柳青倒霉。听到这话，楚子墨红唇再度勾起一抹不屑。方墨兄弟，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就不劳劳你费心了，我能肯定，起码我们的防火墙不至于像宁氏集团那么脆弱。更何况，你又不是编写防火墙的那个人，你怎么知道你手里的防火墙能够在解决宁氏集团麻烦的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的软件进行风险维护？不要以为手里有一套看似不错的防火墙，到了谁的面前都可以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推销。哗！听到这话，方墨原本还低着脑袋喝茶苦笑，不过细品了一下楚子墨这句话，突然注意到了话语中的一个关键点。方墨瞬间瞪大瞳孔，等，柳青老婆是怎么知道宁氏集团危机是被自己手中防火墙解决的？这件事情应该就只有宁氏集团内部工作人员，圈子里小范围的一些人清楚而已啊。更何况，即便是柳青上一次见到了金老爷子请求自己帮忙，那也只能代表方墨或许懂一些 bug 修复类的编程。柳青就算是猜测宁氏集团的麻烦被解决，方墨是大功臣，但具体细节柳青也不应该清楚才对。方墨张了张干涩嘴唇，试探性地问了一嘴，嫂子对数字货币防火墙是不是也有一些研究？我听说京城5大世家的防火墙就很不一般，嫂子为什么不直接搬运他们的防火墙，或者用他们的源代码作为参考啊？5大家。楚子墨眼瞅着方墨似乎还在耿耿于怀刚才的事情，顿时冷笑一声，他们那种垃圾防火墙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你还让我去找他们参考，不是把我推进火坑吗？说完这话，楚子墨指了指床上的婴儿，行了方墨，孩子都睡着了，有什么话你跟柳青出去说吧，我也有些累了，我要陪着孩子休息了。柳青，带着客人离开吧。方墨心头早已在楚子墨上一句话的时候就掀起了惊涛骇浪，此刻更是忍不住疯狂倒吸凉气，直到被柳青拽着出了病房，方墨都未曾回过神来。第83这些他怎么知道？第84方墨的怀疑，柳青出了病房才蹑手蹑脚的轻轻关上了房门，然后冲着方墨咧嘴苦笑道，兄弟，我老婆就是那样子的性格，你别介意，要不咱们出去搓一顿，我带她给你赔不是？没事的。方墨摆了摆手，旋即才一脸纠结之色的冲着柳青问道，柳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你跟5大家的人很熟吗？5大家？华夏京城那5个历史最为悠久古老的5大世家吗？柳青怔了一下，眼瞅着方墨点点头，柳青这才狐疑的说道，不熟啊，基本没什么交集，毕竟5大家的业务板块都在华夏，我做的市场更偏向于海外，况且不说别的，倘若我这个人跑去京城，5大家收到风声怕是都要紧张起来了。你想嘛，他们在华夏根深蒂固，肯定生怕我柳青抢人家业务，所以别说打交道了，5大家的核心子嗣我都没几个认识的。听到这话，方墨双眼缓缓微眯，5大家因为数字货币交易出事的事情基本只有龙祖的成员知道，难道说这楚子墨是龙祖吸收进来的精英？这个念头刚一浮现，方墨便是摇了摇头，不可能。楚子墨虽然跟柳青一样祖籍是华夏人，但当年他可是代表过泡菜国出战世界计算机协会大赛的，光是冲这份经历，国安都不可能将他吸纳进龙组。那这么说起来，楚子墨又会是从哪里知晓的这件事情？5大家高层倘若不是傻逼，基本发生了这种事情都会想尽办法封锁消息，然后烂在肚子里，他们巴不得别人嗅不到风声呢，不然难免会有落井下石之辈。一念至此，方墨狭长眸子缓缓微眯，那柳少是否给嫂子提过我出手解决宁氏集团云端被攻击的事情啊？柳青注意到方墨越发严肃的神色，也是有些不知所措。没有啊，我对这件事情都只是猜测，又怎么会专门拿出来讲给我老婆听？况且进房间的时候，我不是才给她介绍了你还懂一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吗？那时候她估计还不清楚你懂电脑呢。听到这话，
方墨再度皱眉，这样说起来，楚子墨应该有别的信息获取渠道。虽然宁氏集团那一日的事情不难打听，可楚子墨为什么会知道的如此详细，还是难免引人深思。方墨兄弟，想什么呢？那么出神。柳青笑着拍了拍方墨肩膀，英俊面庞噙着一抹感激。行了，你也别惦记那个程序的事情了，我知道你是好心，不过我老婆一直都负责对账和流水，这么久以来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包括我们为了转型使用数字货币，还是我老婆的建议，她在很多方面自己独到见解，可能你们双方就是理念不同罢了。啥？使用数字货币还是楚子墨的建议？数字货币本身技术就不算稳定，哪怕是华夏银行目前也处于实验阶段，也只有财大气粗的那几个世家为了迎合官方，被迫不得不低头，才选择了用数字货币。其他地方很多区域连这东西都没普及。楚子墨建议柳青使用数字货币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去中心化的交易虽然安全，可是交易线路基本单向，很难被监控。如果出了问题，就会像最近五大家和华夏银行发生的数字货币被盗事件一样，就算是想要追查起来，都有些无从下手。毕竟任何一笔数字货币的交易，都只有双方才有记录，而并没有经过任何监控机构，就像是现实里以物易物一样，除非一方将交易记录公开或者告诉第三者，不然的话，根本就没人能够知道这笔交易的存在。这样有好处也有坏处，只不过目前来看，一旦发生任何问题，显然是弊端大于利处。我懂了刘少，不过吃饭就不用了，后续如果发生任何问题，你也可以来找我。对了，这个给你。方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 U 盘递到了柳青手中，柳青疑惑的一挑眉头，这是什么？方墨笑着解释了一句，之前随手写的一个软件，可以将这个软件拷贝到嫂子的电脑里，它本身没有任何坏处，有个小功能就是自动提醒编程代码数据错误的地方，可能嫂子最近带孩子太忙了，说不定忙着忙忘了某个编程的技术壁垒，软件可以帮他标记出来。听到这话，柳青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一下手中这看上去也就撑死不过30多块钱的普通 U 盘，下一刻方墨又是接着说道，我还在里面写了一个小型木马病毒，不过不是针对自己的计算机，倘若有黑客入侵或者攻击你的程序，这个木马病毒会自动释放，大概能够坚持2-3分钟的时间，这点时间足够拔掉网线保护硬盘内的资料了。嫂子虽然自傲，不过防患于未然总归没错嘛。闻言，柳青点了点头，感激地拍了拍方墨肩膀，行，谢了兄弟。虽然柳青一脸笑意，甚至还说着感激的话，不过方墨明显还是感受到了柳青其实对自己一番话也是有些不置可否，可能他也同样并没有放在心上，毕竟任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年仅20多岁出头的青年会比世界冠军更懂电脑。方墨没让柳青送自己，而是走到了另一个病房的门口，轻轻敲了敲房门。很快许三多黝黑的面庞就探了出来，看到来人是方墨，许三多连忙让出大门口，方少，没事，我就不进去了，你让妻子好好休息一下。老许，我有个事情还想要顺便拜托你一下。眼瞅着方墨露出一副说正事的神色，许三多心领神会，连忙换上了一副认真的表情。啥事？方少，您说只要是我力所能及，在所不辞。没事，你也不用紧张，事情不是很重要，就是希望你上心，帮我留意一下刚才我进去的那间病房里那个女人，除了跟柳少接触，其他时候她还跟谁接触？我希望你如果撞见了，能够拍照片发我。刚才跟楚子墨的一番交流，让方墨心中有了一个骇然念头，他虽然不敢肯定，不过还是想要尝试印证一下。闻言，许三多直接笑着说道，这不是什么难事，我们当雇佣兵的时候也经常会为了执行任务进行盯梢。方墨点点头，正欲离去，不过就在这时，许三多突然一拍后脑勺，哦对了，方少，那个啥，有个问题。许三多满脸苦涩的冲着方墨咧了咧嘴，你让我盯梢啥的不难，甚至让我记下跟他接触的人都长啥样，我也没问题，就是我现在没有智能手机，只有一个勉强能够保持通话的小灵通，没办法给您拍照啊。第84方墨的怀疑，第85我要给你老婆告状。噗，听到这话，方墨直接被雷得外焦里嫩，好家伙，知道的人清楚你们是从境外偷渡过来的雇佣兵夫妇，不知道的人怕是还以为你们是从哪个穷乡僻壤的小地方出来的呢。夫妻二人好歹也干了这么多年雇佣兵，竟然连买个手机的存款都没有吗？方少，您别误会，我不是找您要手机，主要是我们来的时候带的都是美钞，但是2个身份不明的人根本就没办法找银行换钱啊。许三多苦笑一声，紧张的搓了搓手，方少，要不我把钱给您，您帮我买个凑合一点智能手机吧，反正只要能完成您布置的任务拍照就行，其他方面咱没啥要求。听到这话，方墨无奈的摆了摆手，算了，一部手机也要不了几个钱，我送你一个就行。说完这话，方墨径直朝着医院楼下走去。好在立世医院附近还真有一家手机专卖店，方墨进来的时候刚巧碰到了一个熟人，只见一道年轻修长的倩影正被众星捧月环绕其中，周围有几个同龄年轻人跟着，七嘴八舌的对手机提建议。方墨本想低调的买一部手机就走，谁知道那少女刚巧就在这时下意识的扭头朝着大门口处看了一眼，注意到方墨的身影，两人对视的刹那，方墨还在懵逼之间，少女便是有些惊喜的喊了一嗓子，咦，方墨，你也在这里啊？嗨嗨，
何小姐，你好呀！此刻手机店中的少女，可不正是上一次扫墓时又碰到了的中央银行何家千金何希婉小姐吗？何希婉周围几个年轻人注意到方墨，也是纷纷朝着青年多看了两眼，视线中不乏有着敌意。好家伙，就知道多才多艺的美女身边绝对不缺苍蝇，所以我才不想上来打招呼啊。方墨悻悻地摸了摸鼻尖，看了一眼专柜里都被拆成零件的设备，这才说道：何小姐手机坏了吗？何希婉轻笑一声：不是的，是手机里一些照片丢了，所以来专卖店找柜员帮忙看一下。说完这话，何希婉有些恼火地跺了跺玉足：我上次记得明明存在了云端有备份，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了，里面有一些我出去旅游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拍的照片，很多风景现在都看不到了，所以寻思要是能把照片找回来当然好。照片丢失了。方墨怔了怔，旋即看向何希婉跟前的一个专卖店柜员，柜员脸上也噙着一抹苦涩：小姐，您的照片确定是存在了这部手机里吗？我们的云端备份应该不会自动删除您的数据，要不您再好好想想，会不会是存在了别的手机里？柜员也是能够一眼看出何希婉这种穿搭家境绝对相当殷实，这种人拥有不止一部手机简直不要太正常了。你什么意思？你意思我们希婉是自己弄丢了照片，现在跑来找你们专卖店兴师问罪，找茬来了不成？何希婉跟前一个高大青年顿时不乐意了，何希婉连忙一把拦住对方：陈飞宇，不要闹事，不好意思啊，我朋友脾气有些火爆，不过他也没恶意的。闻言，柜员苦笑着点了点头。方墨见状，沉吟刹那，要不把手机给我，让我帮你看看。听到这话，何希婉有些惊讶的朝着方墨看了一眼。方少还懂电子产品？不算，就是数码产品爱好者吧。方墨说着，从何希婉手中接过手机，先是打量了一下手机外观，外观基本没什么磨损。虽然一部手机对于何希婉这种财力的千金而言，基本可以说是压根不值钱，不过从何希婉的手机能够看出，女人还是相当爱惜的。小子，你确定你能帮希婉找到那些丢失的照片吗？我们几个都在专卖店扯皮了快半个多小时了，我们时间宝贵，你别没有金刚钻，硬揽瓷器活耽误我们时间。被称为陈飞宇的青年警惕地瞥了一眼方墨。听到这话，方墨呵呵一笑：傻缺吧这人，老子手机都没开机，连具体什么情况都不清楚，你就突然转移矛头，你小子就像是生怕谁在何希婉面前抢了你的风头似的，怪不得你还没抱得美人归，只能像条舔狗一样围着何希婉转悠。当然，方墨也仅仅只是在心中腹诽，没有说出来。陈飞宇，闭嘴！方墨是我爷爷的救命恩人，你说话客气一点。话罢，何希婉朝着方墨走了两步，不知道为什么，哪怕是心中清楚方墨已经结婚了，可是见到眼前青年，何希婉还是忍不住俏脸通红，脑海中情不自禁回想起那一日在宁氏商场地下停车场的场景，那一幕是足以让何希婉铭记终身的心动。方墨，没事，我时间挺多的，待会也没什么事情，要是不忙的话，要不一起吃个饭吧？吃饭？又是吃饭？怎么今天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想约我一起吃饭啊？方墨悻悻地摸了摸鼻尖，这才说道：我先帮你检查一下手机的情况吧，你的机子最近没有进水，或者使用过程中高温过热，然后冒黑烟的情况吧？没有啊。方墨点点头，没有就行。话罢，方墨找柜员借来了一台检测专用的电脑，将手机连接到电脑上，修长纤细的食指开始在键盘上敲击了起来。何希婉美眸异彩连连，端着下巴静静看着方墨操作，旁边几个舔狗见状，尤其是那陈飞宇，眼底更是闪过一抹浓郁不爽。总有些人本事没有，装腔作势的能力还挺强。希婉，我认识一个专门修复手机丢失数据的大师，人家也在过来的路上，要不我们还是稍等一下，让大师帮忙看看吧。何希婉扭头淡淡的看了一眼陈飞宇，明明什么话都没说，却吓得那陈飞宇一哆嗦，那是怎样一双冷漠的视线啊！这还是陈飞宇认识何希婉这么多年，少女第一次用这种拒人千里的漠然视线看向自己。何希婉收回视线，这才朱唇轻启淡淡道：安安静静的坐着，如果坐不住就去外面转转。说完这话，何希婉朝着方墨凑了凑，方墨透过电脑屏幕的反光，能够清晰看到陈飞宇脸色铁青了下来，而且目光还落在了自己身上，似乎记恨上了方墨。方墨心头感慨一声：哎，老子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好心帮忙检查一下手机，这都能得罪一个舔狗，应该是你休息之前没给手机充电进行的数据上传，所以一般手段检查不到，因为当时数据传输云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你的手机80%是关机了。下一刻，方墨突然缓缓开口道。听到这话，何希婉一愣，似乎是在回忆那一日自己是如何操作的。很快，何希婉一拍大腿，吃惊地说道：对，我想起来了，好像还真是的。那天跟爸爸妈妈爬山去了，回到酒店已经12点多了，我实在是有些太累了，最后就没坚持住，点了一个上传照片，旋即就睡了。方墨，你的意思是我的那些照片因为手机关机的缘故，所以才……方墨点点头，手机关机了，数据传输中断。我记得传输数据的时候，手机上不也经常会显示请保持连接电源吗？就是害怕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突然断电，发生一些意外情况。不过这个不难解决，照片并没有丢失。说完这话，方墨飞速在电脑上操作了起来。约莫半分钟之后，
十几张照片开始逐帧出现在了大屏幕上。方墨刻意挡住屏幕，让何希婉辨认了一下。你看看，是不是你丢失的那些照片？何希婉激动的点了点头。对，就是。不过方墨，你干嘛猫着腰挡住电脑屏幕啊？好像我手机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一样。这话一出，方墨干笑一声。我是害怕你手机里万一有什么私房照之类的东西，要是被外人看见就不好了。我一个朋友之前就因为私房照泄露，遇见了不少麻烦。方墨也是临时起意，刚好的想起了宁月兰给自己讲过宁诗雨寻求甄帮忙的故事。虽然故事里的甄八成不是自己，不过方墨也将这件事记了下来。倘若何希婉手机里有什么不方便给外人看的照片或者视频，那可就尴尬了。听到这话，何希婉先是一愣，旋即俏脸通红的轻轻哪有单身女孩子会在手机里存私房照的？单身不存，那谈恋爱的就会存了。方墨瞪大眼睛，这是个什么奇怪逻辑？意思岂不是说月兰姐的手机里也有什么私房照？我靠，万一她手机丢了或者数据泄露，岂不是？方墨越想越后怕，浑然没注意到对面何希婉脸都黑了。你这家伙怎么思想如此龌龊啊？宁月兰到底是怎么调教你的？我意思是那种恋爱热火朝天的情侣，偶尔女生会喜欢给男朋友发一些私房照，挑逗或者勾引一下对方，所以才会不小心在手里存下这种照片。你这家伙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我要给宁月兰告状。我说什么啦？我这就莫名其妙背上了调戏你的罪名。方墨连忙大吃一惊，别闹，怎么动不动就要搬出月兰姐制裁我啊？方墨，可恶，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每当何希婉提及月兰姐的时候，方墨总有种小学生被老师叫家长的既视感。第85，我要给你老婆告状。第86，耀武扬威林子墨，调戏我的时候怎么不说？现在知道害怕了。何希婉气鼓鼓地撅了撅红唇，她的颜值比起宁月兰也是丝毫不差，红唇一掀，配上那张祸国殃民的清纯面庞，同样能让无数男人心脏砰砰直跳。不过方墨可能是最近跟宁月兰相处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渐渐开始对美女这玩意免疫了，哪怕是何希婉也丝毫不能动摇方墨的道心。不过另一边陈飞宇几人就不爽了，虽然听不见他们在聊什么，但看二人亲昵的模样，有说有笑，这哪里是普通朋友啊？他们可没见过何希婉什么时候在他们面前露出如此动人的笑容，这小子究竟是什么身份？要不要找人调查一下？陈飞宇冷厉地刮了一眼方墨，竟敢在希婉面前抢了我们的风头，弄清楚是谁，稍微警告一下这小子。说完这话，几人这才继续用那愤愤不平的目光注视着方墨和何希婉，眼底别提有多羡慕嫉妒了。很快，方墨就将云端传输失败的那些照片全部重新给何希婉下载到了手机中，迎接他的自然是女人感激的笑容。行吧，看在你好心帮了我一次的份上，我就不给你们家月兰姐告状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应该的知道一下。你还记得江城银行的高子杰吗？高子杰？听到这个名字，方墨皱了皱眉头，不算英俊的面庞噙着一抹冷然。怎么了？高子杰后面还找你麻烦了吗？那天何希婉和宁月兰联手帮自己在墓园强势打脸，方墨还担心高子杰回去之后报复何希婉来着。不过听到这话，少女却是轻笑着说道：报复我？他还没这个胆量。不过宁总那边你还是稍微提醒一下吧。我下午的时候从朋友口中得知高子杰打算联合韩月儿找宁总的麻烦。韩月儿？如果不是何希婉提及，方墨都差点要将这个肉球一样的臃肿富婆给忘了。韩月儿可不就是扫墓那一日方墨在李氏集团见到的女人吗？当时那娘们耀武扬威，强迫李浩文跟她喜结连理，李浩文别提有多上头了，他几乎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写着抗拒。韩月儿竟然跟高子杰搅合在了一起，这两个人可没一个好鸟。要是他们打算联手对付月兰姐，的确值得女人稍微重视一下了。方墨点点头，行，我知道了，要是有什么别的消息，你记得通知我。韩月儿、高子杰都不是等闲之辈，背后也都有一定的势力，不过希望这两位别做得太过分，不然的话，黑客之王争也不会是吃素的。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火急火燎的通知我回来。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职业 OL 的女人进了手机店，一进来就冲着两个柜员皱眉问道。两个柜员彼此对视一眼，皆是苦笑一声。总经理，是这位小姐，她之前在咱们店里买的手机，给云端上传照片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照片丢失了，她找上门来理论。当时我们也没弄明白是什么情况，所以拿不准怎么给人家处理售后问题，就喊您过来了。闻言，被称为总经理的女人这才微微颔首，不就是一个手机吗？我们这么大的店，每天要卖出多少手机？要是出了什么问题，都找我们专卖店，我们还干不干活了？女人话里话外似乎带有几分不耐烦的意思。下一刻，她才淡淡的问道：那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柜员指了指方墨的方向，已经解决了，是这位先生。他说，小姐是因为在上传照片的时候没有给手机充电，导致设备关机了，其实图片还在本地。闻言，总经理朝着方墨瞄了一眼，只一眼，他就惊讶的一挑柳眉，咦，是你？他认识我？方墨疑惑的扭头看了一眼对方，心头还在腹诽道，怎么小爷我走到哪里都有熟人认识我啊？看清对方长相那一刻，方墨眉头忍不住微微紧蹙。林子墨，
林子墨，这女人是林希涵的堂姐。之前方墨跟林希涵在一起的时候，没少被这个女人嘲讽，一会是什么自己堂妹高颜值、高学历，怎么就看上了方墨这么一个土包子？一会又是嫌弃方墨收入不高，还得靠家里补贴，反正话里话外都是对方墨的不屑。后来方墨跟林子墨分手了，这娘们估计心里都乐开了花，毕竟她肯定一早就知道林希涵跟陆晨搞7搞8的原委，所以才会在心底将陆晨和方墨暗自比较。方墨一个普通家庭出来的年轻人，在这种拜金女的眼中，怎么可能比得上陆晨这种富二代？方墨，你什么时候有闲钱来我们店里面消费了？还是说，今天出问题的是你的手机？林子墨挑了挑眉头，上下打量了一眼方墨的穿着，注意到方墨脚上穿着一双相当小众但是十分奢华的品牌。林子墨先是一愣，旋即脸上掠过一抹鄙夷之色，一段时间没见，这小子虚荣心爆棚，竟然还会买高仿 A 货了。这双鞋是上午方墨出门的时候宁月兰帮他搭配送给他的鞋子。方墨对名牌没什么研究，所以也不太清楚鞋子的价值，不过在林子墨看来，方墨这种屌丝肯定是为了装逼才买了一双假货。听到这话，方墨摇了摇头，不是，是我朋友的手机出了问题，不过刚才我已经给他解决了。解决了？林子墨瞪大双眼，旋即厉声道，方墨，你懂手机吗？轻轻松松随手就给人把问题解决了，照你这么说，以后他手机出什么问题，谁找你还是找我们啊？方墨眉头一皱，虽然我是好心在帮何希婉，可不也相当于间接帮了你们这家手机专卖店吗？不然的话，何希婉那几个明显不是善茬的朋友，8成不会乐意。小姐，手机有什么问题就要找我们专门的售后处理，不然今天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日后怎么办？况且方墨又不懂我们品牌，他这么一搞，以后手机出现什么质量问题，我们就不承担责任了。林子墨抬了抬打过玻尿酸的精致下巴，毕竟手机被外星人碰了，后续再出现什么问题都不是我们售后的责任。听到这话，何希婉柳眉一皱，小姐，消费者保护法你懂吗？这东西在哪里修是我的自由，但是在质保期内，如果出现了问题，你们依旧要承担责任。林子墨一副早已看透一切的神色，眼瞅着何希婉竟然还敢顶嘴，顿时不屑地撇了撇嘴说道，我不懂什么消费者保护法，我只是看不惯你们配合方墨在我面前装腔作势罢了。啥？这话一出，何希婉顿时一愣，配合方墨在你面前装腔作势？我今天就是手机坏了，所以才找上了你们这家专卖店，人家方少也不过是巧遇，谁闲得没事干在你面前装腔作势了？方墨一拍额头，果然林子墨这女人还是跟以前一样脑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方墨请来的演员。方墨，你不会以为我看不出你的想法吧？不就是后悔跟我们家林希涵分手了，想要在我面前露一手，然后让我感激你，帮你撮合希涵与你和好吗？林子墨双臂抱胸，自以为是的说着，告诉你，你想都别想，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打听到我在这家手机专卖店上班的，但我劝你还是乖乖滚蛋，想要让老娘感激你，你做梦。况且我们家希涵跟人家陆少如胶似漆，你方墨一个穷屌丝没机会了。闻言，方墨皱着眉头说道，我没有。林子墨翻了个白眼，还没有呢？你要是这么说，我倒是想问问，你今天来我们手机店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仅仅只是巧遇，帮你朋友修一下手机而已，你觉得我会相信吗？眼瞅着方墨跟那总经理起了冲突，陈飞宇几个人倒是露出了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他们也没帮方墨开口解释，毕竟这几人见到方墨和何希婉有说有笑的时候，就记恨上了青年，这种时候不落井下石就算好的了，指望他们？哼，事实如此，信不信是你的事情。方墨懒得跟这个蠢女人废话，扭头就欲朝着外面走去，他已经不打算在这家店里消费了。方墨对林子墨和林希涵的厌恶，让他1毛钱都不想给这家店贡献。不过林子墨好像并没有放过青年的打算。方墨，说不上来了是吧？连一部手机都买不起，果然是个屌丝，被我说中了吧？你今天来我们店里就是来做戏来的，想让我刮目相看，撮合你跟希涵，你不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吗？第86耀武扬威林子墨，第87买下这家店。方墨是真的一句话都不想跟脑残女人多说，他沉着脸刚一走到手机店大门口，突然身后的何希婉淡淡的说道，丑人多作怪这句话我以前只在网上看过，现在算是第一次在现实里见到了。你们这小小的一个破手机店，别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方少进来溜达溜达看看手机不行吗？自以为是的女人最让人讨厌了，自以为是的女人。他在说谁？林子墨脸色肉眼可见的阴沉了下来，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对本小姐指手画脚？难道我说的有问题吗？方墨就是买不起手机，滚回家写你的破小说去吧，我们家希涵就算是瞎了也不可能跟你和好了。话还没说完，方墨脸色阴沉的缓缓扭头，林子墨，狗眼看人低也要有个限度，我本来是打算买手机来的，但现在因为你在这里，我不想在这家店消费了，不行吗？方墨实在是不想跟林子墨理论，不过又怕被林子墨看扁一头。听到这话，林子墨仿佛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买手机？在我们这家店买手机？你知道我们是高端定制机型旗舰店吗？我们这里可不是普通手机，随便一部都要上万，你一个写小说的都比脸都干净，
手里拿不出几个烂钱，还卖我们这里的定制机型，高端定制旗舰店。怪不得何希婉会在这里买手机，狗仗人势的东西，把你们老板给我喊过来。就在这时，何希婉彻底忍不住了，他好歹曾经对方墨诞生过好感，哪里容许方墨被这种妖艳贱货如此贬低？更何况方墨可是宁月兰的老公，就算是宁总不及自己，再怎么说也是江城第一豪门女总裁。难道方墨兜里连买一部手机的钱都没有？笑话，喊我们老板。林子墨丝毫不虚，他年纪轻轻就能坐在总经理的位置上，正是因为靠着肉体跟老板的不正当关系，要是喊来了老板撑腰，他更是丝毫不惧方墨一个穷屌丝。所以林子墨下一刻便是双眼微眯，饶有兴致地看了一眼何希婉。小姐，你确定要喊我们老板？没错，我要喊你们老板。林子墨也没有问原因，无非就是耍脾气呗。不过在那个男人面前区区一个客户耍点小性子，还不及自己嗲嗲的撒个娇，方墨几人最后只会被当成闹事的赶出去。林子墨拨通电话，很快一个谢顶的中年男人缓缓走了过来。子墨，发生什么事情了？男人看了一眼店里的几人，林子墨嗲嗲的冲着男人抛了个媚眼，旋即才委屈巴巴的上前一把挽住男人胳膊。是这几个客户，他说要见我们店的老板，他们刚才手机坏了，在这里维修，结果我认识的一个屌丝跳出来解决了问题，我就指责了几句，如果之后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不承担售后服务。这位小姐好像就有些不太开心了，她浑然不提自己挑衅方墨的那些话。何希婉也是冷笑一声，你真是有够不要脸的，别人帮你们解决了售后无法处理的问题，你现在竟然还要责怪方墨多管闲事。更何况刚才如果不是你嘴贱，我才懒得浪费时间跟你计较。废话少说，爽快点，我就问你，开除他多少钱？何希婉手指一点林子墨方向，浑然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不过人家身为京城豪门，好歹也是中央银行大小姐，何希婉还真是有这个资格。听到这话，那地中海男人明显一愣，开除林子墨。方墨苦笑一声，何小姐，算了走吧，何必跟他一般见识，何必跟我一般见识？林子墨脸上冷意更甚，指了指何希婉，你这女人不会真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物了吧？刚才跟你好言好语，我又没找你麻烦，偏偏你就喜欢在这里多管闲事，你跟方墨什么关系？还开除我？你算什么东西？开除我？闻言，何希婉不置可否的耸了耸肩，我不听，我今天就要开除你。何希婉一副我就耍无赖的架势，地中海算是听明白了过程，搓了搓手，陪笑道，小姐，我想可能是有些误会，林经理是我们这的资深工作人员，我暂时并没有对他进行职务调动的打算，更何况职务调动也是我们店里自己的事情，并不是您说开除就能把他随便开除的。何希婉冷笑一声，那我就买下这家店，这样总行了吧？买下这家店。听到这话，不仅地中海愣住了，就连旁边方墨以及那林子墨都愣住了。下一刻，林子墨便是笑得前仰后合，哈哈，你想笑死我吗？你们连一部手机都买不起，现在竟然还耀武扬威说要买下我们店，搞笑不搞笑？而且这家店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也得看我们华哥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何希婉舔了舔诱人红唇，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只要价钱给到位，会有人不愿意吗？你这家店我看了一下，不考虑库存那些机子设备的情况下，你们这家店撑死也就值个200万，当然店面转让、装修、手续费，各种杂七杂八的我都给你算进去，翻一倍400万，愿不愿意？何希婉淡淡的瞥了一眼被称为华哥的地中海男人，这话一出，那地中海顿时愣了愣，难道眼前少女真要买我的店不成？其实这家店的地理位置一点都不好，所以他早就有了转手不干的想法。400万，除去一开始给店里投资的钱，自己还能净赚200多。他顷刻间犹豫了起来。林子墨见状，连忙扯了扯男人袖口，华哥，你不会以为几个连手机都买不起屌丝真的有钱买下你这家店吧？闻言，华哥也是点点头，重新调整了一下情绪。是啊，自己真是被400万这个数字冲昏了头脑，眼前无非就是几个20出头的年轻人，这个年纪除非是出身豪门，不然谁能轻轻松松拿出400万这么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下一刻，华哥一抬下巴，小姐，开除林子墨是不可能的，你们要是还有什么别的要求，我可以尽量满足，如果没有，就乖乖离开吧，我们还要开门做生意呢。嚯，还挺坚定。何希婉一挑眉头冷笑一声，林子墨也是双臂抱胸，现在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喜欢学人装腔作势。方墨，你不会真以为这样我就会高看你一眼吧？就在这时，突然一道人影缓缓走进了手机店。子墨，我手机摔碎了，帮我挑一个新型手机吧。林子墨看清来者，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哈哈，方墨，今天简直就是你的倒霉日啊！你看看谁来了？陆晨，给你讲一个笑话。方墨来我们店里闹事，还扬言要买下这家店开除我，都是老朋友。方墨，赶紧跟我们陆少打个招呼。听到这话，刚走进专卖店的陆晨脚步一滞，满脸错愕的抬头朝着方墨方向看去，他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谁？方墨。第87买下这家店，第88打脸。方墨怎么会在这家手机店里？刚才被许三多丢出来之后，
陆晨才从张院长口中得知，那间病房竟然是宁月兰老公的。宁月兰老公是谁？陆晨上一次可是在宁氏商场撞见过方墨和宁总买婚纱的。宁月兰的丈夫是谁还用问吗？当时陆晨在陆文涛王卫视线注视下就脸色铁青了，娘的，这下算是彻底在家族那么多人面前把脸丢尽了。林子墨认定撞见陆晨丢人现眼的是方墨，实际上现在陆晨远比方墨更尴尬。好巧啊，陆少。方墨毫不避讳地冲着陆晨点了点头。闻言，陆晨脸色几乎是唰的一下瞬间苍白。方墨，你怎么在这里？方墨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一下，身形略显狼狈。怎么了？你是找我索要病房的？还是说你也想体验一下陆文涛同款的待遇？再或者说，方墨狭长眸子缓缓微眯，你是过来道歉的？听到这话，陆晨脸色越发苍白。清楚，当然清楚，而且不仅仅是陆文涛清楚，自己也清楚。别忘了，陆晨才被许三多扔出病房没多久啊。没，我过来也是巧遇，我不是来找你的。陆晨喉结不自觉滚动了一下，林子墨没搞清楚状况，听得一头雾水，不过还是皱了皱眉头，指着方墨说道：你小子怎么跟陆少说话呢？陆少，给你讲个笑话，方墨这个屌丝的朋友想要买下这家手机店，妈的，可把我笑死了。这群人撒野都没弄清楚状况，也不看看这里是他们这个阶层能够放肆的地方吗？轰，好笑吗？笑死你了，哪里搞笑了？陆晨额头上都开始渐渐有着冷汗密布。如果说是以前的方墨想要随手买下一个手机店，或许无异于是天方夜谭，但现在的方墨早已今非昔比，人家是宁家的姑爷，宁月兰的丈夫，凭借着江城第一豪门的财力，买下一家手机店很难，更何况还是方墨的朋友。如今能够跟方墨来往的人八成非富即贵，人家只是想买个手机店而已，到底哪里搞笑了？陆晨挤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呵呵，子墨，很好笑吗？不好笑吗？林子墨红唇一掀，方墨，你不是还对我表妹有想法吗？陆少就在你面前，你跟我装阔没用，要不你自己过去跟陆少说。什么？方墨还喜欢林希涵？这话一出，不待方墨开口，陆晨脸色越发难看。啪！下一刻，他突然冲上前，直接给了林子墨一巴掌。闭嘴！你瞎说什么呢？我跟你表妹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我俩早8辈子就分手了，弄不清楚吗？话罢，在林子墨错愕眼神注视下，陆晨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方墨，自从上次咱们在宁氏商场见面之后，我跟林希涵就没什么联系了，真的，你相信我，之前是我不懂事，我不该夺人所爱。今天医院发生的事情，还请你大人大量，高抬贵手，不要跟陆家计较。宁月兰要是真的动怒，区陆家，弹指间就灰飞烟灭了。今天因为病房的事情，方墨肯定已经记恨上了陆家，现在林子墨这一番话，不就是在给人家火上浇油吗？不过随着这话一出，全场几乎都彻底安静了下来，包括那地中海老板华哥。华哥满脸懵逼，就差把这2个字写脸上了。什么情况？陆晨他是认识的，这位可是江城豪门陆家的少爷啊，对方怎么会对林子墨口中的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如此畏惧啊？林子墨也很震撼，俏脸满是错愕地说道：陆晨，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跟林希涵分手了？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话罢，林子墨还激了陆晨一把，你说这话难道是为了讨好方墨？你疯了吗？方墨一个穷屌丝有什么值得你畏惧的？你忘了吗？当年你可是还从他手中抢走过林希涵啊！为此方墨不知道跟林希涵吵架了多少次，可他一次都没找过你。他那种怂货，你怕他做什么？听到这话，陆晨疯狂猛地倒吸凉气。林子墨这贱女人是他妈想要害死老子吗？吵架是因为当初方墨觉得林希涵陆晨2人实在是走得太近，不过林希涵这女人段位也高，一边想要享受高档餐厅约会的奢华，一边又舍弃不了方墨对她起居生活的照顾，所以始终瞒着方墨，甚至他和陆晨还发展成了地下关系，这才导致方墨也是蒙在鼓里，直到前段时间在咖啡厅撞见2人亲嘴的时候才认清现实的。不过他自己也早有猜测，毕竟林希涵从不让方墨看他手机，甚至方墨要是碰他手机，女人都会敏感的像一只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样勃然大怒。那时候方墨心中基本就有答案了。闭嘴，林子墨，你又不能代表你妹妹。陆晨满脸惊惧交加，生怕方墨跟自己计较似的。我说分了就是分了，你怎么废话这么多？下一刻，陆晨冲着地中海男人华哥说道：他们要是想要你这家手机店，我建议你最好就卖了吧，毕竟人家是你招惹不起的存在，要真弄得方少不爽，你这家店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什么？陆晨竟然如此畏惧方墨？啪！下一刻，何希婉掏出支票，喏，400万，你这家店可以卖给我了吧？这下，当400万支票甩在面前的时候，那被称为华哥的男人彻底懵了。你们真能拿出400万？何希婉不在乎钱，只想要林希涵这个贱女人吃瘪。眼瞅着刚才陆晨甩了林子墨一巴掌，何希婉心里别提有多畅快了。方墨抿了抿嘴唇，自从陆晨露面之后，眼底便是始终噙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倒不是方墨觉得
凭借宁月兰自己可以高高在上，而是林子墨这蠢女人无疑像个跳梁小丑一样。陆晨，你这是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为什么要怕方墨？华哥，你不会也打算将手机店转让吧？你不会真的相信他们能够拿出400万吧？林子墨咬着银牙不甘心地问道。他是真不明白，区区一个方墨，怎么才几天时间没见，就能够让陆晨怕成这副样子。不过陆晨这下已经彻底不跟蠢女人说话了，只是看向华哥点了点头。华哥心头顿时掀起惊涛骇浪，他心领神会，陆晨的意思是让他拿钱转让。这时候何希婉才似笑非笑地看了看林子墨，我说了，今天要让你失业，谁来也不管用。你，林子墨心尖一颤，气得娇躯颤抖。华哥双手颤抖着接过支票，扫了一眼上面的落款，更是身躯一颤。何希婉，面前的少女就是何希婉，传说中京城何家中央银行那位大小姐何希婉。林子墨眼瞅着华哥脸色大变，也是连忙凑过来。华哥，你不会真要转让吧？这方墨就是一个屌丝，是我表妹的前男友，没工作没前途，这种人怎么可能拿出来400万？更何况我们手机店的业务蒸蒸日上，就算是转让也不应该是这种时候转让啊。好不容易靠着肉体上位当上了这个总经理，若是华哥将手机店转让出去，那他林子墨之前的努力就彻底白给了。不过华哥却没有听他的，只是脸色一沉，林子墨，转让不转让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而且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在这里干了。第88打脸，第89月兰姐上了陈凯歌的车，何希婉那可是中央银行大小姐何希婉啊，那种豪门千金哪里是自己招惹起的存在？一想到刚才林子墨这蠢女人还指着别人鼻子怒骂，耀武扬威，华哥都心中后怕不断。华哥甚至都开始担心何希婉会不会报复自己了。既然他想要开除林子墨，那自己就识趣的先随了他心愿。轰！这话一出，林子墨俏脸瞬间煞白。什么意思？你要开除我？你就因为方墨一个臭屌丝就要开除我？我陪你那么多天，好不容易当上这个总经理，你现在居然3言2语就要开除我？华哥冷冷的一把甩开林子墨手掌。林子墨，你少在这里没事找事，从今天开始手机店就不是我的了，以后咱俩井水不犯河水。方少，何小姐，刚才是我眼拙，耽误了你们的宝贵时间，从今天开始这家手机店就是何小姐您的了。说完这话，华哥大踏步率先走出专卖店。陆晨看了一眼方墨，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个啥，方少，既然没我什么事，我也先走了。等等，方墨看了一眼陆晨，看在你今天识趣的份上，好心提醒你一下吧。林希涵从未和我发生过关系，但并不代表他性伴侣是固定的。前2天他还跟一个修电脑的家伙上过床，无论你俩是否真的分手了，我建议你最近有空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陆晨瞬间瞪大双眼，面颊都是剧烈抽搐了一下。林希涵这女人还真是公交车呀，这边下车那边上。陆晨脸色铁青，这下直接推开门冲出了手机店，甚至都没心思再跟方墨打个招呼再离开了。林子墨站在房间中，娇躯颤抖，不知所措。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如此畏惧方墨，为什么嘲讽了这家伙2句，竟然就会丢掉工作。林小姐，这里现在是我的地盘，所以我数3个数，请你出去，不然的话，我可能就要报警了。下一刻，何希婉双臂抱胸，满脸冷然地瞥了一眼林子墨。林子墨咬着牙狠狠地瞪了一眼方墨。行，你等着，咱们走着瞧。说完，他就径直离开了手机店。这家店都不是华哥的了，自己自然也是待不下去了。不过给华哥赔偿了这么多次，自己还没好好享受总经理身份带来的好处，就成了无业游民。林子墨才不甘心，他要去找华哥老婆。不过这些都跟方墨没啥关系了。为了打脸一个拜金女，直接浪费400万巨款。何小姐，你这是何必呢？何希婉傲娇的一甩长发，人生在世，图的就是一个开心，爽就完事了。陈飞宇几人早在冲突爆发开始之后，就一直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一幕。他们其实也想不明白，今天林子墨找茬方墨，跟何希婉都没半毛钱关系，他何必要花400万买一个手机店来打脸林子墨？话说，方墨，我刚好歹也是帮了你一个小忙，要不你也帮我点忙呗？听到这话，方墨浑身一哆嗦，总觉得何希婉语气略微有些不太对劲。啥事啊？何希婉巧笑嫣然指了指手机店，这家店以后要不就靠你来负责吧，毕竟我早晚要回京城的。娘的，果然。方墨苦笑一声，你就不能再招聘一个店长吗？不能，我觉得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啊。说完这话，何希婉笑眯眯地朝着方墨靠了靠，撅着红唇说道，方墨，我刚帮完你的忙，你现在不会是不愿意吧？是啊，我当然不愿意了，老子就出趟门买个手机，莫名其妙多了一家手机店需要自己操心管理，这搁谁能开心得起来？不过方墨也清楚，何希婉的确不可能在江城常住，这家店看来还真是成了自己手中的烂摊子了。好吧，我尽量帮你打理好这家店，不过至于最后能不能赚钱，你就别指望我了，我可没什么做生意的天赋。丑话先说在前头。不过何希婉也不在乎，区400万不过就是人家何小姐1周的零花钱罢了。要是让方墨知道何希婉心中所想，
估计他又气得骂娘了。跟何希婉分开之后，方墨从店里拿了个手机送到许三多手里，这才驱车朝着宁氏集团赶去。这个点月兰姐也该下班了。到了楼底下，方墨突然注意到一个高大身影正站在宁氏集团正门口，双手捧着玫瑰花，正垫着脚尖朝着里面眺望。方墨皱了皱眉头，陈凯歌，自己这位情敌可不是什么善茬。如果不出所料，上次宁氏集团云端服务器被攻击80%就是出自这陈凯歌自导自演的手笔。这男人为了追求宁月兰，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方墨对他印象很差。陈凯歌来宁氏集团做什么？约莫3分钟之后，宁月兰也走了出来。不过月兰姐注意力第一时间也被手捧玫瑰的陈凯歌吸引，肉眼可见女人俏脸卷起一抹不耐烦之色。不过陈凯歌还是笑眯眯上前送出玫瑰花，被宁月兰用秘术挡枪无奈收下。方墨还以为这就结束了，谁知道陈凯歌不知道跟女人说了什么，女人沉吟片刻，竟然跟着陈凯歌上了另一台车。哗！见到这一幕，方墨只觉得心跳都是突然慢了半拍。月兰姐怎么上了陈凯歌的车子？搁谁眼瞅着自己老婆上了另一个异性的车子，80%都会心中不爽，更何况陈凯歌还是月兰姐的狂热追求者。方墨呼吸都急促了起来。陈凯歌的车子倒是没有启动，之后过了差不多3分钟左右，宁月兰才下车。女人下车的时候脸上神色平静，无喜无悲，看不出喜怒，也不知道陈凯歌在车上跟她说了些什么。下一刻，宁月兰才掏出手机，正欲打电话，陈凯歌又是降下车窗，从里面探了个脑袋出来，还跟宁月兰摆了摆手。女人抬抬下巴示意再见，之后陈凯歌的车子缓缓离去。一瞬间，这一刻方墨心中脑海中无数念头，总有种心脏漏了半拍的错觉，心里怎么想怎么不舒服。月兰姐不是很讨厌那个家伙吗？为什么还要上他的车？而且他俩什么时候成了可以单独聊天的交情？方墨抓耳挠腮，心里就像是猫挠似的难受。很快方墨的手机就颤动了起来，方墨拿起来打眼一扫，这才控制了一下呼吸。喂，月兰姐，到哪里了？小宝贝。听到小宝贝这个称呼，放在平时方墨恐怕早就老脸通红了，可今天方墨明显是有心事，所以喉结滚动了一下，半晌未曾回应。宁月兰还以为是信号不好，在另一头又喂了2声，方墨才张了张干涩嘴唇。我在你们公司门口，月兰姐，刚才有点堵车，我刚到。哦，行，那我找一下车子。话罢，宁月兰挂断了电话。1分钟不到的时候，女人就出现在了副驾驶门外，笑颜如花的敲了敲车窗。方墨这才解锁车门。宁月兰上车之后，方墨明显闻到了一股浓郁的男士香水味道。这个味道之前他在陈凯歌身上闻到过。方墨喉结不自觉滚动了一下。月兰姐，陈凯歌最近还有过来骚扰你吗？陈凯歌？宁月兰怔了怔，美眸先是划过一抹错愕，注意到方墨神色依旧如常，女人这才笑眯眯地说道：没有啊，自从上次在宁氏集团见面之后，他就再没找过我。毕竟姐姐我好歹也要结婚了，这家伙就算是再怎么疯狗，也不至于追求一个有妇之夫吧。他可以不管不顾，可他的家族也不会允许他陈凯歌在外面这样丢人现眼的，你大可以放心好了。哦对了，弟弟，今天可是你最后一个单身夜，你确定不打算约上李浩文出去好好潇洒潇洒吗？轰！后面宁月兰说的是什么？方墨几乎一个字都没能听进去，他只是感觉心脏慢了好几拍，有种心痛的感觉传来。撒谎了，月兰姐对自己撒谎了。第89，月兰姐上了陈凯歌的车。第90，要不今晚我跟姐姐睡吧。刚才明明他亲眼所见，宁月兰上了陈凯歌的车子，可他竟然说两人之后再没见过，难不成是他方墨瞎了不成？弟弟，怎么了？后面的车子都开始催了，咱们也走吧。被宁月兰推了推，方墨才拉回思绪，猛地长舒了2口气。好，我们回家吗？宁月兰摇摇头，先送我去一趟我爷爷那里，明天咱们就要结婚了，我有点东西要取一下。方墨没多问，他现在心思根本就不在宁月兰说的话上，他正满脑子思绪乱跑，胡思乱想着月兰姐为什么要撒谎的理由。是啊，月兰姐为什么要跟自己撒谎呢？为什么？如果只是普通朋友或者商业上一些事情要谈，月兰姐为什么要骗自己？直接明说刚刚跟陈凯歌聊了2句不就行了？方墨想不明白，只是这件事却也成了心中一个疙瘩。他已经能够正视自己对月兰姐的感情了，现在女人却对他睁着眼睛说瞎话。方墨不理解，有什么必须要撒谎的理由吗？路上车厢安静的诡异，宁月兰始终低头摆弄着手机。方墨打眼一扫，虽然看不清他在跟谁聊天，但明显是在发消息。方墨再度心头一沉，到了宁家庄园门口，宁月兰冲着方墨说道：弟弟，稍微等我一会哦，我取个东西就回来。方墨心不在焉的点了点头。宁月兰走了之后，方墨视线落在了窗外，看着灯火通明的宁家庄园，方墨一瞬间有些恍惚。不对啊，都到了家门口了，月兰姐就算是想要取什么东西，也不影响让自己进门跟宁爷爷打个招呼吧。方墨心间一颤，月兰姐不会是去拿户口本的吧？她现在连宁老爷子都不让我见了，月兰姐是不是想跟我离婚了？轰！这个念头就像是种子一样在心底发酵，方墨心事重重，一念至此也是越发不安，心里就像是有万千蚂蚁啃噬。他很想亲口问月兰姐，
可倘若姐姐想跟自己离婚了，她方墨又该以一个什么身份过问宁月兰的事情？脑海中胡思乱想，方墨甚至连下午何西婉给自己提醒过的话都忘了说。等到宁月兰回来时，方墨注意到她手上多了一个小方盒子，盒子不大不小，跟一般垃圾桶的体积相仿。方墨下意识想问里面装的是啥，不过宁月兰并没有主动提及，甚至都不太想让方墨关注盒子的事情，因为上车前女人还专门拉开了后备箱，将盒子放了进去。方墨只得压下一肚子疑问。对了，上午你跟李浩文出去盘网吧的事情怎么样了？李浩文怎么会突然想要盘网吧的？方墨闻言，这才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宁月兰聊了起来。听到最后是方墨盘下了网吧，宁月兰大吃一惊，少跟你有交情吗？我印象中京城五大家好像很少给外面借钱啊，而且还是2000万这么大一笔数字，2000万即便是对于多才多艺的宁月兰来说，也不是什么小钱。方墨点点头，没事，我跟冷家老爷子有点交情，很久之前就认识了，所以他愿意给我借钱。况且这钱借来投资网吧也不算是浪费，就算是最后经营不善，也可以像那高总一样将网吧转让。方墨本身不喜欢做生意，不过这次算是为了李浩文勉为其难的盘下了绿林网吧这个品牌，宁月兰这才勤手轻点。好吧，有什么需要姐姐帮忙的都可以随时找我，毕竟我可是你的老婆吗？方墨深深的看了一眼宁月兰。好，不知不觉车子在两人谈话间已经缓缓停到了宁月兰的小别墅门口。宁月兰下了车就率先拿走后备箱的小盒子，抱着进了房间。方墨也没机会多问，而且今晚宁月兰似乎也心不在焉，甚至连方墨吃没吃饭都没过问一句，揣着重重的心事。方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几乎一晚上都难以入眠。后半夜，方墨听到宁月兰房间没了动静，这才蹑手蹑脚朝着客厅走了出去接水喝。刚巧这时候，方墨注意到客厅茶几上放着月兰姐晚上拿回来的小盒子，那东西就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疯狂驱使着方墨想要将其打开的念头。要不就打开看一眼好了，我们毕竟是夫妻，我看一眼也不算什么吧。夫妻之间怎么能有秘密呢？方墨咬了咬牙，心头突然又浮现出自己身为征的身份，他苦笑着自嘲一声，也是，我的很多事情月兰姐都知之不深，我又有什么资格对月兰姐刨根问底？这样想着，方墨端着水杯站在茶几跟前犹豫了起来，看还是不看呢？如果让月兰姐知道自己不信任她，随便动了她的东西，宁月兰会不会生气呢？可是下午看到的一幕疯狂在方墨脑海中浮现，月兰姐明明就是见了陈凯歌，为什么她不愿意跟自己实话实说呢？我隐瞒的秘密对我们的感情没有丝毫影响，但是月兰姐的秘密会。这样想着，方墨手掌缓缓朝着那小盒子探去。不过就在他手掌刚刚落在小盒子上面的时候，突然一刹那，整个房间灯火通明，客厅的大灯也一瞬间被人打开，将夜晚的黑暗瞬间驱散。方墨愣了愣，这才连忙扭头看去，只见穿着睡衣的宁月兰亭亭玉立地站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玉手托着香腮正看着自己。怎么了，弟弟？大半夜不睡觉？方墨被抓了个现行，有些尴尬，咳嗽一声道：没事，就是一想到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我有点紧张。我们家弟弟还会紧张呢。拉着姐姐领证的时候，你可丝毫不慌啊。宁月兰轻笑一声，这才连步轻易上前2步，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刚巧就挡住了方墨跟小盒子，玉手顺势搭在了方墨肩膀上。这个点还不睡？明天咱们的新郎是打算在婚礼上迟到吗？有了肢体接触，方墨思绪一下子就全都落在了眼前眉眼如画的绝美倩影身上。他怔了怔，盯着这张近在咫尺的精致俏脸。这一刻，方墨不知道是从哪里借来的胆子，突然鼓起勇气说道：要不今晚我跟姐姐睡吧。第90，要不今晚我跟姐姐睡吧。第91，惊喜。宁月兰一愣，差点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小家伙什么时候这么开放了，竟然会主动要求跟自己睡觉。不过下一刻，出乎方墨意料，宁月兰摇了摇头：今天不行哦，姐姐今晚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处理，你一个人乖乖的在书房睡。咦，我就说这个东西去哪了，原来刚才不小心落在茶几上了呀。话到最后，宁月兰还惊讶地端起小箱子：好了，弟弟你快睡吧。说完，宁月兰拿着小箱子进了卧室。方墨怔了好半晌，只觉得心头空落落的，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渐渐流逝似的，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大概犹如原本手中捏着一把沙子，而现在这把沙子正在从指缝流失，他想要攥紧拳头，生怕沙子溜走，可是随着他攥得越紧，那一把沙子的流逝速度反而越来越快了。一晚上方墨都在胡思乱想，乃至第二天起来他都没半点精力。早晨8点半开始陆陆续续有人上门，李浩文首当其冲第一个来的，这些早晨来的都是新婚夫妻双方的亲友团。咦，咱们方少昨晚没睡觉，还是跟老婆动手打架了？你这2个熊猫眼是怎么回事？李浩文一进门就笑眯眯地调侃了一句。闻言，方墨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没有回应。李浩文心大，没觉察到方墨异样，还坐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跟方墨讨论接下来的婚礼流程。你不知道你的婚礼流程？听到方墨苦笑摇头，李浩文瞬间瞪大双眼。好家伙，宁总这保密工作也做得实在是太好了吧？可是你不清楚流程，你今天这个婚怎么结啊？
方墨再度摇了摇头。又过了十几分钟，宁月兰的闺蜜们也开始到场。吴家贝提了不少东西，身后还跟着2位专业的造型师。咦，方墨，你怎么还没换衣服？10点多你就要去接亲了？你俩这收拾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吧。闻言，方墨悻悻摸了摸鼻尖，说了一声抱歉。实际上他一晚上没睡，脑子都是乱的，这回能记得还应该在客厅接待吴家贝他们都不容易了。吴家贝指了指方墨，冲着身后一位造型师说道：他是新郎，新娘那边他自己应该已经化好了淡妆，你一会进房间给他稍微修饰就行。说完这话，造型师3两步上前，也是笑着说道：方墨先生是因为马上要结婚了，所以太激动了没休息好吗？啧，那是也不看看他娶的是谁，全江城2000万男人的梦啊。李浩文嬉皮笑脸的调侃了一句。闻言，方墨附和着笑了笑，只是心中还憋着一抹郁闷。造型师动作很快，半个小时时间就给方墨化妆结束。吴家贝、李浩文都在凑热闹，眼瞅着方墨此刻在造型师的修饰下再度变得神采奕奕，两人也是频频鼓掌，帅气，很帅，这下才像是能够迎娶江城第一豪门女总裁的男人。话罢，吴家贝敲了敲宁月兰房门：你好了没？你们家老公的衣服是不是在你哪啊？听到这话，宁月兰才缓缓开门，探了个小脑袋出来，还真是。弟弟，你的西装在我房间里，我让吴家贝给你送过去啊，我化妆还得一会。你要不先去宁家庄园，哪里有一个惊喜？方墨怔了一下，不过还是乖乖点头，换好了衣服。吴家贝几女肯定是要陪着宁月兰的，所以方墨就跟李浩文率先驱车朝着宁家庄园赶去。路上方墨还是没忍住，将昨天看到的事情讲给了李浩文。什么？宁总在结婚前一天还私下里见了一次陈凯歌，他不是很讨厌陈凯歌这个人吗？而且为什么要隐瞒？还跟你撒谎说两人没联系。方墨长叹了一口气，我现在也开始迷茫起来了，我不知道月兰姐如今对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昨天到了宁家庄园门口，她甚至都没让我进去跟爷爷打个招呼，好歹两人都要成婚了。按照方墨对宁老爷子性格的了解，老爷子要是清楚昨天是自己驱车送的月兰姐，肯定会埋怨方墨怎么不进来坐坐。李浩文此刻也是一头雾水，离谱了，这还真是离了大谱。到了宁家庄园门口，不出所料，方墨看到了2排豪车车队，其中5颜6色的跑车不计其数，什么兰博基尼，什么法拉利，还有10几台黑色的劳斯莱斯。李浩文的劳斯莱斯停在车队跟前都显得有些不起眼了，看来接亲出发的地方就是这里了。下了车之后，李浩文突然喊住了方墨：等等，拆一条烟给这些司机师傅们发一下吧。说着，李浩文就打开车子后备箱，拆了一条崭新的中华烟。方墨这才一拍后脑勺，对啊，结婚毕竟是喜事，自然要给这些师傅们散烟冲喜的。不过自己心事重重，竟然差点把这最关键的礼数给忘了，还好你车子里有烟，不然的话今天就尴尬了。方墨感激一笑，人群中不知道谁注意到了方墨身影，喊了一嗓子新郎来了，顿时无数视线落在了方墨身上。方墨调整了一下情绪，正色道：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月兰姐的婚礼，待会还要辛苦你们开车了，哎，大家抽烟。说着他挤出热情笑容，开始挨个发烟。那些司机师傅们也很给面子，眼瞅着方墨主动发烟，一个个也都笑着接过，刚散出去没几包。就在这时，一道娇小的倩影突然出现在了方墨旁边。你在干什么呀？宁家的亲戚可都到了，你还不赶紧进来给长辈们打招呼。宁诗雨今天也穿了一条洁白长裙，配上那跟宁月兰有着几分相似的容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迷你版宁总呢。啊！听到这话，方墨怔了一下，李浩文顺势接过他手中中华。那你去吧，我来发烟，咱们方少今天可有的忙。说完这话，李浩文代替方墨笑着给那些司机挨个散烟。哎，师傅，抽烟抽烟，我是新郎最好的朋友，待会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是他伴郎。噗，哈哈，这兄弟怎么连自己是不是伴郎都不清楚啊？小伙子有意思，贝哥们，宁总这位江城第一大美女怎么还没出现？我们哥几个起了个大早，就是为了看两眼宁总。新娘子呢？眼瞅着李浩文跟那些司机热情攀谈了起来，方墨松了口气，被小姨子拽着进了宁家庄园。他也不知道月兰姐说的惊喜是什么。方墨一边走一边打量了一下童颜巨乳的宁诗雨，小姨子罕见的还化了淡妆。你今天怎么打扮的这么花枝招展？你不会还打算给你姐当伴娘吧？我呸，我才不呢，我还想要吃你俩的酒席呢。伴郎伴娘多可怜，一直跟个迎宾一样站着，想吃饭都得等到啥时候了？秀！方墨暗中对宁诗雨竖了个大拇指，论起逻辑清晰，还得是你宁诗雨，为了吃口饭连伴娘都可以放弃。刚到房门口，宁诗雨突然扭头冲着方墨神秘一笑，嘿嘿，你自己开门，里面可是有一份惊喜等着你呢。惊喜？方墨张了张嘴，小姨子也知道月兰姐给自己准备了惊喜，她没有墨迹，下一刻就一把推开房门。只见宁家庄园1楼客厅人满为患，密密麻麻人挤人，方墨都被这恐怖的人数吓了一跳。月兰姐这是把宁家半个族谱搬过来了不成？傻小子，还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过来给大家打招呼。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是老妈。
方墨看向人群，不过他突然表情一滞，因为他在老娘旁边还看到了几个按理来说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小姨、姥姥、大姑、小姑、王大妈、刘婶、舅舅、二爸，你们怎么都来了？我靠，我们家的亲戚为什么会在您家庄园啊？方墨瞪大了眼睛，听到这话，方父第一时间上来对着儿子就是一个脑瓜崩。你小子说什么呢？你大喜的日子，难道你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不应该来参加吗？不是，我意思是他们怎么会在这里？方墨怔了怔，方父这才笑眯眯地解释道，昨天月兰那孩子就已经偷偷用大巴车把咱们家的亲朋好友全都接到了江城，我跟你妈昨晚还是在您家庄园过的夜，所以月兰姐昨晚才让自己留在车上，不让她方墨进门，并不是因为心里想跟自己离婚了，而是想要保留一份神秘感，给自己惊喜。看看房间中央的东西，你就知道昨天月兰那孩子为什么不让你进来嘞。第91惊喜，第92终于变成了双向奔赴，因为客厅人实在是太多了，方墨一眼都望不到头，甚至连宁老爷子的身影都没找到，所以自然也没注意到客厅中央有什么特别之处。老爹这么一说，周围那些两家亲戚都笑着四散开来，让出了客厅中央。方墨这才瞳孔紧缩，瞪大双眼，不是吧？只见客厅中有一个方墨和宁月兰的等身雕塑，雕塑几乎完美的一还原了夫妻二人身高和容貌，而让方墨耳根子通红的是，那雕塑竟然是亲吻的姿势，没错，就是接吻。房间中央竟然摆了一个方墨和宁月兰接吻的等身雕塑，方墨 Omega 突然就小脸通红了，怎么回事？注意到方墨的表情，那些客厅中的长辈也是一个个露出揶揄笑容，方墨瞬间社死，有种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当然他心中实际上是甜蜜的，甚至昨晚的阴郁都一扫而空。方父一拍儿子肩膀，你小子能够娶到月兰还真是我们家的福气呢，你的礼物可不仅仅只有这一个，您家庄园有10几个卧室，每一个里面都被精心布置了你的礼物，去吧，我的礼物，快去吧，咱们新郎收了礼物还得给我们挨着敬茶呢，新郎动作快一点，别一会让新娘久等了。就是那么漂亮的新娘子，万一她等得太久不耐烦了，不愿意嫁了怎么办？哈哈哈，长辈们肆无忌惮地调侃着方墨，青年这才干笑一声，上了2楼，您家10几个卧室都被布置了属于自己的礼物，这一点是方墨做梦都没想到的。他连忙上了2楼，推开第一个房门的时候，方墨就愣住了。只见房间中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婴儿床，床不大，但周围的布置相当温馨，甚至还有婴儿洗浴设备，床上有一个小小的遥控器模样的东西。方墨犹豫了一下，将那遥控器拿了起来。他不理解月兰姐在第一个房间这么布置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暗示要跟我生孩子吗？方墨错愕地摁了一下遥控器的开关，房间中顿时响起了宁月兰的声音，弟弟，过去的23年中我从未参与过你的人生，这一点姐姐很抱歉，不过往后余生，你的每一个生日姐姐都会陪你度过，这些礼物姐姐希望你喜欢。声音刚落下，房间中灯光突然全部暗淡了下来，方墨这才发现在婴儿床下面有一个镭射灯，灯光投影到了墙上，变成了一张张照片，每一张上面都有一个可爱的婴儿肉嘟嘟的小脸。方墨瞪大眼睛，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镭射灯缓缓旋转，墙壁上的画面也开始渐渐有了变化，从一个呱瓤落地的小婴儿变成穿着纸尿布站在床上的小可爱，这都是方墨，这些都是方墨自己小时候的照片。方墨无意间从老妈的手机上看到过，其中甚至还有方墨2岁的时候，老爸老妈给自己庆生的画面。方墨喉结不自觉滚动了一下，眼眶开始湿润了起来。你来到世界的那一刻，给一对夫妻带来了新的生活，没错，就是叔叔阿姨，不对，从今天开始，姐姐大概要喊他们爸爸妈妈了吧？这个称呼还是有些烫嘴，到现在都没顺口呢。不过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真的是我的爸爸妈妈了呢。看着你一天天长大，他们有了属于自己成就感，这是每一个父母都会经历的阶段。你是他们孕育出来的小生命，爱的结晶，你是上天给他们最大的珍宝，然而同样也是姐姐我的最大的礼物，月兰姐的礼物。方墨愣了一下，与此同时声音消失，画面定格在了方墨3岁那年庆生时，面前摆放着一个小蛋糕，爸爸妈妈一人一边亲着他肉嘟嘟小脸的合照。方墨擦了擦湿润眼眶，这才发现在婴儿床上还有另一个东西，那是一双洁白的小袜子，袜子明显不是自己这个年纪的人能穿上的，这难道是我小时候的袜子？方墨揣着吃惊的念头离开了这个房间，他这才注意到原来每个房间宁月兰都有标号，从1至18。到了第2个房间，方墨看到了自己4岁到6岁的照片，同样在房间中也听到了月兰姐的声音，小家伙，你是不是会很好奇，为什么姐姐会说你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因为姐姐我啊，喜欢了你整整13年的时间呢。轰！听到这话，方墨心头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什么？月兰姐喜欢了我13年的时间？他俩才认识了13年，岂不是说上一次给老爷子扯皮的时候自己说的那些话，反过来其实就是真实的？方墨还记得那天给老爷子硬着头皮湖州，扬言他对宁月兰一见钟情，宁老爷子当时眼底满是狐疑。
方墨至今都印象深刻，没想到月兰姐竟然才是真的对自己一见钟情，足足喜欢了自己长达13年的时间啊，是不是有些惊讶？傻瓜，我也很纳闷，你这个小家伙有什么好的，竟然值得姐姐喜欢这么长时间？不过感情不就是这样不由分说，不讲道理吗？姐姐喜欢你，如果你一无所有，那我就是你最后的行李。话音落下，房间中再度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被聚光灯照耀，那是一管牙膏，似乎是代表着在方墨4岁之后这个年纪已经有了小乳牙，甚至还可以自己刷牙了。礼物不重，可是足以看出宁月兰的用心。方墨将那管牙膏收好，接着来到了第3个房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因为再也没有疼爱我的母亲了。我一开始很讨厌小孩，而且性子自闭。7岁的你在院子里瞎转悠，跑到了我的后花园。那时候呆头呆脑的你撞见了姐姐我在哭，你傻乎乎的问我，姐姐你哭什么？我就在想啊，你一个小屁孩懂什么？结果你掏出一张手帕给我擦了擦眼泪，还给了我一根棒棒糖。你说谁欺负你了？姐姐你这么好看，将来要是嫁给我的话，我就考虑帮你报仇。虽然我知道那是童言无忌，不过我还是狠狠心动了。我是不是很傻？好像就是因为那句话，我喜欢上了你这个可恶的小家伙呢。第一次见到你哭是在你9岁那年，你在学校被人欺负，姐姐我很生气，于是找人教训了那几个不听话的小屁孩，他们跟我保证从今往后再也不找你麻烦，我这才放过了他们。你哭的时候我心都在颤抖，其实姐姐想要的也不多，好像只需要你对我多关注一丢丢，我就会很开心。我还记得你9岁那年来我家，不想吃饭，想吃蛋糕，我大半夜亲自带着你出去买蛋糕，结果跑了半个江城，蛋糕店都关门了。我一气之下让管家连夜学蛋糕的做法，最后东西弄出来了，结果你这小家伙却睡着了。你13岁那年跟同学去江边割腕，结果被女同学推下水，想要看你笑话。你一个旱鸭子，压根就没学过游泳，哪里能自己上来？我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径直冲过来救你，结果咱俩都溺水了，好在有你爸把我们捞了上来。不过你上岸之后已经溺水晕倒了，我气得把那女孩扇了10几巴掌。你15岁那年在家里闯祸，被骂得离家出走，叔叔阿姨气还没消，你又不敢回去，路上撞见了刚刚放学的我，跟我走了一路，结果刚进宁家庄园你就睡着了。我想了想，浪费了姐姐1晚上的时间陪你，我得收点利息，所以那时候还偷偷亲了一下你的脸。小家伙皮肤是真好啊，又光滑又软。18岁那年你刚好叛逆期，结果爷爷去世，你学会了喝酒，我去大排档抓了你很多次，还害怕你跟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来往，我在背后竭力阻止。好在你这小家伙也算是听话，并没有让我在这方面太操心。我想着好不容易你长大了，有些话憋在心里这么久了，终于有机会告诉你了，结果你刚上大学竟然就谈恋爱了。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喝得烂醉如泥，不过你放心，姐姐没什么分享欲，所以是一个人偷偷消化的情绪。你跟林希涵第一次吵架，被他赶出家门，我差点就气得过去找那个贱人了。凭什么？他算什么东西，也敢将我喜欢了10几年的小家伙赶走？结果当我到了楼底下的时候，你竟然买了一束花给他道歉，我心就像是被针扎了一样，狠狠地刺痛了一下。那时候我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喜欢你了，你自己都这么不尊重自己，我干嘛多管闲事？结果最后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对你的感情。你说你这个小家伙多可恶，竟然害得姐姐我最宝贵的青春都没谈过恋爱，一直在思念你这么一个小家伙。我一直想要给你展现最好的一面，所以那天来了大姨妈，血弄到了床上，姐姐很害怕你嫌弃我，你这臭小子就是不听话，还偏要问东问西。不过当你说不嫌弃3个字的时候，我心真的狠狠颤了一下，原来我不再是单相思了，我们好像终于变成了双向奔赴。第92终于变成了双向奔赴。第93来者不善。每一个房间都有宁月兰的一段语音。当方墨走进最后一个房间的时候，他早就已经泪流满脸了。他以往一直都不知道，原来月兰姐竟然喜欢了自己这么长时间，她竟然在背后为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默默地关注了自己那么多年。宝贝，这是最后一个房间，姐姐想跟你说的话已经全部说完了。虽然我们之间的回忆在你看来或许微不足道，所以你好像从未注意到我。宁月兰笑了笑，笑声中充满着苦涩。方墨恨不得给她自己2个大嘴巴子。年龄又怎么了？难道自己最早对月兰姐就没有心动过吗？早知道就应该早点出手，早点拿下月兰姐。我他妈怎么会在林希涵这种女人身上浪费3年时间，还让月兰姐伤心的啊？那一日你喊我去看雪，我从未看雪，你从未看我。滑。这下方墨彻底体会到了宁月兰这段暗恋的心路历程，他心里都渐渐开始泛起一阵酸涩，有些难受。今天大婚之日，我还有一个任务给你哦，你要在12点之前找到我，这算是姐姐我童心未泯跟你开的最后一个玩笑吧。你也可以理解成是我一个女孩子放下矜持，为我们之间走了那么多步，所以很想看你走一步的故作姿态。姐姐我就藏在我们最亲密的那个地方。那一日啊，真的是发生了好多事情呢，好好想想我们之间的回忆吧，宝宝。方墨原本还沉浸在对宁月兰同情的悲伤当中，听到这话，他人都傻眼了。啥玩意？找到你？月兰姐不会是打算跟我玩捉迷藏吧？姐姐别闹啊，今天咱俩结婚，
婚姻大事你可千万不能开玩笑啊！难不成我找不到你，你还不出现了？给你一点提示吧，烟花、糖，还有劣质啤酒。说完这话，最后一个房间中宁月兰的语音也是彻底消失，方墨喉结都是不自觉滚动了一下。月兰姐，这合适吗？大婚之日，你跟我玩捉迷藏啊？这波你打算耍这么多人，是不是过分了？可惜房间中只有宁月兰的语音，而不是她本人，所以根本没人回答方墨的问题。现在随着录音播放结束，方墨就算是想听到月兰姐的声音都不可能了。他有种错觉，如果今天找不到宁月兰，可能女人真的会放弃婚礼。这个感觉很强烈，强烈到让方墨自己都有些惊骇。这可是婚礼啊！大姐，最后一个房间中没有礼物，只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如果我们之间有100步的距离，我愿意为你走99步，但我想要你为了我朝前迈出那一步。月兰姐，你的这一步玩的可真是太大了。方墨嘴角剧烈的抽搐了一下。所谓最亲密的那一天，方墨一点印象都没有啊！难道说的是两人结婚之后的事情吗？那日子岂不是多了？莫非是宋玉家的度假村？那一天两人亲了不下于3次。难道月兰姐想说的是那一日？不过转念一想，方墨又觉得方向错了。按照月兰姐的性格，要是指的两人成婚之后的最亲密一天，何必又要说让方墨想想二人之间的回忆呢？以前我跟月兰姐亲密过吗？方墨抓耳挠腮。下了楼之后，无数宁家和方家的长辈都是笑眯眯的看着青年，方父还走了过来，一把搂住儿子肩膀。看完了吧？虽然不知道月兰这孩子给你准备了什么惊喜，但他提及过是要补偿你从小到大他没有参与过的生活，不知道你体验到了月兰的参与感么？方墨嘴角剧烈的抽搐了一下。您要是说参与感这个问题，我还真是发现月兰姐似乎从未缺席过我的生活呢，只是她一直在暗处，所以我从未知晓罢了。您月兰对方墨成长轨迹的了解，甚至在很多程度上比他父母还要更上一层。老爹，我还有点事情得出去一趟。方墨惦记着宁月兰在最后一个房间的留言，悻悻地摸了摸鼻尖，干笑着冲着父亲说道。闻言，方父一怔，有点事情得出去一趟。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你没跟我开玩笑，今天是你的婚礼啊，这会比起认识宁家的亲戚，还有什么事情更重要吗？眼瞅着老爹露出了不悦神色，方墨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似乎是回想起了小时候不听话，老爹就会掏出七匹狼，展现父慈子孝一面的回忆。不是我的事情，是月兰姐。方墨缩了缩脑袋，心头苦笑不已。月兰姐这波是真有些过火了，她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跟父亲解释了。老爹，我回来再跟你说吧，先给我1个小时的时间，婚礼通常都是在12点举行，现在已经快要10点了。方墨如果不能在12点之前将宁月兰带回来，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绝对会起怀疑。而方墨此刻还不清楚月兰姐在哪里，1个小时已经很保守了。方父闻言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毕竟知子莫如父，老方也清楚儿子不是那种不分场合不知轻重的性子。行，这1个小时我和你老妈帮忙拖住。说完这话，方父直接扭头钻进人群。诸位，今天是我儿子的大喜之日，首先肯定是感谢大家愿意来参加方墨的婚礼，其次呢，我还想着重提名几位在本次婚礼出力不小的街坊邻居。老爹的随机应变能力还是很强的。方墨见状微微松了口气。走出宁家庄园的时候，方墨掏出手机给宁月兰拨通电话，他心头带有几分侥幸，毕竟根据以往的接触，月兰姐应该不会拿婚姻大事戏吧。不过很可惜，很快电话听筒另一头就传来嘟嘟嘟的忙音，这下方墨彻底愣住了，没人接。月兰姐来真的啊？真没人接啊？我们最亲密的那一日，亲密，之前的13年当中，咱俩有过什么很亲密的肢体接触吗？方墨苦笑着望着手机屏幕上宁月兰之前留下的备注老婆2字，亲密指的到底是什么呢？方墨刚靠近李浩文的劳斯莱斯，还不待他开口，就在这时，突然一排加长悍马疾驰而来。哟，今天日子还真是来对了，听说今日是宁氏集团宁总大婚大喜之日，不知道我们不请自来，有没有打扰到2位新人的雅兴？那一排悍马横冲直撞，丝毫不顾路边低矮的跑车，好几台车子甚至都险些被撞倒。方墨见状，顿时眉头一皱，来者不善，对方这是来闹事的啊。第93来者不善，第94来势汹汹。下一刻，他视线落在了第1台悍马的车上，双眼缓缓微眯。高子杰，韩月儿，没错，主驾驶位开车的就是江城银行高子杰，至于副驾驶坐着的，则是上一次在李氏集团有过一面之缘，给方墨留下深刻印象的韩月儿。方少，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高子杰也来凑个热闹，可以吧？话罢，高子杰就笑眯眯地拍拍屁股下车，还掏出一个手提箱，这里面是我送给2位新人的新婚礼物，宁总呢？我想亲自给2位宣布，高子杰和韩月儿的高调举动已经吸引了不少人，不仅那些百无聊赖的司机一个个靠近了过来，就连别墅内几个宁家方家的亲朋好友也是上前打听情况。方墨一皱眉头，月兰姐没在，你们想干嘛？宁总不在啊？那看来今天这份礼物只能先让你一个人享用了。说完这话，高子杰哈哈一笑，最近我们江城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毕竟某位大客户拖欠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着实有段时间了，
在我们几次协商无果之后，我决定一纸诉状将宁氏集团告上法庭，并且宣布从今天开始，江城银行全面取消和宁氏集团的合作。日后宁氏集团有任何资金问题，我江城银行都不会再插手。哗！这话一出，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阵阵惊呼。毕竟宁氏集团再怎么是豪门，那也是一个企业，一家企业只要做生意，迟早都会碰到资金问题。所以江城的商人基本就没有敢跟江城银行闹掰的，这也正是高子杰有恃无恐的底气。而今天，随着高子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正式宣布跟宁氏集团取消所有合作，几乎就可以变相意味着江城银行打算将宁氏集团拉入黑名单了。这还是第一个江城被银行拉进黑名单的集团，宁氏扎根江城，日后还怎么做生意啊？无数人脸色大变，议论纷纷。高子杰看向方墨，眼神充斥挑衅之色。怎么样，方少，我送你的这份新婚礼物还喜欢吗 ？https://m 其实宁氏欠我们的钱也不多，就区2个亿。方少要是能够拿出来2个亿，我们也可以撤诉。你当我傻逼？白纸黑字的合同你都没掏出来，就让我帮宁氏还钱？方墨冷冷地注视着高子杰。宁氏集团跟江城银行合作已久，你确定你高子杰能够全权代表江城银行？高子杰闻言顿时撇了撇嘴，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这里是江城银行法务部门的诉讼文书，我都调动法务部了。你觉得我还没有动真格不成？而且质问我是否有资格代表江城银行，哼，简直搞笑。难道我没资格？你方墨有资格？方墨眉头紧蹙，李浩文这会也是走到了方墨身后，眼瞅着高子杰洋洋得意，李浩文气得牙痒痒，恨不得立刻冲上去给他2个大嘴巴子。不过他清楚这回不能真动手，不然就彻底理亏了。原本就是宁氏集团欠人家江城银行的钱，说出去于情于理宁氏都得归还这笔欠款。但实际上大部分地方企业欠银行的钱，贷款经营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了。高子杰现在跳出来火上浇油，无非就是恶心方墨。下一刻韩月儿也是笑眯眯的上前2步，那臃肿肥胖的身形宛如一个肉球。那我顺便也送2位新人一份新婚礼物吧。我韩月儿全权代表韩氏集团和信用社取消跟宁氏集团的合作，从今天开始，宁氏集团被我韩氏集团永久性拉入黑名单，永不合作，并且需要宁氏集团立刻归还此前合作时属于韩氏集团的全部注资。轰！此话一出，场面都开始有些混乱了起来。虽然宁家是江城第一豪门，可是再豪门也经不起被2大企业联手针对啊。更何况其中还有一家银行。要知道，江城大部分企业负债经营的情况下，江城银行就是他们完全得罪不起的金主爸爸。如果今天这则消息放出风声，怕是有不少企业都会为了讨好江城银行，选择取消跟宁氏的合作关系。你高高在上的时候，别人只能仰望，但倘若跌落神坛，那才能看清人性丑陋的嘴脸，届时怕是会有无数落井下石之辈呢。想来就算是宁氏这样的庞然大物，也经不过这种落差。现场中已经有不少人眼神开始发生了变化。方少，这份新婚礼物喜欢吗？方墨眉头紧锁，皱得越来越深。这回自己被2人耗着，根本没时间去找月兰姐，毕竟她好歹是新郎，也算是今日的主人公。韩月儿和高子杰来势汹汹，分明就是冲他和宁月兰来的。方墨要是走了，不说旁人会不会说3道4，就连宁老爷子8成也会对他诞生不少意见。姑爷已经是能够代表宁氏当家做主的人了，全面取消合作之后，宁氏集团的资金压力怕是会越来越严重了吧？我听说宁氏集团的股票已经跌停好几天了，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怕是都得退市了。估计今天这是放出风声，明天股民又会大量恐慌，旋即抛售手中股票呢。就怕某些人不择手段，还会恶意做空宁氏集团股票，那宁氏距离跌下神坛可就真没几天的时间了。周围人议论声不断，七嘴八舌都在讨论着此次的危机，宁氏集团完蛋了啊！这个念头顷刻间在无数人心头响起。方墨双眼一眯，看来有些人是不得不搬出来。一念至此，他正欲掏出手机给龙祖上司瑶一个电话，突然又是2台豪车疾驰而来，刺了。其中一台劳斯莱斯库里南火急火燎地停在了车流中，另一台奔驰大 G 眼瞅着路都被堵住了，做派更狠，竟然直接撞开了2台悍马。马路是你家修的？一排车子就直接撇在路中央，脑子有泡是不是？与此同时，一个清脆的女声缓缓响起，高子杰和韩月儿注意到异变，2人皆是惊疑不定地朝着身后看去。京城何家何希婉代表老爷子为方墨少爷和宁氏大小姐送上祝福，黄金万两，礼炮开路，祝2位百年好合。凯德文化董事长柳青为庆贺方少与宁总喜结连理，送支票1亿，凯德信用卡1张，祝2位子孙成群，阖家欢乐。哗！全场一静，第94来势汹汹，第95千金不换。2台车门敞开，何希婉和柳青一前一后从车上跳了出来。何希婉冲着方墨咧嘴，露出一个温柔笑容：“方少，我们没来晚吧？为了吃你这个喜，我可诚意十足。今天高低的让我体验一下当宁家的座上宾哦。”闻言，方墨脸上掠过一抹感激之色。没想到何希婉竟然会来参加自己的婚礼，更让他震撼的是何希婉送上的贺礼，这份礼可谓是诚意十足。方墨连忙拱了拱手：“
多谢何小姐。下一刻，他看向柳青。其实方墨更纳闷柳青怎么会跑来凑热闹。何西婉那边自己是何家老爷子的救命恩人，女人感谢自己自然不难理解。可柳青呢？两人撑死不过朋友关系，他为了吃个席至于如此大动干戈，还随1亿份子钱吗？柳青脸上噙着一抹惭愧，大踏步上前，一把拉住方墨的手：兄弟，昨天是哥哥眼拙了，早晨我们公司财务账目被黑客入侵，你嫂子的防火墙连30秒都没坚持过去，好在昨晚回去的时候我闲来无事，将你的 U 盘连接了一下电脑，正是因为有你的程序，我才反应过来立刻拔了电源，不然的话今日凯德文化损失也是哥哥为了聊表歉意的一点心意，你千万要收下。听到这话，方墨大吃一惊。昨天将 U 盘送给柳青的时候，方墨心中就清楚凯德文化这一次对账早晚出事，只是他做梦都没想到黑客下手的竟然如此之快，才短短1天时间就打算动手了。就在这时，人群中也有人认出了柳青身份，那不是凯德文化董事长柳青先生吗？那可是世界富豪榜都榜上有名的存在啊！柳青先生怎么会来参加宁总的婚礼？天哪，我看到了什么？方少跟柳青称兄道弟，他们是什么关系？难道是朋友不成？废话，肯定是朋友，不然谁没事给你随1个亿的份子钱啊？中央银行财大气粗，何西婉和小姐既然都来了，那宁氏要是碰到任何资金问题，凭借着这份交情，完全都可以找中央银行解决啊！是啊，在何家面前，区区一个江城银行算什么玩意？我说，宁总怎么这段时间都不着急借钱了？原来是有这层关系。无数人议论声不断，场面中的局势因为柳青二人露面，瞬间发生天翻地覆的逆转。怎么样？我们来的还算是时候吧？柳青蔫坏的性子肯定是早就猜到了高子杰和韩月儿来者不善，光是打眼一扫就清楚此刻是什么情况了，所以还邀公司的咧咧嘴。方墨闻言哈哈一笑，没错，来的正是时候，感谢2位贵宾，李浩文接待一下这2位朋友。说完这话，方墨意气风发的一甩手，扭头朝着高子杰2人方向瞥了一眼，眼底满是鄙夷。有一说一，你今天还挺帅呢。何西婉进门之前调侃了方墨一句，这才跟在李浩文身后进了宁家庄园。无数围观群众见状，纷纷感慨方墨交友广泛，这2人明显是看在方少的面子上才来的呀，怪不得能够成为宁家的姑爷，要说没点本事打死我都不信。这是此刻无数人心中清一色的想法。高子杰以为小小的一个江城银行就能掣肘人家宁总，殊不知他们跟中央银行都有关系。高子杰简直是自讨苦吃。就是韩月儿这蠢女人，韩家做的那些外贸生意连柳青一个拇指盖大小都不如，就算是取消了合作，宁氏也可以扭头找凯德文化。这2个人简直就是不自量力，自取其辱。高子杰听到周围议论声阵阵，顿时脸色铁青，本以为自己这份新婚礼物足以让方墨和宁月兰焦头烂额，谁知道因为柳青和何西婉的出现，危机顷刻间化解。那1日被打脸之后，高子杰率先离场，所以压根不清楚之后宁月兰面见了何家老爷子的事情。他一度以为何西婉所谓的救命恩人只是一个客套话，2人依旧泛泛之交，谁知道交情竟然到了如此程度，甚至都会豪掷万金充当贺礼。哟，这么一大群人围在门口干什么呢？希望我没有来晚。江城金家为2位新人送上影龙大师画作千金不换，寓意真爱永恒。下一刻，一台幻影也是缓缓停在了大门口，车上一个身形佝偻的老人缓缓走了下来，随着他开口，场面彻底安静了下来。千金不换，难道是那个前段时间在港城拍出2亿天价的影龙大师收山之作？天哪，金家老爷子这也太舍得下血本了吧！金家跟宁家原本就有交情，不过我做梦都没想到金老爷子竟然会拿出这么一副价值万金的画来祝贺2人喜结连理。随着金老爷子独步上前，方墨也是有些惊讶的看向老人。要知道他可没帮金家集团修复 bug， 还以为金老爷子这2天憋着怨气，没想到老人竟然主动送来贺礼。金老爷子笑眯眯的上前2步跟方墨握了握手。月兰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的婚礼我又怎么可能会缺席？更何况上次事情是一个误会，金世家滚过来给方少道歉，不然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从金家继承人里除名了。声音落下，只见一道略显狼狈的倩影仓促上前2步，颓然的冲着方墨弯腰低头。方少，之前是我狗眼看人低，多有得罪，还望你大人大量海涵。说完，金世家还抬手给自己脸上来了2巴掌，啪啪，声音清脆响亮。那1日之后，金老爷子回去找来龙老认认真真讨论了关于方墨的黑客水平。龙老沉默良久，只有一个评价：倘若那防火墙是他写出来的，那么我不如他。而且龙老不愧是江城明面上的第一黑客，竟然认出了那程序员代码中有征的影子。那一刻，金老爷子满心震撼，这代表着什么？要么方墨跟征是朋友，要么方墨才是真的侍从黑客之王。一个寻常黑客可能没什么，可对于金家这种涉及黑白2道夹杂着灰产的世家来说，倘若得罪了顶级黑客，万一人家一生气将金家很多秘密丢到互联网上，金家这看似庞然大物的集团顷刻间就会倒塌。这也彻底坚定了
金老爷子心头要跟方墨交好的念头。方少，请你原谅。金世家眼瞅着方墨默不作声，还以为青年没有原谅自己，又是抬起素手准备给自己2巴掌。比起面子，金家继承人这个身份更加重要。如果失去了这一层身份，他金世家就将彻底跌落神坛。方墨见状，连忙一步上前，眼疾手快地拉住了金世家。行了，金小姐，你的歉意我接受了。更何况今日是我大婚，来者都是客，大喜之日，过去的那些就让它过去吧。金老爷子诚意十足，我还揪着那点事情，也显得有些太小家子气了。说完这话，方墨又喊来李浩文帮忙安排金老爷子。周围无数人此刻看向方墨的眼神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起初很多人都以为方墨只不过是好运获得了宁月兰青睐的一个无名之辈，可是眼瞅着无论柳青、何希婉还是金老爷子都对方墨客客气气，那些人也渐渐明白了过来，能让江城第一女总裁喜欢的又怎么会是等闲之辈呢？新郎，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接亲？我估计新娘子都等得有些迫不及待了吧。是啊是啊，咱们还是赶紧出发吧。周围车队几个司机笑眯眯地催促了一声，站在加长悍马上的韩月儿和高子杰二人彻底被大家忽视，两个跳梁小丑罢了。他们今天不仅没能掣肘宁氏集团，甚至还间接帮方墨立威了一次，早已成为众人心中的笑柄。听到周围人催促的声音，方墨这才猛地一拍后脑勺，糟糕，时间不多了，都怪高子杰和韩月儿这两个家伙，没事跳出来捣什么乱。一念至此，方墨冲着身后几个司机苦笑一声，新娘子有些调皮，我得去找到她，咱们得流程才能继续。不过诸位放心，肯定不会耽误开席的。要是今天找不回新娘，他方墨怕是就要成笑话上新闻了。大婚之日，老婆跟自己玩捉迷藏，某男子因没能找到妻子，导致婚礼不能如期进行，这种新闻哪怕是放眼中外新闻界，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第95千金不换，第96烟花糖劣质啤酒。说完这话，方墨狠狠瞪了一眼那排加长悍马车队，两位还不打算走，是准备留下来吃饭吗？不好意思啊，今天席位准备的比较少，可能没有二位用餐的地方。高子杰和韩月儿皆是脸色一沉，不过清楚今天大势已去，这才冷哼了一声，灰溜溜的发动车辆离开了宁氏庄园门口。方墨多看了一眼高子杰的车子，昨天陪李浩文收购网吧之后，下午门外就多了窃听器。要说谁最有可能，方墨锁定的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高子杰。昨天虽然收拾了这小子一顿，他也不至于大动干戈，在我新婚之日站出来搅局捣乱，毕竟这样多少也是将宁家这江城第一豪门彻底得罪死了。方墨双眼微眯，看来李浩文的猜测是对的，能够让高子杰不惜代价得罪宁家，也要跟他方墨死磕。想来当年李问汉出事的确另有缘由，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方墨找李浩文要走了劳斯莱斯车钥匙，就独自驱车率先离开了这边。月兰姐语音最后给了自己3个提示：烟花、糖、劣质啤酒。这3个提示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车子驶入主路，方墨都依旧一头雾水。烟花指的是什么？难道是今天结婚会放的烟花？那也不应该啊，正常人新婚放的不都是红鞭吗？谁没事大白天放烟花？糖又是什么意思？方墨一头雾水。难道是曾经我跟月兰姐一起看过烟花？走到一半，他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打眼一扫，方墨愣住了。怎么是老娘？喂，怎么了老妈？你跑哪里去了？你爸说你要1个小时，现在这都过去半个多小时了，你怎么还没回来？宾客们都等得有些着急了。方墨闻言苦笑一声，月兰姐给了我一个任务，她没朝宁家庄园走，她要跟我玩捉迷藏，让我找到她。什么？听到这话，方母顿时吓了一跳。在他们的记忆中，宁月兰从小就是清冷性子，做事一向沉稳，什么时候会开这种不靠谱的玩笑？是不是你把人家月兰惹了，所以她给你发脾气呢？方母有些着急地问了一嘴。怎么可能啊？哪有人会拿自己的婚礼开玩笑的？更何况我怎么可能会在新婚夜前夕招惹月兰姐？说完这话，方墨突然愣住了，因为他脑海中有个凌乱的记忆开始渐渐浮现，只是方墨还没捏准头绪。对了老妈，以前咱们两家经常聚在一块的时候，我们一起放过烟花吗？放烟花？方母怔了怔，那就只有在您家过年那次了。不过那次你吃完饭就偷偷溜出去玩了，一直到12点多才醉醺醺的回来。回来之后我还把你骂了一顿。难道月兰跟你玩捉迷藏和放烟花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可那次放烟花的时候你也没在啊。闻言，方墨大吃一惊。对了，就是那次。方墨脑海中突然想起一段记忆，那次自己的确跟月兰姐接触了。老娘不知道的是，当时聚餐两家长辈都在喝酒，方墨百无聊赖想要偷溜出去，结果宁老爷子已经让人锁上了大门。方墨计划翻墙，于是在整个院子里溜达了起来，刚巧撞见了宁月兰。月兰姐听到了自己诉求，沉吟了良久，才带着无聊的方墨走了后院小花园，离开了宁氏庄园。那次虽然两人没在家里看烟花，但却到了集市。是了，是集市。方墨脸上一喜，妈，我有了点头绪，先不跟您说了，我先去找月兰姐一趟。说完这话，方墨一脚油门朝着另一个方向驶去。那次是过年期间，两家长辈约在了宁家庄园聚餐。事情的原委是晚饭过后，
两家长辈聚在客厅推杯换盏，方墨想要偷喝用来招待来宾的香槟，结果被宁诗雨撞了个正着。宁诗雨坏笑着还给方母告了个状，方墨被骂了一顿，心情更是低落。虽然宁诗雨跟方墨勉强算是同龄人，可宁诗雨的话题跟方墨基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难道方墨会闲得蛋疼没事干，和他讲述自己在暗网世界叱咤风云的故事吗？所以方墨越发无聊，就想找个机会溜出院子。就这样碰见了抱着一本书正在复习的宁月兰。那次月兰姐是带着我从后院的小花园离开的，之后好像走了没多久就到了另一个小巷子的集市里。方墨咂了咂舌，月兰姐这记性也是没谁了，要不是今天老娘提醒，方墨自己估计用光了1个小时，也想不起来半点那1日的经历。眼瞅着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方墨的车子很快停在了宁家庄园后门。撂下车子，方墨就根据记忆朝着前面的集市走去。走了差不多5分钟，一个热闹的集市就出现在了方墨眼前。哪怕是白天，这里也热闹非凡。不过比起过年期间，倒是少了一些人流量。方墨有些紧张，倘若自己猜测失败，天知道今天这婚还能不能结了。就在这时，一个推车的老板突然认出了方墨，惊讶地说道：“咦，小伙子是你？上次你们买糖没给你找钱，我还以为你都不会回来了。买糖？上次？这老板在说什么呢？”方墨怔了一下，那胖老板已经搓搓手走过来了：“小伙子，我对你印象深刻。前年过年的时候，你跟一个长相特别漂亮的女人来我这里买糖，你们就要了2个棉花糖，结果给了我100，我还没来及找钱，当时你们就走了，你没印象了吗？”听到这话，方墨瞪大双眼，又有一段记忆缓缓在脑海中浮现了出来。他想起来了，当时自己跟月兰姐刚跑进集市，方墨就化作了脱缰的野马，四处乱逛，东凑凑西瞧瞧。毕竟过年期间对于年轻人而言实在是太无聊了一些。那时候方墨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集市门口的棉花糖推车，方墨馋虫被勾了起来，就跑过去找老板要了2个棉花糖，结果一目คู่待，方墨尴尬了。他这才想起来自己的钱包落在了宁家庄园沙发上，正愁没法付钱的时候，月兰姐走了过来，然后豪气地丢出一张100元大钞。方墨当时光顾着拿糖逛街，竟然把找钱的事给忘了。那时候对于已经执掌宁氏集团的宁月兰而言，100块就跟普通人眼中的1块钱一样，无非就是洒洒水的小钱。宁月兰也没在意，迅速跟上了方墨的脚步。一念至此，方墨才一拍后脑勺，原来当时月兰姐都没让老板您找钱啊！你们走得太快了，我拿零钱的时间一溜烟，你们俩就不见了。胖老板无奈的耸耸肩，不过可能是因为你们这对情侣太有 CP 感了，所以我还真是把你们2人的长相记了下来。其实方墨和宁月兰的记忆点不是 CP 感，而是2人明明手挽着手，方墨却在给宁月兰滔滔不绝的吐槽女朋友的事情。这些做小买卖的老板最喜欢的就是吃瓜，当时他听的那是一个津津有味。所以眼瞅着2人离去，他回过神来才想起来忘了给他们找钱。是的，别忘了方墨跟林希涵都好了将近3年时间，2年前林希涵还是方墨的女朋友呢。不过也正是因为林希涵做的实在是过分，所以方墨哪怕是跟性子清冷话少的月兰姐都没忍住吐槽了起来。对了，最后你跟当时那个女朋友分手了吗？下一刻，胖老板一边给方墨递钱，一边眼巴巴地问道：“第96烟花糖劣质啤酒，第97总算把你找到了。”啥？方墨愣了愣，胖老板耸耸肩：“你没印象了吗？你当时和那个看上去比你大几岁的美女一直在讲女朋友的事情，还真是奇了怪了。你虽然喊她姐姐，可我明显能感觉到她看你的眼神有些奇怪。一开始你们过来，我看你俩手拉手，还以为你俩是情侣呢，结果凑近了一听，你还有别的女朋友。当时我老爸还悄悄跟我说碰到了渣男。”方墨瞪大双眼：“啥玩意啊？大哥2年前的一面之缘，这些细节你都记得这么清楚，这合适吗？这正常吗？”方墨被雷的外焦里嫩，不过还是悻悻地摸着鼻尖说道：“分了，现在我的老婆就是当时跟我在一块的大姐姐。”果然，胖老板哈哈一笑：“我当时就看出来了，她对你有意思。你这小伙子也挺好玩，竟然自己都没发现这一点，还在一个喜欢你的女孩子面前讨论另一个女人的事情，你也是真的心大。”方墨嘴角抽搐了一下，竟然有些无言以对。最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会竟然就连这位胖老板一个路人都看出来了月兰姐对自己的特殊之处吗？方墨抿了抿嘴唇，感觉仿佛是个人都知道月兰姐对他的感情不一般，唯有他自己反而像个傻瓜一样蒙在鼓里。好了，这是当时应该找给你的90块。哎，对了，今天怎么没见那个美女跟你在一起？你刚不是说她成了你老婆吗？方墨悻悻地摸了摸鼻尖：“我俩约好了在这边见面，我这回就是打算去找她呢，总不能跟人家老板说今天自己大婚的日子，新娘子为了跟他玩回杀的游戏躲了起来吧。”不过这个卖棉花糖老板的话无形中再度给方墨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月兰姐给过提示，烟花糖劣质啤酒。当初2人逛集市逛累了，后来方墨就在宁月兰的带领下在这附近找了个小公园坐下唠嗑。方墨因为林希涵的缘故憋了一肚子怨气，滔滔不绝地跟月兰姐疯狂吐槽，情绪上来了也不管3721。说到后来，方墨自己越发郁闷，就想喝点酒。
在宁家是因为晚辈的关系，长辈都没要求他上桌喝酒，他哪里能偷喝香槟，所以才被傅黑宁施予一通举报，导致挨了一顿臭骂。不过单独和月兰姐在一起的时候，方墨又有点想喝酒了。不过这个集市跟前没有高档消费场所，月兰姐原本打算开车带方墨找个酒楼，谁知道方墨拉着女人就进了一家便利店，所以劣质啤酒指的就是便利店里买的那些。方墨一拍后脑勺，那最亲密的地点呢？月兰姐说的回忆应该就是那一次，可是两人除了害怕被人流冲散，所以才进了集市之后一直拉着手，其他时候也没太过出格的举动啊。下一刻，哈哈，我想起来了，那你们应该是打算去后面的小公园吧？记得那年汇聚在集市的都是来看烟花的人，人来人往，根本就没有好的观赏角度。当时那美女走之前还问了我一句，这附近哪里人少，而且还适合观赏烟花的，我就指了指另一个方向的小公园。胖老板嬉皮笑脸的说道，你俩应该是约在了哪里吧？看烟花？方墨先是一愣，旋即点点头，啊，对，他面颊浮现出了一抹激动之色，跟胖老板说了一声多谢，旋即就在老板一头雾水的目光中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原本方墨还以为当时月兰姐无非是逛累了，所以才带着自己去了小公园歇脚，现在看来，月兰姐从带自己出来的那一刻就计划着要领着他方墨看烟花。看烟花不也是十分浪漫的举动吗？坊间还有传闻，倘若对着烟花许愿，能够心想事成，看烟花的地方就是月兰姐说的哪里吧。一念至此，方墨迅速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胖老板在方墨走之前还送了他2根棉花糖，说是就当助他们2人结婚的礼物了。礼物虽轻，心意不小。方墨以往就喜欢来这种小集市逛街，比起高楼林立的大厦商场，这里更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息。可能这种小街小巷没有那么高大上，可这里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对于一些人而言，这种地方远比那些奢华的商场更有趣。当时宁月兰带方墨来这里的时候，青年还有些吃惊，在奢华的宁氏庄园后街不远处，竟然有这样朴素的集市。最关键的是，曾经眼中的白富美月兰姐，看上去还是这种地方的常客。这小公园怎么改建成这个样子了？到了小公园假山附近，方墨突然发现了一丝不对劲之处，整个小公园的结构比起2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假山后面原先是一片绿草坪，到了夏天不用去想都知道，孩子们肯定会奔驰在草滩上玩耍。现在草坪竟然被改建成了一汪清潭，小公园内多了一个人工湖。方墨大吃一惊，那我当初跟月兰姐看烟花的位置还在不在啊？他记忆早就模糊了，还是需要老娘提醒，方墨才能勉强想起来2年前跟月兰姐来这里的场景。至于具体更多细节，方墨早就记不清了，这他妈不是完犊子了吗？就在这时，方墨突然看到了一道熟悉人影，吴家贝。下一刻，方墨就惊呼出声。吴家贝见到方墨倒是没有任何惊讶神色，而是笑眯眯的抬了抬下巴，你跟宁月兰原来不是闪婚啊？你们这2口子是早有猫腻啊？啧，方墨咧了咧嘴，看来肯定是月兰姐给她这位闺蜜说了什么。不过能够在这里见到吴家贝，基本也表示方墨找对地方了。吴家贝想来也是等候多时，一念至此，青年迫不及待地冲着吴家贝问道，月兰姐呢？婚礼都要开始了，婚车车队那些司机们一个个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快让月兰姐出来吧，大婚之日可不能马虎啊。他声音中充斥着几分委屈。要不是方墨脾气好，今晚洞房的时候肯定得把这事记着，高低给月兰姐的小屁股上来2巴掌。上面啊，这个位置能看到个屁的烟花啊！方墨弟弟，你也不动脑子想想，这块是平地啊。不过有一说一，你们俩密会还挺会挑地方的，下次我跟李浩文也可以参考一下你俩。吴家贝坏笑着调侃了一句，对上女人揶揄神色。方墨老脸一红，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3步并作2步，迅速朝着假山上面跑去。隐约间，方墨能够看到山顶有一道穿着洁白婚纱的窈窕倩影，正背对着自己。方墨长舒一口气，眼底闪过欣喜之色。呼，不容易啊，总算是把你找到了。第97总算把你找到了。第98修成正果的9981难。山顶处有一个小凉亭，看到那个凉亭，也是再度勾起了方墨不少回忆。凉亭就是当年月兰姐找的世外桃源，当初整个集市人潮汹涌，唯有这小小的凉亭成了他俩赏烟花的绝佳之处，而且还一个外人都没有。那一晚，方墨因为心情不好的缘故，喝得烂醉如泥。不过隐约间，他似乎也想起来了，在烟花绽放的瞬间，月兰姐似乎冲着醉醺醺的自己说了什么。虽然他压根没听清内容，但却回想起了那时候女人神情的双眼。注意到此刻宁月兰脚下踩着高跟鞋，方墨清楚女人不能走远路，给许三多发了个消息，让他随便找台婚车队的车子过来接应自己，就径直爬上假山。弟弟，你来的有点慢了哦。听到身后传来动静，宁月兰也是微微偏过脑袋，露出一张带有精致妆容的绝美侧颜。光是从下面俯瞰的角度欣赏这小半张脸，都让方墨心脏狠狠抽动了一下。好美，高挺饱满的鼻梁，一对精致的柳眉下桃花眼闪烁着柔情，瓜子脸，尖下巴，樱桃嘴罕见涂了亮色口红，檀香小口一张一合，让人有种将那小嘴狠狠摁住吸吮琼浆玉液的冲动。雪白的婚纱
玲珑有致的身材，该挺的挺，该翘的翘，这就是我的新娘子啊！方墨猛地深吸了一口气，心头因为宁月兰这一出躲猫猫带来的怨气，在看到女人的一刹那烟消云散。月兰姐，你好美！宁月兰闻言，先是一愣，旋即笑眯眯地说道：“那你还不上来抱走你的新娘？我现在都有种直接带你回家入洞房的冲动了。”方墨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见到月兰姐这副秀色可餐的模样，他突然就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宛如喝醉了酒似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心底最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听到这话，宁月兰耳根子一红，色呸，弟弟，你真是一天比一天大胆了。这臭小子，昨晚还说要跟自己睡觉的时候，好歹也是在家里没外人能听见，这回可是在假山上。傻小子，不知道底下还有个吴家贝吗？方墨抿了下嘴唇，直接一把将自己的新娘揽腰抱了起来，在宁月兰的惊呼声中笑着说道：“总当奶狗也不是我的风格，高低新婚之日，让我当一次小狼狗吧。”说完这话，方墨用公主抱的姿势搂住新婚妻子，直接迈步下了楼梯。宁月兰眼底满是甜蜜的看着眼前男人，她倒是没想过方墨臂力竟然如此惊人，好歹他宁总也是1.7米的身高，还是黄金比例身材，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不过方墨看上去就跟个细狗似的，风一吹就到，没想到弟弟还有点力气呢。抬头对上方墨近乎拉丝的柔情眼神，宁月兰俏脸一红，方墨笑了笑，突然说道：“我现在有点想亲你，不行，涂了口红呢，待会重新涂一下不就行了？”啊！说完这话，方墨突然低头亲了上去，大脸充斥宁月兰瞳孔，在女人猝不及防之下，吻上了宁月兰柔软的唇瓣。宁月兰虽然刚才嘴上是在拒绝，但其实心里比谁都甜蜜，哪个女人不喜欢小鸟依人啊？可恶，奶狗弟弟突然变狼狗了，姐妹们怎么办？今晚可能要被鞭挞，我想要我的小奶狗，我不想被动啊！在线等，急！宁月兰胡思乱想之际，身体倒是挺主动的，两人已经热吻了起来。方墨的进攻还带有几分霸道，吻得宁月兰都有些喘不上气。你不是不会亲亲吗？上次连换气都不会呢。别说话，吻我。方墨轻咬了一下宁月兰舌尖，女人吃痛，顿时不再言语。这一吻，方墨用情极深。如果说以前对于两人闪婚之后关系进展飞速，方墨还有些懵逼，那么今天看到了宁家庄园里10几个房间的场面，他已经明白了理由，那是因为月兰姐一直都喜欢自己啊。他方墨三生有幸被宁月兰如此优秀的女人喜欢了13年，正因为他爱她，所以关系才会飞速进展啊。在宁月兰的世界里，跟他在一起相处的场景，可能早就在他脑海中演练了无数遍。嗨嗨，你们俩够了呀！就在这时，吴家贝突然上了假山，咳嗽了一声，方墨听到声音吓了一跳，连忙抬头看向一脸不满的吴家贝，后者不悦地说道：“婚礼结束之后，你俩回家想亲多久亲多久，这回能不能就不要撒狗粮了？”闻言，宁月兰轻啐了一口，她没了往日的高冷端庄，剩下的只有一份属于小女儿的矜持。眼瞅着吴家贝吐槽自己，宁月兰索性脑袋一偏，头直接埋在了方墨怀里。害羞了？我们宁总居然害羞了？吴家贝眼底满是震惊，恨不得拿手机把这个画面拍下来。这还是他认识宁月兰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见到高冷犹如冰山一样的宁月兰露出这副神色。就在这时，一道阴冷的声音打破了假山周围的平静：“宁月兰，看来你坚持结婚，还是选择了拒绝我父亲的提议啊！”突然，一伙人出现在了假山山脚下，领头一人声音传来，三人皆是忍不住朝着那个方向看去。只见陈凯歌同样穿着笔挺西装，脸上噙着浓浓冷厉，身后跟着每一个人都阔背熊腰，看上去就不是好惹的善茬。陈凯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方墨双眼一眯，总感觉今天就像是两人之间想要修成正果渡劫的9981难似的，总有人非得跳出来阻拦。不过方墨清楚了，宁月兰对自己的浓浓深情早就再没了别的心思，月兰姐只能是我的新娘，也只能嫁给我，我不会把她让给任何人。宁月兰的眼神在看到陈凯歌的一刹那冰冷了下来。弟弟，放我下来。不用，我来解决，今天你只需要负责貌美如花就好。方墨摇摇头，虽然还是将宁月兰放了下来，不过却是上前一步挡在了女人身前，漠然的看向陈凯歌：“陈先生找我们家月兰姐有什么事情吗？”陈凯歌闻言顿时冷笑一声，注意到方墨和宁月兰手拉手十指相扣，他心里就难受的恨不得立刻把方墨刀了。你们家月兰姐，小子，你不会真把宁月兰当成你的女人了吧？你不会真以为你们是一个世界的人吧？宁月兰需要的东西你能给她吗？质问我，我俩都是合法夫妻了，你陈凯歌用什么身份质问我？方墨偏过脑袋看了一眼宁月兰，我想你应该不会比我更懂我的妻子吧？如果我给不了她想要的，那你也给不了，不然月兰姐为什么会选择我而不是你？听到这话，陈凯歌双眼勾起危险弧度，额头上青筋动了动。离开江城之前，他陈凯歌为了追求宁月兰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丝毫动摇不了女人内心。他自认只要有足够耐心，时间长了总能打动这块冷艳冰山。可是最后陈凯歌却发现自己错了，并且错得很离谱，才出差了一趟，回来之后竟然从弟弟陈凯旋口中得知宁月兰闪婚的消息，
这让陈凯歌震惊之余也十分震怒。他曾在上流社会放出无数消息，宁月兰早晚是自己的，可现实却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子。昨天我父亲把条件都跟你说清楚了，宁月兰，你竟然还会拒绝我？难道我就真的比不上这个穷小子吗？听到这话，方墨心头最后芥蒂一扫而空。原来昨天不是月兰姐私会陈凯歌，而是陈父找上了月兰姐。想来当时陈凯歌的父亲就坐在车上吧。考虑到陈家也是名门望族，所以月兰姐才会上车谈判。不过最后结果肯定是拒绝，不然姐姐今天也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至于为什么姐姐撒谎，就不难猜测了。月兰姐又不知道方墨身为黑客之王争的身份，陈父用各种条件威逼利诱。宁月兰不希望打击方墨自尊，顾及青年面子，所以才没有讲出来。一念至此，方墨彻底释然，面对陈凯歌不屑的一挑眉头。如果感情可以用金钱以及物质衡量，那么世界上就没那么多凄美的爱情故事了，以后也不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有钱人终成眷属。况且谁告诉你我是穷小子了？ https://m 第98修成正果的9981难第99半小时让陈氏破产。陈凯歌咬了咬牙，废话少说，宁月兰，我昨天说了，如果你今日偏要嫁给这个小子，我陈凯歌就算是跟宁氏撕破脸皮，我也不会让你幸福。我给了你机会，婚礼可以如期进行，但新郎只能是我，可你让我失望了。被方墨抬杠几句，陈凯歌怒火彻底点燃，展现出超乎常理的歇斯底里和疯狂，完全没了成年人的体面。他愤怒，他不甘，他喜欢了宁月兰这么多年，可女人却从未正眼看过自己，偏偏对一个小屁孩情有独钟，这让陈凯歌心底接受不了。更何况如果两家合并，陈家就将能够渐渐取代宁氏，成为江城新的霸主。就算是仅仅只为了利益，陈凯歌也不愿意放弃。你想干什么？宁月兰俏脸微变，她有些后悔今天的调皮了。如果直接走流程，陈凯歌再怎么疯狗，在宁氏的会场捣乱，陈凯歌也只能被当成捣乱的疯子丢出去。可现在自己身边一个安保人员都没有，指望方墨能够杀出重围，无疑是有些为难青年了。陈凯歌咧嘴一笑，眼底噙着一抹疯狂。干什么？听说过植物人吗？我要让你新婚老公成一个植物人，就算是你不愿意嫁给我，我也要让你体验什么叫做独守空房的孤独。除了我陈凯歌，没有男人能碰你。说完这话，陈凯歌通红双眼看向方墨，小子，你如果不想让你们家月兰姐遭罪的话，要不自己乖乖跳湖吧，死的体面，总比被打成植物人躺在床上一辈子要强。疯了！陈凯歌这是彻底疯了。宁月兰直到这一刻才意识到陈凯歌有多么疯狂，他娇躯一颤，银牙紧咬着看向陈凯歌，你这是逼我跟你陈家鱼死网破，鱼死网破。陈凯歌仿佛是听到了天大笑话，不好意思，宁总，我们陈家已经跟京城冷家成为了合作伙伴，从今天开始，陈家背靠冷家，将会彻底碾压宁氏。我就算是在这里强了你，也有冷家庇护，我一点事情都不会有。而且宁总还真是会挑选地方呢，这里依山傍水，巧就巧在没有监控，我做什么都行。什么？京城冷家？宁月兰俏脸瞬间煞白，后退一步，有了武大家的庇护，陈凯歌足以傲视全部江城世家。不过方墨的表现却是冷静异常，轻轻捏了捏宁月兰素手，姐姐，别忘了冷家老爷子跟我有点交情。听到这话，宁月兰苦笑一声，2000万对于武大家而言就是洒洒水，方墨所谓的有点交情，想来也无非是泛泛之交，撑死就是跟何家老爷子那种，可能就是路见不平浅浅的出手帮了点小忙。这种交情不涉及利益还好说，但要让冷家老爷子为了弟弟站出来抛弃陈家，弟弟还是想多了吧。陈凯歌能够说出这番话，肯定是双方达成了某种合作，这才让陈凯歌能够有恃无恐，搬出了冷家做靠山。绝对的利益面前，这些世家才不会讲什么所谓人情。况且上次方墨跟自己提及找冷少借钱一事之后，宁月兰昨晚也给冷如涵发了短信，结果冷如涵回复相当冷淡，只有一句话，这是他跟我们家老爷子的事情，我知之不深，就冲着冷漠态度。宁月兰也不觉得双方会有什么很深交情啊。不过冷如涵发短信的时候其实也慌的一批，他都不知道方墨什么身份，能够让自家老爷子勒令他给方墨拿钱，按照老爷子的说法自然是私事，冷如涵现在就生怕牵扯到自己让老爷子不满，所以才会这么说。下一刻方墨看向陈凯歌淡淡道，你确定冷家是你的靠山？那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从今天开始大概率就不是了。哗！闻言陈凯歌先是一愣，他其实都准备让身后手下动手了，结果听到这话，陈凯歌眼底突然闪过一抹玩味，多了一抹猫捉耗子的戏谑，噗哈哈哈！不是了？你说不是就不是了？还是说你小子在冷家位高权重能够说上话？就这样碾压方墨太无聊了，他要把这小子狠狠摁在地上摩擦，让宁月兰彻底认清差距。方墨，别乱说话，武大家是另一个层次，你不懂。吴家被好心提醒了一句，方墨闻言却是耸了耸肩。冷家主要是看到那个脑残这样在我面前装逼，大概率会把他乱刀砍死。啥？这话一出，全场一寂，包括宁月兰在内都是错愕的看向方墨，弟弟疯了吗？这牛逼可不姓吹啊！冷家家主和你什么交情？
为了你会砍死一个合作伙伴。下一刻，方墨掏出手机，给我1通电话的时间，我让你们陈家分分钟破产，信吗？今天婚礼的一波三折也让方墨动了真火。当然，陈凯歌威逼利诱自己新婚妻子，绝对是方墨最不能忍的事情，让我陈家破产。这大概是陈凯歌今天听到最大的笑话。宁氏集团女总裁宁月兰都不敢说这种话，区区一个小白脸，一个吃软饭的，有什么资格？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说让我陈家破产？陈凯歌笑得前仰后合，就连吴家贝都是忍不住摇头脑，所以才会口不择言。而且现在最重要的也不是跟陈凯歌装逼，是想办法怎么解决眼前这些阔背熊腰的家伙啊！行，小子，我就看看你怎么让我破产。陈凯歌舔了舔嘴唇，看向宁月兰，这就是你看上的男人？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吹牛逼都不打草稿，这种人还值得你托付终身？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宁月兰俏脸一沉，冷声道。方墨轻轻捏了捏宁月兰素手，没事，月兰姐，今天交给我，我会让他看清差距。噗，这话一出，更是引得陈凯歌以及身后打手哄笑连连。看清差距？陈凯歌已经笑得肚子疼了。老子是名门望族，江城权贵，整个江城比我陈家更有势力的没我有钱，比我有钱的没我有声望，比我有声望的钱又不敢摊开放在明面上。陈凯歌咧嘴露出一口白牙，你让我看清跟你一个屌丝的差距，能不能别逗我笑了？吴家贝也是叹了口气，觉得方墨实在是托大，这种时候激怒陈凯歌只会让他待会越发肆无忌惮。他不是没想过偷偷拿出手机报警，可是几个陈凯歌带来的打手眼疾手快，早就一把将手机夺走了。宁月兰穿着婚纱，连口袋都没有，根本就没带手机，眼瞅着方墨掏出手机拨通电话，陈凯歌冷笑一声，开免提，让我听听你是怎么让冷家跟我取消合作，让我陈家破产的。好，方墨只回应了一个字，就打开了免提。很快电话接通，喂，哪位？另一边传来一道苍老声音，方墨淡淡道，前2天才找你借了2000万的人，2000万暗示足够明显，冷家老爷子肯定清楚他电话另一头的人是谁了。这话一出，电话那头老人呼吸声都急促了起来，下一刻他直接用上了尊崇，您怎么会给我打电话？是我们冷家有什么地方得罪到了您吗？黑客之王征是什么概念？如果得罪了征，武大家除非是打算鱼死网破，跟征极限1换1，不然的话征有无数种方法让他们破产，更何况就算是极限1换1也不容易啊。别忘了，征的背后是龙祖，龙祖的背后是国安，国安的背后是官方。冷家除非是不想混了，不然弄死了征，但凡走漏一点消息，冷家基本就可以名存实亡了。你们跟江城陈家有合作？听到这话，电话那头老者声音一滞，呼吸都急促了起来。方墨没有搭理对方，只是淡淡的说道，从今天开始取消跟陈家的合作，然后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半个小时之内让陈家破产，我不想看到陈家再蹦跶了。闻言，冷家家主吞咽了一口唾沫，他又不是傻逼，转念一想就能明白，肯定是陈家有人招惹到了征。虽然不知道这位黑客之王现实中何等身份，但冷家惹不起他，更何况最近因为数字货币的事情，武大家都有求于征。一念至此，冷家家主认真道，您放心，我现在就安排。第99半小时让陈氏破产，第100小子是你。冷家家主心中想法很多，让陈家破产这个任务落在自己头上，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自然是因为征那边肯定清楚了冷家和江城陈家建立合作的关系，不然对方不会找自己。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想，这不也是好事吗？倘若这次表现出色，征一高兴，说不定冷家就能得到人家一个人情。冷家家主说完就挂断电话，方墨才缓缓看向陈凯歌，从今天开始，陈家完了，陈家完了？真敢说啊！陈凯歌不屑一顾的鄙夷一笑，小子，你不会真以为我相信你电话那头的人是冷家家主吧？方墨身边的宁月兰抿了抿红唇，没有说话，因为她有种错觉，方墨在打电话那一刻展现出的气势，恍惚间有了众上位者的味道。从情感上，宁月兰自然希望自己的老公是人中龙凤，可让她相信方墨3言2语能够让冷家家主臣服，宁月兰想相信他都难啊。吴家贝更是疯狂摇头，方墨这是怎么了？难道是人格分裂症？一想征，稍等片刻呗，反正马上就要出结果了。说完这话，方墨悠哉悠哉的捏了捏月兰姐柔软小手，还贱兮兮的凑到女人跟前，姐姐，今天晚上能跟我睡了吗？宁月兰闻言顿时红着俏脸白了一眼方墨，都什么时候，弟弟还在想这些，咱们能不能从有备而来的陈凯歌面前逃出升天都成问题了。你小子竟然还精虫上脑呢！陈凯歌正打算嘲讽2句，结果就在这时，手机响了起来。喂，你是陈家那个小子吧？你是谁？敢这么跟老子说话？陈凯歌眼瞅着方墨和宁月兰暧昧不断，早就怒火中烧，这回更是脾气暴躁。我是冷家家主，冷百里。啥？这话一出，陈凯歌顿时一愣，差点还以为自己是听错了。
看了3、4遍手机屏幕上的备注，反复确认，陈凯歌才猛地吞咽了一口唾沫。不好意思啊，误会，是误会，我刚才不是故意骂您的。眼瞅着陈凯歌对着电话都卑躬屈膝的态度，足以想来对面是何等身份。宁月兰黛眉微蹙，突然看向方墨，她有种错觉，电话就是冷家家主打来的。弟弟，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瞒着自己了？下一刻，陈凯歌便是惊呼出声：什么？您要取消合作？宁月兰和吴家贝对视一眼，两女听不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但从陈凯歌的表情不难看出，他这回似乎十分震惊。为什么？啥？您说我得罪了冷家的贵人？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没有误会，怎么会？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吧？话还没说完，陈凯歌神色一滞，看着传来嘟嘟嘟忙音的电话，满脸错愕。冷家跟他们江城陈家取消了合作，真的取消合作了，并且对面直言将陈家拉入了合作伙伴的黑名单里。陈凯歌不理解，明明前几天还聊得好好的冷家，怎么就突然变卦？难道是方墨？这怎么可能？下一刻，他阴冷目光看向青年，只见方墨神色平静依旧：是你干的，是你让冷家跟我们取消了合作。方墨点点头，淡淡道：你不是不信吗？他语气轻描淡写，似乎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陈凯歌的心头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小子何等身份，能够命令冷家家主，甚至还让冷家家主不惜放弃10几亿合作，也要跟他们江城陈家划清界限。另一边，宁月兰和吴家贝也是一脸震撼看向青年：什么？真是方墨？比起陈凯歌，两女显然更加惊讶。下一刻，陈凯歌手机再度响了起来，打眼一看，陈凯歌更是吓得腿软：老爹，别喊我爹，我没你这样的儿子。你这个畜生，你干了什么？为什么冷家取消跟我们合作？陈凯歌喉结不自觉滚动了一下，正欲解释，结果父亲那边传来嘈杂声音：等等，秘书来了，有急事汇报。约莫半晌之后，他老爹才再度震撼不已的颤抖出声：陈凯歌，你他妈的到底干了什么？你闯祸了，你知不知道？你小子闯祸了，现在陈家被武大家联手封杀了。什么？武大家联手封杀？陈父咬着牙说道：陈家股票分分钟暴跌几10倍，而且还有股东开始给董事会打电话扬言撤资，完了，一切都完了，陈家完了呀！说完这话，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陈凯歌还想多问两句，结果便是响起一阵杂乱惊呼，女秘书惊慌失措的声音响起：啊，董事长，董事长您怎么了？董事长您坚持住啊！来人啊，快来人啊！董事长晕倒了，天啊，快打救护车！董事长，您坚持住啊！轰！这话一出，陈凯歌手都是忍不住颤抖了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竟然能够让记忆中这么多年都处变不惊，在江城混迹到如今这般地位的老爹，还被吓晕了过去。少爷，陈少，您快回来啊！股东们集体给董事长施压，现在董事会的工作群都乱成一团了，所有股东都要撤资，我们的资产再按照秒计算的缩水，要不了多久，陈家集团就将不复存在了。陈凯歌闻言，脸色瞬间苍白。陈家集团之前还蒸蒸日上，原本跟冷家建立合作，几乎预示着早晚飞黄腾达，结果前一刻还前途璀璨，下一秒就跌落神坛。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就在这时，陈凯歌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恶狠狠看向方墨，眼神中闪烁中一抹浓浓的惊疑不定。小子，是你！第100小子，是你！第101，无非是在拖延时间。方墨毫不避讳的大方承认，陈凯歌和背后陈氏罪有应得，他方墨无非就是替天行道罢了。陈凯歌闻言，双拳紧攥，对方墨除了畏惧，更是恨之入骨。陈氏集团完了，肉眼可见，陈氏集团股票骤然暴降，股东们更是紧急召开股东大会，纷纷退股。陈家集团从今天开始8成要走下坡路了。虽然陈凯歌很难相信，但一切就是因为眼前青年武大家史无前例的联手封杀，竟然仅仅只是针对江城一个体量区10几亿资产的企业，说出去都没人相信。宁月兰和吴家贝对视一眼，两女一脸懵逼，暂时还没搞清楚状况。为什么陈凯歌接了一通电话之后就脸色煞白？你到底是谁？你究竟是何等身份？陈凯歌声音宛如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一般，身后几个手下见状，连忙激动问道：陈少，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陈家完了。陈凯歌咬着牙重重吐出4个字，这4个字宛如有着千斤之重，他一字一顿：什么？陈家完了？什么叫陈家完了？几个打手露出懵逼神色，他就是罪魁祸首。下一刻，陈凯歌突然面露狰狞地看向方墨，闻言，方墨抬了抬下巴：这不是你自找的吗？陈凯歌刚才的行为早就触怒了方墨，龙有逆鳞，触之者亡，更何况陈凯歌还不止一次提及要在这小公园强了月兰姐，为了横刀夺爱，这次可以说是毫无下限，无所不用其极。方墨这些惩罚已经算是微不足道了。听到这话，陈凯歌眼底掠过一抹疯狂：好，很好，小子，我承认是我看走眼了，
你的确不是寻常角色。不过，你要是真以为我陈凯歌这么好欺负，那就大错特错了。就算是你背后势力惊人又如何？就算是你背后靠山牛逼轰轰又怎样？陈凯歌洋洋得意的大笑两声。今天起码在这个小公园，依旧还是我陈凯歌的主场。我身后10几位打手保镖，全是亡命之徒，每个人手中都沾染无数鲜血。我不会让你们安然无恙的走出这里。这话一出，吴家贝再度花容失色，女人俏脸上因为方墨一通电话带来的惊喜也再度消逝。是啊，就算是方墨手眼通天，可今天陈凯歌有备而来，即便是明天陈氏集团破产不复存在，可今晚几人的当务之急是得想办法先从陈凯歌的手中逃出升天。方墨的行为只会逼急了陈凯歌，让他狗急跳墙。3人危险了，抓住他们！陈凯歌猥琐的一舔嘴唇，事已至此，他也不考虑后果了，手指一点方墨几人方向，身后几个阔背熊腰的打手瞬间围了上来。方墨，听说你还没有让宁月兰当过女人呢，那我就先代替你，好好品尝一下你的新娘吧。穿着婚纱玩女人，而且还是你的老婆，当着你方墨的面，一定很刺激。方墨眼神越发冰冷。陈凯歌，你真是找死！陈凯歌哈哈一笑，现在还敢跟我的犟嘴啊？兄弟们，让他认清局势，把那小子牙齿一颗一颗的掰下来。闻言，一个高大的打手已经冷笑着出现在了方墨面前，他眼底闪过浓郁不屑。就方墨这种消瘦的身材，他一拳就能解决一个。咔嚓，得罪我们陈少，小子，今天你跑不了了，乖乖束手就擒，认清现实吧。话音刚落，眼瞅着方墨即将变成活靶子，突然一道铁塔般的人影后发先至，挡在了方墨面前，更是毫不留情，旋风一拳轰出，动作之快，让人眼花缭乱。砰！刚才那即将控制方墨的打手瞬间惨叫一声，化作炮弹似的倒飞而出，肉眼可见，他胳膊软塌塌的垂落了下来，一拳竟然就废掉了人家一条胳膊，这得何等恐怖的绝对力量！就连其余几个打手也是目眦欲裂的看着这一幕，眼底满是难以置信。此刻，方墨身前不知道何时已经多了一道壮硕人影，许三多满是刀疤的脸上噙着一抹狠辣，他动了动嘴唇，方少，我没有来晚吧？方墨点点头，感激一笑，来得刚刚好。不过你要是再稍微晚来一会，或许我的牙齿就要被某人一颗一颗掰掉了。哦，许三多一挑眉头，看向对面陈凯歌。陈凯歌眼瞅着突然冲出来的铁塔人影，眼底也是闪烁着惊疑不定。毕竟任谁也没想到，紧要关头会杀出来一个程咬金。他皱着眉头问道：“你是谁？”许三多没有回答，只是不紧不慢地活动了一下手腕脚腕。方墨见状，彻底安心。许三多来了，他就不怕陈凯歌这帮子乌合之众了。扭头对宁月兰说道：“月兰姐，没吓到吧？”宁月兰摇摇头：“你刚才就提前给许三多发了消息吗？”方墨轻轻地嗯了一声。见到宁月兰之后，方墨原本是打算让许三多过来接应自己，避免婚礼迟到，结果就撞见了陈凯歌一伙人来势汹汹。许三多这下倒是有了用武之地，捏了捏宁月兰柔软的小手，此举就像是给女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一般。宁月兰也再度安心了下来，看着方墨并不宽阔的背影，只觉得安全感十足。下一刻，方墨才朝着陈凯歌淡淡道：“白痴，你不会以为我刚才跟你废话那么半天，只是单纯为了打脸陈家吧？小爷我才没那么无聊呢。我要是想要陈家破产，完全也可以闲下来找个机会拨通冷家家主的电话，甚至若不是为了在众人面前隐瞒身份，方墨能整得陈家下场更加凄惨几分。当面打脸，无非是为了拖延时间罢了。”陈凯歌闻言，脸色一沉，有被羞辱到。周围几个打手已经汇聚在了一起，皆是目露凶光地盯着许三多。对方刚一露面，就雷霆出手解决一人，已经足以引起这些打手的重视了。兄弟混那条道上的，我们是黑虎帮，今日受陈少邀请来帮他办事，希望阁下给点面子，交出那个小子，我们也不想跟你起冲突。其中当先一人目光凝重地看向许三多，试图自报家门，让许三多知难而退。不过听到这话，许三多却是哈哈一笑：“方少就是我的老板，你们现在要对我的老板不利，你觉得我能袖手旁观吗？更何况区区几个虾兵蟹将，压根不值一提。想吓唬我，几位倒是有些高估你们那什么狗屁黑虎帮的名气了。狗屁黑虎帮！”这话一出，那几个打手皆是脸色一沉。要知道，黑虎帮在江城都赫赫有名，里面几乎都是亡命之徒，8成都是常年挂在通缉榜上的存在。在场的这几人，就算手里没几条人命，高低也沾染了不少鲜血。可到了许三多口中，他们竟然成了不值一提的虾兵蟹将，这让那几个黑虎帮的打手很是愤怒，有种被轻蔑的感觉。好，既然你不愿意乖乖滚蛋，那你今天就跟你的老板一起沉尸人工湖吧。我们黑虎帮纵横江城这么多年，我们出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喝奶呢，挑衅我们，很好，你的下场已经注定了。说完这话，领头那人一声令下：“兄弟们，动手，弄死他！”许三多虽然身材魁梧，可就自己一个人，他们有绝对的人数优势，所以不认为拿下许三多会有什么麻烦。不远处的陈凯歌见状，也是一抬下巴，冷笑道：“方墨，以为有这个大块头庇护，
你今天就能侥幸逃出升天吗？异想天开，告诉你，你死定了。方墨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境外雇佣兵倘若连几个混子都解决不了，那许三多早就死在中东某处的战场了。在吴家被担忧的目光中，大战一触即发，许三多独自迎上了10几号人。方墨，你这朋友靠谱吗？方墨点点头，相信他就完事了。话音刚落，人群中便开始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比起上一次金家那些训练有素的保镖，黑虎帮这些所谓刀口舔血的家伙，其实反而更加孱弱。毕竟混黑道讲究的是一个狠字，他们可没有受过专门的训。许三多甚至都没费太多力气，人群中便是有着一道一道的身影，痛苦惨叫一声，开始挨个倒下。陈凯歌脸上的狰狞神色也渐渐化作了一抹震撼。这他妈是人吗？一个人迎战10几个同体型的壮汉，结局却是2拳一个小朋友。以往眼中高高在上的黑虎帮就像是孱弱婴儿似的，在许三多面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这怎么可能？3分钟之后，一地哀嚎，除了许三多，那些打手再无一人能够站立。陈凯歌目眦欲裂，第101无非是在拖延时间，第102早晚得去陈家一趟。咕噜，陈凯歌猛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压下心底恐惧，指着方墨：你完蛋了，你死定了，这些家伙可是黑虎帮的人，你让人收拾了他们，只会招惹龙天虎，龙先生不会放过你的。黑虎帮在江城扎根多年，会长龙天虎更是地下世界皇帝，虽然跟商界井水不犯河水，而且现在也早就洗白，但龙天虎威名依旧。如果让他知道手下被人如此肆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毕竟这就相当于是一巴掌抽在了龙天虎脸上。不过方墨毫不在乎，你还是先考虑考虑你自己今日如何收场吧。说完这话，方墨指了指陈凯歌方向。长官。许三多闻言身形一闪，顷刻间来到陈凯歌面前。你敢打我？你要是动我，我父亲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他刚要反抗，许三多便是抡圆了胳膊，一巴掌甩下，啪，声音响亮，陈凯歌牙齿直接飞出去3颗，满嘴鲜血。见到这一幕，方墨唇角冷意更甚，蠢货，你父亲现在怕是刀了你的心都有。话罢，方墨主动伸手帮宁月兰挡住了眼睛。月兰姐就算是再怎么女强人，毕竟也是个女孩子，这种血腥场面看到了会影响她很长一段时间的胃口。吴家贝就可怜了，眼瞅着那边陈凯歌满嘴鲜血，他惊呼一声，没来得及第一时间捂住眼睛，画面直接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让他恶心的干呕了起来。方墨可没有就这样放过陈凯歌的意思，再长，啪！许三多可不会跟陈凯歌客气，不提方墨本就是他们夫妻2人的救命恩人。另一方面，方少还是如今自己的老板，要是没有方墨，他之后还得继续带着老婆过东奔西走的日子。他对方墨是心悦诚服，动起手来自然不会手软。陈凯歌后槽牙都摇摇欲坠，吐出一口带血唾沫，瞪着眼睛硬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下一刻，陈凯歌挺着一口气，阴恻恻颤抖道：方墨，你别得意，有本事你弄死我，不然我早晚有一天要强奸了宁月兰。哈哈，放心，你不会有这个机会，先把她带走，我忙着结婚呢，哪有时间陪她玩，回头去他们陈家溜达一圈。 https://m。 说完这话，方墨指了指一地狼藉，辛苦你一下帮忙打扫残局了。听到这话，许三多憨厚一笑，方少说这话就见外了，宁小姐今天很漂亮，你们郎才女貌，赶紧去婚礼现场吧。说完，他一个手刀打晕陈凯歌，方墨又是拦腰抱起宁月兰，还刻意将女人脑袋偏向胸口，避免看到地上那些断胳膊断腿的家伙。软香柔玉在怀，方墨明显能感受到宁月兰柔软娇躯下剧烈跳动的不安心脏。看来陈凯歌这条疯狗今天还真是把月兰姐吓坏了。方墨心头冷笑一声，这陈家早晚要去一趟了，就冲陈凯歌今天举动，方墨就要上门讨个说法。弟弟，你是不是生气了？走到一半，刚出了集市，宁月兰便是贝齿紧咬红唇，语气有些怯生生地说道：我昨天见了陈凯歌，但我隐瞒了你，当时他爹也在车上，考虑到2家合作关系，再加上这么久接触下来，陈父还是一个相当懂礼数的人，所以你就上了陈凯歌的车。方墨偏头看了一眼妻子，宁月兰红着脸点了点头，竟然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其实小家伙昨天问他的时候，他就有种不安之感，仿佛是出轨被老公抓了个正着似的。陈福也没说什么，无非就是希望2家喜结连理，给我开出了一些自认为我不可能拒绝的条件。不过你应该清楚，我喜欢的人只有……我知道，所以我压根没有在吃醋呀。如果放到今天早晨之前，可能方墨都会紧张昨晚月兰姐撒谎的原委。不过自从在宁家庄园看到了宁月兰精心准备的10几个房间，方墨已经清楚了女人对自己的浓浓深情，这样的月兰姐又怎么会爱上别人呢？她的心房早就住进去了一个永远不会搬走的人，那就是我啊。而且我没有生气，月兰姐，我的心里现在也有一道身影，因为她的缘故，所以才不会吃醋。是谁？宁月兰愣了一下，突然抬头看向方墨，从这个角度刚好能看到青年棱角分明的下颌线。宁月兰呼吸喷吐的热气全都打在了方墨下巴上，弄得青年痒痒的，极其不自在。方墨轻笑一声，是一个暗恋了我很久的人，
暗恋了你很久的人。宁月兰心跳都是一瞬间慢了半拍。我还有情敌？她好看的美眸瞬间通红，差点急得哭出来。死方墨，你就算是心里还惦记着别的女人，这种时候，今天大婚之日，你告诉我这些合适吗？他声音都蒙上了一丝委屈。我不想知道是谁。旁边跟着的吴家贝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没忍住爆了个粗口。宁月兰，你智商被狗叼走了吗？你们家弟弟说的人明显就是你啊！他又不是什么超级美男，除了你把他当个宝，还有谁能暗恋他很久？这话一出，宁月兰原本差点崩溃的情绪顿时一滞，方墨也是露出柔和浅笑。是啊，我心里住进来的那个人就是姐姐啊。同居到了第3天的时候，方墨就发现了自己的异常。面对喜欢宁月兰的人出现，他会紧张，从别人口中听到月兰姐的名字，他会忍不住凑个脑袋多一点关注，似乎只要跟他有关的消息也都渐渐变成了自己的事情。坏死了，为什么不能明说？宁月兰注意到两人揶揄视线，也是郁闷地捶了一拳方墨胸口。方墨直呼无辜，我都说得如此明显了，天知道月兰姐为什么还会幻想出来一个情敌啊？方墨步行的速度很快，毕竟这回都快要12点了，再不给两家长辈敬茶，婚礼就得少一个环节了。他这辈子第一次结婚，当然也只想结这次婚，所以方墨不希望婚礼上缺少任何一个流程，他希望自己的婚礼能够圆满。所以，弟弟，你昨天是因为看到我上了陈凯歌的车，才会在晚上提出要睡我的吗？听到这话，方墨老脸一红，姐姐，旁边还有一个外人呢，你说话就不能注意一点吗？也不全是，只是觉得很没有安全感。话音刚落，宁月兰笑眯眯地抬了抬脑袋，轻轻吻了一下方墨下巴，瞬间给他下巴留下了一个鲜红唇印。那现在呢？方墨愣了愣，宁月兰又是拉起方墨一只手吻了吻，然后就开始了逮着哪里亲哪里，香吻的印记几乎把他能够得着的任何地方都亲了一遍。还没有安全感吗？弟弟，那要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其他地方姐姐也从头到尾给你亲一遍，感受到姐姐对你的爱了吗？这举动引得吴家贝狂翻白眼，眼珠子都快要翻到眼皮子里面去了。宁月兰眼瞅着方墨默不作声，小手还不安分地游走了起来。卧槽！大庭广众，月兰姐，咱们能不能注意一下尺度？方墨只得红着脸摁住了宁月兰不安分的小手。姐姐，我穿着西裤本身就比较勒，你稍微体谅我一下。第102，早晚得去陈家一趟。第103，你当我百变小樱啊？听到这话，宁月兰掩着玉口哈哈笑了笑。弟弟既然这样被亲了几下就有反应了，他的心里话要是让方墨知道，高低非得骂他2句。你个女狐狸精，怕是不清楚自己对男人有着怎样致命的诱惑力吧？外界那些追求者，不乏有人为了能够博得宁月兰红颜一笑，就一掷千金的大有人在。到了宁家庄园门口，那些宾客都有人开始等得不耐烦了起来，毕竟参加婚礼起了个大早，结果这个点连新人都没见到，这算个什么事？就在这时，门口始终充当接待的李浩文眼尖注意到了自己的劳斯莱斯，他顿时激动地喊道：新郎新娘来了！哗！这话一出，人群瞬间沸腾，无数人纷纷朝着李浩文手指方向看去。只见方墨抱着一身洁白婚纱的宁月兰缓缓走了过来，他脸上噙着柔和浅笑。哇，新娘子好美啊！我天，我原本以为宁总平时已经够美的了，没想到穿上婚纱略施粉饰，竟然能够美到这种程度，这颜值都足以吊打一些一线顶流明星了吧？不是吊打是碾压呀！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惊呼，无数男同胞看向方墨的视线都充斥着艳羡。这小子何德何能可以娶到宁总这样的角色人啊？要是能一亲芳泽宁总一次，对于在场不少男人怕是都死而无憾了。咦，这些黄金是怎么回事？还有这2个包装精致的箱子，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啊？到了大门口处，宁月兰突然注意到了2个极有派头的硕大包装，她疑惑地看向青年方墨，这才咳嗽一声：柳青和何小姐也来了，这是他们2人送我们的新婚礼物，黄金万两，是何家送的贺礼，另一个是柳青送的。你别小看那2个箱子，里面一个是1亿支票，另一个是凯德信用卡，啥玩意？何希婉和柳青也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宁月兰先是一愣，旋即就被这些天文数字的贺礼震惊到了。什么时候凯德文化跟夫妻2人关系这么好了？竟然还送上了1亿支票。昨天偶然帮了柳青一点小忙，所以他也算是为了酬谢我，才送了这么一笔巨款。旁边的吴家贝早就被雷得外焦里嫩，小忙给你1亿酬谢，这忙能小？方墨，你怕不是帮柳青生了个龙凤胎吧？不然人家钱多了没地花，白给你送1亿支票啊！听到这话，方墨干咳一声没有解释。宁月兰也是饶有兴致的多看了一眼2位巨头送来的新婚贺礼，她都没想到方墨能够跟这2位有如此交情。不过自己的小老公越优秀，宁月兰心中只会更加骄傲，这说明她宁月兰眼光毒辣，她喜欢的人不是平平无奇的杀手，而是戈壁滩上藏在沙子里洗尽铅华能够熠熠生辉的钻石。你们怎么才来啊？我都饿了，到底啥时候开席啊？就在这时，宁诗雨不满的声音突然从不远处响起，吸引了夫妻2人视线。闻言，方墨忍不住轻笑一声，宁月兰则是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妹妹。吃席，吃席，今天你老姐结婚，
你这个做妹妹的，竟然满脑子就想着吃席。不过宁诗雨这句话也是引得气氛再度变得欢快了起来。那些原本还有些怨言的宾客，一个个也是露出和善笑容。弟弟，放我下来吧，人太多了，再让你抱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你娶了个瘸腿新娘呢。说完这话，宁月兰挣扎着从方墨怀里跳了下来，转而挽住青年胳膊。早有准备的李浩文这时候掏出礼炮，率先拉响。礼炮一响，永结同心；礼炮二响，百年好合；礼炮三响，送入洞房。我呸！洞房你大爷！方墨刮了一眼嬉皮笑脸的李浩文，红毯也是及时被铺开。方墨和宁月兰就这样手挽着手进了宁家庄园。到了别墅大门口处，宁家老爷子和方墨父母早已等候多时。小两口出现在门外的时候，就有人通知了里面的两家长辈：爷爷，我带弟弟认人就行，您不用忙活了。宁月兰娇笑一声，已经有个识趣的管家送上了茶水。宁月兰端起茶杯和方墨一人一个，率先来到一位笑容和善的老者面前：二大爷，这是我丈夫方墨。老人笑着接过茶杯，小伙子很精神，配得上我们月兰，配得上我们月兰，哈哈哈。老人刚才在门口亲眼所见爆发冲突，被方墨摆平，虽然不乏有方墨借势的嫌疑，可是借势也算是本身能力的一种，不然的话，倘若柳青、何希婉二人跟方墨没有交情，今天又怎么会让来者不善的高子杰二人瞬间变成跳梁小丑？这位二大爷明显对方墨很满意，方墨也不敢怠慢，举起茶杯，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二大爷，您喝茶。弟弟，这是我姑母。姑母您好。小家伙艳福不浅，月兰可是我们家这几十年来出过最好看的美女，你可要好好对她。我会的。老公，这是我世伯，听说你还没有工作，以后反正跟月兰也是两口子了，将来实在不行就在我们公司当个部门主管。嗨嗨，世伯客气了，这些回头再说，您先喝茶。长辈中肯定不乏也有人对方墨先入为主，印象不好的存在，不过今天乃是大喜之日，基本都没人搅局。宁月兰对方墨的称呼也从弟弟逐渐变成了老公，这个小细节可能外人没有注意到，但是方墨却是清晰感受到了月兰姐对这两个字叫的倒是越来越顺口了。接下来又到了方墨带领宁月兰认识自家亲戚的环节，流程相仿，不过可能是因为宁月兰嘴甜人美，方家的长辈大多都表现得十分客气，甚至连建议都没几句，这下可以去吃席了吧。宁诗雨捂着小肚子，不满地哼哼唧唧了两声。听到这话，宁老爷子给了他一个脑瓜崩，翻了个白眼，倒是没有理会这不懂事的小屁孩。诸位，吉时也快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移步酒店了。说完这话，乌泱泱一大帮子两家亲戚皆是朝着门外走去。接亲的流程，因为两家住得很近，基本就被宁月兰简化了。当然她本身也十分讨厌类似于婚闹之类的环节。坐在头车劳斯莱斯库里南上面，宁月兰看了一眼身侧男人，帮方墨揉了揉脖梗，肉眼可见刚才面对十几个打手都面不改色的小家伙，在面对自家那些长辈的时候，竟然浑身肌肉紧绷，紧张起来了。我们家亲戚又不是洪水猛兽，有那么可怕吗？宁月兰撅了撅红唇，方墨咳嗽一声道：这倒不是，可能是因为头婚没有经验。啥？这种事情有经验还得了？宁月兰掐了一下方墨，不满地嘟囔了一句：怎么，娶了我，咱们弟弟觉得很委屈，所以打算这次全当积累经验，下次更熟络一下流程啊。方墨意识到了说错了话，忙不住摇头，认真道：我只想结一次婚，而且如果这个世界上能有人让我对他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大概也就只有月兰姐可以做到了。宁月兰俏脸一红，两人之间能够结合，真的算是经历了9981难。只不过宁月兰的付出方墨都在背后，方墨从未见过罢了。切，现在花言巧语，以后就不知道了，毕竟新鲜感才是最高级的浪漫。宁月兰轻轻靠在方墨的肩膀上，闭上了双眼，享受这片刻的独处，脑海中犹如幻灯片似的播放着两人从认识之后相处的点点滴滴。他或许不温柔，也没有成熟男人的那种无微不至体贴，可他仍然是自己最爱的人。即便新鲜感是最高级的浪漫，可我也只能在姐姐一个人身上看到新鲜感啊！每次见到姐姐，我的心脏都会不可遏制剧烈颤动一下。我想，这就是姐姐带给我的源源不断的新鲜感吧。宁月兰轻啐一声，新鲜感还能源源不断？你当姐姐我是百变小樱啊？第103，你当我百变小樱啊？第104，老婆。前排司机听着后面这对新人撒糖，唇角都忍不住微微勾起，这对新人太甜了呀。到了会场，早有人准备好了红毯，众多亲朋好友早就坐在大巴车上提前到场了，几位伴娘也都是站在车门口，可不正是宁月兰的那些闺蜜团，吴佳贝、郑容和、宋玉。至于另一边，方墨则只看到了李浩文孤零零的一个人，对比伴娘团，自己的伴郎团显得似乎有些单薄呀。不过无论是许三多还是柳青，这几个人都成家立业了，按照民间约定俗称的规定，也不能拉他们这些已婚男士当伴郎啊。方墨只能叹了口气，想我方墨这么多年与人为善，结婚的时候竟然连3、4个伴郎都凑不出来。李浩文闻言顿时哈哈大笑，有我一个人就够了。说完这话，在众多宾客的掌声中，宁月兰带着白色头纱被方墨搀扶着缓缓走进了婚礼的会场。下来的环节就是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两人互换戒指，
还有在司仪的调侃声中一起祝福这对新人。随着按部就班流程即将彻底走完，也到了宁诗雨最期待的环节。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吃席了，太不容易了。为了吃这顿饭，我可是从早晨起来就饿到了现在呢。听到这话，跟宁诗雨同一桌的几位宁家长辈皆是哈哈大笑，宁老爷子则是恶狠狠瞪了一眼小孙女，夫妻对拜。另一边，台上的方墨和宁月兰已经来到拜堂的最后环节。方墨转头看向宁月兰，女人柔情似水的桃花眼透过头纱，仿佛也在向自己传递浓浓爱意。方墨心间一颤，突然没忍住，轻轻掀开了。干什么？夫妻对拜还没有结束，可没到你们接吻的环节呢。司仪见状，笑眯眯的调侃了一句，化解了方墨流程上失礼的尴尬。咱们的新郎还真是有些猴急了，不过也是，能娶到新娘这样美丽的妻子，想来是个男人都得兴奋着急啊。下面顿时响起热烈掌声。宁月兰嘟着红唇，怔怔地望着方墨，小声道：“弟弟，你干嘛？”方墨咬了一下嘴唇，摩挲了一下无名指上多出来的戒指，一瞬间有种温馨感觉涌上心头。戴上戒指的一刹那，方墨就像是瞬间长大了一截子似的，总觉得身上顷刻间多了重重的责任感。眼前的女孩子就是将要跟自己度过余生的妻子啊！司仪眼瞅着这对新人之间的气氛突然变得古怪了起来，又是连忙说道：“行吧，那就干脆跳过夫妻对拜的环节吧，反正今晚洞房的时候，估计夫妻二人都得没少拜堂呢。”放炮！砰砰砰！几个喷泡沫胶的礼花拉响，两人头上瞬间沾满了白色的碎屑。不愧是宁月兰找来的司仪，煽动气氛的能力绝对一流。下一刻，司仪就激动的大声道：“夫妻同龄白头花，此生注定能白头。好了，咱们的新郎现在可以在亲朋好友见证下亲吻你的新娘子了。”方墨嘴唇动了动，微微上前一步。宁月兰下意识地闭上了美眸，方墨心神一颤，下意识脱口而出：“老婆，我爱你。”轰！老婆这两个字一出，宁月兰俏脸几乎是肉眼可见通红了下来，她也是张开妙目，一瞬间眼底阴云密布。老婆这个亲昵的称呼，好像从他俩刚认识开始，宁月兰就一直期待什么时候有朝一日能从方墨口中听到。没想到在今日大婚的时候，弟弟会突然改口，这也意味着双方彻底承认了这段婚姻关系。这一刻，宁月兰眼底有一层水雾汇聚，差点都要掉眼泪了。方墨见状，连忙一步上前，在无数人的欢呼声中，一把搂住宁月兰，狠狠印上了那张娇艳欲滴的红唇。行了，行了，咱们象征性的亲一下就可以了。台下还有这么多亲朋好友看着呢。新郎难道打算在这里就直接干羞羞的事情吗？这样可不太好啊。司仪眼瞅着两人法式湿吻一发不可收拾，连忙揶揄的打趣了一句。谁知道方墨丝毫不予理会，只是动情的搂着自己的新娘，感受着鼻息间充斥属于女人的处子体香。他脑海中此刻只有一句话：他等了我足足13年啊！这份深情足以让方墨今生难忘。以前错过的，我要用今后的漫长时光来还。他心中暗下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月兰姐幸福。就在这时，门童突然急吼吼地跑了进来，趴在宁老爷子的耳边通报了一声：打扰一下，刚才有一位自称是方先生上司的男人来到了门口，他说自己不是来捣乱的，只是想来参加一下方先生婚礼，但这回仪式都开始了，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放他进去，所以就过来通报一声。宁老爷子闻言也是一愣，方墨的领导，方墨不是还没工作吗？根据宁老爷子对方墨的了解，青年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当无业游民，写小说也不过是兴趣爱好，只能算是副业，他哪来的领导？难道是小说网站的老板？犹豫刹那，宁老爷子还是说道：今天毕竟是大喜的日子，既然别人没有恶意，那就放进来吧，哪怕是过来蹭饭的，只是老老实实也行，多一双筷子的事情罢了。很快，席位中就多了3个西装革履的人影，3人穿着倒不是什么高档西装，只是他们气质皆是不凡，刚一走进来也吸引了宁老爷子的注意。这种气质，要么就是军部，要么就是久居官场高位，不然锻炼不出来。宁老爷子心中给出评价，旋即收回视线，别人又不是来捣乱的，自己也没有必要抱有太多恶意和猜忌，说不定还真是方墨结交的大哥哥朋友一类。另一边，台上的新人几乎拥吻了长达2分多钟，就连司仪为了打圆场都说得口干舌燥了，两人才缓缓分开。肉眼可见，宁月兰俏脸噙着一抹潮红，她小拳头狠狠捶了一下方墨，都怪你，待会敬酒之前我得去换一条裤子啊。方墨毕竟是个纯情处男，还没理解月兰姐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大姨妈还没走？见到方墨一脸懵逼，宁月兰气得面红耳赤，这小子有时候反应迅速，某些事情上又迟钝的让人牙痒痒。不过两人都结婚了，在这么多长辈的面前见证了夫妻关系，宁月兰彻底放下了顾忌，于是女人轻轻趴在方墨耳边，呵气如兰的说道：你总不希望姐姐敬酒的时候走到哪都露一地吧？下一刻，方墨猛地瞪大眼睛，卧槽，月兰姐，宁老师，您发洪水了？第104老婆，第105要掉马了，不愧是月兰姐，宁老师，好诗，好诗啊！他面颊通红的点了点头，平复了一下心情。那要不我先陪你？宁月兰翻了个白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心里想的是什么。不用了，
你刚才都亲了这么长时间了，姐姐真害怕在更衣室就忍不住把你就地正法了，到时候咱俩都得成为亲朋好友眼里的笑话。你就说我去换一身舒服点的衣服，再出来给大家敬酒。说完这话，宁月兰冲着台下做了个歉意的手势，提溜着洁白婚纱裙摆，迅速朝着后台跑去。司仪还没搞清楚状况，疑惑道：咦，我们的新娘怎么突然跑了？难道是因为跟新郎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嘴嘴，太害羞了，有些无法直面这些亲朋好友了吗？方墨干咳一声，从司仪哪里抢过话筒说道：哦，不是，主要是婚纱不太方便走动，他想换一身衣服出来，再给诸位宾客敬酒。各位长辈，不好意思啊，我先自罚3杯。其实方墨这会也有些心不在焉，脑海中满是刚才月兰姐娇羞的精致面庞，不过她克制力惊人，不然怎么着也能跟林希涵有过1-2次大战300回合的经历。方墨按捺下心中异样，端起酒杯缓缓下台，先是来到了2家长辈那一桌。爸爸妈妈，宁爷爷，我嘴笨，就不说那些场面话了，对你们祝福都在心中，我会用行动表达。宁爷爷相信我，我一定会让月兰姐幸福的。闻言，宁老爷子满脸堆着慈祥笑容，以前最操心的就是月兰婚事，没想到短短1个月时间就解决了，下一步你们俩可就要开始考虑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方墨先是一愣，老娘嘿嘿一笑，用肘子捅了捅自己。你宁爷爷最大的心愿就是抱重孙子或者重孙女，他说的自然是传宗接代的事情。噗！方墨顿时面颊通红，他跟月兰姐都还没那个过，2家长辈竟然都不约而同操心起抱小孩的事情了。不过2家长辈见状，似乎早就司空见惯了这种场面，年轻人脸皮薄，不过论起造小孩那事，他们这代人那方面比自己这些过来人还要开放得多。宁老爷子坚信，只要今晚洞房夜一过，不出半年，自己应该就能等到2个孩子的喜讯。另一边，宁诗雨还在埋头大快朵颐，还是宁老爷子端起酒杯狠狠敲了一下宁诗雨脑门，小丫头才一脸懵逼的抬头，注意到这一桌所有人视线都在自己身上，宁诗雨这才连忙用手抹抹嘴，端起眼前的果粒橙，姐夫新婚快乐呀，祝你年年有今朝，岁岁有今日。话音刚落，方墨便是瞪大了双眼，桌上的其他长辈也差不多，一个个皆是面露惊骇之色。瞧瞧，宁诗雨说的这是人话吗？宁老爷子气的胸膛疯狂起伏，就差冲上去给小妮子2大嘴巴子了。宁诗雨，你这是诅咒你姐夫跟你老姐赶紧离婚的是吧？是啊，今天是人家结婚，哪有祝新郎天天结婚的？宁诗雨这才意识到了说错了话，委屈巴巴的用手指拽了拽衣角。方墨见状连忙摆手，算了，爷爷他也是无心之举。宁老爷子冷哼一声，人家方墨跟你一个年龄，现在都已经成婚当你姐夫了，婚姻大事你就不能操心操心？咱们宁家下一个就到你了，可你看看你自己哪里有一点大人的样子，还没人家方墨一半懂事。宁老爷子恨铁不成钢，恨不得把宁诗雨拉出去打个300大板。宁诗雨眼瞅着老爷子竟然还想安排自己的婚事，这下彻底不乐意了。我才不要早婚呢，我理想型是争那样的超级英雄，争就是我的白马王子，我又不是老姐，才不会喜欢方墨这个类型。我这辈子如果要结婚，只会嫁给争，哪怕争是一个猥琐油腻的30岁中年大叔，我也不在乎。方墨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我估计你这辈子都没希望走进婚姻殿堂了，因为争已经变成你姐夫了。眼瞅着这边争吵声越来越大，不远处某一桌上的3名黑衣男子彼此对视一眼，皆是露出古怪神色，视线清一色落在了方墨身上。方墨似有所感，同样回头看去，只一眼，方墨就愣住了。这种气质，这种打扮，尼玛，这是国安的人。好在宁老爷子也只是一时气上心头，被周围几个长辈拦了下来，又是跟方墨多喝了2杯，注意到方墨心不在焉，时不时看向另一个方向，这才一拍后脑勺说道：哦对，人老糊涂了，刚才忘了跟你说，那一桌3位朋友自称是你的领导，我也没深究多问，想着来者都是客。方墨神色古怪的点了点头，的确是我的领导。说完这话，方墨离开长辈这桌，又是按部就班给每桌亲朋好友们敬酒，只是所有人皆是能够看出来方墨状态很奇怪。到了闺蜜团那一桌，宁月兰刚巧换好了衣服回来了，此刻女人换了一身得体牛仔长裙，淡蓝色的长裙古风十足，上面还印有一些鲜艳花纹。宁月兰从人群穿梭踱步而来，就像是一只美艳的花蝴蝶，所到之处几乎能够吸引任何男性的目光，这就是江城第一豪门女总裁的魅力啊！到了方墨身旁，宁月兰巧笑嫣然地冲着方墨眨了眨眼睛，一直看我干嘛？老公，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还是这一身不好看？好看，当然好看。方墨即便是心事重重，依旧还是脱口而出，实话实说道。每一次见到宁月兰，自己都有种惊艳的感觉，这哪里是一个即将奔3的美艳成熟御姐，明明是一个情窦初开的纯情少女好吗？她要是扎个高马尾，混进高中，怕都是轻而易举。那你刚才还一直盯着人家脸上看，搞得我还以为我妆花了呢。宁月兰不满地撅了撅红唇，听到这话，方墨如遭雷击，人家这2个字还是他头一次从月兰姐的口中听到，以往方墨只在小说中那些情窦初开的小女孩口中才见过这2个字，
没想到月兰姐竟然也会在自己面前露出这副小女儿姿态，两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好像不知不觉间完全忘却了年纪，导致宁月兰在方墨身旁可以变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其实一个女人无论多大年纪，只要在自己最爱的人面前，就是应该保持这副模样。没，刚才就是在想，我方墨何德何能够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方墨悻悻摸了摸鼻尖，闻言，宁月兰神秘一笑，既然有愧疚，那就干脆把你的秘密告诉姐姐吧。啥？方墨一愣，宁月兰微微凑近，轻声道：你似乎还没有好好给你的老婆大人解释过，为什么冷家那位家主会这么给你面子啊？少拿哄小孩那套忽悠姐姐，我又不是小孩子，要说什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是完全不信的。月兰姐竟然还把这事记着呢。方墨心头一惊，下一刻，宁月兰又朱唇轻启，缓缓道：还有哇，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让凯德文化董事长柳青对你刮目相看，甚至还送上1亿支票随份子钱，只是因为你帮了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忙吗？糟糕，马甲要掉了，夫人别追究了，你再追究你跟你妹就成情敌了。方墨哭丧着脸，有话我们床上说，啊呸，有话我们晚上回去说，咱们还是先走流程吧。老婆，宁月兰嘟了一下小嘴，似乎有些不满，不过还是哼唧一声，行。第105要掉马了，第106最后一关的 BOSS 吴家贝早在开席的时候就一直和身旁李浩文推杯换盏，两人这回都喝得面红耳赤，要不是还在婚礼上，他俩高低要玩一些大嗓门的酒桌游戏了。方墨和宁月兰与几人唠嗑的时候，他视线还是时不时朝着黑衣人那桌看去，李浩文都没忍住催促了好几次。众人以为是新郎今日大喜太激动了，所以昨天没睡好，导致有些心不在焉。只有方墨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索性深吸了一口气，还是冲着宁月兰说道：月兰姐，你先帮我招待一下宋玉姐他们这一桌，我看到几个熟人，去就回来。熟人？听到这话，宁月兰怔了一下，方墨没多解释，两人是夫妻，月兰姐对自己的信任是基本要素，她还是先弄明白这几个国安大佬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婚礼上吧，不然方墨接下来的生活将会寝食难安。毕竟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孑然一身，他可是成家立业了。倘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算身为黑客之王争的身份暴露了，方墨也是一个人面对疾风。可是现在不一样，今天自己才刚刚大婚，一旦因为争的身份带来什么危险，月兰姐很有可能都会惨遭池鱼。方墨不得不谨慎对待。到了那一桌，